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窗棂，简陋的茅屋里，杨浩裹紧了身上单薄的旧袄，盯着火塘里将息未息的微弱炭火出神。1个月了，他还是没能完全适应。从地球社畜杨浩到大前朝青山坳村的猎户之子杨浩，父母双亡，家徒四壁，外面是能冻死人的大雪灾。浩哥儿，浩哥儿在吗？一个略显粗犷的声音伴随着沉重的敲门声响起。杨浩皱了皱眉，起身开门。门外站着村里的李正、王大山，40出头，体格壮实，脸上带着冻出的红晕和一丝急切。王叔，快进来，外面冷。杨浩侧身让开。王大山跺了跺脚上的雪，没往里走太深，就在门边站着，搓着手开门见山。浩哥儿，叔知道你现在难，刚给爹娘办完事，但叔有件事，思来想去，只能找你。王叔您说。杨浩心里警惕，这年月开口求人的事，9成9跟粮食有关。浩哥儿，你是要媳妇吗？王大山压低声音，眼神带着点试探。只要你开口，叔这就给你送来。杨浩一愣，随即苦笑摇头。王叔，您别拿我开涮了，我家啥情况您还不知道。爹娘一走，为了办丧事，家里那点存粮都快见底了，我自己都怕熬不过这个冬天，哪还敢想媳妇的事？那不是害人吗？他刻意把情况说得更糟，手在破旧的粮袋上拍了拍，地窖里其实还有不少粟米和些风干的肉条，省着点够他一人撑3、4个月。但财不露白，尤其在这时候，他穿越到这里1个月了。根据记忆，大前王朝这几年天灾人祸不断，都在传有亡国之兆。特别是今年天灾最盛，就以他们这丰原郡为例，春夏大涝，秋大旱，冬大雪，不知道多少人死在了这些天灾中，更不知道多少人死在了人祸中。青山坳或许现在就只有他家有余粮了。父亲杨铁柱，村里最好的猎手，1个月前为了给快要断粮的村里人多找口吃的，也为了自家能熬过这个冬天，硬是带着几个汉子冒险进山，再也没能回来。噩耗传来，本就病弱的母亲一口气没上来，也跟着去了。原主杨浩悲痛惊惧之下，竟也悄无声息地咽了气，这才便宜了现在杨浩这个满脑子浆糊的穿越客。他爹杨铁柱当年在边军立过功，得了些赏赐和几亩好田，是村里最殷实的人家。这场大雪灾虽然凶险，但他家地窖里的存粮省着点吃，撑他一个人过冬绰绰有余。王大山盯着杨浩的眼睛，咧嘴一笑。浩哥儿，你就甭跟叔打马虎眼了，你爹是啥人？咱村里谁不知道你家的底子？办个丧事就能掏空家底，叔不是来打你粮食主意的。杨浩心里一紧，面上却露出被戳穿的尴尬。王叔，您听叔说完。张大山摆摆手打断他，脸上的笑容收了，换上一副沉重又恳切的表情。实话跟你说了吧，是林家那对双胞胎丫头秀儿和月儿。杨浩一愣，林家姐妹。他脑海里立刻浮现出2张几乎一模一样的清丽脱俗的脸蛋。林家原本是城里的大户，遭了灾，家产被抢掠一空，1年前才逃难到这青山坳落脚。虽然落魄了，但那份大家闺秀的气韵和惊人的美貌，在这穷山沟里就像2颗明珠，是方圆百里出了名的美人坯子，都说她们是仙女下凡。他们的父母，尤其是林母，一直心心念念要给女儿找个好归宿，可惜这灾年他们的父亲和自己父亲一起进山打猎都没能回来，母亲前些日子也病逝了，现在只剩他们孤零零2个。你也知道，他们家现在彻底没人了，也没粮了，2个女娃子在这大雪天里活不了几天了。王大山语气沉重，他们娘临走前把孩子托付给我，我老王没多大本事，但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饿死冻死，我就想给他们寻条活路，找个能收留他们给口饭吃的人家。他顿了顿，看着杨浩的眼睛带着恳求。浩哥儿，你是咱们村现在最有底子也最厚道的后生了，你爹是条汉子，你也不差，叔求你了，只要你点头收下他们俩，以后叔打到的猎物分你1成，算叔求你的。说着，这个壮实的汉子竟微微躬了躬身。他虽是理正，但乱世里能护住自己一家就不错了，实在无力再多养2张嘴。杨浩沉默了，他身体里那个来自现代的灵魂，第一反应是抗拒和麻烦，多2个人就是2张嘴，这世道粮食就是命。杨浩沉默了，作为一个现代灵魂，他本能的想拒绝。生存的压力如同这屋外的暴雪，沉甸甸的压在他心头。多2个人就意味着多2张嘴，意味着他那点伪装下的存粮消耗速度要翻倍。在这个时代，在这个环境，善良的代价可能就是一起饿死。但是林家姐妹刚逃难来时，她曾惊鸿一瞥，惊为天人，也曾动了心思叫父母上门提亲，只是没答应。杨浩的心脏不争气的加速跳动起来，他脑子里飞快地盘算着，家里的存粮省着点吃，
3个人应该勉强能撑到开春。2个女孩子饭量总归小些吧，而且这可是双胞胎姐妹花啊，传说中的存在。这要是放在前世，想都不敢想。他们愿意。杨浩嗓子有点干。王大山一听有门，立刻点头如捣蒜，愿意。咋不愿意？能活下去比啥都强。她们都是明事理的姑娘，知道现在啥情况。只要你点头，我马上把人带来，婚书我都准备好了，不用聘礼，以后他们就是你杨浩的人了。美色当前，杨浩心里的天平彻底倾斜了他，深吸一口带着寒意的空气，点了点头。行，王叔，人带过来吧，我尽力。好，好，浩哥儿，叔没看错你，你等着。王大山大喜过望，转身就冲进了风雪里，脚步都轻快了几分。没让杨浩等太久，王大山就带着2个裹得严严实实、身形窈窕的女子回来了。她们低着头，看不清脸，但仅凭那纤细的身姿和露出的白皙脖颈，就能窥见不凡。浩哥儿，人交给你了，这是婚书，1式3份，你1份，她们姐妹各1份，我这留个底。王大山把2张按了手印的粗纸塞给杨浩，又对2个姑娘道：秀儿、月儿，以后好好跟浩哥儿过日子，浩哥儿仁义，不会亏待你们的。说完，他像是完成了天大的任务，又匆匆告辞，消失在风雪中。茅屋里只剩下3人，气氛有些凝滞。杨浩关好门，隔绝了外面的风雪声。他转过身，看着眼前这对低着头、身体微微发抖的姐妹，把斗篷脱了吧，屋里有火，暖和些。杨浩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和。姐妹俩一眼解开了裹着的旧斗篷，露出了真容。饶是杨浩有了心理准备，此刻也忍不住呼吸一滞。烛火摇曳下，2张几乎一模一样的鹅蛋脸，肌肤胜雪，吹弹可破。柳叶眉弯弯，长长的睫毛像蝶一般低垂，遮住了眼眸，却更添几分我见犹怜。琼鼻挺秀，阴唇小巧，唇色因寒冷显得有些淡白。虽然穿着打了补丁的粗布衣裙，但那份清丽脱俗的气质，如同淤泥中绽放的白莲，瞬间点亮了这昏暗破败的茅屋。姐妹俩唯一的区别，似乎是姐姐林秀儿眉宇间多了一丝沉静，妹妹林月儿则更显娇柔。果然，倾国倾城。饿了吧？先吃点东西。杨浩压下心中的悸动，走到火塘边，从吊着的瓦罐里舀出2碗稀薄的粟米粥，又切了2小块风干的兔肉放在碗里。姐妹俩默默地接过碗，小口小口地吃起来，动作斯文，显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饥饿让他们吃得很快，但姿态依旧优雅。暖粥下肚，他们冻得发白的脸颊终于恢复了些许血色，在烛光映照下，美得惊心动魄。杨浩家有2间房，一间是他的，另一间原本是父母的。他默默收拾了一下父母的房间，铺上家里仅有的还算干净厚实的被褥。月儿，今晚先住这间。他指着收拾好的房间，对看起来更沉静一些的林秀儿说：秀儿，你跟我住隔壁。他的语气带着不容置疑，既然是他的妻子了，洞房花烛夜，自然要行夫妻之礼。林秀儿身体微微一颤，抬起眼帘，飞快地看了杨浩一眼，那眼神清澈的像山涧溪水，带着一丝认命的顺从和不易察觉的羞怯，然后迅速低下头，微不可察地嗯了一声。林月儿更是连脖子都红了，长长的睫毛剧烈地颤抖着，像受惊的小鹿，但也只是轻轻点了点头，没有反抗。杨浩心中了然，他们明白自己的处境，也接受了命运的安排，这省去了许多麻烦。他先带着林秀儿进了他的房间，关上门，狭小的空间里只剩下2人，气氛瞬间变得暧昧而灼热。烛火噼啪作响，映照着林秀儿低垂的泛着红晕的侧脸。秀儿，杨浩的声音有些沙哑，他伸出手轻轻抬起她的下巴，指尖传来的细腻触感让他心头一荡。林秀儿被迫抬起头，水润的眼眸望着他，里面有紧张，有害怕，也有一丝迷茫。她的唇瓣微微抿着，像诱人的樱桃。杨浩不再犹豫，俯身吻了下去。林秀儿身体瞬间僵硬，但很快又软了下来，生涩地回应着。她的气息清甜，带着少女的馨香。杨浩的手抚上她的腰肢，隔着粗布衣衫也能感受到那惊人的柔软和纤细。衣衫一件件滑落，露出羊脂白玉般的肌肤，肌肤相亲，温软滑腻的触感令人疯狂。林秀儿紧闭着双眼，长长的睫毛挂着细小的泪珠，承受着杨浩的索取，喉咙里溢出压抑的如同幼猫般的呜咽，更添几分撩人。破旧的茅屋，粗陋的土炕，此刻却充满了令人面红耳赤的暧昧声响。就在杨浩攀上巅峰，瞬间嗡，他的脑海深处仿佛有一道无形的枷锁被骤然冲破，一个冰冷、机械却又带着玄奥意味的声音直接在他意识中响起。检测到宿主与符合标准的异性完成生命本源交融，角色良缘系统激活，绑定宿主杨浩，当前伴侣数量2，林秀儿、林燕儿。
每日每人可获取属性点：一、体质1，健康成年男性标准，当前属性点+1，已自动加点体质。体质1、2，绑定条件：系统评分90分以上，并且和宿主完成婚约。当前伴侣数量2，林秀儿91，林月儿91。一股难以言喻的暖流瞬间从杨浩的四肢百骸涌出，如同奔腾的江河。原本因有些虚弱的身体仿佛被注入了澎湃的活力，疲惫一扫而空，肌肉中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感官也变得异常清晰，甚至能听到隔壁林月儿紧张的呼吸声，整个人脱胎换骨。杨浩猛地睁开眼，眼中爆射出难以置信的金光。系统金手指，体质真的变强了1倍。身下的林秀儿似乎也感受到了他瞬间的变化，那汹涌的力量感和灼热的气息让他微微睁开迷蒙的双眼，疑惑地看了他一眼，随即又羞涩地闭上。杨浩心中狂喜，但他强压下激动，温柔地替林秀儿盖好被子，在他光洁的额头印下一吻。睡吧。他迅速起身，穿好衣服，眼神火热地看向隔壁房间。一个伴侣每天1点。他大步走向自己的房间，推开门，林月儿正紧张地坐在炕沿，像只受惊的小兔子。看到杨浩进来，尤其是感受到他身上那股尚未完全平息的充满侵略性的气息，他吓得往后缩了缩。杨浩露出一个自认为温和的笑容，但在林月儿看来却有点吓人。月儿，别怕，我们该休息了。杨浩看着这张近在咫尺，与林秀儿有一模一样却又透着不同文静的绝美容颜，心头的火焰再次熊熊燃烧起来，甚至比刚才更加炽烈。力量在体内奔涌咆哮，似乎在渴望着印证。他不再犹豫，手臂微微用力，便将林月儿那轻得仿佛没有重量的身子揽入怀中。少女特有的带着一丝冰雪气息的馨香瞬间充盈鼻端。林月儿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呼，身体瞬间僵硬如铁，小小的拳头下意识地抵在杨浩坚实的胸膛上，却如同蚍蜉撼树。杨浩低下头，目标明确地捕获了那两片因为惊恐而微微张开的花瓣般柔嫩的唇，属于少女的青涩、冰凉和那一点点若有似无的甘甜，如同最烈的酒，瞬间点燃了他所有的感官。林月儿的大脑一片空白，所有的挣扎和抗拒都在那霸道而灼热的气息下土崩瓦解。她只能被动地承受着，身体因为陌生而强烈的刺激微微颤抖，纤细的手指无意识地抓紧了杨浩后背的衣料，留下深深的褶皱。油灯的火苗不安地跳跃着，将两人紧紧相拥的影子投射在土墙上，拉长、扭曲、交融。当杨浩再次释放，与林月儿完成生命交融的刹那，检测到宿主与新的符合标准的异性伴侣完成生命本源交融。当前伴侣数量2，每日可获取属性点2，获得属性点1，是否现在加点？加点。杨浩在心中狂吼。体质2、3，轰！又是一股比刚才更加汹涌澎湃的暖流席卷全身，力量感再次暴涨，肌肉纤维仿佛在欢呼雀跃，骨骼发出细微却坚实的嗡鸣，五感敏锐的能捕捉到窗外雪花落地的簌簌声，寒冷似乎都远离了他。杨浩躺在炕上，感受着体内从未有过的强大力量，嘴角咧开一个无声的充满野心的笑容。这系统，这力量，这乱世似乎也不错。他低头再次吻了下去，这一次带着一种品尝胜利果实般的肆意和掠夺。清晨，寒风依旧凛冽，但比昨夜似乎小了些许。杨浩睁开眼，感受着体内奔涌不息的力量感。体质3点，这是健康成年人的3倍。一夜之间脱胎换骨。他轻轻侧头，枕边的林月儿睡得正沉，小巧的鼻翼微微翕动，长长的睫毛在白皙的眼睑下投下一小片阴影，带着昨夜出成雨露后的疲惫与娇憨。他动作轻柔地在他光洁的额头上印下一吻，小心翼翼地起身，生怕惊醒了他。走出房门，林秀儿已经在灶台边忙碌了，她显然也累得不轻，动作有些迟缓，脸色带着一丝苍白，但眼神却比昨夜多了几分安定。看到杨浩出来，他脸上飞起2朵红云，连忙低下头，小声唤道：夫君，怎么不多睡会儿？杨浩走过去，很自然地接过他手里添柴的火，炉膛里跳跃的火光映着他棱角分明的脸，眼神明亮锐利，再无昨日的颓唐。林秀儿看着他那仿佛蕴藏着无穷精力的身影，心中微动，低声道：该做早饭了，我来吧，你歇着。杨浩不容分说，动作麻利的开始舀粟米加水，他感觉身体里充满了使不完的劲，做这些琐事简直轻而易举。林秀儿有些手足无措地站在一旁，看着他熟练的动作，眼神复杂。当杨浩将2碗热气腾腾、比昨夜浓稠了许多的粟米粥
外加几片烤得焦香的风干兔肉端上那张破旧的矮桌时，林月儿也揉着眼睛，怯生生地走了出来。看到桌上的早餐和忙碌的杨浩，姐妹俩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惊讶和一丝暖意。夫君，这些本该是我们做的。林秀儿有些不安地开口，林月儿也连忙点头。杨浩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摆摆手道：“在我这儿没那么多规矩，谁有空谁做。快坐下，趁热吃。”他的笑容爽朗，驱散了屋内的几分寒意。姐妹俩一言坐下，捧着温热的粥碗，小口吃着。粥很稠，肉很香，更重要的是，这个男人并没有像他们想象中那样将他们视作纯粹的工具或负担。这份不经意间的尊重和担当，像一道微光，悄然照进了他们被风雪和绝望笼罩的心田。或许他真的值得依靠。就在这时，沉重的敲门声再次响起，伴随着王大山那粗犷的嗓音：“浩哥，起了没？”杨浩起身开门，王大山裹着一身寒气进来，搓着手，目光扫过桌边安静喝粥的姐妹花，见她们气色尚可，眼中露出一丝欣慰。“王叔，吃了没？一起喝碗粥。”杨浩招呼道。“不了不了。”王大山连连摆手，直接说明来意：“浩哥，叔是来借你爹那张猎弓的。我家的弓都老旧不堪，就你爹那张好使，是硬弓。今儿打算带人进山碰碰运气，看能不能弄点大家伙回来，村里实在快撑不住了。”杨浩闻言心中一动，他正想试试自己这暴涨的体质在实战中究竟如何。而且家里多了2张嘴，光靠存粮确实只能保证活，但是他可不想自己和自己的女人饿肚子，而且饿着肚子晚上也没多余的力气干活啊。自己越来越强大了，他们也得补补，不然承受不住的。“王叔，弓不能借给张。”杨浩开口，语气沉稳：“我想跟你们一起去。”“啥？”王大山一愣，以为自己听错了。“浩哥儿，你去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山里雪厚，野兽也饿疯了，凶得很。你爹他……”他后面的话没说出口，但意思很明显。林秀儿和林月儿也瞬间紧张起来，林月儿更是失声叫道：“夫君，别去，太危险了。”他们父亲和杨浩父亲的惨剧就在眼前，那噩梦般的风雪天仿佛还未散去。林秀儿也放下碗，眼神带着恳求：“夫君，家里还有粮的。”杨浩看着他们眼中的担忧，心中微暖，但态度却异常坚决。他走到墙角，取下那柄用厚布仔细包裹的猎弓，弓身黝黑，线条流畅，透着一股沉甸甸的力量感。“王叔，秀儿，月儿。”他掂了掂弓，目光扫过3人：“我知道危险，但正因为危险才更要去。一来家里多了人，存粮消耗得快，必须补充；二来他看向姐妹俩，你们身子太弱了，需要真正的肉食补一补，光喝稀粥熬不过这个冬天。”他顿了顿，看向王大山：“至于王叔之前承诺的1成猎物，我不要了，我跟着去凭本事打猎，如何？”王大山的眉头拧成了疙瘩，他看着杨浩，总觉得这小子今天有些不一样，眼神里没了往日的迷茫和颓丧，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静和自信，甚至隐隐透出一股让他都有些心悸的压迫感，而且力气似乎也大了不少。那硬弓在他手里仿佛轻若无物。再想到杨家确实需要肉食，杨浩作为猎户的儿子，从小耳濡目染，总比完全的新手强。王大山沉吟片刻，最终重重叹了口气：“唉，你这小子跟你爹一样犟，行吧，但说好了，进山后一切听指挥，别逞能，打到的猎物按规矩分。”“好。”杨浩干脆应下。林秀儿和林月儿还想再劝，但看到杨浩那不容置疑的眼神，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能忧心忡忡地看着他。王大山又匆匆离去，他还要去借另一张勉强能用的弓。杨浩则开始检查装备，父亲的猎弓依旧保养得很好，弓弦坚韧。他试着轻轻拉了拉，体内澎湃的力量让他感觉这张曾经需要父亲全力才能拉满的硬弓，此刻竟有些轻飘。他不得不刻意收敛着大半力气，只用了不到3成，弓臂便已发出轻微的呻吟。箭囊里还有20支铁簇箭，箭头闪着寒光。他又将一把墨的锋利、厚重的大砍刀插在腰间兽皮刀鞘里。这刀是他爹战场带回来的，分量十足，寻常人挥舞都费力，此刻在他手里却正合适。“夫君一定要小心。”林秀上前替他整了整有些单薄的旧袄领口，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林月儿也带着担心，递给他一个用布包好的杂粮饼子：“夫君路上吃。”杨浩心中一软，拍了拍他们的手：“放心，在家等我，关好门，谁来也别开。”说完，他不再犹豫，背上弓箭，挎好腰刀，大步流星地推开柴门，走进了茫茫雪原。清冷的空气涌入肺腑，体内那3倍于常人的体质让他步履沉稳，
他在厚厚的积雪上每一步都留下清晰的印记，却丝毫不显吃力。村口狩猎队已经集结完毕，有8个人。王大山的2个儿子王虎和王豹都是20出头，虎背熊腰，是村里有名的壮劳力，也是狩猎的主力。另外还有6个村里的汉子，大多30-40岁，穿着臃肿破旧的冬衣，脸上带着冻伤和长期饥饿的菜色，手里拿着简陋的猎叉，背上背着猎弓。看到杨浩背着那张标志性的硬弓走来，人群里响起几声低低的议论和不满的嘟囔：他怎么来了？添乱吗？就是毛头小子一个，他爹都折里面了，多个人多分一份，咱们的份就更少了。嘘，少说2句，人家爹以前可没少帮衬咱们。王虎和王豹倒是热情地迎了上来。小浩，你也去。王虎拍了拍杨浩的肩膀，杨浩点点头。小浩，到时候跟紧点，别乱跑。王豹也咧嘴笑道，露出一口白牙。他们和杨浩年纪相仿，从小一起玩到大，关系不错。杨浩对兄弟俩点点头，目光扫过那几个面露不满的村民，神情平淡，没有理会。现在的他心态已然不同，这些琐碎的议论在他眼中如同蚊蝇嗡鸣，不值一提。他更关注的是这雪原山林中潜藏的危险。王大山很快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手里也拿着一张旧猎弓，弓臂上缠着麻绳加固。人都齐了，出发！王大山一声令下，声音在空旷的雪野上传出老远。一行10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踏入村外被厚厚积雪覆盖的山林。一行10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踏入村外被厚厚积雪覆盖的山林。王大山经验最丰富，走在最前面探路，王虎王豹紧随其后，杨浩和其他人则跟在后面。雪深过膝，行走异常艰难，冰冷的雪粉顺着裤腿往里钻，寒气刺骨。其他汉子走得气喘吁吁，呼出的白气在胡须眉毛上结成了霜，但杨浩却感觉轻松许多。体质3点带来的不仅是力量，还有惊人的耐寒能力和体力。山林寂静的可怕，只有脚踩积雪的咯吱声和众人粗重的喘息。光秃秃的树枝上挂满了冰凌，在阳光下闪着冷冽的光。一些被大雪压断的枯枝横七竖八地倒在路上，都打起精神，留心脚下，注意树上和雪堆后面。王大山不时低声提醒着。然而运气似乎并不眷顾他们。从清晨走到午后，太阳已经西斜，惨淡的阳光在雪地上拉出长长的影子。他们循着各种足迹追踪，翻过山脊，穿过密林，甚至找到几处往年常有猎物聚集的背风洼地和盐碱地，但除了几行早已被新雪覆盖大半的分辨不清是什么小兽的足迹外，一无所获，连只山鸡野兔的影子都没见到。寂静的山林仿佛成了一片被遗忘的白色死域。众人的心情越来越沉重，饥饿和寒冷消耗着他们的体力，长时间的跋涉更是让绝望的情绪悄然滋生。几个年纪稍大的汉子已经开始步履蹒跚，脸上是掩饰不住的疲惫和焦虑。爹，快喂食，下午2点左右。王虎抬头看了看天色，忧心忡忡，再走下去，天黑前怕是赶不回村了。他言下之意，大家都明白，在这冰天雪地的山林里过夜，无异于找死。王大山停下脚步，布满风霜的脸上满是凝重。他环顾四周白茫茫的一片，又看了看身后疲惫不堪的众人，尤其是那几个快撑不住的老伙计，最终重重地叹了口气，声音里充满了无奈。哎，撤吧，都小心点，按原路返回。听到撤退的命令，众人如蒙大赦，虽然没打到猎物，但能活着回去比什么都强。队伍掉头，沿着来时的方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气氛比来时更加压抑，失败的阴影笼罩着每个人。就在他们路过一片被积雪压弯了腰的矮灌木丛时，一边突声哼哧哼哧，一阵低沉暴躁充满威胁意味的喘息声猛地从灌木丛深处炸响，紧接着伴随着积雪和枯枝被猛烈撞开的哗啦声，一道庞大凶悍裹着泥雪的身影如同失控的战车般狂冲而出。是野猪，一头体型极其硕大的成年公野猪，它浑身覆盖着黑褐色沾满污雪和冰碴的硬鬃毛，巨大的獠牙如同2把弯曲的镰刀，在雪光下闪着令人心悸的寒光。它的眼睛赤红，充斥着饥饿和疯狂，显然是饿到了极点，被这群行走的食物惊扰了最后的安宁。野猪，快跑！上树！王大山魂飞魄散，撕心裂肺的大吼。这玩意发起狂来，比狼群可怕10倍。狩猎队瞬间炸了锅，巨大的恐惧压倒了一切。众人魂飞魄散，根本顾不上什么队形，如同受惊的兔子般四散奔逃，只恨爹妈少生了2条腿。救命！跑在最后面背着老旧猎弓的钱老五腿一软，直接被脚下的树根绊倒，整个人扑倒在厚厚的积雪里。那发狂的野猪正以惊人的速度低着头，挺着獠牙，笔直地朝他冲撞过来。腥臭的恶风扑面而来，
钱老五吓得面无人色，连滚带爬，却根本来不及起身。眼看那对恐怖的獠牙就要将他开膛破肚，千钧一发之际，一道身影如同猎豹般从侧面猛扑过来，是杨浩。他反应快到了极致，在野猪冲出的瞬间，他就锁定了最危险的钱老五。3倍于常人的体质赋予了他恐怖的速度和爆发力，他几乎是贴着雪面滑铲过去，在野猪獠牙即将触及钱老五后背的瞬间，一把抓住钱老五的衣领，用尽力气狠狠向旁边一甩，噗！钱老五像个破麻袋一样被甩出去好几米远，砸进一个松软的雪堆里，险之又险地避开了致命一击。而杨浩借着这一甩的反作用力，身体猛地向侧面一滚，野猪庞大的身躯带着一股恶风，擦着他的身体轰然冲过，重重撞在钱老五刚才摔倒位置后面的一棵人腰粗的松树上。咔嚓，松树剧烈摇晃，树皮碎裂，积雪簌簌落下，足见这一撞的力量有多恐怖。浩哥儿，已经爬到附近一棵大树上的王虎王豹看得心胆俱裂。杨浩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动作迅捷无比，他眼神冰冷，没有丝毫慌乱，反而充满了猎人锁定猎物的专注。他早已在扑救的同时，将父亲那张硬弓握在了手中，此刻更是毫不犹豫地从箭囊里抽出一支铁簇箭。那野猪撞得有些发猛，晃了晃硕大的脑袋，再次锁定了让他失手的杨浩，赤红的眼睛里凶光更盛，刨了刨蹄子，准备发起更猛烈的冲锋。就在他低头蓄力的瞬间，嘣！一声低沉而强劲的弓弦振鸣陡然响起。杨浩开弓如满月，动作行云流水，他刻意压制着大部分力量，只用了几分力，但精准度却达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步。箭如流星，带着刺耳的尖啸，噗嗤一声令人牙酸的闷响，那支铁簇箭竟然精准无比的深深扎进了野猪仅有的那只怒睁着的赤红的右眼之中。箭羽兀自剧烈颤抖，嗷吼一声凄厉到变形的惨嚎震动了整个山林。野猪瞬间陷入彻底的疯狂，剧痛让他彻底失去了方向感和理智，他疯狂地甩着脑袋，鲜血混合着眼球的浆液溅射在雪地上，染红一片。他不再冲向杨浩，而是像无头苍蝇一样用庞大的身躯疯狂地撞击着周围的树木岩石，砰砰砰，积雪纷飞，木屑四溅，场面极其骇人。杨浩眼神锐利如鹰，在野猪因剧痛而本能地仰起头，将相对脆弱的左眼暴露出来的刹那，崩！第二箭，离弦。这一箭如同长了眼睛一般，在野猪疯狂甩动的头颅间隙中，再次精准无比地狠狠射入了他另一只完好的左眼。嗷呜！惨嚎声戛然而止，变成了绝望而混乱的呜咽。两眼尽瞎，这头庞大的凶兽彻底陷入了无边的黑暗和剧痛之中。它不再撞树，而是彻底发了疯，在原地疯狂地打转、冲撞，獠牙胡乱地刺挑着空气，庞大的身躯撞得周围一片狼藉，却再也无法锁定任何目标。树上目睹了这一切的王大山、王虎、王豹以及其他几个侥幸爬上树的村民全都呆若木鸡，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他们看到了什么？第一箭在野猪冲锋的瞬间精准射中高速移动中的眼睛，第二箭在野猪疯狂甩动头颅的混乱状态下再次射中另一只眼睛。这简直不是人能做到的箭法，杨铁柱当年也没这么神啊！这小子什么时候有了这等鬼神莫测的箭术？震撼，无以复加的震撼，彻底取代了他们心中的恐惧。快下树，跟着他！王大山最先从震惊中回过神，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发颤。他看不见了，血流干了他就完了。众人如梦初醒，手忙脚乱地滑下树。那头瞎了的野猪还在疯狂地原地打转冲撞，但速度明显慢了下来。大量的鲜血从他双眼中汩汩流出，染红了身下大片的雪地，体力在飞速消耗。杨浩没有靠近，只是冷静地握着弓，保持着警戒。王虎和王豹对视一眼，看到了彼此眼中的兴奋和狠劲。两人是队伍里除了杨浩外最强壮的，此刻勇气倍增。他们抄起沉重的猎叉，趁着野猪又一次撞到树干，动作停滞的瞬间，怒吼着冲了上去。畜生，受死！噗噗，两柄锋利的猎叉带着两人全身的力气，狠狠地捅进了野猪相对柔软的侧腹部。嗷！野猪发出最后一声短促的哀鸣，庞大的身躯猛地一僵，随即剧烈地抽搐起来，更多的鲜血如同喷泉般涌出，混合着内脏的碎块。王虎王豹一击得手，立刻抽身急退，不敢有丝毫停留。瞎眼又遭受重创的野猪生命力顽强的可怕，他没有立刻倒下，而是凭着最后的本能跌跌撞撞地开始向前狂奔逃命，只是方向早已混乱不堪。跟上，别让他跑丢了！王大山激动地大喊。狩猎队此刻士气大振，
恐惧被巨大的惊喜和劫后余生的兴奋取代。他们远远地跟在后面，看着那头瞎眼野猪在雪地里踉跄狂奔，留下一条触目惊心的血路。血在冰冷的雪地上迅速扩散凝固，野猪的速度越来越慢，喘息声如同破旧的风箱，越来越微弱。终于在跑出不到1里地后，他庞大的身躯轰然倒下，四蹄抽搐了几下，彻底不动了。身下的雪地被染成了刺眼的暗红色。成功了！一头足以让整个狩猎队覆灭的巨兽竟然被他们拿下了。众人欢呼着围了上去，看向那头庞大的猎物，眼中充满了狂喜和敬畏。所有人的目光最终都不由自主地投向了站在外围神色依旧平静的杨浩。王大山走到杨浩身边，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声音激动得有些哽咽：浩哥儿，好小子，神了！你爹在天之灵也该瞑目了。你救了大伙的命啊！他回想起那2剑的风采，依旧觉得不可思议。王虎王豹更是满脸崇拜地看着杨浩：浩哥，你那2剑太神了，怎么练的？杨浩感受着体内奔涌的力量，只是淡淡一笑，目光扫过那头庞大的野猪，运气好罢了。王叔，天快黑了，赶紧收拾吧。他心中却在想，体质3点带来的反应速度和手眼协调能力，配合原主本就扎实的射箭底子，效果竟如此显著。狩猎队众人不敢有丝毫耽搁。王大山指挥着众人用带来的绳索和砍下的几根笔直坚韧的树干，七手八脚地将那头庞大的野猪牢牢捆扎好。4个壮实的汉子喊着号子，将沉重的猎物抬起，另外4人则负责在旁边搭手，随时准备轮换。饶是如此，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深深陷入积雪中。杨浩上前想搭把手，却被王大山一把拦住。这位里正脸上带着不容置疑的神色，还有深深的感激。浩哥儿，使不得，这趟出来，要不是你，别说这野猪，我们几个老骨头能不能囫囵个回来都难说。按咱们猎户的规矩，猎杀者不抬猎物，这是你应得的，不然我们这些白捡一条命又分了肉的，脸往哪搁？其他抬猪的汉子也纷纷附和：是啊，浩哥，你就歇着吧，这力气活我们来，没有你，我们早喂野猪了。杨浩见状也不再坚持，点点头。王大山走在最前面，凭借记忆和经验，努力辨认着被积雪覆盖的归途。王虎王豹抬着猪的前杠，杨浩则跟在队伍稍后的位置，与抬猪的几人同行。沉重的野猪尸体压在木杠上，发出吱呀的呻吟，在寂静的雪夜里显得格外清晰。归途似乎比来时更加漫长，雪光映照着前路，一片惨白，四周隐隐绰绰的枯树如同鬼魅，疲惫和寒冷侵袭着每一个人。抬猪的汉子们喘着粗气，汗水和雪水混在一起，在脸上结了冰碴。就在他们艰难地翻过一道低矮的山梁时，嗷呜一声凄厉悠长充满饥饿与贪婪的狼嚎猛地从侧前方的密林中炸响，紧接着是第2声、第3声，此起彼伏，如同鬼哭。10几双幽绿的光芒如同地狱的鬼火，在昏暗的雪林边缘亮起，带着令人头皮发麻的寒意，迅速向他们逼近。狼，是狼群，放下猎物，抄家伙！王大山目眦欲裂，嘶声大吼。他第一时间拔出了腰间的柴刀。抬猪的汉子们惊恐万分，手忙脚乱地将沉重的野猪砰的一声摔在雪地上，巨大的震动激起一片雪沫。他们也顾不得许多，纷纷抽出猎叉、砍刀，甚至削尖的木棍，背靠着野猪尸体和彼此，组成了一个简陋的防御圈。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恐惧，但求生的本能和多年猎户的胆气让他们强撑着没有崩溃。他们知道，这种时候逃跑就是送死，唯有拼命。围成一圈，护住后背，别落单。王虎王豹兄弟俩怒吼着，一左一右护在杨浩身侧。他们知道杨浩是最大的依仗，但也担心他被狼群重点围攻10几头饿得皮包骨头的灰狼低伏着身体，呲着惨白的獠牙，喉咙里发出威胁的低吼，忧虑的眼睛死死盯着人群，尤其是地上那头散发着浓烈血腥味的野猪。他们被血腥气彻底引动了凶性，包围圈在迅速缩小。杀！不知是谁吼了一声，战斗瞬间爆发。一头体型最大的头狼率先发难，如同灰色的闪电，猛地扑向看起来较为瘦弱的钱老五。钱老五吓得魂飞魄散，下意识地举起猎叉去捅，却被那狡猾的头狼轻易躲过，腥风扑面，獠牙直取他的咽喉。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枪啷，一道雪亮的刀光如同劈炼般闪过，扑哧，沉重的闷响伴随着骨骼碎裂的脆响。那头凶狠的头狼竟在半空中被一刀劈成了2截，滚烫的狼血和内脏泼洒了钱老五一身。杨浩，他不知何时已如鬼魅般出现在钱老五身前，手中的大砍刀在雪光映照下，刀锋上鲜血淋漓，兀自滴落。
他眼神冰冷，如同万载寒冰，身上爆发出令人心悸的凶悍气息。狼群被这雷霆万钧的一刀震慑了瞬间，但血腥味更加刺激了他们的凶性。又有2头恶狼从侧面同时扑向杨浩，杨浩不退反进，脚下步伐迅捷如风，沉重的砍刀在他手中仿佛没有重量。唰唰，又是2道凌厉无比的刀光，一刀斜撩，精准地斩断了第1头狼的前爪，一刀横劈，直接将第2头狼的腰腹斩开大半。2头恶狼惨嚎着滚落在地，瞬间失去战斗力。电光火石之间，4头凶悍的恶狼3死1重伤，这恐怖的杀戮效率如同神魔降世。原本陷入苦战险象环生的狩猎队众人压力骤减，他们被杨浩这非人的勇武彻底点燃了血性。浩哥威武！杀！王虎王豹激动得满脸通红，挥舞着猎叉狠狠捅向扑来的恶狼。其他汉子也士气大振，嗷嗷叫着，奋力挥舞武器抵挡。恐惧被驱散，勇气在燃烧。狼群被杨浩的凶威彻底吓破了胆，眼看头狼和几个最强壮的同伴瞬间毙命，剩下的狼发出了惊恐的呜咽，夹着尾巴毫不犹豫地转身就逃，飞快地消失在黑暗的密林中，只留下几具狼尸和浓重的血腥味。战斗来得快，结束得更快，篝火般燃烧的勇气慢慢平息，只剩下劫后余生的粗重喘息和浓烈的血腥味。众人看着雪地上那几具狼尸，又看向收刀而立，气息平稳，仿佛只是随手拍死了几只蚊子的杨浩，眼神中的震撼和敬畏已经无法用言语形容。浩哥！王虎的声音带着颤音，那是激动和后怕交织的颤音。你真是神了！王豹更是激动地冲上来，想拍杨浩的肩膀，又有些不敢。王大山看着杨浩，眼神复杂到了极点，最终化作一声长长的带着无尽感慨的叹息。浩哥，多亏有你。他这话代表了所有人心声，有这样的武力，在这乱世就是定海神针。此地不宜久留，血腥味太重。杨浩平静地说道，甩了甩刀上的狼血，归刀入鞘。众人如梦初醒，连忙收拾。王虎王豹二话不说，一人背起2头最肥硕的狼尸，其他人重新抬起沉重的野猪。这一次队伍的气氛完全不同了，虽然疲惫依旧，寒冷依旧，但每个人的腰杆似乎都挺直了几分，看向走在队伍中那个挺拔身影的目光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安心和依赖。当一行人终于看到青山坳村口那微弱摇曳的火把光芒时，天已经完全黑透了。村口隐隐绰绰地站着不少人影，是焦急等待的村民和猎户们的家眷。回来了，回来了！有人眼尖看到了队伍的影子，激动地大喊起来。火把的光芒迅速向这边移动，人群中林秀和林月挤在最前面，2张绝美的脸上写满了担忧和恐惧，眼睛死死盯着队伍的方向，直到清晰地看到那个熟悉的高大身影安然无恙地走在队伍中时，姐妹俩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一直紧绷的身体软了下来，眼眶瞬间就红了。夫君！林月带着哭腔喊了一声，不顾一切地想冲过去，却被姐姐林秀紧紧拉住。林秀眼中也含着泪，但更多是如释重负的喜悦。她对着杨浩的方向用力点了点头。王大山站在村口空地上，火把的光芒照亮了他严肃的脸和地上庞大的野猪以及几头狼尸。村民们围了一圈，眼中充满了饥饿者对食物的渴望和敬畏。安静！王大山中气十足地吼了一声，压下所有的议论。这次进山凶险万分，先是遇到发狂的野猪，差点全军覆没，是杨浩。杨浩2箭射瞎了野猪的眼睛，救了钱老五，也救了大家。回来的路上又遭遇狼群，还是杨浩一人一刀瞬间斩杀4头恶狼，吓退狼群。可以说没有杨浩，我们这些人还有这些肉一个都回不来。他环视众人，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所以按规矩也是按功劳，这次猎物杨浩拿大头。他指着野猪，2条最肥的后腿连着屁股上最好的肉全归杨浩。他又指向狼尸，这头最完整皮毛最好的狼也归杨浩，剩下的大家再分。此言一出，人群顿时炸开了锅。虽然早有预料杨浩分得多，但这大头也太大了，尤其是那2条肥厚的猪后腿，看得人眼睛发红。凭啥这么多肉？他家就3个人。一个尖锐的女声响起，是钱老五的媳妇，她男人差点死了，又被狼血浇了一身，本就后怕又心疼男人，此刻看到这么多肉要分出去，忍不住尖叫道：这野猪是大家一起抬回来的狼，也是大家一起赶的，凭什么他一个人拿那么多？粮食就是命啊！闭嘴，你个蠢婆娘！钱老五吓得脸都白了，冲上去一巴掌狠狠扇在自己媳妇脸上。啪的一声脆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没有浩哥，老子早被野猪捅死了。
被狼咬死了。你还敢在这里嚼舌根？给老子滚回去！丢人现眼的东西！他连推带搡，把自己哭嚎的媳妇赶回了人群后面，然后对着杨浩连连作揖道歉：“浩哥儿，对不住，对不住，这蠢婆娘不懂事，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其他几个原本也有些眼红的村民家属，看到钱老五媳妇的下场，又想到王大山描述的凶险和自己男人能活着回来全靠杨浩，顿时噤若寒蝉，再不敢多说半个字。杨浩面无表情地看着这场闹剧，心中波澜不惊。他上前一步，声音平静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王叔，分罚我没意见，不过猪后腿我拿一条就够了。另外，他指了指那头最完整的狼尸，狼皮我多要一张。”王大山一愣，随即明白过来，一条猪后腿加上猪屁股肉，分量依旧惊人，足够杨浩一家3口吃很久。杨浩主动让出一条腿，是给其他人多分点活命粮，这是大度。至于狼皮，完整的狼皮在冬天是极好的御寒之物，杨浩要这个合情合理。好，浩哥仁义。王大山大声道，心中对杨浩的评价又高了一层，既有雷霆手段，又有容人之量。他立刻重新分配，就按浩哥说的，猪后腿1条，加猪屁骨肉归浩哥，完整狼皮归杨浩，剩下的赶紧分。各家婆娘都过来帮忙，连夜处理。天冷冻硬了就不好分了。狩猎队的成员们，包括钱老五，都对杨浩投去感激的目光。一条猪后腿的肉量足够好几户人家多分不少了。众人再无异议，纷纷上前，在王大山的主持下开始热火朝天的分割猎物。锋利的刀子割开皮肉，血腥味弥漫，但在村民眼中，这就是活下去的希望。杨浩没有再看分肉的场景，他走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前一条肥硕沉重还带着余温的野猪后腿，一张剥下来后依旧显得狰狞，但皮毛厚实，完整的狼皮，还有那头被王虎特意扛过来的最肥壮的狼尸。他单手轻松地拎起那条至少有60-70来斤重的猪后腿，扛在肩上，又将狼尸甩在另一侧肩头，那张巨大的狼皮则卷起来夹在腋下。这些分量加起来超过100斤，但在体质3点的杨浩手中轻若无物。秀儿、月儿，回家了。他对着一直等在旁边，眼中只有他的姐妹俩说道：“林秀儿和林月儿连忙点头，一左一右跟在他身后，仿佛2只归巢的雏鸟。火光映照着杨浩高大的背影，肩扛手提的沉重猎物和他轻松的步伐形成强烈的对比。所过之处，村民们纷纷下意识地让开道路，眼神复杂，敬畏有之，感激有之，畏惧亦有之。这个夜晚，杨浩的名字和他那如同战神般的身影，深深地烙印在了青山坳每一个村民的心中。推开吱呀作响的柴门，隔绝了村口喧闹的分肉声和刺骨的寒风，屋内火塘散发出的暖意与熟悉的烟火气瞬间包裹了3人。林秀儿迅速关好门，插上门栓，林月儿则立刻去拨弄火塘里埋着的炭火，让火光重新明亮起来，驱散黑暗和寒意。杨吴将肩上沉重的野猪后腿和狼尸咚的一声放在墙角干燥的地面上，又将那张卷好的狼皮小心地放在一旁。这2完整的狼皮加上狼尸体上的那一张，在即将到来的深冬里是极其宝贵的御寒之物。夫君，累坏了吧？快坐下烤烤火。林秀儿连忙端来一碗温热的开水，眼中满是心疼和后怕。村口王大山的话他们都听到了，那惊心动魄的野猪和狼群，光是想想就让人手脚冰凉。杨吴接过碗，一饮而尽，温热的液体下肚，却仿佛被体内奔涌的热力瞬间蒸腾。他看着姐妹俩冻得微红的脸颊和依旧带着担忧的眼神，心中微暖，摇摇头：“不累，这点东西不算什么。”他走到野猪后腿旁，抽出腰间那把厚重锋利的大砍刀，在火光的映照下，刀身闪烁着冷冽的寒光。他目光精准，手起刀落，唰唰，几道干净利落的刀光闪过，一大块肥瘦相间，足有10几斤重的上好腿肉被完美的分割下来，肌肉纹理清晰，脂肪如同雪花般均匀分布，散发着新鲜肉类的诱人气息。秀儿、月儿，杨吴将这块沉甸甸的肉蒂给林秀，拿去切成块，好好煮一锅，多放点粟米，煮稠些，今晚我们吃顿好的。他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豪气，体质提升带来的不仅是力量，更是掌控局面的信心。他有能力让他们吃饱吃好。林秀儿和林月儿看着这块在火光照耀下显得格外诱人的鲜肉，都下意识地咽了口唾沫。多久没见到这么大块这么新鲜的肉了？尤其是林月儿，眼睛都亮了起来。姐妹俩用力点头，我们马上去做。她们小心翼翼地捧着那块肉走向灶台，动作麻利地开始清洗切块。很快，肉块下锅的滋啦声伴随着浓郁的肉香，迅速弥漫了整个小小的茅屋。趁着姐妹俩做饭的功夫，杨吴开始处理剩下的猎物。
他将那条完整的狼尸拖到门口通风处，熟练的剥皮、剔骨、分割，动作迅捷而精准，仿佛演练过干百遍。这具身体原主留下的猎户本能，在杨浩强大的体质加持下，发挥得淋漓尽致。狼肉被分割成大小合适的条块，准备明天再进一步处理成熏肉或冻肉。那2张狼皮则被他小心地摊开，用木楔子固定在门板上，准备阴干揉制。做完这一切，他身上沾染了些许血腥，但眼神却异常明亮，感受着体内源源不断的力量感。他走到水缸旁，舀起冰冷的清水冲洗双手和脸庞，刺骨的寒意对他而言如同清风拂面。此时灶台上的大瓦罐里，浓郁的肉粥已经咕嘟咕嘟翻滚着，肉香混合着粟米的谷物香气，勾得人馋虫大动。林秀儿掀开木盖，用木勺搅动着，乳白色的浓稠汤汁里翻滚着大块的肉和饱满的粟米粒。夫君，月儿，吃饭了。林秀儿的声音带着一丝满足的喜悦。矮桌上3碗热气腾腾，几乎看不到汤水的浓稠肉粥摆开，每碗上面都盖着几大块炖得软烂喷香的野猪肉。这顿饭在眼下的灾年里据称奢侈。吃吧。杨吴拿起筷子，率先夹起一块肉送入口中，肉质鲜嫩，肥而不腻，浓郁的肉香瞬间在口腔中炸开，久违的满足感让他精神一振。林秀儿和林月儿也小口吃着，动作虽然依旧斯文，但速度明显快了不少。温暖的食物下肚驱散了身体的寒意，也抚慰了连日来的惊恐和忧虑。姐妹俩苍白的脸颊上终于泛起了健康的红晕，看向杨吴的眼神除了依赖，更多了几分发自内心的感激和暖意。这个男人真的在用自己的力量为他们撑起一片小小的温暖的天空。饱餐之后，身体暖洋洋的，林秀儿和林月儿抢着收拾碗筷，清洗锅灶。夜色渐深，屋外寒风依旧呼啸，但屋内火塘温暖，气氛安宁。杨浩的目光落在忙碌完正坐在火塘边烤火取暖的林秀儿身上，跳跃的火光映照着她清丽绝伦的侧脸，长长的睫毛在眼睑下投下温柔的阴影。一天的奔波和惊吓似乎让她有些困倦，微微打了个哈欠，更添几分娇慵。杨武走到林秀儿身边，伸出手轻轻抚上她的脸颊，指尖传来的细腻触感让她心头一荡。林秀儿身体微微一颤，抬起眼帘对上杨浩灼热的目光，那目光中蕴含的意味她瞬间就明白了。脸颊飞上2朵红云，她羞涩地低下头，却没有丝毫抗拒，只是轻轻嗯了一声，顺从地被杨吴拉了起来。2人相拥着走进属于他们的房间，关上门，隔绝了外面的世界。这一次少了昨夜的生涩和初次的不安。林秀儿虽然依旧羞涩，但身体却比昨夜柔软了许多，甚至带着一丝笨拙的迎合。也许是饱餐后的暖意，也许是今日杨武展现的强大带来的安全感，让他心中那份认命般的顺从悄然滋生出了一点点依赖和情愫。烛火摇曳，被翻洪浪压抑的喘息和细碎的呜咽交织。当攀上巅峰的瞬间，嗡，熟悉的悸动再次从灵魂深处传来。检测到宿主与伴侣林秀儿完成生命本源交融，获得属性点1，是否现在加点？加点体质。杨吴毫不犹豫，体质3、4，轰！一股比昨夜更加澎湃汹涌的暖流瞬间席卷四肢百骸，如同江河决堤，冲刷着每一条肌肉纤维，每一块骨骼。力量感再次暴涨，五感变得更加敏锐，他甚至能清晰地听到隔壁房间林月儿因为紧张而略微加快的心跳声，精力充沛的仿佛能徒手撕裂虎豹。他低头看着怀中香汗淋漓、眼神迷离的林秀，在他光洁的额头印下一吻，声音低沉：睡吧。随即起身披上外衣，体内新获得的力量感在躁动，仿佛永不满足。他推开房门走向隔壁，林月儿果然还没睡，他正抱着膝盖坐在炕上，小脸埋在臂弯里，听到开门声，像受惊的小鹿般猛地抬起头，看到是杨浩，他眼中闪过一丝复杂，有羞涩，有害怕，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火光勾勒出他与姐姐几乎一模一样却更显娇柔的轮廓。夫君，他声音细若蚊啊。杨吴没有多言，直接走到炕边，强大的气场笼罩着小小的房间。他伸出手抬起林月儿的下巴，少女的肌肤细腻冰凉。月儿，她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占有欲。林月儿身体微微发抖，长长的睫毛剧烈颤抖着，闭上了眼睛。杨武俯身吻下，动作比昨夜更加直接和霸道。林月儿生涩地承受着，小小的身体在杨浩强壮有力的臂弯里显得格外柔弱，衣衫滑落，露出同样令人心颤的美好。当熟悉的悸动再次降临，检测到宿主与伴侣林月儿完成生命本源交融，获得属性点1，是否现在加点？加点体质。体质4、5。清晨的寒意透过茅屋的缝隙渗入，但屋内却比往日多了几分暖意，
也多了几分暧昧的气息残留。杨无睁开眼，感受着体内奔腾不息的力量感，体质5点。昨夜与2位娇妻的辛勤耕耘，不仅让他神清气爽，更让他的力量、耐力再次跃升了一个台阶。他侧过头，看着枕边依旧沉睡的灵月儿，少女的睡颜恬静，长长的睫毛在白皙的肌肤上投下浅浅的阴影，只是眉宇间还残留着一丝昨夜承受狂风暴雨后的疲惫。杨浩眼中闪过一丝怜惜，他伸出手，轻轻将灵月儿柔软的身子揽入怀中。夫君。灵月儿被他的动作惊醒，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看到杨浩近在咫尺的带着笑意和某种灼热意味的脸庞，小脸瞬间染上红霞，下意识地往他怀里缩了缩。再睡会儿。杨无的声音低沉而富有磁性。灵月儿摇摇头，挣扎着想起身。该起身了，姐姐已经在忙了吧？杨无也没强求，在他光洁的额头上印下一吻，便也起身走出里间。果然看到林秀儿已经在灶台边忙碌了，火光映着他专注的侧脸，比初见时少了几分苍白，多了几分温润。锅里煮着粟米粥，热气腾腾，但闻不到肉香。秀儿，杨无唤了一声。林秀儿回头看到杨浩，脸上立刻浮现温柔的笑意。夫君醒了，粥快好了。他注意到杨浩的目光落在锅里，解释道：肉省着点吃，掺些野菜，能多吃些时日。杨无走过去，大手很自然地揽住他的纤腰，感受着那份温软。他皱了皱眉，直接道：以后每顿饭都放肉，不用省。啊！林秀儿吃了一惊，连忙摇头：夫君，这太奢侈了，冬天还长着呢，粮食我说放就放。杨无打断他，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决：粮食的事不用你们操心，我能让你们过上好日子，顿顿有肉，吃饱穿暖。他顿了顿，肚子里适时地传来一阵响亮的咕噜声。而且你夫君我现在饿得很，光喝粥可顶不住。林秀儿看着他坚定而自信的眼神，又听到那如同肋骨般的复鸣，心中虽有疑虑，却也被一种莫名的安心感取代。这个男人似乎真的很不一样。他顺从地点点头：好，听夫君的。杨武走到角落挂着的肉条旁，直接取下一条足有6-7斤重的野猪后腿肉，递给林秀。诺，全煮了，切大块点。这么多？林秀和此时也整理好衣服出来的林月都惊呆了。不多，我吃得完。杨武摆摆手，语气平淡，仿佛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姐妹俩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震惊，但他们没再多问，夫君说什么就是什么。林月也赶紧上前帮忙，姐妹俩开始忙碌地处理那块肥厚的猪肉，切成大块，准备炖煮。很快，浓郁的肉香弥漫了整个茅屋，混杂着粟米的清香，勾得人食指大动。杨无坐在桌边，感觉那股饥饿感更加强烈了，仿佛身体每一个细胞都在渴望着能量。一大锅热气腾腾、肉块沉浮的肉粥端上了桌，杨无毫不客气，直接给自己盛了满满一大海碗，肉块堆得冒尖。他大口吃着，肉块炖得软烂，粟米吸收了肉汤的精华，味道极好。体质提升带来的不仅是力量，还有恐怖的消化能力和对能量的渴求。他吃得极快，林秀和林月也各自盛了小半碗，小口吃着。肉对他们来说是美味，也是身体急需的营养。看着杨无风卷残云般的吃相，姐妹俩既惊讶又隐隐有些自豪，他们的夫君如此强壮。当姐妹俩都放下碗筷时，杨无已经吃3碗，而锅里只剩下小半锅稠厚的粥底和零星几块碎肉。在姐妹俩目瞪口呆的注视下，杨无面不改色地将锅里剩下的所有食物一扫而空，连汤底都喝得干干净净乎。杨无满足地舒了口气，感觉那股强烈的饥饿感终于被压了下去，全身暖洋洋的，充满了力量感。他看向坐在对面的2位娇妻，吃饱喝足，身体精力充沛到了极点，昨夜那销魂蚀骨的滋味仿佛还在心间萦绕。杨浩的眼神不由自主地变得幽深灼热起来，像2团跳动的火焰，肆无忌惮地在林秀和林月玲珑有致的身体上扫视。姐妹俩被他看得心间发颤，身体都绷紧了。昨夜那几乎要将人揉碎、永无止境的索取，让他们又爱又怕。林秀儿鼓起勇气，声音带着一丝颤抖的哀求：夫君，我们还有些疼，能不能晚上再？林月更是羞得把脸埋进了达姐的肩膀。杨无看着他们楚楚可怜又带着无限诱惑的模样，心头那团火反而烧得更旺。他低笑一声，站起身，2步就跨到他们面前，伸出强壮的双臂，一把将姐妹俩都揽进了怀里。行，晚上再说。他的声音低沉沙哑，带着一种危险的磁性。不过现在先让为夫过过瘾。话音未落，他已经低下头，精准地捕获了林秀微张的带着诱人光泽的唇瓣。夫君。林秀被吻得浑身发软，只能发出模糊的呜咽。啊！林月更是像触电般颤抖起来，身体又软又烫，
小手无力地推举着杨浩坚实的胸膛，却如同蚍蜉撼树。就在这意乱情迷时，咚咚咚，一阵急促而响亮的敲门声，如同冷水般骤然浇下。姐妹俩如同受惊的小鹿，猛地从杨无怀里挣脱出来，手忙脚乱地整理着凌乱的衣衫和头发，俏脸通红的几乎要滴出血来。杨无眼中闪过一丝被打断的愠怒和不耐烦，但很快压下。他深吸一口气，迅速平复了一下翻腾的气血，对姐妹俩低声道：“去里屋整理一下。”看着他们像受惊的兔子般逃进里屋，杨浩这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脸上恢复了平静，这才走到门边，沉声问道：“谁？”“浩哥。”“是我，赵有田。”门外传来一个略显苍老但中气还算足的声音。杨浩打开门，门外站着一个40岁上下，身材精瘦，脸上带着风霜和几分急切的老汉，正是村里另一支狩猎队的领头人赵大叔。青山坳背靠绵延的丰原山脉，村民大多半农半猎，农忙时种地，农闲或灾年就靠打猎补贴甚至救命。村里上百户人家，像样的狩猎队共有5支，杨浩父亲杨铁柱带领的那一支实力最强，可惜随着杨铁柱和几个骨干的折损，已经解散了。赵大叔，有事。杨浩侧身让他进来。赵有田搓着手，带着寒气进了屋，目光下意识地被屋里还未散尽的浓郁肉香吸引，喉结滚动了一下，随即看向杨浩，脸上堆满了笑容，眼神里带着热切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恳求：“浩哥，打扰了。”是这么回事。赵有田搓着手，有些不好意思地开口：“昨儿个你们队满载而归的事，还有你2件射瞎野猪、一刀劈死头狼的神勇，都在村里传遍了。”他顿了顿，语气变得郑重起来：“浩哥，叔今天厚着脸皮来求你，我们队今天也准备进山碰碰运气。这鬼天气，山里的畜生都饿疯了，比往年凶险10倍。我们几个老骨头倒是不怕死，但队里还有好几个年轻后生，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啊。”赵有田看着杨浩，眼神充满了期盼：“叔想请你带着我们进一趟山，不用你动手打猎，你就给咱们压压阵，壮壮胆气。真要遇到像昨天那样的大牲口，有你在，大家心里也有个底，不至于乱了阵脚，白白送了性命。至于打不打得到东西，那都是命，不强求。你看行不行？”杨浩听完，心中了然，这是被自己昨天的战绩震慑，想找个定海神针保平安来了。他略一沉吟，正好自己体质飙升，食量暴增，正需要大量肉食补充能量，跟着去，既能名正言顺地猎取更多猎物，也能在村里进一步确立威望，还能顺带看看这丰原山脉深处的情况。行。杨浩干脆的点头：“赵大叔稍等，我准备一下，这就跟你们走。”“唉，好，太好了，谢谢浩哥。”“谢谢。”赵有田喜出望外，连连作揖。杨浩转身走进里屋，林秀和林月正站在一起。“夫君，有什么事？”林月带着担忧地问。“没事，是赵大叔找我进山。”杨浩言简意赅，拿起猎弓和腰刀：“我出去一趟，你们在家关好门，等我回来。”“夫君小心。”林秀上前替他整理了一下衣领，眼中满是关切。“杨浩应了一声，看着2张近在咫尺、写满担忧的绝美容颜，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和占有欲。他一手揽过林秀的纤腰，低头便吻上了那柔软的阴唇。林秀身体一僵，随即软化下来，生涩而顺从地回应着，唇舌交缠，带着属于他的清甜气息。吻罢，杨浩又看向面红耳赤的林月，同样霸道地将她搂入怀中，低头捕获了她的红唇。林月嘤咛一声，闭着眼，任由夫君索取。一番缠绵，杨浩才意犹未尽地松开。“在家乖乖等着，夫君给你们带更多肉回来。”说完，他不再耽搁，背上猎弓，挎好腰刀，又拿了一包林秀准备好的杂粮饼子作为干粮，大步流星地走出了家门。村口空地上，赵有田的狩猎队已经集结完毕，一共10个人，除了赵有田和另外3个30-40岁经验丰富的老猎人，剩下的6个都是20出头的青壮小伙，他们大多背着猎叉、柴刀，有7人背着相对完好的猎弓。当杨浩那挺拔的身影出现在村口时，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过来，敬畏、好奇、崇拜、感激，各种情绪交织。昨天那如同战神般的传说还热乎着，此刻亲眼见到真人，那股无形的压迫感让他们下意识地站直了身体。“浩哥！”赵有田连忙迎上来。“浩哥！”几个年轻小伙也纷纷恭敬地打招呼，语气里是毫不掩饰的尊敬。在这个以实力为尊的乱世山村，杨浩昨日的表现已经彻底赢得了他们的敬畏和认可。杨浩目光扫过众人，微微颔首：“都准备好了？”“好了，就等浩哥你了。”赵有田连忙道：“那就出发。”杨浩没有多余废话，言简意赅。
赵有田立刻精神一振，大声吆喝：“都打起精神，跟上浩哥！”进山，一行人再次踏入茫茫雪山。杨浩走在队伍最前，锐利的目光扫视着寂静的山林，体内奔涌的力量让他对即将到来的狩猎充满了期待。他回头看了一眼身后那些充满希冀和依赖的目光，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走吧。他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带着一种令人心安的强大自信。今天带你们吃肉。队伍在赵有田的带领下，沉默而警惕地行进。积雪覆盖的山林白茫茫一片，寂静的只剩下脚踩积雪的咯吱声和众人压抑的喘息。正如杨浩所料，靠近村落的区域早已被饥饿的村民反复搜寻过多次，连只山鸡的影子都难觅。他们必须深入更远、更危险的山林腹地。不知走了多久，气温很低，但持续的跋涉让众人身上都冒出了汗气，在眉毛胡须上结成了细小的冰晶。杨浩走在队伍稍前的位置，5倍体质让他步履轻松，目光锐利如鹰隼，不断扫视着周围的环境，雪地上的痕迹，树枝的晃动，空气中细微的气味变化。停！走在前面的老猎人孙老根突然低喝一声，同时蹲下了身体，做了个噤声的手势。所有人瞬间如同被冻住，屏住呼吸，齐刷刷地伏低身体，隐藏在雪坡或树干之后。多年的狩猎经验让他们形成了近乎本能的默契。孙老根指着前方一处被积雪覆盖的低洼山谷，压低声音，带着难以抑制的兴奋：“看那边，背风坡，鹿群。”众人顺着他的手指望去，心脏顿时狂跳起来。只见山谷底部厚厚的积雪被踩踏出了一片相对干净的硬地，大约20几头体型健壮的鹿正聚集在那里，大多是黄褐色的母鹿和小鹿，还有几头长着粗壮叉角、体型格外雄壮的公鹿担任警戒。他们正低头啃食着从积雪下刨出来的枯草根和苔藓，显然也是饿坏了鹿群移动间带起细微的雪尘，在惨淡的阳光下形成一片朦胧的光晕。好家伙，这么多！赵有田的声音带着激动和一丝颤抖：“老天开眼！孙老根，好眼力！别高兴太早。”另一个老猎人李瘸子腿脚早年受过伤，但经验极丰富，沉声道：“看那几头公鹿，机警得很。雪太厚，我们没法摸太近，一箭射不中要害，惊了群，全的跑光，白费力气。”众人心头一紧，确实，距离鹿群至少还有150步，在深雪中前行接近几乎不可能。而普通的猎弓在这个距离上，想要精准射中鹿的要害，难度极大。一旦第一箭失手，鹿群必然四散奔逃，他们连根毛都捞不到。所有人的目光下意识地齐刷刷地投向了队伍中的定海神针杨浩。赵有田咽了口唾沫，看向杨浩，眼神带着询问和一丝恳求：“浩哥，你看有把握吗？”他昨天只是听说杨浩剑法如神，今天亲眼所见这距离和鹿群的警惕，心里也没底了。杨浩没有立刻回答，他眯起眼睛仔细打量着鹿群。5倍体质带来的超强视力让他能清晰地看到公鹿耳朵的每一次转动，鼻孔喷出的白气。风速、距离、鹿的体型、可能的移动轨迹，无数信息在他脑海中飞速计算整合。他缓缓取下背上的硬弓，动作沉稳有力，又从箭囊中抽出一支铁簇箭，箭簇在雪光下闪着冰冷的寒芒。他并没有像普通猎人那样寻找掩体，反而向前微微踏出一步，站到了一个相对开阔的位置，身体如同标枪般挺直。这个动作让所有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太显眼了，很容易被警戒的公鹿发现。果然，一头最外围、体型最大的公鹿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猛地抬起头，警惕地望向杨浩所在的方向。他那对巨大的叉角微微晃动，耳朵竖得笔直。糟了，要惊！李瘸子失声低呼。就在那公鹿即将发出警告嘶鸣的瞬间，嘣！一声低沉到极致，却又蕴含恐怖力量的弓弦震鸣，如同闷雷般在寂静的山林中炸响。剑！一道肉眼几乎难以捕捉的乌光撕裂冰冷的空气，带着刺耳的尖啸，如同死神的獠牙，跨越了100步之遥。扑哧！一声沉闷到令人心悸的贯穿声。那头体型最大的公鹿，高昂的头颅猛地向后一仰，一支铁簇箭精准无比地深深没入了他强壮的脖颈侧面，几乎贯穿而出。箭尾的翎羽兀自剧烈颤抖，公鹿眼中的警惕瞬间化为惊愕和剧痛，庞大的身躯晃了晃，四蹄一软，轰然跪倒在雪地上，鲜血如同喷泉般从脖颈的窗口和口鼻中涌出，染红了身下的白雪，连一声哀鸣都未能发出。静，死一般的寂静。鹿群似乎被这突如其来、毫无征兆的死亡惊呆了，出现了短暂的凝滞，而狩猎队的所有人，无论是经验丰富的老猎人，还是年轻气盛的小伙，全都石化了。他们张大了嘴巴，眼睛瞪得滚圆，死死盯着那头瞬间毙命的公鹿，又猛地转向那个持弓挺立、如同战神般的身影。
100步之外，一剑必杀最强壮的公鹿。这简直是神话。然而杨浩的动作根本没有停歇，就在鹿群因为首领的猝死而陷入混乱，尚未完全反应过来四散奔逃的刹那，蹦蹦，弓弦如同死神的丧钟，连续3次低沉而急促的振鸣，3道乌光几乎首尾相连，如同3道夺命的黑色闪电撕裂长空。噗噗噗，精准无情致命。第一箭射穿了一头受惊后试图冲向密林的母鹿心脏，第二箭洞穿了另一头慌乱中撞向同伴的小鹿脖颈，第三箭则狠狠钉入了一头刚抬起蹄子准备逃窜的壮年公鹿的眼窝深处。3头鹿几乎不分先后地带着巨大的惯性扑倒在雪地上，溅起大片血红的血沫。快，太快了；准，太准了；狠，太狠了。这已经不是剑术，这是神迹。剩下的鹿群终于被这恐怖绝伦的杀戮彻底吓破了胆，发出惊恐绝望的嘶鸣，如同炸了锅一般，再也不顾方向，疯狂地四散奔逃。放箭，快放箭！赵有田终于从极度的震撼中惊醒，声嘶力竭的大吼，声音都变了调。剩下的弓箭手如梦初醒，手忙脚乱地开弓射箭，其他拿着猎叉砍刀的汉子也嗷嗷叫着冲下雪坡，试图拦截逃窜的鹿。场面瞬间混乱起来。嗖嗖，两只仓促射出的箭矢，一只擦着鹿背飞过，一只射中了鹿屁股，虽然造成伤害，却远不足以致命，反而让受伤的鹿跑得更快。猎人们的围堵也因为雪深和鹿的敏捷而收效甚微，只有王老五凭借一股狠劲，用猎叉捅伤了一头小鹿的后腿，被其他人合力按住。混乱的追逐和零星的攻击持续了不到10分钟功夫，除了杨浩瞬间射杀的4头鹿和被王老五等人按住的受伤小鹿，其余的鹿早已消失在茫茫雪林之中，只留下一片狼藉的雪地和几滩刺目的血迹。当众人喘着粗气，拖着那头受伤哀鸣的小鹿回到山谷底部时，看向那4头倒在血泊中几乎都是一箭毙命的鹿，再看看那个已经收弓而立，气息平稳，仿佛只是随手射了几只靶子的杨浩，眼神中的敬畏和崇拜已经达到了顶点。昨天只是听说，震撼归震撼，终究隔了一层，而今天他们亲眼目睹了100步穿杨，一箭毙敌，连珠夺命。这是何等恐怖的剑法，何等非人的力量和控制力。浩哥儿，赵有田的声音带着发自灵魂的颤抖，他走到杨浩面前，嘴唇哆嗦着，竟一时不知该说什么。他毕生狩猎，从未见过如此神乎其技。孙老根、李瘸子几个老猎人更是神情恍惚，看着杨浩如同看着一尊活生生的剑神。他们毕生追求的剑术境界，在杨浩面前简直如同儿戏。那几个年轻猎人更是激动得满脸通红，看着杨浩的眼神充满了狂热。还愣着干什么？赵有田终于找回自己的声音，带着无与伦比的激动和敬畏，赶紧收拾包皮放血。他们手脚麻利地开始处理猎物，动作比任何时候都更卖力更细致。山谷中的血腥气尚未散尽，但猎获的喜悦和杨浩带来的巨大震撼，让这支狩猎队暂时忘却了疲惫和寒冷。在赵有田的指挥下，众人手脚麻利地给5头鹿放血，简单剥皮，用带来的绳索捆扎好鹿腿，便于抬运。走，趁天色还早，赶紧回。赵有田看着吸血的日头，催促道：深冬的白天太短暂，而且谁也不知道这鬼天气会不会再变脸。然而山林似乎总爱跟人作对，队伍刚抬着沉重的收获走出山谷没多久，原本还算晴朗的天空骤然阴沉下来，凛冽的寒风打着旋儿，卷起地上的积雪，抽打在脸上如同刀割。紧接着鹅毛般的大雪毫无征兆地铺天盖地地洒落下来。糟了，暴雪！孙老根脸色巨变，大雪瞬间模糊了视线，能见度急剧下降，原本清晰的足迹和路标迅速被新雪覆盖，寒冷如同枯骨之躯，疯狂地侵蚀着众人的体力和热量。抬着路的汉子们更是步履维艰，深一脚浅一脚，每一步都耗尽全力。跟紧，千万别走散了！赵有田扯着嗓子大喊，声音在呼啸的风雪中显得微弱。他和其他几个老猎人走在最前面，凭借着几十年在山林里摸爬滚打刻在骨子里的方向感和对地形的熟悉，努力辨认着归途。每一次判断都关乎生死，压力巨大。李瘸子，看那块石头，像不像蜗牛？是，没错。往左，左边有条干沟，顺着沟走。孙老根，前面是不是断崖？绕过去。老猎人们的声音在风雪中断断续续地交流着，指引着队伍在茫茫雪幕中艰难前行。年轻的后生们咬着牙，死死跟住前面的人影，
抬着路的肩头早已被绳索勒得麻木，却不敢有丝毫松懈。杨浩走在队伍中间靠后的位置，5倍体质让他对严寒的抵抗力和体力远超常人。他更多的精力放在警戒四周和留意队伍末尾的人，确保没有人掉队。风雪越来越大，天色越来越暗，每一步都像是在与死神拔河。当众人终于看到青山坳村口那隐约闪烁的微弱火光时，天已经完全黑透，肆虐了一路的暴雪也恰好渐渐停歇。村口隐隐绰绰地站着不少人影，摇曳的火把光芒映照出一张张写满焦虑和期盼的脸庞。当这支如同雪人般抬着沉重猎物、疲惫不堪的队伍终于冲破最后的风雪屏障，出现在火光照亮的范围内时，压抑的担忧瞬间化作了巨大的欢呼和哭泣。回来了，都回来了。爹你没事吧？当家的。人群骚动起来，家眷们纷纷扑向自己的亲人，查看伤势，嘘寒问暖。劫后余生的庆幸和重逢的喜悦交织在一起。而在人群最前方，2道纤细的身影如同雪中的青竹，静静地伫立着。林秀儿和林玉儿相互搀扶着，清丽的脸蛋冻得发白，长长的睫毛上结着细小的冰晶，但他们的目光却死死锁定在队伍中那个高大挺拔的身影上，一瞬不曾移开，直到确认杨浩安然无恙，完好无损地站在那里，姐妹俩紧绷的身体才猛地一松，眼中瞬间涌起一层水雾，那是悬着的心终于落地的释然和无法言说的牵挂。杨浩也第一时间看到了他们，他大步穿过人群，走到姐妹俩面前，看着他们冻得通红的小脸和眼中未干的泪光，心头涌起一股强烈的心疼和暖流。他张开双臂，将2人紧紧拥入怀中，姐妹俩冰冷的身躯瞬间被温暖包裹，她们也下意识地反手紧紧抱住了杨浩的腰，仿佛抓住了唯一的依靠。傻丫头，杨浩的声音低沉而温柔，带着一丝责备，更多的却是宠溺。以后不许再来村口等着了，这么冷的天，冻坏了怎么办？林秀儿把脸埋在杨浩宽阔的胸膛，声音闷闷的，带着哭腔。我们担心你，夫君，我们只有你了。你要是也出什么事，我和月儿也不活了。林月儿也用力点头，眼泪无声的滑落，沾湿了杨浩的衣襟。杨浩心中一颤，双臂收得更紧，仿佛要将他们揉进自己的身体里。他低下头，在他们冰冷的额头上各自印下一个灼热的吻，郑重承诺：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会护着你们，一直护着。这温情的一幕落在周围的村民眼中，有羡慕，有感慨，但更多的是一种理所当然，也只有这样的英雄才配拥有这样的美人。杨浩安抚好姐妹俩，松开怀抱，转身看向正在指挥分肉的赵有田等人，他的目光扫过地上那5头肥硕的鹿狮。赵大叔。杨浩开口，声音平静。赵有田和所有狩猎队员立刻看了过来，神情恭敬无比。这次进山收获不错，我只要1整头鹿，那头最大的公鹿，没问题吧？杨浩指着那头被他第一箭射杀、体型最庞大的公鹿说道：没问题，绝对没问题。赵有田立刻大声应道，没有丝毫犹豫，脸上甚至带着感激。浩哥儿，别说1头，就是全拿走也是应该的。是啊，浩哥儿，你拿最大的。应该的，应该的。其他队员也纷纷附和，语气真诚。他们亲眼目睹了杨浩的神迹，心中只有敬畏和感激。杨浩只拿1头，在他们看来已经是天大的恩惠了。毕竟剩下的4头鹿也足够他们每家分到不少救命的肉食。杨浩点点头，也不多言，他径直走向那头最大的公鹿。这头公鹿即使放血剥皮后，重量也绝对超过300斤。赵有田连忙招呼王老五等几个壮小伙，快帮浩哥儿把鹿抬回去。不用麻烦。杨浩却摆了摆手，语气平淡，天冷，大家也都累坏了，赶紧分了肉回家暖和吧，我自己来。自己来。众人一愣，都以为自己听错了，那可是300多斤的鹿啊，一个人扛回去，在深雪里走那么远。就在他们愣神的功夫，杨浩已经弯下腰，只见他伸出右手，5指如铁钩般抓住捆扎鹿腿的粗麻绳，手臂肌肉瞬间焚起，那件单薄的旧袄似乎都掩盖不住下面蕴含的爆炸性力量。嘿，一声低沉的吐气开声，在所有人惊骇欲绝的目光注视下，那头庞大的公鹿竟然被杨浩单手如同拎起一袋粮食般轻松无比地提离了地面，然后他手臂一抡，将沉重的鹿尸稳稳地扛在了自己宽阔的右肩上。整个动作行云流水，举重若轻。扛着300多斤的巨物，杨浩的身体连晃都没晃一下，仿佛肩上扛着的不是血肉之躯，而是一团轻飘飘的棉花。村口响起一片整齐的倒吸冷气声，所有的议论，所有的嘈杂在这一刻都消失了，只剩下火把燃烧的噼啪声和众人因为极度震惊而忘了呼吸的粗重喘息。赵有田、孙老根、李瘸子
所有狩猎队员，包括他们的家眷，还有林秀儿、林玉儿姐妹，全都目瞪口呆，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拳头，眼珠子瞪得几乎要掉出来。昨天听说他力大无穷，一刀劈死头狼，今天亲眼见他剑术通神，百步穿杨，而现在单手轻松扛起一头300多斤的公鹿，这已经不是人了，这是山神下凡吧？巨大的视觉冲击力比昨日听闻的传说更甚100倍，彻底颠覆了他们对力量的认知。杨浩却仿佛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扛着鹿，对着还在石化中的众人点了点头，然后对身边同样惊呆了的姐妹俩温声道：“秀儿、玉儿，我们回家。”说完，他迈开脚步，沉重的鹿尸压在他的肩上，他的步伐却依旧沉稳有力，每一步踏在积雪上都留下一个深深的脚印，却又显得无比轻松。他高大的身影扛着巨大的猎物，在火光的映照下，如同远古走来的巨灵神，深深烙印在每一个村民的脑海中。林秀儿和林玉儿如梦初醒，连忙小跑着跟上，一左一右簇拥着他。他们看着夫君那扛山赴月般的背影，眼中除了浓浓的爱恋和依赖，更添了一种难以言喻的自豪和安全感。直到杨浩的身影消失在通往他家茅屋的小路尽头，村口的众人才从极度的震撼中慢慢回过神来。我的老天爷啊！赵有田喃喃自语，声音干涩。单手扛鹿，孙老根使劲揉了揉眼睛，推开吱呀作响的柴门，茅屋内的暖意和淡淡的米香瞬间包裹了3人。杨浩扛着那巨大的鹿尸走进来，将它稳稳地放在墙角专门用来挂肉的粗木梁下。冰冷的鹿尸与屋内温暖的空气接触，散发出淡淡的血腥气和野兽特有的膻味，但这味道在此刻却代表着生存的保障和希望。夫君，快烤火！林秀儿立刻端来一个盛着热水的木盆，里面浸着一块干净的布巾。林玉儿则赶紧将灶堂里压着的柴火拨开，让火焰重新旺起来，跳跃的火光驱散了杨浩身上沾染的寒气。杨浩接过温热的布巾，擦了把脸和手，感受着屋内的暖意和姐妹俩无微不至的关怀，心中一片熨贴。他走到火塘边坐下，伸出手烤火。夫君，饿坏了吧？饭菜都温着呢。林秀儿轻声说着，就要去灶台边端温在锅里的素米饭和炖猪肉。等等，秀儿！杨浩叫住了他，目光扫向墙角的鹿尸，眼中带着一丝期待。新鲜的鹿肉，听说最是滋补，味道也极鲜美。今晚我们煮点新鲜的鹿肉尝尝。林玉儿眼睛一亮，带着少女的好奇。鹿肉真的很好吃吗？她以前在城里也只在宴席上吃过风干的鹿肉脯。林秀儿却有些迟疑。夫君，饭菜都是现成的，热热就能吃。这鹿肉处理起来麻烦，而且刚打回来，怕是腥膻气重，不如等明日再。他主要是心疼杨浩刚回来，不想他再劳累。无妨。杨浩站起身，语气温和却不容置疑。新鲜的才够味，正好给你们俩补补身子。这冰天雪地的，多吃点热乎的，身子骨才结实，不容易生病。他目光扫过姐妹俩依旧有些单薄的身形，带着怜惜。而且我也想尝尝这刚猎到的野味。他走到鹿尸旁，抽出腰间的短刀，刀光一闪，动作利落精准，一大块约莫3-4斤重，带着漂亮雪花纹理的里脊肉便被割了下来，肉质呈现鲜嫩的暗红色。夫君，我们来煮吧。你歇着。林秀儿连忙上前想接过肉块，杨浩却侧身避开，将肉块拿在手里，温声道：你们俩在村口站了那么久，冻得不轻，先去火塘边好好烤火暖着，别染了风寒。这点小事我来就行。他语气坚决，带着关切。姐妹俩看着杨浩不容置疑的眼神，心中暖流涌动。夫君不仅勇武强大，对他们更是体贴入微。林秀儿不再坚持，轻轻嗯了一声，拉着妹妹回到温暖的灶堂边坐下，两双美眸却一直追随着杨浩忙碌的身影。杨浩的动作异常麻利，他将鹿肉拿到厨房，用清水仔细冲洗掉表面的血水，然后切成大小适中的肉块，没有复杂的调料，只有粗盐和一些之前采摘晒干的用来去腥的野山椒和几片姜。他将肉块放入一个干净的瓦罐中，加入清水，撒上盐和香料，便架在了灶堂上旺盛的火焰上。很快，瓦罐里的水开始翻滚，浓郁的带着独特野性气息的肉香开始弥漫开来，迅速盖过了之前残留的猪肉和粟米的味道。这股香气不同于家猪的醇厚，更加清冽狂野，充满了山林的气息，勾得人食指大动。林秀儿和林玉儿忍不住吸了吸鼻子，眼中充满了期待。好香啊！林玉儿小声惊叹。杨浩看着火后，不时用木勺撇去浮沫。鹿肉一熟，加上他切得快小，火又旺，不到2刻钟，肉香已经浓郁到了顶点，肉块也呈现出诱人的酱色。他用筷子戳了戳，软烂适中。好了。杨浩熄了灶堂里多余的火，只留余温煨着瓦罐。他将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一大盆鹿肉端上了那张破旧的矮桌。林秀儿也将温着的粟米饭和剩下不多的炖猪肉端了上来。小小的矮桌
顿时被丰盛的食物占据，热气腾腾，香气弥漫，在这寒冷的冬夜显得格外温暖诱人。快吃吧，趁热。杨浩给姐妹俩各自夹了一大块最嫩的鹿里脊肉，放到他们碗里。谢谢夫君。姐妹俩齐声道谢，声音里带着甜蜜。林月儿迫不及待地夹起一块鹿肉，小心地吹了吹，然后咬了一小口。肉质果然极其细嫩，野味的独特香气混合着粗盐的咸鲜和野山椒、姜片带来的一丝微辣腥香，瞬间在口腔中爆发开来，比他记忆中风干的肉脯鲜美了不知多少倍。好好吃。他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像两颗璀璨的星辰，腮帮子鼓鼓的，像只满足的小松鼠。林秀儿也小口尝着，清丽的脸上露出享受的神色，不住的点头。真的很香，一点也不膻，夫君的手艺真好。杨浩看着他们吃得开心，心中也满是满足。他自己也夹起一大块肉送入口中，5倍体质带来的不仅是力量，味蕾似乎也变得更加敏锐。鹿肉的鲜美，野性的风味被放大，浓郁的肉汁在口中流淌，带来强烈的满足感。更重要的是，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这蕴含丰富能量的肉食进入胃中后，迅速被强大的身体吸收转化，化作奔涌的热流，滋养着每一寸肌肉和筋骨，补充着白日剧烈消耗的能量。他开始大快朵颐，动作依旧很快，但比中午时多了几分从容。一大碗素米饭很快见底，炖猪肉也消失了大半。他的主攻目标是那盆新鲜诱人的鹿肉。姐妹俩虽然觉得美味无比，但胃口终究有限，各自吃了6、7块肉，又吃了小半碗米饭，便感觉十分饱足，再也吃不下了。夫君，我们吃饱了。林秀儿放下碗筷，看着杨浩依旧在飞快的进食，你们饱了就歇着。杨浩头也没抬，手中的筷子却毫不停歇。瓦罐里的鹿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如同被无形的黑洞吞噬。林月儿两人见怪不怪了，他们白天已经领教过杨浩的食量了。只见杨浩夹起肉块送入口中，几乎只是咀嚼几下便吞咽下去，动作流畅而高效。那盆至少还有3、4斤的鹿肉，加上剩下的炖猪肉和又一碗满满的素米饭，在他持续不断的扫荡下飞快的消失。不到1刻钟，桌上所有的饭菜，包括最后一口肉汤，都被杨浩一扫而空。他放下碗筷，满足地呼出一口带着浓郁肉香的长气，一股暖洋洋充满力量的感觉从胃部扩散到全身，驱散了最后一丝寒意和疲惫。夫君，你吃饱了吗？林月儿看着空空如也的盆碗，再看看杨浩那平坦如常仿佛什么都没装的肚子，问道。林秀儿也开口，夫君，你是不是在山里饿坏了？要不要再煮点？杨浩看着姐妹俩关切的眼神，哈哈一笑，伸手揉了揉林月儿的脑袋，又握了握林秀儿的手。没有饿着，就是觉得这鹿肉实在美味，而且似乎特别对我的胃口。现在我吃饱了，不用再煮了。他眼神灼灼，带着笑意和一丝深意，在姐妹俩娇艳的脸庞上流转。不过我还想吃点别的。姐妹俩被他看得俏脸微红，心中却是涌起一股甜蜜的预感。林秀儿还是下意识地问，你还想吃什么？我去煮。杨无没有回答，而是直接起身，一步跨到林月儿身边，圆臂轻舒，便将那惊呼一声的娇小身躯揽入怀中。呀，夫君！林月儿轻呼，小脸瞬间红透。想吃你们？杨无低头，精准地捕获了那2片诱人的阴唇，温软香甜的气息瞬间充盈感官，带着少女特有的馨香。林月儿先是羞涩地挣扎了一下，随即软化下来，生涩而热情地回应着，小手无意识地抓紧了杨无胸前的衣襟。火塘边的林秀儿看着这一幕，脸颊也飞起红霞，眼神中带着一丝羞涩和期待。良久，唇分。林月儿已是气喘吁吁，眼神迷离。杨浩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角，目光转向了火塘边那个清丽的身影。秀儿，他声音低沉沙哑，带着不容抗拒的磁性。林秀儿站起身，刚走近便被杨浩同样霸道地拥入怀中。不同于妹妹的娇憨，姐姐的吻带着一丝温婉的顺从和更深沉的情愫，唇舌交缠，气息交融，同样令人沉醉。吻罢，杨无轻轻拍了拍林秀儿挺翘圆润的臀瓣，在她耳边低语，带着灼热的气息，乖，先回房间等着，把被窝暖热，夫君今天先吃月儿。林秀儿身体一颤，耳根瞬间红透，羞赧的点点头，又飞快地看了一眼眼神迷蒙的妹妹，这才低着头，脚步有些发软地走进了她和妹妹的房间。杨无看着林秀儿关好房门，低头对怀中的林月儿露出一个邪魅的笑容。月儿，该我们了。说着，他一把将轻若无物的林月儿打横抱起，大步走进了另一间房。房门关上，很快，压抑的如同幼猫呜咽般的呻吟和令人面红耳赤的声响，伴随着木床轻微的吱呀声，隐隐透出门缝。检测到宿主与符合标准的异性伴侣完成生命本源交融，获得属性点：1、是否现在加点
加体质5、6、1，暖流奔涌，力量感再次提升。2、9，风停雨歇。杨无安抚好瘫软如泥、沉沉睡去的灵月，替他盖好被子。他感受着体内澎湃的精力，嘴角勾起，转身推开了隔壁的房门。屋内，林秀果然已经乖巧地钻进了被窝，只露出一个羞红的小脸和如瀑的青丝。看到杨无进来，他眼神羞涩又带着期待。杨无没有言语，掀开温暖的被窝，钻了进去，将温香软玉拥入怀中。肌肤相亲，滑腻的触感令人疯狂。又是一番被翻红浪，抵死缠绵。检测到宿主与符合标准的异性伴侣完成生命本源交融，获得属性点1，是否现在加点？加体质6、7。清晨，当第一缕微光艰难地刺破厚重的云层时，杨浩已神清气爽地站在了院子里。体质7点。一夜的辛勤耕耘再次带来2点飞跃，7倍于常人的力量在体内奔涌，如同蛰伏的岩浆，精力旺盛的仿佛能徒手撕裂一头牛。他深吸一口冰冷刺骨的空气，感觉肺叶都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林秀儿还在温暖的炕上沉睡，绝美的脸蛋上残留着昨夜的风情与满足的红晕。杨浩没有打扰他，轻手轻脚的起身。昨夜消耗不小，此刻腹中饥饿感如同肋骨。他走进厨房，动作麻利地切下一大块风干的野猪肉，又煮了一大锅浓稠的肉粥。浓郁的香气很快弥漫开来。姐妹俩被香气唤醒，穿戴整齐出来时，杨浩已经快吃完了。看着桌上空了大半的肉锅和粥锅，他们早已见怪不怪，只是眼中依旧残留着一丝惊奇。夫君这食量简直像头人形的熊皮。夫君慢点吃，锅里还有。林秀儿温声道，上前替他添了一碗满满的肉粥。杨浩含糊应着，风卷残云般消灭了最后一点食物。7点体质带来的能量需求，让他感觉刚刚那点东西似乎只是垫了个底。就在这时，院门外传来了小心翼翼的敲门声。赌赌杨浩眉头微挑，放下碗筷。灵燕儿乖巧地跑去开门。门外站着一个20出头、身材精壮、脸上带着冻红和忐忑的年轻汉子。他叫张铁牛，是杨浩父亲杨铁柱生前狩猎队的成员之一，剑法不错，性子也耿直。浩哥。张铁柱看到开门的是灵燕儿，连忙低下头，不敢多看，声音带着恭敬和紧张。打扰了，铁柱哥，快进来，外面冷。灵燕儿让开身子。张铁柱却站在门口没动，搓着手，有些局促地看着走过来的杨浩。浩哥，我就不进去了，我来是有点事想求你。什么事？进来说。杨浩走到门口，高大的身影带来无形的压迫感。张铁柱被杨浩的目光一扫，更紧张了，但还是鼓起勇气说道：浩哥，是关于以前老杨叔的狩猎队，队里剩下的几个兄弟，王石头、李二牛、孙小虎、赵麻子，还有我们想请你重新把队伍拉起来，带着我们进山打猎。他顿了顿，语气带着恳求和一丝无奈。浩哥，你是知道的，现在山里太凶险了，没有个像老杨叔那样的主心骨，我们几个进去就是送死。昨天赵大叔他们队跟着你，不仅全虚全乙的回来了，还打了那么多路，我们都听说了。浩哥，求你带带我们吧，我们也快活不下去了。杨浩看着张铁柱眼中那份对生存的渴望，心中迅速盘算起来。重组父亲的狩猎队，这倒是个不错的契机。自己体质暴涨，食量惊人，需要大量肉食补充，光靠其他队伍不是长久之计。亲自带队，既能名正言顺地获取所需猎物，也能将这支以父亲旧部为核心的队伍彻底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为他在青山坳立足的第一支嫡系力量。好，杨浩几乎没有犹豫，干脆利落地点头，这队伍我接了。真的？张铁柱猛地抬头，眼中爆发出难以置信的狂喜，激动的声音都变了调。谢谢浩哥，谢谢浩哥。先别谢。杨浩摆摆手，问道：人都找齐了？就你们5个？找齐了，找齐了。张铁柱连忙点头，除了我们5个，还有陈狗子和周水生，他俩年纪小点，但手脚麻利，剑法也还行。一共7个人，加上浩哥你，就是8条好汉。他们怕浩哥你不同意，没敢都过来，都在村口等着呢。杨浩点点头，父亲这支队伍以前是村里最强的，人员素质确实不错，剩下的这几个也都是年轻力壮，有底子的。他转身对身后一脸关切的姐妹俩说道：秀儿、燕儿，我出去一趟，在家关好门，夫君小心。姐妹俩齐声叮嘱，眼中是化不开的依恋。杨浩走到他们面前，一手揽过一个，在他们光洁的额头上各自印下一个响亮的吻，又低头在他们柔软的唇上各自重重地啄了一口。等我回来给你们带更好的肉。
姐妹俩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亲昵弄得面红耳赤，轻轻嗯了一声。杨浩哈哈一笑，拿起早已准备好的硬弓和腰刀，对张铁柱道：“走。”两人大步流星地走向村口，远远的就看到6个年轻的身影在寒风雪地中翘首以盼，正是王石头、李二牛、孙小虎、赵麻子、陈狗子和周水生。他们看到杨浩的身影，顿时精神一振，连忙迎了上来。浩哥，浩哥，浩哥您来了！招呼声此起彼伏，语气中充满了激动、敬畏和一丝拘谨。昨天杨浩的神剑传说和单手扛路的神力，已经彻底征服了这些年轻气盛的猎人。此刻站在杨浩面前，感受着那无形却如山岳般的压迫感，他们只觉得心跳加速，连呼吸都下意识地放轻了。杨浩目光扫过这6张年轻而充满渴望的脸，王石头壮实如牛，李二牛眼神机敏，孙小虎动作灵活，赵麻子脸上有疤但眼神凶悍，陈狗子和周水生略显青涩但体格精干，都是好苗子。人都到齐了。杨浩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到齐了，浩哥。6人异口同声，挺直了腰板。杨浩点点头，没有多余的废话。规矩，路上说。现在出发。是，浩哥。众人齐声应诺，声音带着压抑不住的兴奋。一行8人在杨浩的带领下，再次踏入茫茫雪原。与昨日跟随赵有田不同，这一次杨浩走在最前方，步伐沉稳有力，仿佛不知疲倦的开路先锋。张铁柱、王石头等人紧随其后，眼神锐利地扫视着四周。雪依旧很深，寒风凛冽，但队伍的气氛却截然不同。没有昨日的压抑和忐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昂扬的斗志和对前方领路者绝对的信任。浩哥，我们往哪边去？张铁柱紧走2步，凑到杨浩身边问道。他是队里除了杨浩外经验最丰富的。往北，黑松林那边。杨浩目光投向远处一片墨色的针叶林，那边背风，积雪相对浅。我听我父亲说，往年冬天常有狍子、鹿群去舔食松针下的盐分。好嘞！张铁柱眼睛一亮，浩哥果然有门道。队伍在深雪中跋涉，速度不快。杨浩刻意控制着步伐，让后面的队员能跟上。他敏锐的五感如同雷达般扫视着四周，任何一点细微的动静都逃不过他的感知。走了约莫1个多时辰，深入山林，四周寂静，只有脚踩积雪的咯吱声和粗重的喘息。突然，走在侧翼，眼神最好的孙小虎猛地压低声音，带着兴奋：“浩哥，有动静！左前方，雪坡后面。”众人瞬间停下脚步，屏住呼吸，顺着孙小虎指的方向望去。只见左前方约100步外的一个小雪坡后面，厚厚的积雪簌簌抖动，紧接着，一个棕黄色、毛茸茸的脑袋小心翼翼地探了出来，警惕地左右张望，2只竖起的耳朵如同雷达般转动着。是一只成年的狍子，体型不小，膘肥体壮。是狍子！李二牛低呼，眼中放光。狍子肉可是好东西。那狍子显然也发现了远处的人影，受惊之下，后腿一蹬，转身就要逃跑，动作极其敏捷。浩哥，要跑了！王石头急道，下意识的就要去摘背上的猎叉。然而，就在狍子转身将整个侧面暴露出来的瞬间，嘣！一声低沉却蕴含恐怖力量的弓弦震鸣，如同死神的低语骤然响起。剑！一道乌光撕裂冰冷的空气，速度快到超越了众人的视觉捕捉，只留下一道模糊的残影。扑哧！精准，狠辣，致命！箭矢从狍子的侧面软肋处射入，强大的动能瞬间贯穿了他的心肺，箭头带着一蓬血花从另一侧透出。那狍子连一声哀鸣都未能发出，巨大的冲势被硬生生打断，如同被无形的巨锤砸中，四蹄一软，直接扑倒在雪地上，抽搐了2下便不动了。嫣红的鲜血迅速在洁白的雪地上蔓延开来。静，死一般的寂静。从发现狍子到他受惊逃跑，再到杨浩开弓射箭，狍子毙命，整个过程发生在短短2-3个呼吸之间。张铁柱、王石头、李二牛，所有队员全都僵在了原地。他们甚至没看清杨浩是什么时候搭的箭，什么时候开的弓。100步之外，一箭瞬杀奔逃的狍子，这已经不是剑法了，这是神迹。昨天听说的震撼，远不如此刻亲眼目睹带来的冲击力1/1000。那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一箭，彻底击碎了他们心中最后一丝可能存在的对杨浩剑术的怀疑和比较之心。咕咚，不知是谁艰难地咽了口唾沫，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杨浩却仿佛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缓缓放下弓，对着还在石化中的孙小虎扬了扬下巴：“小虎，去把猎物捡回来。”啊，哦，是，浩哥。孙小虎如梦初醒，
激动的声音都变了调，连滚带爬地冲向血泊。当他扛着那头上有余温、沉甸甸的袍子回来时，看向杨浩的目光已经如同仰望神明。浩哥，你这件……张铁柱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完整的话。杨浩淡淡一笑，拍了拍他的肩膀，熟能生巧罢了。走吧，这才刚开始。这支重组的新生铁弓狩猎队，在杨浩的带领下，踏着袍子的血迹，带着无法言喻的震撼和狂热，继续向着雪原深处进发。每个人心中都无比确信，跟着浩哥，今天必将满载而归。夕阳的余晖将雪地染成一片金红，杨浩扛着属于自己那份沉甸甸的猎物，一头肥硕的袍子和半只野山羊，踏着积雪，步伐沉稳地走向自家茅屋。身后，张铁柱、王石头等7名新铁弓狩猎队的成员，也各自扛着分得的丰厚收获，脸上洋溢着兴奋与疲惫交织的笑容。今天的狩猎在杨浩的带领下异常顺利，不仅找到了一个狍子群，还围猎了几只野山羊，收获远超预期。然而，当杨浩走进自家那片小院时，眉头却瞬间皱了起来。院门外黑压压地聚集了几乎全村的人，近100户人家，凡是能主事的男人几乎都来了。李正、王大山站在最前面，他身后是赵有田、孙老根、李瘸子等几个其他狩猎队的头领，在后面是密密麻麻、面带菜色却眼神热切的村民，几个原本的狩猎队成员也都在其中。林秀儿和林月儿被这阵仗吓到了，紧紧依偎在门框边，脸色发白，看到杨浩回来，眼中才闪过一丝亮光，带着浓浓的担忧。浩哥儿，王大山看到杨浩，连忙迎了上来，脸上带着复杂的神色，有敬畏，更有深深的恳求。王叔，这是怎么回事？杨浩将肩上的猎物随手放在院墙边，发出沉闷的声响，目光锐利地扫过人群。一股无形威压让原本有些骚动的人群瞬间安静下来，许多人下意识地低下头。王大山深吸一口气，声音带着沉痛和无奈。浩哥儿，大伙儿都是来求你的。他转身指着身后黑压压的人群，你也看到了，这场雪灾是要命的灾啊！光靠各家自己或者我们那几支不成器的狩猎队，根本熬不过这个冬天。昨天赵有田队跟你进山满载而归，今天你这新组的狩猎队又打了这么多猎物回来，大伙儿都眼巴巴地看着。他顿了顿，语气带着哽咽。浩哥儿，我们知道你本事大，求你带着大伙儿一起进山吧，给村里所有人一条活路。再这样下去，村里怕是要饿死人了啊！说到最后，这位素来硬朗的李正眼圈也红了。浩哥儿，求你带带我们吧，浩哥儿，救救大家吧，我们给你磕头了。人群中爆发出此起彼伏的哀求声，不知是谁先带头，呼啦啦一片，近100号人无论老少，竟齐刷刷地朝着杨浩跪了下去。雪地被压出深深的印痕，场面悲壮而震撼。林秀儿和林月儿捂住了嘴，眼中含泪。他们深知饥饿的可怕，看着这些跪地哀求的乡亲，心中也充满了不忍。杨浩看着眼前跪倒一片的村民，心中并无太多波澜。乱世之中，弱肉强食，怜悯是奢侈品。但他也明白，想要在这青山坳真正扎根，掌控人心和力量是必须的。让全村人依附于他，成为他未来势力的基本盘，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都起来！杨浩声音不大，却如同闷雷，清晰地压过了所有哀求，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人群的哭声和哀求声为之一致，众人面面相觑，有些迟疑。我说，都起来！杨浩加重了语气，目光如电扫过前排的几人。那股无形的压力让前排的人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后面的人见状也纷纷跟着起身。杨浩这才开口，声音沉稳：这么多人一起进山，乌泱泱一片，不是打猎，是给山里的畜生送口粮，我也照顾不过来。他环视众人，缓缓说出自己的方案：这样，你们每家每户选出一个身强力壮、能进山打猎的汉子出来，以10户左右为一队，组成10个狩猎队。我每天带一个狩猎队进山。此言一出，人群中顿时响起一片低低的议论和惊喜声。杨浩继续道：如果哪家实在选不出合适的青壮，比如只有孤儿寡母或老弱病残的，那么每次狩猎，无论哪个队跟我出去，打回来的猎物都要额外分出一份，给这些家里没有壮劳力的人家，保证他们也能有口吃的，不至于饿死。如何？好办法。浩哥仁义，我们听浩哥的。人群中爆发出巨大的赞同声，充满了劫后余生的感激。这方案不仅给了大家活路，还兼顾了最弱势的群体，公平又有人情味。不过，杨浩话锋一转，语气陡然变得冷冽：组建的这10个狩猎队，队长必须由我指定，并且所有人，包括队长，必须无条件服从我和当值队长的命令。胆敢违抗、擅自行动、扰乱队伍的，立刻逐出狩猎队，永不录用。
他的家人也不再享受分肉的资格。听清楚了吗？最后一句如同寒冰，让喧闹的人群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感受到了那话语中蕴含的铁血意志和不容置疑的权威。听清楚了，浩哥放心，我们绝对听话，谁敢不听浩哥的，我第一个饶不了他。王大山、赵有田等领头人物率先大声应诺，其他人也纷纷附和。在生存面前，绝对的服从是唯一的生路。好，杨浩点点头，开始任命。原本的5个狩猎队队长不变，新组建的5个狩猎队队长张铁柱、王石头、李二牛，他点了自己队里最得力的3人。是，浩哥。张铁柱3人激动地挺起胸膛，满脸荣耀。另外2个队长，杨浩看向王大山、王虎、王豹。王大山一愣，随即大喜过望，谢浩哥信任。虎子、豹子，还不快过来谢过浩哥！王虎、王豹2兄弟也是激动万分，连忙上前抱拳行礼。谢浩哥，我们一定带好队伍，绝对服从命令。至此，青山坳的狩猎体系在杨浩的铁腕和威望下被彻底重组整合，他成为了这10个狩猎队真正的唯一的统帅。村民们的希望也完全寄托在了这个如同神奇般崛起的年轻人身上。接下来的10天，杨浩的生活变得极其规律而高效。白天，他轮流带领一支狩猎队深入丰原山脉，每一次在他的神剑引领和精准指挥下，队伍都能避开危险，找到猎物，尽管需要越走越远，但都满载而归。每一次成功的狩猎都让他在村民心中的威望攀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夜晚则是与林秀、林月儿这对角色双输的旖旎时光。体质属性点以每天2点的稳定速度增长着。10天过去，他的体质已然达到了惊人的27点，27倍于常人的力量、速度、耐力、反应、五感敏锐度。他感觉自己体内仿佛蕴藏着一座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举手投足间都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皮肤坚韧如老牛皮，骨骼坚硬似金铁，普通的刀剑恐怕都难以轻易伤他分毫。食量更是大的惊人，一顿饭能轻松吃下常人10几天的分量。这天，杨浩带领的是由王石头担任队长的新狩猎队，他们已经深入到了从未踏足过的区域，距离青山坳村极其遥远。四周是更加原始、更加险峻的山峦，巨大的古木被厚厚的积雪压弯了腰，形成天然的雪洞，收获依然不错。他们合力猎杀了1头落单的野牛和几只雪兔。队员们正兴奋地处理着猎物，剥皮、放血、分割。就在众人忙碌准备收拾妥当踏上归途时，吼！嗷呜！2声震耳欲聋，充满了无尽暴力与威严的咆哮，如同平地惊雷，猛地从西北方向的山谷中炸响。恐怖的声浪冲击着空气，震得树上的积雪簌簌落下，地面仿佛都在微微颤抖。所有队员瞬间脸色煞白，手中的动作僵住，眼中充满了极致的恐惧。这是虎啸，而且是前所未闻的恐怖虎啸，仅仅是声音就让人肝胆俱裂。王石头等几个胆小的双腿已经开始发软，唯有杨浩眼神瞬间变得无比锐利，非但没有恐惧，反而升腾起一股强烈的战意和好奇。27倍体质带来的是近乎无敌的自信。把猎物藏好，所有人跟我来，小心点，别出声。杨浩低声命令，语气不容置疑。他抽出腰间的厚重砍刀，刀身在雪光下反射出冰冷的寒芒。队员们虽然恐惧到了极点，但对杨浩的绝对信任和服从压倒了本能。他们迅速将处理好的肉块藏进附近的雪窝或树洞，然后握紧武器，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跟在杨浩身后，朝着虎啸传来的方向前行而去。翻过一道覆盖着厚厚积雪的山脊，眼前出现一个相对开阔的 U 型山谷，谷底覆盖着厚厚的白雪，但此刻雪地上一片狼藉。映入眼帘的景象让所有躲在树丛后的队员倒吸一口冷气，心脏几乎停止跳动。只见谷中2只体型庞大到超乎想象的巨虎正在惨烈搏杀，它们的身躯比普通老虎大了何止2倍，肩高几乎接近成年男子，体长超过5米，肌肉虬结，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感，仿佛洪荒巨兽。其中一只体型稍小，但更加雄壮威猛，显然是公虎。它浑身覆盖着金黑相间的华丽条纹，巨大的头颅上王字纹路狰狞，獠牙如同匕首般闪着寒光，每一次扑击都带着撕裂空气的恶风，凶悍绝伦。而他的对手体型竟比他还要庞大一圈，是一只母虎，它的毛色更深，接近暗金色。然而此刻它的状态却非常糟糕，动作明显有些迟滞和虚弱，身上已经有了几道深可见骨的恐怖爪痕，鲜血淋漓，染红了身下的白雪。他似乎在拼命守护着身后不远处一个被积雪扮演的山洞洞口。在他们搏杀的中心不远处，躺着一头被啃食了小半的巨大马鹿尸体。
显然，这头猎物是母虎辛苦猎获，却被这头强大的公虎觊觎，引发了这场王位与食物的争夺战。浩哥，那母虎好像刚生完崽。眼尖的张铁柱声音发颤，指着山洞方向。隐约可见，山洞深处似乎有2个毛茸茸的小脑袋在不安地晃动。原来如此，杨浩瞬间明白了母虎为何如此虚弱，又如此拼命。他是在保护自己的幼崽。这头公虎不仅要夺食，恐怕还想杀死幼崽，彻底占据这片领地和这只强大的母虎。就在杨浩观察的瞬间，战况急转直下。公虎一个凶猛的扑击，利爪狠狠撕开了母虎防御薄弱的腹部。母虎发出一声凄厉痛苦的哀嚎，庞大的身躯被巨力掀翻在地，鲜血如同泉涌。公虎张开血盆大口，闪烁着死亡寒光的獠牙狠狠朝着母虎脆弱的咽喉咬去，眼看就要一击毙命。一股难以言喻的情绪猛地冲上杨浩心头。或许是母虎护崽的悲壮触动了他，或许是27倍体质带来的无敌心态让他无所畏惧，又或许只是单纯的想挑战这山林的霸主。鬼使神差地，杨浩动了。他闪电般摘下背上的硬弓，搭上一支特制的用于对付大型猎物的重型铁粗剑，开弓。满月，嘣！弓弦发出前所未有的恐怖震鸣，箭矢化作一道肉眼几乎无法捕捉的乌金闪电，撕裂空气，带着刺耳的尖啸，以雷霆万钧之势狠狠射向公虎那强壮的脖颈。这一箭蕴含了杨浩27倍体质的恐怖力量，足以洞穿金石。然而当一声如同金铁交鸣般的脆响，那只足以射穿野牛头骨的重箭射中公虎脖颈的瞬间，竟然被弹开了。箭头在他那异常坚韧、泛着金属光泽的金黑色皮毛上只留下一个浅浅的白点，连皮都没能破开。吼！公虎吃痛，发出暴怒到极致的狂吼。他猛地转过头，那双充满了无尽暴力和杀意的巨大虎目瞬间锁定了箭矢射来的方向。杨浩等人藏身的树丛，致命的危机感如同冰水浇透，瞬间淹没了所有队员。王石头等人吓得魂飞魄散，几乎要瘫软在地。退后，结阵自保，别过来！杨浩一声暴喝，如同惊雷，同时他毫不犹豫地扔掉了弓箭。对付这种刀枪不入的怪物，弓箭已经无用。他反手拔出了腰间的厚重砍刀，刀身雪亮，映照着他冰冷如铁、毫无惧色的脸庞。就在他拔刀的瞬间，那头被彻底激怒的恐怖公虎放弃了濒死的母虎，庞大的身躯化作一道金黑色的死亡飓风，带着撕裂一切的恐怖气势，以超越常人理解的速度朝着杨浩猛扑而来。腥风扑面，死亡的阴影瞬间笼罩。浩哥，张铁柱等人目眦欲裂，虽然恐惧到极点，但杨浩的命令和这些天建立的信任让他们没有逃跑，纷纷举起武器准备拼死一战。都别动，这是命令。杨浩的声音斩钉截铁，身形不退反进。他脚下积雪轰然炸开，整个人如同出膛的炮弹，迎着那扑来的死亡阴影悍然冲了上去。一人一刀直面那如同洪荒巨兽般的恐怖巨虎。吼！震天的咆哮带着腥风血雨般的气息扑面而来，巨虎庞大的身躯爆发出与其体型不符的恐怖速度，化作一道撕裂空气的金黑色闪电。他四肢发力，每一次蹬踏都让地面微颤，积雪和冻土四溅。巨大的头颅低伏，那对闪烁着残忍和暴力光芒的琥珀色巨瞳死死锁定杨浩，血盆大口张开，匕首般的獠牙闪烁着死亡的寒光，直扑杨浩的咽喉。一股令人窒息的威压瞬间笼罩全场。面对这足以让常人肝胆俱裂的扑击，杨浩眼中却燃起熊熊战意。27倍体质带来的不仅是力量，更有超越凡俗的神经反应速度和动态视觉。来得好！一声暴喝如同惊雷炸响，杨浩不退反进，脚下积蓄的恐怖力量轰然爆发。轰！他立足之地的冻土硬生生被踏裂，积雪如同被无形的巨锤砸中，呈环形炸开。借助这狂暴的反作用力，杨浩的身体如同离弦之箭，以毫厘之差显之又显得贴着巨虎扑击带起的恶风，向侧面猛然滑铲而出。动作快到只在原地留下一道残影。唰！巨虎锋利的爪尖几乎是擦着杨浩的后背掠过，将他身后的破旧皮袄撕开几道巨大的口子，露出下面古铜色的如同钢铁般坚实的背肌，却只留下几道浅浅的白痕。一扑落空，巨虎庞大的身躯带着巨大的惯性冲过杨浩刚才站立的位置，狠狠撞在一颗碗口粗的雪松上。咔嚓！大腿粗的雪松应声而断，木屑纷飞。巨虎瞬间扭身，动作灵活得不可思议。那条超过25米的钢尾如同攻城巨锤，带着撕裂空气的尖啸，横扫千军般抽向刚刚稳住身形的杨浩腰部。这一下若是抽实，足以将金铁都抽弯。小心！远处的张铁柱等人失声惊呼，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杨浩瞳孔微缩，
反应快到了极致。他非但没有躲闪，反而沉腰立马，重心下沉，恐怖力量凝聚于双臂，手中的厚重砍刀被他反握，刀背朝外，如同盾牌般迎着那横扫而来的钢尾狠狠格挡而去。当一声震耳欲聋，如同洪钟大吕般的金铁交鸣巨响在山谷中回荡，火星四溅，杨浩脚下的冻土瞬间皲裂下沉，一股巨力从刀身传来，震得他双臂发麻，气血翻涌，整个人竟被硬生生抽得向后滑退数十米，在雪地上离出2道深深的沟壑，虎口崩裂，鲜血顺着刀柄流淌下来，而那巨虎的尾巴也被这蕴含恐怖力量的反震之力弹开，尾尖的皮毛似乎也破损了一些，发出一声痛楚的嘶吼。好畜生，够劲！杨浩甩了甩发麻的手臂，眼中战意更盛。这巨虎的力量远超他的预估，其皮毛和骨骼的坚韧程度更是匪夷所思。巨虎彻底暴怒，他感受到了眼前这个渺小人类的威胁和挑衅，他再次咆哮，庞大的身躯猛地人立而起，高度瞬间超过4米，如同一座移动的小山。那巨大的覆盖着厚厚肉垫的前掌带着拍碎山石的恐怖力量，居高临下狠狠朝着杨浩的天灵盖拍击而下，掌风压得人喘不过气。浩哥，王石头等人吓得魂飞魄散，几乎要闭眼。杨浩眼神冰冷如万载寒冰，27倍体质的潜能被彻底激发，他体内仿佛有火山在轰鸣，全身肌肉奔张，青筋如同囚笼般暴起。他不退反进，身体如同陀螺般猛地一旋，险之又险地避开了拍向头颅的致命一击，同时将全身的力量、速度、爆发力凝聚于右臂和手中的砍刀之上。给我开！一道凝聚了无匹力量和意志的雪亮刀光，如同开天辟地的劈炼，自下而上，撕裂空气，带着刺耳的尖啸，狠狠地劈向巨虎拍击而下的相对防御稍弱的腕关节内侧。同时，杨浩的左拳如同出膛的炮弹，裹挟着撕裂空气的爆鸣，后发先至，重重轰向巨虎暴露出来的相对柔软的胸腹交界处。攻守一体，以攻代守。噗嗤，当，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几乎同时响起，刀光精准地劈中了巨虎左前肢的腕关节内侧。这一次，27倍力量加持下的金刚砍刀终于破开了那坚韧的不像话的皮毛，深深嵌入了坚韧的肌腱和骨骼之中，滚烫的湖血如同喷泉般涌出，而杨浩的左拳也结结实实地轰在了巨虎胸腹交界处。沉闷如肋骨的巨响中，巨虎那庞大的身躯竟然被这一拳打得微微一滞，发出一声吃痛的闷吼，坚硬的胸骨似乎都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呻吟。但巨虎的拍击之力何等恐怖，虽然被杨浩避开了头颅要害，又遭到了手腕重创和胸腹重击，那巨大的虎掌还是带着残余的巨力狠狠拍在了杨浩的左肩。咔嚓，令人牙酸的骨裂声响起，杨浩只觉得一股无法形容的巨力从肩头传来，左肩胛骨瞬间碎裂，剧痛如同潮水般席卷全身，他整个人如同被高速行驶的卡车撞中，口喷鲜血，如同断了线的风筝般被狠狠砸飞出去。轰隆，杨浩的身体撞断了几根枯枝，重重砸在10几米外一个覆盖着厚厚积雪的巨石上，巨石表面瞬间布满了蛛网般的裂痕，积雪被震得簌簌落下，几乎将他掩埋。浩哥，张铁柱等人目眦欲裂，再也顾不得命令，就要冲上来拼命。别过来！一声压抑着剧痛的暴喝从雪堆中传出，只见杨浩猛地掀开身上的积雪，挣扎着站了起来。他左肩以一个诡异的角度塌陷下去，鲜血染红了半边身子，脸色苍白如纸，嘴角还挂着血迹，但那双眼睛却如同燃烧的星辰，充满了不屈的意志和更甚之前的疯狂战意。27倍体质带来的恐怖恢复力和生命力在支撑着他，碎裂的骨头在快速自我修复，肌肉在痉挛中重新凝聚力量，剧痛反而彻底点燃了他骨子里的凶性。那巨虎也不好受，左前肢腕部被砍刀深深嵌入，鲜血狂涌，几乎废掉胸腹要害被那蕴含恐怖力量的一拳击中，内脏也受了震荡，气息明显紊乱了不少。他看着那个被自己拍飞后竟又顽强站起来的渺小人类，巨大的虎眼中第一次流露出了一丝惊疑不定和凝重。吼！他发出低沉的咆哮，拖着受伤的前肢，谨慎的踱步，寻找着再次进攻的机会。他感觉眼前这个人类比他猎杀过的任何猛兽都要危险。杨浩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右手依旧死死握着那柄沾满虎血的砍刀，左臂无力地捶着，剧痛让他额头青筋暴跳，但眼神却越来越亮。他死死盯着巨虎因为疼痛和愤怒而微微张开，不断发出威胁低吼的血盆大口，还有那暴露出来的相对脆弱的咽喉和口腔内部。机会！巨虎似乎也察觉到了杨浩目光锁定的位置，猛地闭上嘴，发出一声更加暴怒的咆哮。他再次发动了进攻，
这一次他不再扑击，而是利用庞大的身躯和恐怖的速度，如同战车般朝着杨浩猛撞过来。同时，那条钢鞭式的巨尾再次蓄力，准备给予致命一击。就是现在，杨浩眼中寒光爆射，在巨虎启动冲撞的瞬间，他将体内残存的所有力量，27倍体质的最后潜能，全部灌注于右臂和双腿。他猛地向侧面一个极限的翻滚，动作快到极致，几乎贴着地面。轰！巨虎庞大的身躯带着恶风，狠狠撞在了杨浩刚才身后的巨石上。那块本就布满裂痕的巨石轰然爆碎，乱石穿空。而杨浩在翻滚的瞬间，身体如同压缩到极致的弹簧，借助翻滚的势头和双腿蹬地的狂暴力量，整个人如同贴地飞行的箭矢，以不可思议的角度和速度，从巨虎身侧下方那受伤左前肢无法有效防护的破绽处悍然切入，人与虎瞬间错身而过，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杨浩的身体几乎与地面平行，右臂的砍刀被他反手倒握，刀尖朝上。他将全身冲刺的力量、翻滚的离心力以及右臂积蓄的所有爆发力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化作一道自下而上、刁钻狠辣到极致的逆鳞刀光。目标巨虎因冲撞和怒吼而微微张开的相对脆弱的下颚与咽喉连接处，以及那暴露出来的柔软的口腔内部。噗嗤，一声沉闷到令人心悸的利刃入肉声响起。杨浩的身影如同鬼魅般从巨虎身侧掠过，重重地摔在几米外的雪地上，溅起大片血沫。而那头如同洪荒巨兽般的恐怖公虎，庞大的身躯猛地僵在原地。它巨大的头颅上下颚处一道恐怖的刀口斜斜向上，几乎贯穿了整个下颚。锋利的刀尖甚至从它张开的口腔上方刺穿出来，带出一滩混杂着碎肉和牙齿的血雨。滚烫的如同小瀑布般的鲜血混杂着碎块，从那道致命的伤口和他被迫张开的巨口中狂喷而出，瞬间染红了身下大片的雪地。巨虎发出破风箱般的漏气的嘶鸣，充满了难以置信的痛苦和绝望。他那庞大的身躯剧烈地摇晃着，充满了毁灭性力量的四肢再也支撑不住，轰然跪倒在血泊之中。那双充满了暴力和威严的琥珀色巨瞳，光芒迅速暗淡下去，最终彻底失去了神采。庞大的身躯抽搐了几下，彻底不动了，只有那如泉涌的鲜血还在汩汩流淌，在洁白的雪地上蔓延开一片刺目的猩红。山谷中死一般的寂静，只有寒风呼啸的声音，以及远处那头濒死母虎微弱的喘息声。张铁柱、王石头等人如同泥塑木雕般站在原地，呆呆地看着那倒在血泊中的庞然巨兽，又看向那个挣扎着从雪地里爬起来，浑身浴血，左肩塌陷却依旧如同战神般屹立的身影。一人一刀屠戮巨虎，犹如天神。山谷中死寂一片。张铁柱、王石头等队员依旧沉浸在极度的震撼和劫后余生的呆滞中，目光在公虎的尸体和那个浴血挺立的身影之间来回移动，大气都不敢喘。就在这时，一阵压抑而痛苦的喘息声打破了寂静，是那头身受重伤的母虎。它挣扎着，用仅存的力气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它庞大的身躯上布满了深可见骨的恐怖爪痕，腹部那道被公虎撕裂的伤口更是触目惊心，鲜血还在不断渗出，染红了身下的积雪。每一次呼吸都带着浓重的血腥味和痛苦的低吟。他巨大的琥珀色眼瞳没有看向公虎的尸体，也没有看向浑身散发着危险气息的杨浩，而是死死地充满眷恋和绝望地望向那个扮演在积雪中的山洞。吼！一声低沉、虚弱却充满母性哀伤的呼唤从他喉咙深处发出。随着这声呼唤，山洞里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紧接着两个毛茸茸的小脑袋怯生生地探了出来。它们通体雪白，只有额头和尾巴间带着淡淡的金色条纹，如同雪地里最纯净的精灵。两双圆溜溜、湿漉漉的大眼睛充满了对陌生世界的恐惧和对母亲的依赖。嗷呜嗷呜！两只小白虎发出细嫩稚气的叫声，跌跌撞撞地跑出山洞，扑到母虎庞大的身躯旁，用小脑袋不停地蹭着母亲染血的皮毛，发出不安的呜咽。母虎低下头，伸出巨大的带着倒刺的舌头，极其温柔地舔舐着两个幼崽的脑袋，喉咙里发出安抚性的低鸣。但他的动作越来越迟缓，眼神中的光芒也在迅速暗淡。他知道自己撑不了多久了，这致命的重伤加上产后的极度虚弱，或许已经活不了多久了。他抬起头，那双充满了灵性、饱含痛苦与哀求的巨大眼眸越过雪地，越过公虎的尸体，最终定格在了杨浩身上。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这头濒死的巨虎竟然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对着杨浩的方向缓缓地、艰难地跪伏了下来。他那巨大的头颅低垂，几乎触碰到冰冷的雪地，然后他发出一声短促而急切的低吼，同时用那巨大的
伤痕累累的前掌极其轻柔却又坚定地将依偎在他身前的两只小白虎朝着杨浩的方向轻轻地推了过去。嗷呜！两只小白虎被母亲的动作弄得有些懵懂，茫然地回头看看母亲，又看看远处那个散发着强大气息却刚刚救了他们母亲的人类。托孤，这头拥有惊人灵性的母虎在用最后的方式向这个击败了强敌展现出无与伦比力量的人类托付自己仅存的2个孩子。他或许认定自己必死无疑，只求这2个弱小的生命能有一线生机。这一幕深深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即便是见惯了山林生死的猎户，也从未见过如此充满灵性与悲壮的画面。杨浩看着那跪伏在地气息奄奄却依旧护在情深的巨虎，又看了看那2只懵懂无知纯白如雪的小虎仔，心中那坚硬的角落仿佛被什么东西轻轻触动了一下。他迈开脚步，忍着左肩传来的剧痛，一步步走向母虎和那2只小白虎。母虎巨大的眼瞳紧紧盯着他，没有攻击的意图，只有深深的疲惫和一丝祈求。当杨浩走到近前，他甚至微微侧过头，将脖颈这个脆弱的部位暴露出来，仿佛在表示彻底的臣服和信任。杨浩蹲下身，伸出手，2只小白虎有些害怕，往后缩了缩，但又被母亲用鼻子轻轻往前拱了拱。他们犹豫了一下，最终抵不过本能中对强大生物的好奇和母亲无声的催促，小心翼翼地凑近杨浩，用湿漉漉的小鼻子嗅了嗅他沾满虎血的手指。别怕。杨浩的声音难得的温和下来，他伸出没有受伤的右手，轻轻抚摸了一下其中一只小白虎毛茸茸的脑袋。那小家伙似乎感受到了善意，竟然伸出粉嫩的小舌头，轻轻舔了舔杨浩的手指。杨浩将2只小白虎抱了起来，它们很轻，像2团温暖的雪球，依偎在他沾血的臂弯里，发出细小的呼噜声。母虎看着这一幕，巨大的眼瞳中似乎流露出一丝释然和安心。他低低地呜咽了一声，庞大的身躯再也支撑不住，轰然侧倒在雪地上，气息更加微弱，伤口渗血的速度似乎也加快了。浩哥，他快不行了。王石头声音发涩。杨浩看着母虎身上那恐怖的伤口和几乎流失殆尽的生命力，眉头紧锁。这头母虎的灵性让他动了恻隐之心，而且若能救活它，这头拥有恐怖力量和灵性的巨虎或许会成为意想不到的助力。更不用说还有这2只潜力无穷的小白虎，试着救一下吧，能不能活听天由命了。杨浩沉声道，语气斩钉截铁。铁柱、石头，你们几个立刻去附近找止血、消炎、生机的草，只要是能用的都给我找来，快！啊，是，浩哥。张铁柱等人一愣，随即反应过来，虽然觉得救治一头如此恐怖的猛兽匪夷所思，但杨浩的命令就是铁律。几人立刻分散开，凭着猎户对山林的熟悉，在附近仔细搜寻起来。杨浩则抱着2只小白虎走到母虎巨大的头颅旁，他撕下自己相对干净的里衣布条，小心翼翼地按压在母虎腹部最严重的伤口上，试图暂时减缓失血。母虎只是微微颤抖了一下，巨大的眼睛看着他，带着感激和不解，但是却极其温顺地配合着，没有表现出丝毫攻击性。很快，张铁柱等人带着找到的各种草药回来了，有嚼碎能止血的茜草根，有捣烂能消炎的车前草，还有几株珍贵的带着淡淡清香的不知名草药根茎。杨浩也不认识所有草药，但他知道这些老猎人不会出错。他指挥众人将草药捣烂成糊状，然后亲自上前，小心翼翼地敷在母虎几处最严重的伤口上，尤其是腹部那道恐怖的撕裂伤。母虎全程异常安静，甚至在他触碰伤口时，也只是发出低低的呜咽，似乎在强忍着痛苦。那充满灵性的眼神始终追随着杨浩的动作。草药敷上，血似乎真的被止住了一些，但母虎的状态依旧极其虚弱，失血过多加上内伤，让他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不能把他留在这里。杨浩看着茫茫雪原和逐渐暗下来的天色，以他现在的状态，就算止住了血，也熬不过今晚，更挡不住其他闻着血腥未来的猛兽。他目光扫过那头庞大的公虎尸体和奄奄一息的母虎，做出了一个让所有队员再次目瞪口呆的决定：砍树，做一副最大的爬犁，把公虎的尸体和母虎，还有这2只小的都带回去。啊，浩哥，这得多重啊！张铁柱看着那如同小山般的公虎尸体，再看看体型同样恐怖的母虎，头皮发麻。照做。杨浩不容置疑，队员们不敢再多言，立刻行动起来。他们砍伐了几棵碗口粗的笔直松木，用带来的绳索和藤蔓，费了9牛2虎之力，终于捆扎成一个巨大而结实的简易爬犁。众人合力喊着号子，才勉强将公虎那沉重无比的尸体拖上了爬犁。接着又小心翼翼地，几乎是抬着，将虚弱的母虎也挪了上去。2只小白虎则被杨浩放在母虎相对干净的腹部旁边，依偎着母亲取暖。巨大的爬犁上
堆放着2座肉山和2只幼崽，重量惊人。杨浩将绳索套在自己宽阔的双肩上，他深吸一口气，27倍体质的恐怖力量在经脉中奔涌。你们负责警戒4周，带好打到了猎物。杨浩对张铁柱等人下令。浩哥，我们来帮你了。王石头看着那巨大的爬犁，于心不忍。不用，看好路。杨浩沉声拒绝。他腰背猛地发力，嘎吱，沉重的爬犁发出一阵令人牙酸的呻吟，巨大的原木滚轮艰难地碾过冻土和积雪，缓缓动了起来。杨浩的双脚如同铁桩般深深踏入雪地，每一步迈出都在厚厚的积雪中犁出2道深深的沟壑。他全身的肌肉奔张如铁，古铜色的皮肤下青筋如同囚笼般暴起，汗水混合着血水从额头滑落，在寒冷的空气中蒸腾起白雾。巨大的重量通过绳索传递到他的肩膀和腰背，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呀声。但他一步一步坚定而沉稳地向前迈进。张铁柱、王石头等人跟在后面，看着那个如同人形凶兽般独自拉动如山重负的挺拔背影，心中的敬畏已经无法用言语形容。这哪里还是人？这分明是行走在人间的神魔。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将杨浩拖着巨大爬犁在雪原上艰难跋涉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爬犁上濒死的母虎发出微弱的喘息，2只小白虎依偎在母亲身边，懵懂地看着这个将他们带离死亡深渊的如同山岳般强大的身影。这支奇特的队伍在漫天风雪和队员们的护卫下，朝着炊烟升起的青山坳缓慢而坚定地行去。当杨浩拖着那座由巨大爬犁承载的如同小山般的战利品出现在青山坳村口时，整个村庄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死寂，随即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哗然。夕阳的余晖将最后的光辉洒在雪地上，也照亮了爬犁上那令人灵魂战栗的景象。一头如同洪荒巨兽般的金黑色巨虎尸体，庞大的超乎想象，体长近5米。哪怕已经死去，那狰狞的王字纹路和匕首般的獠牙依旧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凶威。暗金色的皮毛在夕阳下反射着金属般的光泽，伤口处凝固的暗红色血迹触目惊心。星号在这巨兽尸体旁侧躺着一头体型同样庞大、气息奄奄的暗金色母虎，在母虎相对干净的腹部旁边，2只毛茸茸、通体雪白，只有额头和尾巴间带着淡淡金纹的小虎崽正依偎着母亲取暖。它们似乎被巨大的喧哗声惊扰，不安地抬起头，发出细嫩稚气的嗷呜声。圆溜溜的大眼睛里充满了对这个陌生世界的懵懂和一丝恐惧。而拖着这座肉山和活兽的正是那个浑身浴血、左肩塌陷却依旧如同魔神般挺立的身影杨浩。他肩头套着粗大的绳索，绳索深深勒进他沾满血污的皮袄，脚下每一步都在积雪中犁出深沟，汗水混合着血水在他刚毅的脸颊上流淌，蒸腾起白雾。他身后是同样疲惫却满脸敬畏，如同护卫般紧紧跟随的张铁柱、王石头等狩猎队员。天老爷啊，那是老虎山神爷啊！浩哥儿他杀了一头山神，还拖回来一头活的。那2个白团子是什么？小老虎！惊呼声、抽泣声、难以置信的尖叫声此起彼伏。整个青山坳的村民，无论男女老少，都被眼前这如同神话传说般的景象彻底震懵了。恐惧、敬畏、崇拜、茫然，各种情绪在人群中疯狂交织。许多人腿脚发软，不由自主地跪倒在地，对着那具虎的尸体和杨浩的身影叩拜。孩童们吓得哇哇大哭，被大人死死捂住嘴巴。李正、王大山站在人群最前面，看着那如山般的巨虎尸体和杨浩浴血的身影，嘴唇哆嗦着，老泪纵横，竟也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山神显灵，不是浩哥儿就是咱们青山坳的守护神啊！林秀儿和林月儿挤在人群最前面，当他们看到杨浩浑身是血、左肩塌陷的模样时，心瞬间揪到了嗓子眼，眼泪如同断线的珠子般滚落。他们想冲过去，却被那恐怖的巨虎和混乱的人群所阻，只能捂着嘴发出压抑的呜咽。杨浩停下脚步，深吸一口气，将肩头的绳索卸下。巨大的爬犁咚的一声陷入雪地，他目光扫过震惊失语的人群，最后落在自己这支狩猎队成员身上。今天的猎物，杨浩的声音不大，却如同金铁交鸣，清晰地压过了所有喧哗，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我就不参与分配了。他指着爬犁上那头庞大无比的公虎尸体，我只要这个。张铁柱、王石头等人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异口同声地吼道：没意见，浩哥，这是您应得的。声音洪亮，充满了发自内心的敬畏和认同。见识过那场惊世搏杀，谁还敢对这战利品有半分觊觎？杨浩点点头，不再看众人。他走到林秀和林燕面前，姐妹俩再也忍不住，哭着扑进他怀里。夫君，你的伤。林秀颤抖着手，想去触碰他塌陷的左肩，却又不敢。夫君，好多血，
林月儿哭成了泪人。没事，皮外伤，很快就好。杨浩用没受伤的右臂轻轻揽住他们，语气带着安抚人心的力量。别怕，都解决了，我们回家。他转身对着张铁柱等人沉声道：帮我把这爬犁拖到我院子后面。他指的是自己家茅屋后面一块相对宽敞的空地。在张铁柱等人和数十个胆大的村民帮助下，沉重的爬犁被拖到了杨浩指定的地方。杨浩谢绝了其他人继续帮忙的好意，示意他们可以离开了。张铁柱等人带着对杨浩伤势的担忧和对那4只老虎的敬畏，一步3回头的离开。院子里只剩下杨浩、林秀、林月儿以及爬犁上的一大三小4只老虎。看着近在咫尺、气息奄奄的巨兽和那2只好奇张望的小白虎，林秀和林月儿紧张的手心全是汗，紧紧抓着杨浩的衣角。夫君，他们。林月儿声音发颤。别怕，大的重伤，不会伤人，小的还懵懂。杨浩拍了拍他们的手，开始安排。秀儿、月儿，去屋里把所有的干草都抱出来，越多越好。再去弄些厚实的旧麻布、破棉絮来。姐妹俩虽然害怕，但对夫君的命令绝对服从，连忙进屋去准备。杨浩也开始动手，他找来几根粗壮的木桩，用右手和牙齿配合着绳索，在茅屋后的背风处快速搭建起一个简易但足够宽敞的棚子。棚顶用粗树枝和厚茅草覆盖，能遮风挡雪。很快，林秀和林月儿抱来了大量的干草和能找到的所有保暖之物。杨浩在棚子里铺上厚厚一层松软的干草，又垫上几层旧麻布和破棉絮，一个简易但温暖的虎窝就完成了。他走到母虎身边，母虎巨大的眼睛看着他，带着一丝依赖和虚弱。杨浩小心翼翼的，几乎是半抱半抬，用尽力气将这只体重绝对接近2吨的巨兽从爬犁上挪到了温暖的草窝里。母虎全程极其温顺配合，只是发出几声低低的痛哼。2只小白虎立刻嗷嗷叫着，跌跌撞撞地扑到母亲身边，依偎着取暖。母虎伸出巨大的舌头，温柔地舔舐着它们。安置好母虎和小虎，杨浩的目光落在了那头如山般的公虎尸体上。这头巨虎体重绝对超过 1.5 吨，3000斤，是真正的庞然大物。秀儿，烧一大锅热水。月儿，把家里最大的盆和所有能装水的家伙都拿出来。杨浩吩咐道。接下来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分解过程，他动作精准而有力，刀光翻飞，扑哧扑哧，坚韧的超乎想象的虎皮在27倍力量的持续切割下被艰难剥开，露出下面暗红色如同金铁般坚实的肌肉束。咔嚓咔嚓，粗壮如成人小腿的虎骨在蕴含巨力的刀背重击下被生生砸断，沉重如磨盘的虎肉被一块块分割下来，带着浓烈的血腥气和一种难以言喻的仿佛蕴含能量的独特气息。林秀儿和林月儿强忍着恐惧和不适，按照杨浩的吩咐，用烧好的热水清洗着巨大的虎骨和分割下来的大块虎肉。院子里弥漫着浓郁的血腥味和一种奇异的属于顶级掠食者的气息。杨浩特意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木盆，里面盛满了从公虎体内放出的尚且温热的虎血，足足有几大盆。他端着这盆浓稠散发着铁锈般很腥甜气息的虎血，走到草棚里的母虎身边。母虎嗅到那浓郁的血腥味，巨大的眼瞳猛地亮起一丝渴望的光芒。喝吧，对你有好处。杨浩将木盆放在母虎巨大的头颅前。母虎犹豫了一下，看了看杨浩，又看了看那盆虎血。求生的本能和血液中蕴含的强大能量最终战胜了一切。他伸出巨大的带着倒刺的舌头，开始贪婪地舔舐盆中的鲜血。随着温热的虎血入腹，他原本极其萎靡的气息似乎真的恢复了一丝丝活力，舔舐的动作也快了起来。看着母虎喝下血，杨浩又拿起一块足有几10斤重、最肥美的公虎后腿肉放在母虎嘴边，这个也吃了，补身体。母虎低低地呜咽了一声，似乎是在道谢，然后开始撕咬那块虎肉。虽然动作依旧虚弱，但进食的欲望表明他强烈的求生意志。安置好母虎，杨浩回到院子中央，看着地上堆积如小山般的虎肉、虎骨以及那张巨大无比、闪烁着金黑光泽的完整虎皮，他心中也充满了成就感。这可是他目前猎杀过的最强猎物。秀儿、月儿，杨浩指着地上那些分割好的、最鲜嫩的一块狐狸脊肉，把这块肉洗干净，切成大块。今晚我们也尝尝这老虎肉的滋味。啊，老虎肉！林月儿瞪大了眼睛，小脸发白。这真的能吃吗？林秀儿也满脸惊疑。当然呢。杨浩咧嘴一笑，露出森白的牙齿，这可是大补之物，比鹿肉强100倍。姐妹俩虽然心中惴惴，但还是一言照做。很快，一大盆清洗干净的、纹理如同上好大理石般的暗红色虎肉被端进了厨房。灶堂里烈火熊熊，巨大的铁锅里清水翻滚，虎肉块被投入锅中，焯水去除腥膻。捞出后重新起锅，加入大量的粗盐、野山椒、
老姜片以及杨浩珍藏的几味去腥增香的干香料。虎肉块被重新放入锅中，加入足量的清水，开始大火炖煮。半个小时，霸道绝伦的肉香弥漫在简陋的茅屋中，几乎凝成实质。灶堂里的火焰映照着锅里翻滚的酱红色油亮的巨大虎肉块，汤汁浓稠如岩浆，咕嘟咕嘟地冒着气泡。林秀儿和林月儿看着这一锅散发着恐怖气息的肉食，心中依旧有些惴惴不安。吃老虎，这简直是闻所未闻。但夫君那笃定而期待的眼神，给了他们尝试的勇气。开饭！杨无一声令下，用特制的大木勺舀起几块炖得软烂，几乎要脱骨的虎肉，分别放进姐妹俩的碗里。暗红色的肉块在碗中颤巍巍的，散发着难以言喻的灼热香气。姐妹俩对视一眼，鼓起勇气，用筷子夹起一小块，吹了吹，小心翼翼地送入口中。肉块入口的瞬间，一股难以形容的爆炸性的滋味在口腔中轰然炸开。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极致的鲜、霸道、狂野，仿佛浓缩了整座丰原山脉最蛮荒、最精纯的生命能量。肉质纤维在唇齿间轻易化开，却带着一种奇异的韧劲。浓郁的肉汁混合着粗盐的咸鲜、野山椒的微辣辛香以及香料的馥郁，形成一股灼热的洪流，顺着喉咙直冲而下。林月儿忍不住发出一声满足的娇呼，小脸瞬间涨红，额头上甚至沁出了细密的汗珠，一股暖洋洋仿佛带着火焰般的力量从胃部升腾而起，迅速扩散到四肢百骸，驱散了冬日的寒意，更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充满活力的饱胀感。林秀儿也是美眸圆睁，脸上满是震撼。她感觉一股强大的暖流在体内奔涌，原本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和担惊受怕而有些虚弱的身体，仿佛久旱逢甘霖，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呼雀跃，贪婪地吸收着这磅礴的能量。疲惫一扫而空，精神前所未有的振奋。好厉害的味道，好强的力量感。林秀儿忍不住惊叹。杨浩看着他们的反应，哈哈大笑，自己也夹起一大块虎肉塞入口中。27倍体质带来的超凡感官，让他对这虎肉中蕴含的磅礴生命能量感受得更加清晰和深刻。那能量如同熔岩般滚烫、霸道、疯狂地涌入他的四肢百骸，融入每一寸肌肉、骨骼、筋膜。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本就强悍无比的身体，在这股顶级掠食者血肉精华的滋养下，正在发生着细微却坚实的蜕变。体质27、28，冰冷的提示在杨无意识中浮现，带来一丝愉悦。这虎肉蕴含的能量果然惊人，仅仅吃下几块就抵得上他一日耕耘。更让他惊喜的是，当他再次看向林秀儿和林月儿时，敏锐地察觉到他们身上的变化。原本纤细柔弱的气息变得凝实了许多，脸颊上因为暖意和能量冲击而泛起的红晕下，透出一种健康的光泽。他们的眼神也更加明亮有神，举手投足间似乎都多了一份力量感。秀儿、月儿，你们感觉如何？杨浩问道。夫君，我感觉身体里暖烘烘的，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林月儿兴奋地说道，还挥了挥小拳头。我也是。林秀儿感受着体内奔涌的暖流，眼中也充满惊奇，好像身体变结实了，没那么怕冷了。杨无心中了然，这霸道的虎肉对普通人的滋养效果更是立竿见影。她们原本只是体质不足一点的弱女子，此刻至少提升到了3点，这简直是脱胎换骨般的变化。1吨多重的顶级掠食者血肉，其蕴含的生命精华远超想象。晚餐变成了能量补充的盛宴。杨浩风卷残云，一大锅虎肉连带浓汤被他消灭了大半，磅礴的能量不断冲刷，强化着他的身体。林秀儿和林月儿也胃口大开，虽然吃得远不如杨浩多，但也比平时多吃了不少，小腹都微微鼓起，浑身暖洋洋的，充满了力量感。饭后，姐妹俩主动收拾碗筷，动作明显比平时更加麻利有力。杨浩则走到屋后草棚查看母虎的情况。母虎已经吃完了那块生虎肉，正趴伏在厚厚的干草上闭目养神。2只小白虎依偎在他身边，睡得香甜。听到杨浩的脚步声，母虎睁开巨大的眼睛，眼神虽然依旧疲惫，但比之前多了几分神采。他低低的呜咽了一声，似乎在表示感谢。杨武检查了一下他的伤口，敷着的草药似乎起了作用，渗血基本止住了，只是内伤和失血过多，还需要时间恢复。他又端来一盆清水放在母虎嘴边。回到屋内，暖意融融，灶堂的余火散发着舒适的温热。林秀儿和林月儿收拾完毕，正坐在火塘边烤火。火光下，2张绝美的容颜因为虎肉能量的滋养而显得容光焕发，肌肤更加白皙透亮，眼眸如同浸在水中的黑曜石，流转着动人的光彩。体内充盈的力量感和暖意，让他们精神也处于一种微妙的兴奋状态。杨浩看着眼前这对因体质提升而愈发娇艳动人的姐妹花，尤其是感受到她们体内那蓬勃的生命力和比之前强韧许多的气息，
心中一股火焰猛地升腾起来。之前他体质暴增到20多倍于常人，力量、耐力、反应都达到了非人地步。而林秀儿和林月儿虽然美貌倾国倾城，但身体终究还是普通女子的柔弱之躯。每一次与她们亲热，杨浩都不得不小心翼翼，极力克制着自己的力量，生怕一个不慎就伤到她们。那种束手束脚、无法尽兴的感觉让他颇有些遗憾。但现在不同了，虎肉的霸道能量直接将姐妹俩的体质提升到了3倍于常人的身体素质。虽然与他相比依旧如同萤火之于皓月，但至少不再是易碎的瓷器。这意味着他终于可以稍微放开一些束缚，尝试一些之前不敢做的动作，体验更酣畅淋漓的亲密了。秀儿、月儿，杨浩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和毫不掩饰的灼热欲望。他走到火塘边，一手一个将姐妹俩拉入怀中。姐妹俩感受到夫君身上散发出的比平时更加炽热和具有侵略性的气息，以及那双仿佛要将他们融化般的灼灼目光，瞬间明白了他的意图。他们俏脸绯红，如同熟透的蜜桃，身体微微发烫，体内那股新生的力量似乎也在呼应着夫君的渴望，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悸动。夫君，林秀儿的声音带着一丝羞涩的颤抖，却主动环住了杨浩的脖颈。月儿也想，林月儿更是大胆地将滚烫的小脸贴在杨浩坚实的胸膛上。杨无低笑一声，拦腰抱起更加丰腴有弹性的林秀儿，大步走向里屋的主卧。林月儿则红着脸，乖巧地在外面等着。主卧内烛光摇曳，杨浩将林秀儿轻轻放在炕上，动作依旧温柔，但那份小心翼翼已然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带着力量感的掌控。他俯身吻上那柔软的阴唇，这一次他的吻更加炽热，更加深入，带着不容抗拒的索取。林秀儿嘤咛一声，热烈地回应着，她能感觉到夫君的双手在自己身上游走，那力道比以往更加清晰，更加具有存在感，带来一阵阵让她浑身发软又无比渴望的酥麻。夫君亲！林秀儿发出一声娇呼，但很快那娇呼就化作了更加婉转迷离的呻吟。体质28、29。杨无清亲吻了吻林秀儿光洁的额头，感受着体内奔涌的力量和刚刚获得的属性点，眼中金光一闪。他起身披上衣服走到外间。林月儿正坐在火塘边，小脸红扑扑的，听着里屋的动静，早已是情动不已。看到杨浩出来，他像只受惊又期待的小鹿般跳了起来。杨浩不由分说，一把抱起娇小却充满弹性的林月儿，走向了另一旁。夫君在这里。林月儿看着这间屋子，有些羞赧。换个地方更有趣。杨浩的声音带着一丝邪魅的笑意。他将林月儿放在铺着干净被褥的炕上，与姐姐的温婉包容不同，林月儿更加敏感娇羞。在新的环境里，在夫君那更加狂野有力的爱抚和冲击下，她很快便溃不成军，婉转交替，如同莺啼燕语。体质29、30。当一切平息，杨浩拥着同样香汗淋漓的林月儿沉沉睡去。翌日清晨，神清气爽的杨浩再次炖煮虎肉。这一次他自身已无增长，虎肉的能量似乎对他当前阶段的他没什么用了。但林秀儿和林月儿在食用后，体质又各自增长了1点，达到了4点。看着姐妹俩容光焕发、步履轻盈的模样，杨浩心中满意。他切下一大块最肥嫩的虎肉，端到屋后草棚。母虎的状态明显好转，巨大的伤口在草药和虎血、虎肉的滋养下，愈合速度远超常理。看到杨浩，他挣扎着想要站起，巨大的头颅微微低下，发出温顺的低鸣。杨浩将肉放在他嘴边，然后指了指站在不远处带着几分好奇和紧张的林秀和林月儿，语气严肃而清晰。记住他们是我的妻子，是这里的女主人，保护他们如同保护你自己的幼崽，明白吗？若敢伤害他们分毫。他的眼神骤然变得冰冷锐利，如同实质的刀锋扫过母虎。虽然没有说完，但那森然的杀意已不言而喻。母虎巨大的琥珀色眼瞳看了看林秀和林月儿，又看向杨浩，竟极其人性化地点了点头，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呼噜声，仿佛在承诺，然后才低头开始撕咬那块肉。杨浩见状，心中稍定，这母虎的灵性远超预期。他之所以放心将它留在家中，一是其重伤未愈，行动艰难；二是其灵性极高，懂得审时度势。若他日后恢复野性，不识好歹哼，养不熟还炖不熟吗？接下来的5天，杨浩的生活节奏依旧紧凑。白天，他轮流带领不同的狩猎队深入丰原山脉。强大的体质带来的恐怖感知和力量，让他如同山林中的神明，每一次出猎都收获惊人，远超其他队伍的总和。傍晚时分，总能满载而归，引得村口翘首以盼的村民阵阵欢呼。夜晚，则是与2位娇妻的生命交融时刻。体质达到4点的林秀和林月儿，承受力更强，与夫君的欢好也越发和谐美妙。杨浩的体质以每天2点的速度稳定增长着，
5天过去，赫然达到了惊人的40点。而林秀儿和林月儿每日食用蕴含强大能量的虎肉，体质也稳步提升到了5点，之后就不再增长了。他们感觉身轻如燕，力气大了许多，精力充沛，原本有些畏寒的体质也变得强健起来。姐妹俩如同被精心浇灌的娇花，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屋后的母虎恢复速度同样惊人，在充足的食物，主要是公虎肉和草药辅助下，它巨大的伤口已经结痂收口，虽然行动还有些蹒跚，但已经能够稳稳地站起来，在草棚附近小范围活动。他对林秀儿和林月儿的态度也极其温顺，当姐妹俩壮着胆子靠近给她添水或更换干净的干草时，她甚至会主动低下头，用巨大的鼻子轻轻蹭蹭他们的手，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惹得2只小白虎也围着姐妹俩的裙角打转。这幅猛兽依人的画面成了青山坳一道奇异的风景。那头庞大的公虎，除了皮毛和部分特殊部位如虎鞭、虎心等被杨浩留下，其余血肉已消耗大半。杨浩估算了一下，当初分解出的净肉约有1600斤，这些天他们自己食用，分给母虎消耗了约500斤左右。看着院还剩下的1000多斤虎肉，以及堆积如小山般泛着玉质光泽的粗壮虎骨，杨浩心中有了决断。这一日，他让张铁柱等人通知所有10个狩猎队的成员，共计约100余人，立刻到他家门前集合。很快，杨浩家门前那片空地就被挤得满满当当，所有猎手都带着敬畏和好奇看着他们的领袖。杨浩指着地上那200多斤码放整齐的虎肉，这些肉是那头巨虎身上最后的精华，每人10斤，拿去。记住，这些肉只准你们自己吃，不准分给家人，这是命令。此言一出，人群先是一愣，随即爆发出巨大的惊喜和感激。10斤虎肉，还是那神异巨虎的肉，这对他们这些常年与山林搏杀的猎手来说，简直是天大的恩赐。谢浩哥恩赐！众人齐声高呼，声音震天，没有一个人质疑命令，纷纷上前按人头领取了自己那份沉甸甸蕴含着强大能量的虎肉，珍重无比地抱在怀里。分完虎肉，还剩下100来斤。杨浩的目光落在了那堆如同小山般的巨大虎骨上。王叔，杨浩看向里正王大山，麻烦你组织人手，立刻去村里搜集所有能用的最大铁锅，至少给我找来5口，再准备足够多的柴火和清水，再把所有人都叫到这里来。王大山虽然不明所以，但毫不犹豫地应下。浩哥放心，包在我身上。很快，杨浩家门口就站满了人。5口村里最大号的铁锅被架在了浩家门前的空地上，下面堆满了熊熊燃烧的干柴，清水被一桶桶倒入锅中。杨浩亲自动手，将那粗壮沉重、泛着玉色光泽的虎骨用重锤砸成数段，投入沸腾的清水中。随着虎骨入水，一股奇异的、带着淡淡腥气却又醇厚无比的香气开始弥漫开来。不同于虎肉的霸道，这股香更显深沉内敛，仿佛蕴含着大地山川的厚重力量。点火，熬汤！杨浩一声令下，5口大锅同时沸腾，白色的水汽升腾而起，混合着那奇异的骨香，笼罩了小半个村庄。粗壮的虎骨在滚水中沉浮，汤汁的颜色逐渐从清澈变得如同牛乳般浓白。所有人听着，杨浩站在高处，声音如同洪钟，清晰地传入每一个村民耳中。这虎骨汤蕴含大补元气，从今日起，连续5天，村里的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少，每天都必须到这里来领一碗汤喝。这是为了你们好，强健筋骨，抵御严寒，熬过这个冬天。他目光扫过一张张震惊、期待、感激的脸庞，语气斩钉截铁。记住，是每一个人，连续5天，1碗都不能少。整个青山坳沸腾了。分虎肉给猎手是增强核心武力，而这熬煮虎骨汤惠及全村每一个人，不分老幼妇孺。这是何等的胸襟与恩德！浩哥大恩大德，谢浩哥活命之恩，我们一定听话，天天来喝。感激涕零的呼喊声响彻云霄，许多老人和孩子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在这绝望的寒冬，这一碗虎骨汤代表的是活下去的希望。王大山老泪纵横，带着村民对着杨浩深深拜下。凛冬的严寒依旧肆虐，但青山坳却仿佛被隔绝在了风暴之外，笼罩在一片奇异的、充满生机的暖意之中。自从分发虎肉、熬制虎骨汤之后，杨浩便停下了每日带领狩猎队进山的脚步。之前的收获，加上那庞大的公虎贡献的血肉筋骨，让整个村庄的粮储前所未有的充裕。家家户户的地窖里都塞满了风干的鹿肉、野猪肉、狍子肉以及珍贵的虎肉干。这个冬天，至少食物上，青山坳已不再有冻饿之忧。杨浩的生活节奏陡然慢了下来，却并非无所事事。他享受着难得的惬意时光。每日清晨，在2位娇妻温柔的伺候下，用过丰盛的早餐，杨浩便会在自家院子里，或是屋后那片被清理出来的空地上，
逗弄那3只老虎。母虎的伤势已然痊愈，它庞大的身躯恢复了往日的雄健，暗金色的皮毛油光水滑，在冬日的阳光下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他对杨浩的忠诚和依赖与日俱增，如同最温顺的家犬。巨大的头颅时常亲昵地蹭着杨浩的手掌，对林秀和林月更是寸步不离的守护，俨然成了姐妹俩最威风的贴身侍卫。当姐妹俩在院子里做些针线活或打理家务时，母虎就安静地卧伏在他们脚边，巨大的身躯如同一座小山，带来无与伦比的安全感。2只小白虎则彻底成了家里的小霸王，在院子里、茅屋中，甚至杨浩的肩头、怀里撒欢打滚。雪白的皮毛沾着草屑，憨态可掬，惹得姐妹俩时常发出银铃般的笑声。她们尤其喜欢追着杨浩的裤脚咬，或者用毛茸茸的脑袋顶他的手心讨要肉干。杨浩会陪着小白虎在雪地里追逐嬉戏，也会带着母虎在村边的山林边缘进行简单的狩猎训练，主要是让他熟悉指令，练习前行和扑击。看着这昔日山林的霸主，如今如同大猫般在自己面前俯首贴耳，杨浩心中也充满了满足感。当然，更多的温情时刻是属于林秀和林燕的。姐妹俩体质达到5点后，不仅容光焕发，精力充沛，原本柔弱的身体也变得柔韧有力。夜晚的缠绵，杨浩终于可以稍稍放开那40倍体魄带来的恐怖力量，享受那份酣畅淋漓的契合与征服感。闺房之乐，鱼水之欢，让这寒冬的茅屋充满了旖旎的春意。然而，这份惬意并非沉溺，杨浩心中始终绷着一根弦。他深知大前王朝已是风雨飘摇，这暂时的安宁如同暴风雪前的寂静。他穿越而来，手握系统，身负神力，岂甘庸碌？即便不为那95之尊的宝座，也至少要在这乱世中打下足够自保，甚至称霸一方的基业。青山坳就是他选中的起点，这些淳朴却又因虎肉虎骨汤而脱胎换骨的村民，就是他未来争霸天下的第一批班底。因此，每天下午，当阳光最盛，寒意稍减的时候，村东头那片被特意平整出来的巨大晒谷场，如今是演武场，便会响起震天的号子声和整齐的步伐声。杨浩一身利落的劲装，负手立于场边的高台上，他面前是整整齐齐列队的近200名汉子。这其中，原本的10个狩猎队成员，在连续食用虎肉和虎骨汤的滋养下，体质普遍提升到了4点左右。像张铁柱、王石头、王虎、王豹、赵有田等几个底子好、吃得多的核心，甚至达到了惊人的5点体质，个个筋骨强健，气血旺盛，眼神锐利如鹰，力量、耐力远超从前。站在一起，一股彪悍精干的气息扑面而来。更令人惊喜的是，队伍后面那几十个半大少年，他们都是村里15、16、17岁的后生，在虎骨汤的滋养和目睹杨浩神威的激励下，纷纷主动要求加入训练。他们的体质虽然大多在2点左右，但也有几个天赋异禀或格外刻苦的，如孙小虎、周水生等，竟也达到了3点体质。虽然稚嫩，但眼中充满了对力量的渴望和对杨浩的狂热崇拜。立正，稍息，向右看齐，向前看。杨浩的声音并不算特别洪亮，却蕴含着一种奇异的穿透力，清晰地传入每个人的耳中。他训练的重点并非高深的武艺，而是最基础也最重要的纪律、服从以及团队协作。队列训练是每日必修，站军姿一站就是半个时辰，纹丝不动，任凭寒风如刀。齐步走，跑步走，要求横平竖直，步伐如一。简单的转向、集合、解散也要求做到令行禁止，迅捷无声。记住，你们不是散漫的猎户，你们将来是要面对刀山火海、千军万马的战士。杨浩的声音如同重锤，敲打在每个人心头。一支没有纪律的军队，就是一群待宰的羔羊；一个不服从命令的士兵，就是害死同伴的罪人。给我练，练到骨子里去。枯燥、疲惫，甚至有些严苛的训练，却无人敢有丝毫怨言。杨浩的威望如山，更重要的是，所有人都切身感受到了训练带来的变化，身体更强壮了，反应更快了，行动更协调了。而且每天训练结束后，杨浩都会让人熬煮加了肉末和盐巴的热汤分发，保证他们的营养。除了队列，就是最残酷的体能训练。深雪中负重奔跑，扛着巨大的原木做深蹲，2人一组进行绝力对抗，每一次训练都榨干着队员们的体力，又在休息和营养补充下迅速恢复，变得更强。每隔几天，杨浩还会组织集体拉练，不再是为了狩猎，而是纯粹的军事化行动。队伍全副武装，简陋的猎叉、木矛、弓箭，在杨浩的带领下翻山越岭，在复杂的雪地山林终极行军、设伏、包抄、抢占制高点。他将狩猎的技巧融入其中，教导他们如何利用地形，如何相互掩护，如何以小队为单位进行配合。每一次拉练回来，队伍的精气神都会提升一截。那种令行禁止、彼此信任、
如同一体的感觉正在这群原本散漫的山民身上悄然形成。整个青山坳都沉浸在一种奇特而亢奋的氛围中。大前王朝的风雨飘摇，似乎被连绵的群山和厚厚的积雪暂时挡在了外面。没有流民，没有溃兵，更没有官府的税吏赶在这寒冬深入这偏远的山村，这给了杨浩宝贵的喘息和发展时间。村民们对杨浩的敬畏早已转化成了近乎盲目的崇拜和绝对的忠诚。他的命令在青山坳就是圣旨，他让往东，无人敢往西。他指着一块石头说那是金子，村民们也会深信不疑的去挖。这种发自内心的拥戴比任何武力胁迫都要牢固。杨浩站在训练场的高台上，看着下面在寒风中挥汗如雨，动作越来越整齐划一，眼神越来越坚毅的队员们，心中豪气顿生。这就是他争霸天下的第一块基石。这青山坳就是他龙兴之地。1个月之后，深夜，茅屋内春意渐歇，林秀儿和林月儿如同2只慵懒的猫咪，依偎在杨浩宽阔而炽热的胸膛上，沉沉睡去。姐妹俩白皙的肌肤上泛着情动后的红晕，呼吸悠长而满足。体质达到5点的他们，终于能勉强承受杨浩那日益恐怖的征伐，在极致的欢愉与疲惫交织中沉入梦乡。杨浩却毫无睡意，他闭目凝神，感受着体内那奔腾如江河、炽热如熔岩的力量。就在刚才，与姐妹俩完成生命交融的刹那，一股前所未有的磅礴暖流瞬间席卷全身，仿佛冲破了某种无形的枷锁。体质100点，100倍于常人的体魄，这是生命层次的真正跃迁。他感觉自己仿佛脱胎换骨，五感敏锐到了极致，能清晰听到隔壁母虎沉稳的心跳和2只小白虎细微的呼噜声，能看到黑暗中尘埃飘落的轨迹。体内原本只是模糊感知的澎湃力量，此刻变得清晰无比。意念微动，他竟能内视己身。只见周身经络之中不再是单纯的肌肉骨骼，而是流淌着一种粘稠、灼热，如同汞浆般的赤金色液体气血之力。它们如同奔腾的岩浆河流，遍布4肢百骸，仿佛蕴含着毁天灭地的能量。杨浩心中一动，尝试着引导一缕微不可察的气血之力汇聚于右手食指指尖。嗡！指尖瞬间变得赤红，仿佛烧红的烙铁，一股灼热而霸道的气息弥漫开来。他对着墙角一块用来垫桌脚的足有脸盆大小的坚硬青石屈指一弹，赤！一道微弱的几乎看不见的赤金色气劲离指而出，快如闪电。噗！一声轻响，青石表面竟被硬生生洞穿了一个拇指粗细、深达寸许的小孔，孔洞边缘光滑如镜，散发着高温灼烧后的焦糊气息。杨浩自己都倒吸一口凉气，这威力远超他的想象。然而就在这缕气血之力离体攻击的瞬间，一股强烈的虚弱感猛地袭来。虽然极其短暂，身体强大的造血功能瞬间就补充了消耗，但那种瞬间被抽空一丝本源的感觉却无比清晰。原来如此，杨浩瞬间明悟，这磅礴的气血之力是自身生命本源的精华，用之滋养强化自身，如同呼吸般自然，消耗微乎其微。但若离体攻击，则如同割肉放血，消耗巨大。以他目前100点体质的磅礴气血，也经不起几次这样的挥霍。这更像是关键时刻的杀手锏，而非常规手段。真正的战斗根基，依旧是这具被气血之力千锤百炼、强横到不可思议的肉身。翌日清晨，杨浩神采奕奕，体内气血奔涌，仿佛有使不完的力气。他胃口大开，独自一人几乎扫光了桌上大半的食物。饭后，他如常来到村东头的训练场，场中近200名队员早已列队完毕，寒风凛冽，却无人瑟缩。经过杨浩的严苛训练和虎肉虎骨汤的滋养，这些曾经的猎户和少年，如今已初具精兵气象，眼神锐利，站姿挺拔，一股无形的肃杀之气弥漫开来。杨浩满意的点点头，开始日常巡视和指导。他偶尔下场，亲自示范几个动作，举手投足间蕴含的力量和速度，让队员们看得心驰神往，更加卖力训练。与此同时，距离青山坳数十里外的一片背风山谷中，赵虎和赵豹正带领着他们麾下的狩猎队，2人体质都已达到6点，是杨浩麾下除他之外最强的2人，感知敏锐，经验丰富。他们正趴在厚厚的积雪中，身上覆盖着白色伪装，如同2块顽石，耐心地观察着远处山坳的动静。突然，赵虎耳朵微动，脸色瞬间凝重，压低声音：“豹子，有动静。”很多人，还有马蹄声。赵豹也立刻屏息凝神，果然，远处传来嘈杂的人声和清晰的马蹄踩踏冻土的嘚嘚声，声音越来越近。2人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惊疑。这深山老林，大雪封山，哪来这么多人骑马？隐蔽，别动！赵虎低喝，整个小队瞬间如同消失在雪地中。很快，一队人马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
人数近百，个个衣衫褴褛，却透着一股凶悍的戾气。大多数人手持锈迹斑斑的砍刀、柴斧，甚至还有削尖的木棍。队伍中间有10几个人骑着同样瘦骨嶙峋，但明显比拉车的驽马强壮一些的战马，为首的是一个脸上带着狰狞刀疤、眼神阴鸷的独眼壮汉。他娘的，这鬼天气，冻死老子了！一个喽啰搓着手骂道：“老大，前面真有个村子，别又像上次那个破地方，毛都没有，白跑一趟。”另一个喽啰对着独眼壮汉问道：“闭嘴！”独眼壮汉啐了一口，独眼中闪烁着残忍的光芒。老子得到的消息错不了，青山坳就在前面不远。听说那破村子靠着山，往年还能打点猎，今年大雪，估计也快饿死了。饿死了好啊！旁边一个干瘦如猴的军师模样的家伙嘿嘿阴笑，饿死的肉才嫩，省得咱们动手了。就是，老大，这次咱们是直接收粮还是？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收个屁粮！独眼壮汉狞笑道：“这种穷山沟能有几粒粮食？老子们要的是肉，新鲜的肉。”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眼中冒出贪婪而残忍的绿光。男人，老的柴，小的嫩，都剁了。女人吗？嘿嘿，先乐呵乐呵，再下锅。这冰天雪地的，人肉才是顶饱的好东西，省着点吃，够咱们撑到开春了。老大英明，人肉，老子好久没尝鲜了。土匪们爆发出肆无忌惮的淫笑和吞咽口水的声音，仿佛前方不是活人的村落，而是一群待宰的牲口。趴在雪中的赵虎和赵豹听得清清楚楚，两人瞬间如坠冰窟，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吃人！这群畜生，目标竟然是青山坳，要把全村的父老乡亲当成口粮。怒火和杀意瞬间涌出，但两人都是经过杨浩严格训练的兵，强行压下冲出去的冲动。虎哥，赵豹眼睛赤红，看向赵虎，冷静。赵虎咬着牙，声音如同从牙缝里挤出来：“你腿脚快，立刻抄近路回村，把消息告诉浩哥，我带着兄弟们远远跟着他们，摸清他们的动向，快走！”赵豹重重点头，知道这是唯一的选择。他如同灵猫般悄无声息地从雪地中滑出，借着地形的掩护，朝着青山坳的方向发足狂奔。他体质达到6点，速度远超常人，在雪地上如履平地，化作一道模糊的残影。赵虎则死死盯着那对缓缓行进的土匪，眼神冰冷如刀。他打了个手势，带着剩下的队员，如同雪地里的幽灵，远远地小心翼翼地坠在了土匪队伍的后面。当赵豹的身影如同旋风般冲入村东头训练场时，震天的号子声戛然而止。所有队员都看到了他煞白的脸色、急促的喘息和眼中那几乎要喷薄而出的惊怒。杨浩副手立于高台，目光如电，瞬间锁定了赵豹。豹子，怎么回事？胡子呢？浩哥，不好了！赵豹冲到台下，单膝跪地，声音嘶哑，却带着无比的急切。土匪，近100个土匪，带着刀，还有10几个骑马的，正朝着咱们村来了。什么？土匪？他们想干什么？训练场上瞬间炸开了锅，队员们脸上都露出了惊容。虽然他们现在体质远超常人，也经过了严格训练，但土匪2字对于这些世代居住在山村的百姓来说，依旧是噩梦的代名词。安静！杨浩一声低喝，如同寒冰坠地，瞬间压下了所有嘈杂。他那平静无波的眼神扫过全场，一股无形的威严和镇定瞬间感染了所有人。说清楚！杨浩看向赵豹，赵豹深吸一口气，强压住翻腾的情绪，语速飞快地将所见所闻和盘托出。他们在山谷里歇脚，我和虎哥带着兄弟们潜伏在雪里，听他们说是冲着咱们青山坳来的，领头的是个独眼龙。他们不是来抢粮的，他们是要吃人，要把咱们全村老少都当成口粮。畜生，王八蛋，跟他们拼了！赵豹的话如同点燃了火药桶，训练场上瞬间爆发出冲天的怒火和杀意，恐惧被极致的愤怒和耻辱彻底取代。这些经过杨浩铁血训练、体质远超常人的汉子们，眼睛瞬间就红了。他们现在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他们是磨砺了爪牙的猛兽，敢把主意打到他们的家人头上，找死！浩哥，下令吧，干死这群畜生！对，浩哥，让我们去，杀光他们，一个不留！群情激愤，吼声震天，每个人都握紧了手中平时训练用的训练木矛，眼中燃烧着复仇的火焰，再无半分畏惧，只有嗜血的兴奋。他们渴望战斗，渴望用敌人的鲜血来检验这几个月苦练的成果，渴望保护身后的家园。杨浩看着台下群情激愤、杀气腾腾的队员们，眼中闪过一丝满意。乱世之中，血性比黄金更珍贵。他抬手再次压下喧嚣。王豹，
胡子呢？虎哥带着剩下的兄弟正远远跟着土匪。赵豹立刻回答：很好。杨浩点点头，目光锐利如刀，扫过台下那一张张战意高昂的脸。匪寇凶残，是我青山傲尾口中之实，此乃生死存亡之战，你们怕不怕？不怕。杀！杀！杀！震天的怒吼直冲云霄。好！杨浩声音陡然拔高，带着金戈铁马的杀伐之气。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今日便是二等磨刀石。他目光如电，快速点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狩猎队出列。随着他的点名，以张铁柱、王石头、李二牛、孙小虎、周水生为队长的5个狩猎队，共约80名精壮汉子，齐刷刷向前跨出一步，挺直腰板，眼神狂热。由赵豹暂代指挥，立刻出发，目标土匪，一个不留。是，浩哥。赵豹和5位队长齐声怒吼，声震四野。第6至第10狩猎队留守村庄，加固防御，保护妇孺老弱，如有敌袭，格杀勿论。杨浩看向剩下的队长们：是，浩哥。留守的队员们也轰然应默，眼中没有丝毫懈怠。出发！赵豹一声令下，80名手持猎叉、弓箭、砍刀的队员如同出闸的猛虎，在赵豹的带领下，杀气腾腾地冲出了训练场，迅速消失在村外的风雪之中。他们的动作迅捷有序，带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与1个月前判若云泥。看着主力部队消失在风雪中，杨浩并未立刻动身。他走到训练场边缘，对着村庄的方向，将2根手指放入口中。吁！一声清越悠长、穿透力极强的口哨声，如同龙吟般划破长空。哨音刚落后，一声低沉而充满威严的虎啸从村中骤然响起。紧接着，一道庞大如小山的暗金色身影，如同离弦之箭般从杨浩家的方向猛冲而来。他速度极快，四蹄踏在雪地上却轻盈无声，正是那头被杨浩救下的母虎。母虎冲到杨浩面前，巨大的头颅亲昵地蹭了蹭他的手臂，喉咙里发出温顺的呼噜声，如同最忠诚的坐骑。他身上的伤口早已愈合，暗金色的皮毛油光水滑，在雪光下熠熠生辉，充满了力量感。以后你就叫金兰。杨浩拍了拍他硕大的头颅，随口赐名：金兰，走。杨浩纵身一跃，稳稳地跨坐在母虎宽阔如磐石的背脊上后，母虎金兰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仿佛回应。他巨大的身躯猛地一窜，载着杨浩如同一道暗金色的闪电，瞬间冲出了村庄，沿着赵豹他们留下的足迹，风驰电掣般追了上去。速度之快，远超奔马，只在雪地上留下一道淡淡的金色残影和呼啸的风声。训练场上，留守的队员和闻讯赶来的村民看着杨浩骑虎绝尘而去的背影，震撼得无以复加。浩哥，骑虎！山神爷啊，有浩哥在，那群畜生死定了！所有人的心都放回了肚子里。那骑虎而去的背影如同定海神针，驱散了最后一丝阴霾。他们知道，当杨浩和他的猛虎坐骑出现在战场时，那群丧心病狂的土匪必将迎来雷霆般的毁灭。风雪呼啸的山林中，杀气弥漫，近100名凶神恶煞的土匪正骂骂咧咧地踩着深雪，朝着他们想象中的肉库青山坳前进。为首的独眼龙三当家骑在兽马上，独眼闪烁着残忍和贪婪的光芒，正盘算着如何享用即将到口的美餐。突然，放箭！一声如同惊雷般的怒吼从他们侧前方的雪坡后炸响。咻！咻！咻！数十支裹挟着冰冷杀意的利箭，如同骤雨般从雪坡后激射而出，箭矢撕裂空气的尖啸声令人头皮发麻。扑哧，扑哧！啊，有埋伏！我的腿！毫无防备的土匪队伍瞬间人仰马翻，冲在最前面的7、8个土匪惨叫着中箭倒地，鲜血瞬间染红了雪地。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土匪们乱作一团。稳住！给老子稳住！独眼龙又惊又怒，拔出腰间的鬼头刀，嘶声力竭地吼道：散开！找掩体！是青山坳的泥腿子，宰了他们！然而他的话音未落沙，震天的喊杀声如同海啸般从他们队伍的后方响起，如同神兵天降。王虎，他带着20名如同雪地幽灵般的队员，从土匪来时的方向悍然杀出。他们如同出笼的猛虎，动作迅捷如风，配合默契。3人一组，一人持猎叉突刺扰乱，一人持砍刀近身劈杀，一人持弓箭精准点射漏网之鱼。简单的战阵在此时爆发出惊人的威力。后面也有，土匪们彻底慌了神，腹背受敌。赵豹带领的主力80人也从雪坡后如同潮水般涌下，
他们同样组成一个个小型战阵，如同磨盘般狠狠碾入混乱的土匪群中。战斗瞬间屠杀模式，别伤马，尽量抓活的。王虎一边怒吼着砍翻一个试图上马的土匪，一边朝着混乱的马匹冲去。赵豹也心领神会，大声命令队员注意保护马匹。这些土匪虽然凶悍，但大多是流民裹挟的乌合之众，欺软怕硬。面对青山坳狩猎队这群经过杨浩铁血训练、体质普遍4、5点、配合默契、士气如虹的精锐，他们那点凶性瞬间被碾得粉碎扑哧。咔嚓啊！利刃入肉声，骨骼断裂声，濒死惨叫声不绝于耳。雪地被鲜血染红，又被纷乱的脚步践踏成泥泞的血浆。狩猎队的队员们第一次经历如此血腥的实战，初时还有些紧张和不适，甚至有人看到鲜血呕吐。但在队长和老队员的怒吼和身先士卒的带动下，他们骨子里的血性被彻底激发。想到这些畜生竟想吃自己的父母妻儿，所有的犹豫都化作了滔天的怒火。为了青山坳，杀光这群畜生！怒吼声中，队员们越战越勇。他们利用远超土匪的力量和速度，配合着简单的战阵，如同砍瓜切菜般收割着敌人的生命。一个照面，土匪就倒下了50多人。顶不住了，跑啊！三当家，快撤！眼看同伴如同麦子般倒下，土匪的士气彻底崩溃。不知是谁先喊了一声，残存的60、70名土匪再也顾不得抵抗，如同炸窝的苍蝇般四散奔逃。连那独眼龙三当家也吓得魂飞魄散，调转马头就想跑。追！别让领头的跑了！赵豹怒吼。王虎则死死盯着那10几匹受惊乱跑的马。抓马！快！训练有素的狩猎队立刻分头行动，大部分人追杀溃逃的土匪，小部分人则默契的围堵，安抚那些惊马。溃逃的土匪慌不择路，其中一股约莫17、8人，在独眼龙三当家和那个干瘦军师的带领下，拼命朝着一个他们认为最不可能有埋伏的山坳深处逃去。他们回头看看，发现王虎和赵豹的人并未全力追击他们这一股，似乎被其他溃兵和马匹吸引了注意力。快，甩掉他们了！干瘦军师喘着粗气，脸上露出一丝劫后余生的庆幸。妈的，等老子回去，召集大当家、二当家，一定要血洗青山坳，把他们全煮了！独眼龙捂着被流矢擦伤的手臂，独眼中充满了怨毒和疯狂。就在他们以为逃出升天，刚想松一口气，甚至发出一阵压抑的狞笑时，吼！一声震耳欲聋、充满了无尽威严与杀意的虎啸，如同9天惊雷，猛地从他们前方的山坳拐角处炸响。恐怖的声浪冲击着空气，震得他们耳膜欲裂，心脏几乎停止跳动。紧接着，在所有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一头体型庞大如山、浑身覆盖着暗金色华丽皮毛的巨虎缓缓从山坳后踱步而出。他琥珀色的巨瞳冰冷地俯瞰着这群蝼蚁，口中呼出的白气如同地狱的硫磺。更让他们灵魂冻结的是，在那如同神魔般的巨虎背上稳稳端坐着一个身影。他穿着简单的皮袄，浑身散发着一种渊庭月至、深不可测的气息，眼神淡漠，仿佛在看一群死物。正是杨浩，山神爷。老虎，起老虎！土匪们瞬间吓傻了，腿脚一软，扑通扑通跪倒了一大片，手中的武器叮叮当当掉在雪地上。眼前的景象彻底超出了他们的认知极限。骑虎之人，这难道真的是山神显灵来惩罚他们？饶命啊！山神爷爷饶命！干瘦军师第一个反应过来，磕头如捣蒜。大仙，小的有眼不识泰山，冲撞了您的地界，求您饶了我们吧，我们再也不敢来了。其他土匪也纷纷哭爹喊娘地求饶，唯有那独眼龙三当家眼中闪过一丝绝望的疯狂，他强撑着站起来，对着杨浩嘶吼道：你到底是什么人？我告诉你，老子是黑龙寨的三当家，我们大当家开山熊镇，二当家断背腿赵奎都是真正的武者，武功盖世。你最好放了我们，否则等我们大当家、二当家知道了，定会率领全寨兄弟踏平你这破村子，鸡犬不留。他试图用山寨的威名吓住对方。杨浩骑在金兰背上，闻言眼神没有丝毫波动。武者，他心中了然，这应该就是这个世界掌握超凡力量的人了。哦，武者。杨浩的声音平淡无波，听不出喜怒，有多强？说来听听。独眼龙以为对方怕了，连忙说道：我们大当家开山熊力大无穷，能举起千斤巨石，纵身一跃能跳过3丈高的院墙。二当家断背腿，腿法无双，一脚能踢断碗口粗的硬木，厉害无比。识相的救！噗嗤！他话还没说完，后面赶来的王豹实在忍不住嗤笑出声。王虎也是一脸古怪。
杨浩更是面无表情，只是眼中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嘲弄。千斤之力，3丈约10米高，踢断碗口粗的树，这就是他口中的武者。武功盖世，王虎体质6点，全力爆发下扛起千斤重物也不算太难。至于跳跃，他们训练时扛着原木都能轻松跳过2米多高的障碍，10米高度对现在的杨浩而言更是如同儿戏。踢断碗口粗的树，狩猎队里力气大点的队员全力几下也能做到，这点本事也敢称武功盖世，也敢威胁他杨浩。看来你是不打算好好说了。杨浩的语气冷了下来，对着王虎王豹淡淡吩咐，让他开口，我要知道黑龙寨的详细情况，有多少人，山寨位置，防御布置，还有他们那2个盖世武者当家的究竟还有什么本事。是，浩哥。王虎王豹狞笑着上前，你们想干什么啊？独眼龙还想嘴硬，但王虎蒲扇般的大手已经如同铁钳般捏住了他的手腕，咔嚓一声脆响，腕骨瞬间粉碎。啊！独眼龙发出杀猪般的惨叫，王豹则一脚踩在他的小腿上，巨大的力量让他感觉腿骨都要裂开。说，还是想试试全身骨头被一寸寸捏碎的滋味。王虎的声音如同来自九幽地狱。酷刑之下，独眼龙那点凶悍瞬间崩溃，剧痛和恐惧彻底击垮了他。我说，饶命啊！他涕泪横流，哀嚎着求饶。很快，他就如同竹筒倒豆子般，将自己知道的一切都说了出来。黑龙寨位于距此地约半日路程的黑风岭，有匪众近400人，山寨依山而建，地势险要，有几道木栅栏和哨塔。至于2位当家的实力，他翻来覆去也就那点描述：大当家力气大，能举10所，跳得高；二当家腿法厉害，能踢断树。至于其他更玄乎的本事，他也不知道。王虎王豹等人听完，脸上不屑之色更浓。就这，杨浩心中也有了底。看来这所谓的武者层次并不高，至少这黑龙寨的2位当家实力恐怕也就相当于体质5至6点的狩猎队精锐水平，或许略强，但绝对有限。对他而言，弹指可灭。浩哥，怎么处置？王虎问道。杨浩眼神冰冷，扫过地上那群瑟瑟发抖、使尿气流的土匪。吃人者，人恒杀之，留着就是祸害。杀，一个字，冰冷如铁，决定了这群悍匪的命运。王虎王豹等人没有丝毫犹豫，手起刀落，扑哧扑哧，利刃入肉的声音接连响起，伴随着短促的惨嚎。雪地上再添10几具尸体，鲜血汩汩流淌，融化了积雪，又被迅速冻结。风雪似乎小了些，但寒意依旧刺骨。青山坳村口气氛肃杀，王虎王豹带领的80名刚刚经历血战的队员正在休整包扎伤口，脸上带着疲惫，但更多的是出战告捷的兴奋和一丝血腥洗礼后的沉凝。那10几匹缴获的弩马被集中看管，不安地打着响鼻。杨浩骑在金兰宽厚如磐石的背脊上，暗金色的虎躯在雪光下散发着无形的威压。他目光扫过王虎等人，沉声道：你们做得很好，出战告捷，扬我青山坳之威。尸体处理好了吗？全部挖深坑掩埋了，不会污染水源。王豹回答。杨浩的目光随即转向村内。第6至第10狩猎队120名留守的精壮队员早已在各自队长的带领下列队完毕，他们全副武装，手持猎叉、弓箭、砍刀，甚至还有一部分刚刚从土匪尸体上扒下来的相对完好的兵器。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跃跃欲试的激动和一丝紧张。他们听说了前队大胜的消息，也知道了黑龙寨的威胁，更明白浩哥此刻点他们出战意味着什么，主动出击去铲除威胁的源头。第6至第10狩猎队，杨浩的声音如同寒冰，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匪寇凶巢未除，威胁仍在，黑龙寨视我等为鱼肉，欲行灭绝之事，你们可敢随我踏平匪穴，永绝后患？敢踏平黑龙寨，誓死追随浩哥！120条汉子齐声怒吼，声浪滚滚，震得树梢积雪簌簌落下。初生牛犊的锐气混合着对杨浩的绝对信任，汇成一股冲天的战意。好！杨浩眼中寒光一闪，目标黑风岭黑龙寨，出发！没有多余的废话，杨浩骑着金兰当先开路。母虎庞大的身躯在雪地上奔行如履平地，速度不快，却带着一股无可阻挡的威势。身后120名队员在各自队长的带领下排成相对整齐的行军队列，踏着深雪紧随其后。沉重的脚步声、兵器的碰撞声、粗重的喘息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股肃杀的洪流，向着几十里外的黑风岭滚滚而去。杨浩要让这支生力军也见见血，用匪寇的鲜血
彻底淬炼成真正的精兵。与此同时，在距离青山坳约100里之外，一条被积雪覆盖、蜿蜒于群山之间的官道上，一支队伍正在艰难前行。风雪确实小了许多，天空呈现出一种灰蒙蒙的亮色，但寒意依旧深入骨髓。队伍的核心是一辆装饰华贵的4轮马车，车身由坚实的楠木打造，雕刻着精美的云纹，车窗紧闭，挂着厚厚的锦缎帘子，帘子上绣着繁复的缠枝莲纹，透着一股低调的奢华。拉车的4匹骏马虽然也显疲态，但毛色油亮，体型健硕，远非寻常。母马可比马车周围拱卫着20余名骑士，他们身着统一的藏青色劲装，外罩皮甲，腰挎长刀，背负弓箭，眼神锐利地扫视着道路两侧的山林。胯下的战马也颇为神骏，步伐稳健，显示出这是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护卫力量。为首的一名中年骑士，面容刚毅，太阳穴微微鼓起，眼神如鹰隼般警惕，正是护卫统领陈泰。马车内温暖如春，一个精巧的铜制暖炉散发着融融热气，驱散了车外的严寒。软榻上端坐着一位女子，她约莫是8、9岁年纪，穿着一身月白色绣银线梅花的锦缎袄裙，外罩一件雪狐裘的斗篷，帽檐下露出一张令人窒息的绝美容颜，肌肤7霜赛雪，细腻的仿佛最上等的羊脂美玉，黛眉如远山寒翠，一双碱水秋瞳清澈明亮，顾盼间仿佛蕴含着江南烟雨。琼鼻挺秀，阴唇不点珠，唇瓣微抿，透着一股沉静的气度。她的身姿在厚重的冬衣下依旧能看出窈窕的轮廓，脖颈修长如天鹅，仪态端庄优雅，仿佛从画中走出的仕女，却又比画中人多了几分鲜活与贵气。正是丰原郡郡守苏正明的掌上明珠苏青颜。他身旁跪坐着一个穿着鹅黄色袄裙、梳着双压髻的清秀婢女，名叫小蝶。小蝶正是含苞待放的年纪，她身量比苏青颜稍矮，却玲珑有致，穿着一身鹅黄色的袄裙，梳着可爱的双压髻，小脸因为紧张和寒冷微微泛红，如同熟透的苹果，肌肤白皙细腻，一双杏眼又大又亮，清澈中带着一丝怯生生的好奇，琼鼻小巧，阴唇红润，整个人透着一股邻家小妹般的清新与娇憨，虽不及苏青颜的端庄绝色，却也是难得一见的小美人胚子。她正小心翼翼地包着一个暖炉烘热的橘子。小姐，您再吃点橘子吧，这冰天雪地的，吃点水果润润嗓子。小蝶将包好的橘瓣递到苏青颜面前，苏青颜微微摇头，眉宇间笼着一层淡淡的愁绪和疲惫。不用了，小蝶，我不想吃。她的声音如同珠落玉盘，清脆悦耳，却又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倦怠。小姐，您都愁了一路了。小蝶放下橘子，担忧地看着自家小姐，这婚期真的不能再拖了吗？老爷也真是的，明知这天气险恶，还非要让您赶在年前回去。苏青颜轻轻叹了口气，目光投向紧闭的车窗，仿佛能穿透厚重的帘子，看到外面苍茫的血色。父亲也有他的难处，与林家的婚约是祖父在世时就定下的，如今林家老太爷病重，想在年前看到嫡孙完婚。我们苏家与林家世代交好，这桩婚事牵涉甚广，岂是我一人意愿能更改的？不过，他顿了顿，声音更低了些，林家三公子听闻也并非良配。他的话语中带着一丝无奈和认命，身为郡守千金，看似尊贵，却也不过是家族联姻的棋子。若非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雪和祖母年前病逝，需守孝耽搁了行程，他本该在更早的时候就已嫁入林家。如今冒着严寒赶路，只为完成那桩他并不期待却无法抗拒的婚约。小蝶愤愤不平，可是小姐，那林家三公子风流成性，在丰原城都是出了名的，老爷他慎言。苏青颜秀眉微蹙，打断了小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岂容智慧？他虽无奈，但教养和理智让他不会轻易抱怨。是奴婢知错了。小蝶低下头，眼圈微红，他心疼自家小姐，却又无可奈何。就在这时，马车猛地一震，外面传来护卫统领陈泰急促的厉喝：小心，有埋伏，保护小姐！咻咻咻，密集的破空声骤然响起，无数箭矢如同飞蝗般从官道两侧的山坡密林中激射而出。扑哧扑哧啊！护住马车！惨叫声，马匹的嘶鸣声，利刃出鞘声，瞬间打破了山林的寂静。小姐小心！小蝶吓得花容失色，本能地扑到苏青颜身前。苏青颜脸色瞬间煞白，但那双美丽的眸子中却并未完全被恐惧占据，反而闪过一丝极致的冷静。别慌，躲好！车外战斗已然爆发，官道两侧的积雪中，如同鬼魅般跃出密密麻麻的人影，足有上百之众，个个衣衫破烂，却手持刀斧棍棒，面目狰狞，口中发出野兽般的嚎叫。正是黑龙寨埋伏在此的悍匪，他们显然已经在此守候多时。
护卫统领陈泰目眦欲裂，他挥刀隔开2只射向马车的箭矢，怒吼道：“结阵，保护马车，杀出去！”训练有素的护卫们立刻收缩阵型，将马车死死护在中间。他们奋力挥舞长刀，格挡箭矢，砍杀扑上来的土匪。刀光剑影，血肉横飞，惨烈的厮杀瞬间进入白热化。护卫们虽然精锐，但人数处于绝对劣势，20余人对上上百名悍不畏死的亡命之徒，且处于被伏击的劣势地形，甫一接触就有5、6名护卫被乱箭射中，或被土匪乱刀砍倒。哈哈，兄弟们，肥羊啊！一个脸上带着刀疤、体型魁梧的土匪头目，正是黑龙寨的2当家断背腿赵奎。他挥舞着一把鬼头刀，狂笑着指挥手下猛攻马车，箭矢不断钉在马车车厢上，发出多多的闷响。拉车的骏马也中箭受惊，嘶鸣着人力而起，险些将马车掀翻。车夫早已被流矢射死。陈统领，车厢内，苏清言透过被箭矢射穿的帘子缝隙，看到外面惨烈的景象，看到忠心耿耿的护卫一个个倒下，心如刀绞。陈泰浑身浴血，左臂被砍了一刀，深可见骨，却依旧死战不退，一刀劈翻一个试图爬上马车的土匪，嘶吼道：“小姐放心，属下在，绝不让贼子靠近一步。”然而土匪的数量太多了，如同潮水般涌来，护卫的阵型被不断压缩，伤亡惨重。给我砸开车门！赵奎狞笑着，亲自带人绕过陈泰，冲向马车。砰砰，沉重的刀斧开始疯狂劈砍马车的车门，坚固的楠木门板在巨力劈砍下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木屑纷飞。小姐！小蝶下的尖叫，死死抱住苏清言。苏清言脸色苍白如纸，握着匕首的手却异常稳定。她美丽的眼眸中闪过一丝决绝，与其落入这群禽兽手中受辱，不如她将匕首的锋刃悄然对准了自己的心口。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轰隆一声如同山崩地裂般的巨响猛地从官道一侧的山坡上传来，伴随着巨响是大片积雪和冻土如同瀑布般倾泻而下。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正在厮杀的人都为之一滞，攻势瞬间停顿。赵奎等人惊愕地抬头望去，只见山坡之上一道暗金色的庞大如山的身影，如同神兵天降般猛地冲破了雪幕。他稳稳地立在一块凸起的巨岩之上，仰天发出一声震彻云霄、充满无尽威严与杀意的咆哮。吼！虎啸山林，万兽辟易。而在那如同洪荒巨兽般的暗金猛虎背上，一个身影迎风而立。他穿着朴素的皮袄，身形挺拔如枪，眼神冰冷如万载寒冰，俯瞰着下方混乱的战场，如同神奇俯视蝼蚁。一股无形的令人灵魂战栗的恐怖威压，如同实质般笼罩了整个战场。正是杨浩和他坐下的金兰。在他身后，官道的拐弯处隐隐绰绰地出现了无数手持利刃、杀气腾腾的身影，正是那120名急行军赶来的青山坳狩猎队。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苏清言透过被劈开的车门缝隙，看到了那骑虎而来的身影。绝境之中，那道身影如同划破黑暗的曙光，深深地烙印在了他的心底。手中的匕首悄然滑落，整个混乱的战场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所有土匪的动作僵在原地，脸上的狞笑变成了极致的恐惧，如同被无形的寒冰冻结。就连黑龙寨2当家断背腿赵奎也骇然失色，握着鬼头刀的手微微颤抖，难以置信地看着山坡上那如同神魔般的骑虎身影。护卫统领陈泰浑身浴血，左臂伤口深可见骨，剧痛让他几乎站立不稳，但此刻也忘记了伤痛，眼中爆发出绝处逢生的光芒。吼！金兰再次发出一声低沉而充满威慑的咆哮，巨大的琥珀色眼瞳扫过下方如同蝼蚁般的土匪，带着高等掠视者的轻蔑。就在这死寂的瞬间，杨浩动了，随手从身边一个狩猎队员手中抽过一杆普通的硬木长矛，这杆用来训练和狩猎的武器在他手中仿佛拥有了生命。杀！一个冰冷的字符如同死神的宣判从他口中吐出。话音未落，杨浩双腿在金兰背脊上轻轻一夹吼。金兰心领神会，庞大的身躯如同出膛的炮弹，猛地从山坡巨岩上纵跃而下，四足踏空，带起呼啸的风声，庞大的身躯裹挟着雷霆万钧之势，轰然砸入下方密集的土匪群中。轰！积雪和冻土如同被炸弹引爆般炸开，7、8个躲闪不及的土匪被这恐怖的冲击力直接撞飞，筋断骨折，惨嚎着砸进雪堆里，瞬间毙命。杨浩端坐虎背，稳如泰山，手中那杆普通的硬木长矛在他白点体质赋予的恐怖力量和速度下化作了死神的镰刀。刺刺刺刺，枪出如龙，快如闪电。他根本不需要精妙的招式，只是最简单的刺、扫、砸。
每一次出手都带着撕裂空气的尖笑。木毛化作一道道模糊的残影，精准无比地点在土匪的咽喉、心口、太阳穴等要害之上。噗噗噗，沉闷的贯穿声和骨骼碎裂声不绝于耳。木毛所过之处，血花迸溅，一个个土匪如同被割倒的麦子般倒下，脸上凝固着难以置信的惊恐。他们的刀斧砍在杨浩身上，连皮袄都难以破开，如同皮肤撼树；砍在金兰身上，更是如同挠痒痒，只在坚韧如铁的皮毛上留下几道白痕。一人一虎，如同闯入羊群的洪荒巨兽，所过之处摧枯拉朽，血肉横飞。没有惨叫能持续超过半秒，因为下一秒喉咙就会被冰冷的毛尖洞穿。屠杀，这是一场单方面的碾压式的屠杀。赵奎看得肝胆俱裂，他引以为傲的断背腿此刻连靠近的勇气都没有。他亲眼看到自己一个心腹手下挥舞着沉重的铁锤砸向虎背上的杨浩，却被对方随手一锚点在手肘上，整条手臂瞬间爆成一团血雾，紧接着毛尖一闪，咽喉就被洞穿。魔鬼，他是魔鬼。赵奎彻底崩溃了，什么二当家，什么武功盖世，在绝对的力量面前都是狗屁。他转身就想跑，然而杨浩的目光早已锁定了他。就在赵奎转身的刹那，咻，一道乌光如同毒蛇般撕裂空气，噗嗤，那杆硬木长矛如同标枪般带着杨浩恐怖的力量，精准无比地贯穿了赵奎的大腿，将他死死地钉在了冰冷的雪地上。啊！赵奎发出凄厉到变形的惨嚎，剧痛让他瞬间失去了所有反抗能力。杨浩甚至没有再看战场一眼，金兰载着他如同闲庭信步般在剩余的土匪中穿梭，每一次挥矛，每一次虎爪拍击，都精准地带走一条生命。那些试图逃跑的土匪也被外围包抄上来的杀气腾腾的狩猎队员们用弓箭和猎叉无情射杀捅死。不到一盏茶功夫，官道上恢复了死寂，风雪依旧呼啸，卷起地上的血沫和雪尘。除了护卫们粗重的喘息和伤者的呻吟，再无土匪的喊杀声。近100名凶悍的土匪连同他们的二当家，除了一地被钉在雪地里哀嚎的赵奎，其余尽数浮出嫣红的鲜血，染红了长长的官道，又被新雪迅速覆盖，形成一片片刺目的猩红斑驳。120名青山坳狩猎队员如同标枪般矗立在风雪中，手中的武器还在滴血。他们看着虎背上那个如同战神般的身影，眼中充满了狂热到极致的崇拜。这就是他们的领袖，他们的浩哥。一人一虎荡平群匪。陈泰和幸存的几名护卫看着这如同地狱般的景象，再看看那个骑虎缓缓走来的身影，心中充满了劫后余生的庆幸和难以言喻的敬畏。他们知道，今天若非此人，他们和小姐绝无生还可能。杨浩骑着金兰走到被钉在地上的赵奎面前，金兰巨大的头颅凑近，灼热的呼吸喷在赵奎脸上，带着浓重的血腥味，吓得他屎尿齐流，哀嚎都变成了呜咽。黑龙寨大当家在哪？山寨布防如何？有多少人？说。杨浩的声音冰冷，不带一丝情绪，如同在问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说，求您饶命。赵奎早已被吓破了胆，哪里还敢有半点隐瞒，忍着剧痛，涕泪横流地将黑龙寨的位置、剩余兵力约300人、山寨几处简陋的防御等情报，如同倒豆子般说了出来。杨浩听完，心中了然，一个乌合之众的匪窝，连个像样的高手都没有。这时，破损的马车车门被推开，苏青岩在小蝶的搀扶下，强作镇定地走了下来。他脸色依旧有些苍白，但仪态依旧保持着大家闺秀的端庄。他对着杨浩盈盈一礼，声音清脆悦耳，带着劫后余生的感激和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小女子苏青岩，丰原郡守苏正明之女，多谢恩公仗义相救，救命之恩没齿难忘。杨浩目光落在苏青岩身上，饶是他见惯了灵秀儿灵月儿的角色，心中也不由得暗赞一声，此女容貌气质堪称人间绝色，那份身处险境又能保持的冷静和端庄更显不凡。他身后的婢女小蝶也慌忙跟着行礼。这小蝶约身量未足，却已显玲珑之姿，一张小脸此刻虽吓得煞白，更衬得肌肤细腻如瓷，尤其是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此刻虽低垂着不敢直视杨浩和他坐下那害人的巨虎，却依旧能窥见其间的清亮水润，宛如受精的小鹿，别有一番我见犹怜的娇俏风致。纵使站在气质高华的苏青岩身边，这份鲜嫩欲滴的少女之美也丝毫不显逊色，反而如同绿叶衬红花，相得益彰。就在这时，脑海深处那个冰冷而玄奥的声音突兀响起：叮，检测到符合标准异性，请宿主尽快完成婚姻。苏青岩93，苏小蝶90。杨浩眼神深处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异色，
面上却依旧古井无波，声音平淡如初：“举手之劳。”目光扫过那辆被劈砍得不成样子，轮轴也明显损坏的马车：“你们的马车已毁，此地不宜久留。我们正要去剿灭这黑龙寨的老巢，姑娘若不嫌弃，可随我们一同前往。待剿灭匪患，可到我青山坳村中暂歇几日，待马车修好，再行赶路。”苏青言闻言，心中飞快权衡，眼前这位神秘强大的恩公显然要去剿匪，跟着他无疑是最安全的。而且他看了一眼那辆几乎报废的马车和仅存的几名伤痕累累的护卫，确实无法再行路。至于去那青山坳村，他心中虽有一丝对陌生环境的警惕，但更多的是对眼前这个男人的好奇和一种莫名的信任感。恩公高义，青言感激不尽。他再次深深一礼，声音带着一丝坚定：“匪寇为祸乡里，青言虽力弱，亦愿随恩公前往，亲眼见证这恶潮覆灭。”之后便叨扰贵村了。好，杨浩点点头，不再多言。他看向陈泰：“能走吗？”陈泰忍着伤痛，挺直腰板，抱拳道：“些许小伤，无碍，愿随恩公杀贼。”他身后的护卫也纷纷挺胸，眼中燃起复仇的火焰。王石头，杨浩看向狩猎队：“在。”浩哥。王石头立刻出列，带几个兄弟简单处理一下这里，把还能用的马匹收拢，随后跟上大队。杨浩吩咐完，又看向赵奎，眼神冰冷：“带上他，路上若敢耍花样，就地喂虎。”是。王石头狞笑着上前，粗暴地将惨叫的赵奎从木矛上拔下，引得赵奎又是一阵杀猪般的嚎叫，简单包扎止血，像拖死狗一样拖走。杨浩不再耽搁，对苏青言微微颔首：“姑娘请上车。换成我们的马匹吧。”他指着一匹缴获的相对健壮的战马。杨浩那句换成我们的马匹话音未落，苏青言和小蝶主仆二人脸上都露出了显而易见的难色。“恩公。”苏青言朱唇微起，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窘迫，白皙的脸颊泛起淡淡的红晕。“青言与小蝶皆不善骑术，恐难驾驭。在这冰天雪地的崎岖山路，让他们两个弱女子骑上陌生的战马，风险不言而喻。”杨浩眉头微挑，目光扫过金兰那宽阔如磐石、肌肉虬结的背脊。母虎似乎感应到主人的意图，低低地呼噜了一声，巨大的头颅微微侧了侧。“无妨。”杨浩的声音依旧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强势。“我这坐骑金兰背脊宽阔，步履极稳，若小姐不嫌弃颠簸，可与杨某共乘。”“啊，共乘。”苏青言闻言，美眸瞬间睁大，绝美的脸蛋疼的一下变得通红，如同熟透的蜜桃。他下意识地想拒绝与一个陌生男子同乘一骑，这成何体统？他贵为郡守千金，何曾与男子有过如此亲密接触？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开口，旁边的小蝶已经惊喜地拍手叫了起来：“好啊好啊，小姐，骑大老虎肯定比坐马车还稳当。”小丫头显然是被金兰的神俊和杨浩的强大所摄，又刚经历生死，心神激荡之下，完全没意识到这个提议的暧昧与不妥。“小蝶，休得胡言！”苏青言又羞又急，狠狠瞪了没心没肺的小婢女一眼，但斥责的话却被堵在喉咙里，脸上红晕更甚，连晶莹的耳垂都染上了粉色。杨浩却根本不给这位千金小姐矜持和犹豫的机会，他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身形一晃，如同鬼魅般从虎背上轻盈跃下，稳稳落在苏青言主仆面前。“事急从权，小姐见谅。”话音未落，他强壮有力的手臂已然探出。“啊！”苏青言只来得及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呼，便觉一股无法抗拒的沛然巨力传来，纤细的腰肢瞬间被一只铁箍般的大手揽住。天旋地转间，他整个人已被杨浩如同抱起一片羽毛般轻松地托举起来。下一刻，他便稳稳地落在了金兰宽阔而温热的背脊之上，位置恰好就在杨浩刚才端坐的前方。紧接着，小蝶也被杨浩如法炮制，轻巧地放到了苏青言身后，杨浩原本的位置。杨浩随即翻身而上，重新跨坐于虎背，位置紧贴在小蝶身后。金兰的背脊很宽，承载三人绰绰有余。“抱紧我，别掉下去。”杨浩转头，低沉的声音在小蝶耳畔响起，同时他伸出左手，极其自然地穿过苏青言纤细的腰肢，如同最坚固的安环，将她牢牢地圈固在自己宽阔温暖的胸膛与强健的手臂之间。这个姿势几乎是将苏青言整个人嵌入了他的怀抱。苏青言浑身瞬间僵硬，他能清晰地感受到背后传来的如同火炉般灼热的男性体温，隔着厚厚的狐裘和锦缎衣衫，依旧霸道地侵袭着他的胆冠。那肢环在他腰间的铁臂充满了力量感，让他动弹不得。一股混合着汗味、血腥味以及一种难以言喻的如同阳光炙烤松木般的雄性气息将他完全包裹。
从未与男子如此亲密接触过的他，大脑一片空白，心跳如肋骨，脸颊烫得如同火烧，连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而杨浩此刻的感受更是旖旎而刺激，怀中温香软玉，苏清言身上那股清雅如兰又带着一丝冰雪气息的独特幽香，丝丝缕缕钻入他的鼻腔，撩拨着他最原始的神经。他纤细却玲珑有致的腰肢在他臂弯中，隔着衣物也能感受到那份惊人的柔软和弹性。更让他血脉奔张的是，随着金兰迈开步伐带来的颠簸，苏清言那挺翘圆润充满弹性的臀峰不可避免地一下又一下地紧密地贴合摩擦着他的小腹，一股强烈的征服欲和占有欲如同野火般升腾。他的剑柄隔着数层衣物狠狠地抵在了苏清言的臀部。苏清言如遭电击，身体猛地一颤，绝美的脸蛋瞬间红得能滴出血来，报警。杨浩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再次在苏清言耳边响起，灼热的呼吸喷在他的耳廓上，引得他又是一阵酥麻战栗。他是在命令身后的小蝶。哦，小蝶这才反应过来，连忙伸出双臂，紧紧环抱住杨浩结实如铁的腰背。少女柔软而富有弹性的隔着不算太厚的冬衣，毫无保留地紧贴在杨浩宽阔的后背上。那两团绵软随着金兰的奔跑而不断挤压，清晰的触感透过衣物传来。虽然不如怀中苏清言的刺激来得直接猛烈，但也别有一番青涩的诱惑。杨浩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体内翻腾的火。现在不是沉溺温柔乡的时候。他低喝一声：“金兰，走快些！”吼！金兰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迈开稳健而迅捷的步伐，巨大的身躯在雪地上奔行如风，却异常平稳。风雪呼啸，队伍再次启程。苏清言只能紧闭双眼，将滚烫的脸颊深深埋下，心中乱成一团麻，羞耻、恐惧，还有一丝连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被强大雄性气息包裹而产生的奇异悸动交织在一起。在赵奎断断续续、痛苦不堪的指引下，队伍翻山越岭。约莫1个多时辰后，一座地势险峻、被白雪覆盖的山岭出现在眼前。山腰处隐约可见用粗大原木搭建的简陋寨墙和几座瞭望哨塔，正是黑龙寨。山寨大门紧闭，哨塔上似乎有人影晃动，显然已经发现了山下这只不速之客。杨浩勒住金兰，他低头看着怀中依旧紧闭双眼、身体微微颤抖、脸颊红潮未退的苏清言，声音低沉：“苏姑娘，匪穴已至，稍后会有血腥，请勿睁眼。”苏清言闻言，身体又是一颤，长长的睫毛抖动着，却依旧没有睁眼，只是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他现在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哪里还敢看什么？杨浩不再多言，抬头望向山寨，眼神瞬间变得冰冷如万载寒冰。他将依旧羞愤难当的苏清言往自己怀里又紧了紧，确保他不会掉下去，随即对着身后杀气腾腾的狩猎队发出了雷霆般的命令：“王石头，带一队人解决哨塔，其余人随我杀！”最后一个杀字如同惊雷炸响，带着滔天的杀伐之气，瞬间点燃了所有队员的血液。杀！震天的怒吼响彻黑风岭。金兰载着3人如同暗金色的雷霆，轰然撞向那摇摇欲坠的寨门。轰隆！本就简陋的木质寨门在模糊恐怖的冲击力和杨浩刻意引导下，如同纸糊般瞬间破碎，木屑纷飞。巨大的声响震得整个山寨都在颤抖。杀进去，一个不留！杨浩冰冷的声音如同死神的宣告，在破门的烟尘中响起。杀戮瞬间降临。杨浩左手依旧如同铁箍般环抱着苏清言纤细却僵硬的腰肢，将他牢牢护在自己坚实的胸膛和臂弯之间，右手则握着一柄从土匪尸体上随手捡来的金刚长刀，刀光在他手中化作死神的镰刀。金兰在他的驱动下，如同一台狂暴的战车，在狭窄的山寨通道中横冲直撞，每一次扑击，每一次甩尾，都伴随着骨骼碎裂的脆响和土匪绝望的惨嚎。巨大的虎爪拍下，能将人直接拍成肉泥。杨浩手中的长刀更是快如闪电，每一次挥动都带起一蓬血雨。刀锋所向，无论是格挡的兵器还是血肉之躯，皆如铜朽木般被轻易斩断。他根本不需要复杂的招式，纯粹的力量和速度，加上白点体质带来的恐怖反应和精准控制，让他在人群中如入无人之境。噗嗤，咔嚓，啊！利刃入肉，骨骼断裂，濒死惨叫的声音不绝于耳。鲜血如同喷泉般溅射，染红了积雪，染红了幕墙，也染红了金兰暗金色的皮毛。苏清言被杨浩紧紧箍在怀里，双眼死死紧闭，视觉被剥夺，其他感官却被无限放大。耳边是震耳欲聋的虎啸，刀锋破空的尖啸，土匪凄厉的惨叫，骨骼碎裂的脆响。鼻端是浓郁到令人作呕的血腥气，
尘土味以及身后男人身上那股混合着汗味、血腥和强烈雄性气息的味道。但最让他羞耻欲绝、灵魂都在站立的是身体的感觉。金兰每一次纵跃，每一次扑杀，每一次甩动庞大的身躯带来的颠簸都无比清晰地传递到他的身上，每一次剧烈的颠簸都不可避免地重重的撞击摩擦着身后。终于在一次金兰猛地跃起，避开侧面劈来的一刀，又重重落地的剧烈颠簸中，苏青言再也控制不住，发出一声短促而尖锐的带着哭腔的哀鸣。一股从未体验过的如同火山爆发般的极致瞬间席卷了他的全身。他感觉自己的灵魂仿佛被抛上了云端，又在下一秒重重跌落。在尸山血海、刀光剑影的战场上，在身后陌生男人的怀中，在身下巨兽的颠簸下，他竟然巨大的羞耻感瞬间将他淹没。泪水如同决堤的洪水，再也无法抑制的汹涌而出。他无声地哭泣着，身体剧烈的颤抖，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极致的自我厌恶和绝望。他觉得自己好脏，好下贱，竟然在这种地方以这种方式。杨浩第一时间感受到了怀中家人的异样，那瞬间的紧绷、颤抖，以及那声压抑到极致的哀鸣，还有随后汹涌的泪水和无声的抽泣。他手中的刀势丝毫未停，一刀将最后一个试图逃跑的大当家熊震劈成两半。被赵奎吹得神乎其神，但在杨浩手下连一刀都接不住。鲜血溅了他一脸，更添几分狰狞。战斗结束了，整个黑龙寨如同被血洗过一般，尸横遍地，血流成河。狩猎队员们正有条不紊地清理战场，收缴战利品，处理尸体。空气中弥漫着浓重到化不开的血腥味。杨浩勒住金兰，母虎停下脚步，温顺地低伏下身子。他低头看着怀中哭得梨花带雨，身体依旧在微微颤抖的苏青言，声音低沉地问道：苏姑娘，可是被吓着了？他以为是血腥的场面让他恐惧哭泣。苏青言只是拼命摇头，泪水流得更凶，却死死咬着嘴唇，不肯睁眼，也不肯说话。巨大的羞耻感让他无地自容。就在这时，杨浩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裤子传来一丝凉意，结合之前怀中家人那剧烈的颤抖和此刻的反应，他瞬间明白了，白点体质带来的不仅是力量，思维也敏锐无比。他立刻明白了苏青言哭泣的真正原因。杨浩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光芒，有得意，有怜惜，更有一种强烈的占有欲被满足的快感。他环顾四周，沉声下令：王石头、张铁柱，清理山寨，清点物资，救治伤员，原地休整待命。是，浩哥。众人齐声应诺。杨浩不再多言，轻轻一夹虎腹。金兰会意，载着三人迈开稳健的步伐，朝着山寨后方一处僻静背风的山坳走去。那里有一个废弃的半天然的山洞，还算干净。进入山洞，光线昏暗下来。杨浩抱着依旧闭眼哭泣的苏青言，轻盈跃下虎背，又将懵懂的小蝶也抱了下来。小蝶看着自家小姐哭得如此伤心，手足无措，焦急地问道：小姐你怎么了？是不是哪里受伤了？还是被吓坏了？苏青言只是摇头，泪水如同断线的珠子。杨浩示意小蝶先出去。小蝶姑娘，你先在外面等一等，照看金兰，我有话和你家小姐说。小蝶虽然担心，但看着杨浩那不容置疑的眼神，又看看温顺趴下的金兰，还是乖乖地退出了山洞，守在洞口。山洞内只剩下杨浩和无声哭泣的苏青言。杨浩上前一步，高大的身影笼罩着苏青言。他伸出手，动作带着一种不容抗拒的强势，轻轻抬起苏青言的下巴，迫使他泪眼婆娑地看向自己。苏姑娘。杨浩的声音低沉而有力，带着一丝真诚的歉意，但更多的是不容置疑的强势。方才是杨某梦浪了，你太美了，美得让我情难自禁，让你受辱是我的错，我杨浩再次向你赔罪。苏青言被迫看着杨浩那深邃而灼热的眼眸，感受着他指尖传来的温度，听着他直白的话语，心中的羞耻感更甚，泪水流得更凶。他拼命想别开脸，却被杨浩牢牢固定住。不是你的错，是我。他声音哽咽，语无伦次，巨大的羞耻让他难以启齿。不是你的错。杨浩斩钉截铁地打断他，眼神锐利如刀。是我强行带你共骑，是我让你身处险境，是我让你失控。他刻意加重了失控二字，让苏青言身体又是一颤。他俯下身，靠近苏青言的耳边，灼热的气息喷在他敏感的耳垂上，声音带着一种蛊惑人心的魔力。所以我会负责，苏青言，我要娶你。娶我。苏青言美眸圆睁，难以置信地看着杨浩，巨大的冲击让他暂时忘记了哭泣。不错。杨浩的眼神无比认真，带着一种近乎霸道的占有欲。从我看到你的第一眼起，你就注定是我的女人。
这乱世之中，唯有在我身边，你才能得享安宁与尊荣。可是，苏青言想到了那桩无法抗拒的婚约，想到了自己的身份，心中一片混乱。我有婚约在身，林家的联姻，婚约。杨浩嘴角勾起一抹冷冽而不屑的弧度，仿佛听到什么笑话。那又如何？在我杨浩面前，什么郡守，什么林家，什么狗屁婚约，都是浮云。只要你点头，这些障碍我自会为你扫平。你只需告诉我，你愿不愿意？他目光灼灼，如同燃烧的星辰，死死锁住苏青言的双眼。那眼神中充满了强大的自信，不容置疑的强势，还有一丝让他心慌意乱的灼热情意。山洞里一片寂静，只有两人略显急促的呼吸声。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苏青言看着眼前这个如同魔神般强大，又如同火焰般灼热的男人，他救他于绝境，他怀抱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全，他此刻的承诺更是霸道的不容置疑。那桩冰冷的如同枷锁般的婚约，在杨浩炽热的眼神和霸道的宣言面前，似乎变得脆弱不堪。他想到了刚才那极致羞耻却又刻骨铭心的感觉，身体深处似乎还残留着那陌生的余韵，他的心乱了。许久，在杨浩那仿佛能洞穿灵魂的凝视下，苏青言眼中的泪水渐渐止住。他长长的睫毛上还挂着晶莹的泪珠，但眼神却不再迷茫和绝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破釜沉舟般的决绝和一丝难以言喻的悸动。他深吸一口气，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迎着杨浩的目光，朱唇轻启，吐出一个微不可察却重若千斤的字：好。一个字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杨浩心中荡开巨大的涟漪。他眼中的火焰瞬间大盛，嘴角勾起一抹志在必得的笑容。很好。杨浩的声音带着一丝满意的沙哑，记住你的选择，苏青言，从今往后，你便是我的女人。山洞外，风雪似乎更大了些，但山洞内一种新的羁绊已然在这血色与旖旎交织的乱世中悄然缔结。黑风岭的硝烟渐渐被风雪覆盖，黑龙寨这个盘踞多年的毒瘤，在杨浩雷霆般的打击下彻底覆灭。山寨内除了满地的尸体和燃烧的残骸，有价值的战利品并不多，粮食几乎没有，只有一些搜刮来的数量不算多的金银铜钱和散碎珠宝首饰，被狩猎队员们仔细搜刮出来，装了几个袋子。真正有价值的是缴获的近100件相对完好的刀枪棍棒，以及20几副皮甲。这些东西对正在武装起来的青山坳狩猎队而言是及时雨。更让杨浩意外的是，在王石头带人搜查大当家熊镇居住的山洞时，竟然在一个粗糙的木箱里找到了2本用油布包裹的纸张泛黄的册子，一本封皮写着蟒牛镜，一本写着碎石腿法，正是独眼龙赵奎口中2位当家修炼的秘籍。杨浩随手翻看了一下，内容粗浅简陋，多是些粗笨的力气搬运和简单的腿脚发力技巧，对他这白点体质而言如同孩童涂鸦。但转念一想，这些东西对狩猎队的普通队员或许还有些打基础的作用。他随手将2本册子揣入怀中。浩哥，都收拾干净了，金银大概值个几百两，武器皮甲都在这了。王石头上前汇报。杨浩点点头，目光扫过被集中看管的俘虏和堆积的战利品，带上所有战利品和俘虏回村，尸体深埋。是。队伍再次启程，踏上了归途。这一次队伍中多了10几名垂头丧气的俘虏和沉甸甸的战利品，速度慢了不少。杨浩依旧骑着金兰，苏青言和小蝶也依旧与他共乘，只是这一次气氛微妙的改变了。回程路上，杨浩调整了位置，他让苏青言坐在自己身后，小蝶则坐在最前面，被他环在怀中，这样避免了苏青言直接与他敏感部位接触的尴尬。苏青言默默地接受了这个安排，坐在杨浩身后，双手轻轻地带着几分迟疑地环住了他坚实的腰。隔着衣物，他能清晰地感受到他背部肌肉的轮廓和传来的灼热体温，以及那沉稳有力的心跳。绝美的脸蛋上红晕未消，但眼神中少了几分羞愤，多了几分复杂难言的情绪，偶尔偷偷抬眼看向杨浩宽阔的背影，又迅速低下头。而坐在杨浩身前的小蝶感受则更为直接，她整个娇小的身躯几乎都被杨浩强壮的双臂和胸膛包裹着，后背紧贴着他火热的胸膛。杨浩身上那股强烈的雄性气息和淡淡的血腥味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而充满侵略性的味道，熏得他小脸通红，心跳加速。尤其是随着金兰的奔跑颠簸，他柔软挺翘的小屁股不可避免地摩擦着杨浩结实的小腹，那若有若无的触碰让他身体阵阵发软，心中小鹿乱撞，只能低着头假装看风景，小手却无意识地抓紧了金兰颈部的皮毛。当夕阳的余晖染红天边时，青山坳那熟悉的轮廓终于出现在视野中。村口早已聚集了翘首以盼的村民，看到杨浩骑着巨虎带着庞大的队伍和战利品平安归来，
人群中爆发出巨大的欢呼。浩哥回来了！浩哥威武！好多东西！杨浩在村口翻身吓唬，又将苏青岩和小蝶小心翼翼地抱了下来。苏青岩落地时腿还有些发软，被小蝶连忙扶住。陈统领，杨浩看向伤痕累累但精神尚可的陈太，你们的伤势需要处理，马匹也需要休养，先在村中安心住下，待马车修好再做打算。他指了指王大山，王叔，安排好护卫兄弟们的食宿和伤药。浩哥儿放心，包在我身上。王大山连忙应下，热情地招呼着陈太等人。杨浩则带着苏青岩主仆，在众人好奇、敬畏、惊艳的目光注视下，走向自己的茅屋。林秀儿和林月儿早已迎了上来，看到杨浩安然无恙，眼中满是欣喜。但当他们的目光落在杨浩身后那位气质高贵、容颜绝美，即便在狼狈中也难掩风华的女子，以及他身边那个清丽可人的婢女时，都不由得愣了一下。夫君！林秀儿和林月儿齐声唤道，快步走到杨浩身边，眼神却忍不住瞟向苏青岩和小蝶。杨浩自然地揽住姐妹俩的纤腰，对着苏青岩介绍道：“苏姑娘，这是我的两位妻子，林秀儿、林月儿。”他又转向秀儿、月儿，语气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郑重：“秀儿、月儿，这位是丰原郡苏郡守的千金苏青岩苏小姐，这位是她的婢女小蝶姑娘。苏小姐路上遭了匪患，马车损坏，要在我们这里暂住几日，你们以后就是姐妹了。”林秀儿和林月儿闻言，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一丝了然和惊喜。他们连忙对着苏青岩盈盈一礼：“苏小姐安好。”苏青岩看着眼前这对几乎一模一样的绝色双姝，心中也是暗暗惊叹，没想到在这穷山僻壤，竟有如此清丽脱俗的佳人。他连忙还礼：“两位夫人安好，青岩叨扰了。”“不叨扰，不叨扰。”林月儿性子活泼些，看着苏青岩那惊为天人的容貌和气质，又看看自家夫君那理所当然的姿态，心中那点小念头瞬间活泛起来。他上前亲热地拉住苏青岩微凉的手，笑道：“苏小姐这么漂亮的人儿，能来我们家是我们的福气呢，快进屋暖和暖和。”林秀儿也温婉地笑着点头，目光扫过一旁有些局促的小蝶，也上前拉住她的手：“小蝶姑娘也冻坏了吧？快进来。”她的眼神清澈真诚，没有丝毫妒忌，反而带着一种欢迎。苏青岩和小蝶都有些愕然，本以为会面对一些尴尬或审视，没想到这两位夫人竟如此热情友善，尤其是他们眼中那份发自内心的欢迎，不似作伪。杨浩看着三女相处还算融洽，心中满意。他对着林秀儿姐妹道：“秀儿、月儿，去准备些热食。苏小姐和小蝶姑娘一路受惊，想必饿了。”“我们这就去。”林秀儿和林月儿齐声应道，声音里带着一丝雀跃，他们巴不得夫君多找些姐妹呢。自家夫君那方面简直强得不像人，每次事情都让他们又爱又怕，常常招架不住，腰酸腿软。如今来了两位新姐妹，尤其这位苏小姐一看就身份不凡，气质出众，若能一起分担夫君的宠爱，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哪会有什么抵触。两人高高兴兴地转身进了厨房，开始忙碌起来。杨浩则引着还有些懵懂的苏青岩和小蝶走进了温暖的茅屋。屋内的陈设虽然简陋，却收拾得干净整洁，火塘里燃烧着旺盛的柴火，驱散了外面的寒意。苏青岩坐在火塘边，感受着久违的暖意，看着厨房里忙碌的林秀儿姐妹的身影，听着他们低声笑语，再看向身边那个如同山岳般沉稳强大的男人，心中百感交集。不会儿，林秀儿和林月儿端上了香气扑鼻的炖肉，正是用之前熏制的虎肉干精心烹制而成。肉汤浓郁，散发着奇异的能量气息，让饥肠辘辘的苏青岩和小蝶食指大动。苏姑娘、小蝶姑娘，快尝尝，这是夫君猎到的虎肉，很补的。林秀儿温婉地招呼着。苏青岩和小蝶道谢后，小心地品尝起来。虎肉入口即化，一股难以言喻的暖流瞬间从胃部扩散开，流遍四肢百骸。这股暖流并非仅仅是饱腹感，更像是某种精纯的生命能量在冲刷滋养着他们的身体。疲惫和惊惧仿佛被这暖流驱散了大半，精神为之一振，连带着身体都感觉轻盈有力了许多。苏青岩美眸中闪过一丝惊异，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身体的变化，那种充满力量、充满活力的感觉让他难以置信。小蝶更是低低地惊呼出声：“小姐，这肉好神奇，我感觉浑身暖洋洋的，力气好像都大很多。”杨浩坐在主位，嘴角噙着一丝了然的笑意。在他的感知中，苏青岩和小蝶原本微弱的生命气息如同被注入了活力，瞬间攀升，稳定在了3点左右。这虎肉对他的体质已达5点的林秀儿姐妹已无作用，但对初次食用且体质普通的苏青岩主仆来说，效果堪称立竿见影。喜欢就多吃点。杨浩的声音带着一种掌控一切的笃定，这虎肉确实不凡，能强身健体。一顿饭下来，
苏青岩和小蝶对杨浩的好奇和敬畏更深了。这个男人不仅武力通神，做其是神骏巨虎，连他带来的食物都如此神奇，他到底还隐藏着多少秘密？饭后，林秀儿和林燕麻利地收拾好碗筷，杨浩看向苏青岩和小蝶，说道：“天色已晚，秀儿、燕儿，你们带苏姑娘和小蝶姑娘去休息。苏姑娘，委屈你和小蝶姑娘暂住燕儿的房间。多谢杨公子，多谢两位夫人。”苏青岩压下心中的波澜，与小蝶一同道谢。林秀儿和林燕热情地引着苏青岩主仆去了林燕的房间安顿。那房间虽小，但被林燕收拾得干净温馨，铺上了厚实的被褥。安排好两人，姐妹俩便退了出来，轻轻带上了门。苏青岩和小蝶躺在陌生的床铺上，听着屋外呼啸的风雪渐渐停歇，本以为能松口气入睡，但很快一种新的令人面红耳赤的声音便从隔壁杨浩和林氏姐妹的主卧隐隐传来。那声音起初是压抑的喘息和娇嗔，带着林月儿特有的娇柔，接着是林秀儿婉转的低吟，再然后声音变得越发清晰而富有韵律，夹杂着床板轻微的晃动声和杨浩低沉有力的如同宣誓主权般的喘息。苏青岩和小蝶瞬间僵住了。苏青岩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冲头顶，白天虎背上那极致羞耻的记忆再次翻涌上来，与此刻隔壁传来的声音交织在一起，让他浑身发烫，羞涩无比。他猛地拉过被子，将自己连头蒙住，试图隔绝那恼人的声响，但声音却仿佛能穿透被子，直钻心底。小蝶更是羞得缩成一团，用枕头死死捂住耳朵，小脸烫得像要烧起来，心里小鹿乱撞。天哪，杨公子他和夫人们，这也太激烈了吧。他偷偷看了一眼自家小姐蒙在被子里微微颤抖的身影，更是大气都不敢出。这声音断断续续，时高时低，竟持续了大半夜才渐渐平息。隔壁房间内，杨浩正拥着疲惫却满足的林氏姐妹，检测到宿主与符合标准的异性伴侣。林秀儿完成生命本源交融，获得属性点1，已自动加点，体质100101。1个多小时之后，检测到宿主与符合标准的异性伴侣。林燕儿完成生命本源交融，获得属性点1，已自动加点，体质10011202。2点体质加成带来的气血奔涌感被杨浩轻易吸纳，融入那拱江般的赤精气血之中。他感受着体内又增强了一丝的力量，满意的搂紧了怀中温软的娇躯。对他而言，每一点体质提升都弥足珍贵，是迈向更高层次的基石。而隔壁房间的苏青岩和小蝶几乎一夜未眠，那持续不断清晰入耳的声音如同魔音贯耳，让他们心跳如鼓，思绪纷乱，精神被折磨得疲惫不堪。第二天清晨，阳光透过窗棂照进屋内，林秀和林燕神采奕奕地准备好了早餐热腾腾的米粥和几碟小菜，他们面色红润，眼波流转间带着被滋润后的妩媚风情。相比之下，从隔壁房间出来的苏青岩和小蝶则是另一番景象，两人都顶着淡淡的黑眼圈，眼神有些飘忽，精神明显萎靡不振，白皙的脸颊上还残留着未褪尽的红晕，走路都带着点虚浮感。四人围坐在简陋的木桌旁，杨浩端起碗，目光扫过苏青岩和小蝶，看到他们这副模样，嘴角勾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带着促狭意味的弧度，他明知故问，声音低沉有力：“苏姑娘，小蝶姑娘，昨晚没睡好，怎么看起来如此疲惫？”苏青岩和小蝶闻言，脸腾的一下红透了，一直红到耳根。苏青岩恨不得把脸埋进粥碗里，握着筷子的手都微微发抖，小蝶更是羞得差点把头低到桌子底下。没什么。苏青岩的声音细若蚊呐，带着浓浓的羞窘，许是换了地方不太习惯。是啊，小蝶也赶紧附和，声音同样小得可怜。林秀和林燕对视一眼，抿嘴偷笑。他们自然知道原因，昨夜夫君的战斗力他们深有体会，隔壁听得清楚也很正常。姐妹俩眼中没有嫉妒，反而带着一丝促狭和同情。这顿早餐在一种极其微妙的尴尬气氛中结束了。苏青岩和小蝶几乎食不知味，只想赶紧逃离这令人窒息的餐桌。林秀和林燕起身收拾碗筷，走向厨房清洗。屋内只剩下杨浩、苏青岩和小蝶三人，气氛更加凝滞。就在这时，杨浩忽然站起身，迈着沉稳的步伐，径直走向坐在桌边的苏青岩。呀！小蝶惊呼一声，瞪大了眼睛。苏青岩心猛地一跳，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杨浩有力的臂膀一把揽入怀中。苏青岩下意识地挣扎了一下，但杨浩的怀抱如同铁箍，纹丝不动。他身上那股强烈的阳刚气息和淡淡的令人心悸的血气瞬间将他包围，感受到那份不容抗拒的强势，他挣扎的力气瞬间消散，身体微微僵硬，任由他抱着。杨浩一手环着他的纤腰，一手却自然而然地握住了他一只柔弱无骨的玉手，放在自己粗糙宽大的掌中把玩。
他的手指纤细修长，肌肤细腻如瓷，与他充满力量感的手形成鲜明对比。他指腹摩挲着他光滑的手背和指尖，带来一阵阵奇异的酥麻感。苏清言羞得浑身发烫，想抽回手，却被牢牢攥住。他只能微微侧过脸，不敢看杨浩近在咫尺的灼热眼神，更不敢看旁边小蝶那震惊的能赛下鸡蛋的表情。清言，杨浩低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规划意味。等陈太他们的伤养的差不多了，你们的马车也修好，我们就出发。苏清言的心跳漏了一拍。我随你去丰原郡。杨浩低头，目光锁住他羞红的侧脸。去你家，向你父亲提亲。轰！苏清言感觉脑子一片空白。虽然昨天在煽动他霸道的力士，但此刻亲耳听到他说出具体的行动，那份冲击力依然巨大。提亲，这就要去面对父亲了吗？在小蝶惊愕到几乎失语的目光注视下，苏清言抬起水润迷蒙的秋瞳，迎上杨浩那如同燃烧星辰般炽热而坚定的目光。他眼中没有丝毫玩笑，只有绝对的自信和不容置疑的占有欲，那份强大和霸道，让他在乱世中绝望的心找到了一根唯一的，虽然同样充满未知的浮木。他深吸一口气，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又仿佛做出了一个影响一生的抉择。朱唇轻启，吐出一个清晰而郑重的字：好。这一声好，比昨夜山洞里的那一声少了几分绝望的认命，多了几分复杂交织的认可与托付。杨浩眼中瞬间爆发出惊人的光彩，那是一种猎物终于彻底落入掌控的满足和志得意满。他嘴角的笑意扩大，带着毫不掩饰的赞赏和强烈的侵略性。你真美。他低语，声音沙哑而充满磁性，目光如同实质般描绘着她绝美的容颜，从黛眉到秋瞳，从琼鼻到那微微颤抖的阴唇。话音未落，杨浩一俯下身，精准地捕获了那两片诱人的柔软。苏清言浑身剧震，大脑一片空白。他的吻霸道而炽热，带着不容拒绝的强势，瞬间掠夺了他的呼吸和思绪。那属于他的浓烈气息彻底将他淹没，唇齿间传来的攻城略地般的触感让他身体发软，几乎站立不住，只能无助地攀附着他坚实的胸膛。一旁的小蝶早已看傻了，反应过来后啊的一声，慌忙用双手死死捂住自己的眼睛，小脸涨得通红。但少女那该死的好奇心又让她忍不住悄悄地偷偷地从紧紧捂着眼睛的手指缝里瞄向那令人脸红心跳的一幕。这个吻持续了许久，直到苏清言感觉自己快要窒息，杨浩才意犹未尽地松开她的唇。她的唇瓣变得嫣红水润，微微有些肿，眼神迷离，急促地喘息着，依靠在杨浩怀里，仿佛被抽走了所有力气。杨浩看着怀中佳人这副被他彻底征服的娇媚模样，心中快意无比。他搂着她重新坐下，让她靠在自己身侧，依旧把玩着她柔软的小手。说说你父亲，还有那林家。杨浩的声音恢复了平静，但带着一种掌控全局的沉稳。提亲需要准备什么？有何忌讳？苏清言努力平复着狂乱的心跳和依旧发软的身体，感受着身边男人带来的巨大安全感和不容置疑的强势，开始低声讲述起来。他详细说着父亲苏正明的性格喜好、郡守府的规矩，以及那桩令人窒息的林家婚约的细节。杨浩认真听着，眼神锐利如鹰隼，分析着每一个信息点。他时而点头，时而提出关键的问题。只是在苏清言说话时，他那份灼热的视线依旧毫不避讳地流连在他脸上，仿佛在欣赏一件稀世珍宝。偶尔在他停顿思考时，他会突然凑过去，在他光洁的额头、微红的耳垂，或者再次附上那诱人的红唇，落下一个个或轻或重，带着强烈占有欲的吻。每一次偷袭般的亲吻都让苏清言身体轻颤，话语被打断，脸颊红晕更深，也让旁边假装无眼的小蝶心跳加速，指缝开得更大了一些。父亲最重实际，也欣赏有能力之人。林家势大，但行事霸道，父亲心中也未必全然情愿，只是迫于形势。苏清言断断续续地说着，在杨浩时不时的骚扰下，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和羞赧。杨浩听完，嘴角勾起一抹冷冽而自信的弧度。明白了。他握紧苏清言的手，仿佛在宣示主权。聘礼我自会准备，定是这丰原郡，甚至整个北地最独特、最珍贵的。至于那林家，他眼中寒光一闪，若是想退婚便罢，若敢阻挠。他没有说下去，但那份森然的杀意和绝对的自信，让苏清言和小蝶都毫不怀疑他的决心和能力。屋内的气氛在谋划与旖旎的交织中变得愈发微妙而坚定。一场震动丰原郡的提亲之旅，已然在这小小的青山坳茅屋中悄然定下了行程。杨浩坚实的臂膀依旧环着苏清言纤细的腰肢，让他几乎半倚在自己宽阔的胸膛上。方才那霸道一吻的余韵还未完全散去，苏清言脸颊上的红晕也未曾退尽，杨浩却已收起了几分旖旎，深邃的眼眸中闪烁着对力量的探寻。清言，他低沉的声音在苏清言耳边响起，你出身郡守府，见多识广，
我且问你，这天下间武者究竟如何划分？丰原郡府内可有真正的武者存在？实力又如何？感受到他问话的认真，苏清言也努力平复着微乱的心跳，思索片刻，轻声回答：关于武者，我确实听父亲提起过一些。据说武者境界由低至高分为7层，断体、后天、先天、宗师、大宗师、圣者，以及传说中的陆地神仙。杨浩心中一动，不动声色地听着。不过，苏清言的语气带着一丝无奈与遥远，这些境界对我们而言太过缥缈了。父亲说，在丰原郡乃至我们周边几郡，能称得上武者的，大多只是停留在最初的断体阶，而且数量极少，凤毛麟角。哦，丰原郡府内可有？杨浩追问，手指无意识地在他柔顺的发丝间缠绕。郡府中似乎只有一位供奉，父亲称他为铁掌吴师傅，据说就是断体阶的武者，平日里深居简出，只在关键时刻护卫父亲安全。我曾远远见过一面，气息确实比常人雄浑得多，但也仅此而已了。苏清言回忆道：断体之上呢？为何如此稀少？杨浩敏锐地抓住了关键。父亲曾言。苏清言的声音压低了些。断体境之上的武者，尤其是踏入后天境后，似乎就难以在世俗间立足了。他们大多被强大的宗门所网罗吸纳，而那些宗门有极其严苛的规矩，禁止门中弟子轻易与大前朝廷官员以及平民百姓接触，防止泄露宗门之秘。因此，关于更高境界武者的信息，对我们这些世俗中人来说，如同雾里看花，知之甚少。他顿了顿，补充道：不过也并非完全断绝。传闻大前皇室供奉着极为强大的武者，还有几支拱卫京畿、威震边关的强军，其核心高层似乎也掌握着强大的武力，只是具体情况就不是我们这等层面能知晓的了。断体阶，杨浩心中默念，一股强大的自信油然而生。他想起黑龙寨那2个所谓的当家，那被他一锚定穿大腿的断背腿赵奎，也自诩腿法惊人，似乎提过自己是断体境。那个大当家开山熊镇，被他一刀毙命时，似乎也仓促间喊过断体大成之类的话，结果呢，连他一拳都接不住。看来所谓的断体境在他面前根本不够看。杨浩心中豁然开朗，最后一丝对未知力量的顾虑也烟消云散。原来如此。杨浩的声音恢复了平日的沉稳，嘴角勾起一抹了然于胸的弧度。断体阶，我明白了。他轻轻拍了拍苏清言的背，语气转为温和。好了，这些我都清楚了，你们在家安心休息，我出去看看训练。他松开怀抱，苏清言站稳身子，感觉腰间似乎还残留着他手臂的力量和温度。他看着杨浩高大挺拔的背影，心中那份对未来的忐忑似乎也因他这份强大的自信而冲淡了许多。杨浩大步走出茅屋，凛冽的寒风扑面而来，却让他精神更加振奋。村东的训练场上，呼喝之声震天响，狩猎队员们正在王虎、王豹、张铁柱等人的带领下进行着严苛的队列和体能训练。经过虎肉虎骨汤的滋养和这段时间的魔鬼训练，这些原本面有菜色的村汉，如今个个精壮结实，眼神锐利，再加上鲜血的洗礼，已经有了几分精兵气象。浩哥，看到杨浩到来，训练场上的声音瞬间拔高了一个度，充满了狂热的崇拜。王虎立刻小跑过来，杨浩点点头，目光扫过一张张充满干劲的脸庞。他从怀中掏出那2本用油布包裹的册子《莽牛镜》和《碎石腿法》，接着他将册子抛给王虎。王虎手忙脚乱地接住，看清封皮上的字后，虎目圆睁，声音都激动得有些变调。浩哥，这是黑龙寨那2个当家练的玩意儿，粗浅得很。杨浩语气平淡，仿佛在说2本破书，对我们没啥大用，但对你们这些刚开始打熬筋骨的人来说，或许能少走点弯路，学点发力运劲的笨法子，找几个识字的，抄录几份，让大伙儿都看看，能练多少是多少。是，浩哥。王虎激动的声音发颤，如获至宝般紧紧攥着2本册子，这可是传说中的武功秘籍啊！虽然浩哥说粗浅，但对这些刚刚踏入力量门槛的队员们来说，无疑是天大的机缘。继续训练，别给我偷懒！杨浩沉声喝道，声音如同滚雷，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是，浩哥。训练场上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士气瞬间攀至顶峰。有了浩哥赐下的秘籍，他们变强的渴望更加炽热。杨浩负手而立，看着训练场上热火朝天的景象，眼神锐利如鹰。茅屋门口，苏清言和小蝶不知何时也走了出来。苏清言望着风雪中那道如同定海神针般的身影，再看着训练场上那些因他一句话而士气如虹的战士，心中那份悸动愈发强烈。这个男人不仅拥有着颠覆他认知的个人伟力，更在悄然打造着一支令人心折的力量。他隐隐预感到，当杨浩踏入丰原郡城的那一刻，必将掀起一场他父亲都意想不到的风暴。
林月儿从厨房探出头，看着自家夫君挺拔的背影，又看看门口出神的苏青言，笑嘻嘻地对林秀儿低语：“姐姐，我看苏姐姐的心，怕是已经被咱家夫君牢牢攥住了。等苏姐姐进门，咱们晚上也能轻松些了。”林秀儿温柔地笑了笑，眼中满是赞同。杨浩看着队员们热火朝天地操练着刚刚到手的莽牛劲和碎石腿法的粗浅法门，虽然动作尚显笨拙，但那股蓬勃向上的精气神却让他颇为满意。同时他想到了去郡首府提亲的事，仅凭武力威慑和黑龙寨那点金银战利品，分量还稍显不足。他需要一件能真正打动人心、彰显实力与底蕴的硬通货。一段深藏的记忆碎片在脑海中浮现，那是原身父亲杨烈投生前一次酒后无意间对王大山提起的往事。似乎在大山深处某个被列为禁地的险恶之处，藏着非同寻常的东西。杨浩眼神微凝，转身大步走向村中王大山家。王大山正和几个老猎户围着火塘，讨论着如何更好地揉制新得的狼皮。看到杨浩进来，众人连忙起身。浩哥，有事？王大山问道。王叔。杨浩开门见山，声音沉稳。我记得小时候听我爹提起过一嘴，说你和几位叔伯曾经过村北更深处的一个地方，损失惨重，后来那里就被划为禁地了。王大山闻言，脸色瞬间凝重起来，眼中闪过一丝深埋多年的恐惧。他挥挥手，让其他几个老猎户先出去。屋内只剩下他们2人，火塘里的柴火噼啪作响。浩哥儿，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王大山的嗓音有些干涩。我要提亲，需要先拿得出手的诚意。杨浩直言不讳，眼神锐利。我爹当年语焉不详，只说那里有大凶险，也有大机缘。王叔，你亲历过，告诉我里面到底有什么？王大山沉默了片刻，仿佛在回忆那场不堪回首的噩梦。他深深吸了口气，才缓缓开口，声音带着一丝颤抖。那地方是在一个极其隐蔽的枝杈峡谷尽头，我们叫它蛇盘谷。谷口狭窄，常年弥漫着一种灰白色的瘴气，吸多了头晕眼花。我们当时10几个胆子最大的后生，仗着年轻力壮，又听说里面有宝贝，就闯了进去。他眼神变得空洞，仿佛回到了那个恐怖的日子。谷里地形复杂，怪石嶙峋，阴森的吓人。我们往里走了大半天，就在一个巨大的像被陨石砸出来的深坑旁边，看到了那东西。什么东西？杨浩追问。蛇。王大山猛地一哆嗦，眼中恐惧更甚。2条，大的吓死人，不是我们平时见的蟒蛇，那鳞片黑得发亮，像铁片一样。头角狰狞，眼睛像灯笼，冒着绿光，盘踞在深坑中央，守护着一株会发光的草。发光的草。杨浩心中一动。对。王大山用力点头。那草长在坑底最中央的岩石缝里，只有那么一株，通体碧绿，叶子像玉一样，顶上还结着几个小果子，散发着蒙蒙的白光，离得老远都能闻到一股奇异的清香，让人精神一振。那2条大蛇就盘在草周围，吐着比人胳膊还粗的信子。我们当时被那草迷了心窍，又想着2条畜生而已。他痛苦地闭上眼，结果那蛇快得像闪电，刀砍上去，只见其火星子力大无穷，尾巴一扫，碗口粗的石笋就断了，嘴里还能喷出毒物，沾上一点皮肉就烂。10几个人啊，就我和另外2个离谷口近的连滚带爬逃了出来，其他人连尸骨都没找到。王大山的声音哽咽了。10几年过去，那惨烈的景象依然如同梦魇。浩哥儿，听说一句劝，那地方真不是人去的，那2条蛇绝对是成了精的妖怪，那草在宝贝也得有命拿啊。后来老李正就把那地方彻底封为禁地，再也没人敢靠近一步了。杨浩静静地听着，脸上没有任何惧色，反而眼中金光闪烁。会发光的异草，守护的巨蛇，刀枪不入。这描述与他前世看过的那些玄幻小说中天才地宝必有异兽守护的桥段何其相似。那株草极可能就是这个世界某种珍贵的灵植，而那2条蛇恐怕也并非凡物，是吸收了天地灵气或者守护灵植而变得强大的异兽。王叔，那峡谷的具体位置你还记得吗？杨浩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王大山猛地抬头看着杨浩那双深邃如渊、没有丝毫动摇的眼睛，心中骇然。浩哥，你真要去？那太危险了。没事的，你就告诉我位置吧。杨浩重负道，语气平淡，却蕴含着如山岳般的决心和自信。王大山看着眼前这个早已超越他认知极限的年轻人，想起他单人屠狼、箭射野猪、拳臂巨熊、骑虎降魔的种种神迹，再想到他那深不可测的力量，劝阻的话到了嘴边，终究化作一声长叹。他详细描述了通往蛇盘谷的隐秘路径，以及谷口瘴气、深坑地形等关键特征，末了仍不放心的叮嘱：
千万小心，那蛇非同小可，我自有分寸。杨浩点点头，转身大步离去，没有半分犹豫。回到家中，杨浩对林秀、林月儿简单交代了一句：我去山里找点东西，很快回来。又对闻声出来的苏青言和小蝶点了点头，示意他们安心。在几女的目光中，杨浩只背上了他那张几乎从不离身的硬木猎弓和一壶特制的金铁剑簇，腰间挎着那柄引过肥血的腰刀。他唤来金兰，轻轻拍了拍他硕大的头颅，低语几句。金兰低吼一声，似乎想跟随，但被杨浩以守护村庄为由制止了。两只小白虎也蹭着他的裤腿，呜呜叫着。看好家！杨浩最后叮嘱一句，身影便如一道离弦之箭，冲入了村外茫茫的风雪山林之中，方向直指王大山描述的蛇盘谷。他的速度极快，体质突破100点后，奔行间气血微微鼓荡，脚下积雪仿佛失去了阻力，身形在林间穿梭如履平地，只留下身后一串浅浅的、迅速被风雪掩盖的足迹。寒风卷着雪沫，抽打在脸上，如同冰刀。杨浩骑着金兰，在茫茫雪山中疾驰如风。根据王大山的描述，那隐秘的蛇盘谷已在不远处。金兰庞大的身躯在身后的积雪中留下清晰的痕迹，但速度丝毫不减，冰冷的空气吸入肺腑，反而让杨浩精神更加凝聚。突然，金兰的脚步微微一顿，巨大的虎耳警觉地转动。杨浩也几乎在同一时间感知到了异常，在侧前方数百米外一处被封的巨大冰岩后，传来刻意压低的交谈声，在呼啸的风雪中显得格外突兀。大师兄，消息确切吗？那2条玄冥铁线蟒真要化交了，守护的可是百年朱果。一个清脆如黄鹂却带着一丝紧张的女声响起。不会有错，师父推算过，朱果成熟就在这几日。那2条孽畜盘踞此地近100年，吞吸地脉阴煞与朱果灵气，头顶已生肉瘤，腹下隐现4爪雏形，正是化交征兆。他们此刻必然也是最虚弱之时。一个沉稳冷静的男生回应道：哼，管他化不化交，敢挡师父的道，俺铁山就把他砸成肉泥。一个如同闷雷般充满了力量感的粗犷声音响起，震得冰岩上的积雪簌簌落下。玄冥铁线蟒化交，100年朱果。杨浩心中一震，这与王大山描述的守护发光草的巨大黑蛇高度吻合。看来这蛇盘谷的秘密并非只有青山傲知晓，这3人显然来自一个对武者世界了解更深的势力。他正欲驱使金兰再靠近些，听得更仔细些。忽然，那个沉稳冷静的男声再次响起，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锐利，穿透风雪清晰地传来。风雪虽大，却也掩不住虎啸山林之气。朋友在旁听了这么久，非君子所为吧？何不现身一见？被发现了。杨浩眼神一凝，对方隔着数百米风雪，竟能察觉到金兰的气息和他刻意收敛的窥探，这份感知力远超他之前遇到的任何人。不过对方语气中虽有警惕，却并无杀意，而且杨浩强大的感知扫过，并未从3人身上感受到致命的威胁感。走，过去看看。杨浩轻拍金兰脖颈，金兰低吼一声，迈开步伐，如同移动的山丘，稳稳地朝着声音来源走去。绕过巨大的冰岩，眼前的景象豁然开朗。冰岩后是一小片相对避风的空地，站着2男1女。当先一人身姿挺拔如松，面容俊朗，气质温润中带着一丝书卷气，却又隐隐透出剑锋般的锐利。他身着一袭青色劲装，背后附着一柄样式古朴的长剑，剑柄缠绕着暗青色的丝绦。此刻他正目光平静地看向杨浩和金兰，眼神深处带着一丝讶异。他身侧站着一位如同铁塔般的巨汉，身高绝对超过2米，膀大腰圆，肌肉虬结，将一身黑色的皮质劲装撑得鼓鼓囊囊。他面容粗犷，浓眉大眼，此刻正瞪着一双铜铃大眼，好奇又带着审视地打量着威风凛凛的金兰和杨浩，眼神中没有惧意，只有浓浓的战意和惊奇。而最引人注目的是站在巨汉稍后方的少女，她看起来约莫16、17岁年纪，一张小脸精致得如同瓷娃娃，大大的眼睛清澈明亮，琼鼻阴唇，皮肤白皙得近乎透明。然而与这张纯真童颜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她那异常火爆的身材，一身剪裁合体的火红色皮袄将她胸前那对堪称巨兽的峰峦勾勒得惊心动魄，弧度惊人，几乎要将衣襟撑裂。纤细的腰肢与挺翘圆润的臀部又形成了完美的曲线，整个人散发着一种纯真与性感交织的奇异魅力。3人看到杨浩骑着如此神俊庞大的暗金巨虎现身，眼中都掠过难以掩饰的震惊。尤其是那少女，小嘴微张，漂亮的大眼睛瞪得溜圆，看看金兰，又看看杨浩，满是不可思议。定，检测到符合标准异性，请宿主尽快完成婚姻。萧玉94，系统冰冷的提示音在杨浩脑海响起，让他目光不由得在那童颜巨乳的小师妹身上多停留了一瞬。
94分，比林氏姐妹和苏青言都高。短暂的惊讶过后，被剑的青衣男子率先回过神来，他上前一步，对着杨浩抱拳，声音清朗：“在下云逸。”他指了指身边的巨汉：“这位是我二师弟铁山。”又指向那童颜巨乳的少女：“这是小师妹萧玉。我等3人来自丰原山脉深处的玄云宗。”他目光坦然地看向杨浩，开门见山：“朋友实力不凡，能降服如此异兽为奇，想必也非寻常。此刻出现在这盘蛇谷附近，又特意隐匿行迹窥听，可是为了谷中那即将成熟的100年诸果。”杨浩翻身下了金兰，动作矫健利落。他站在金兰身侧，高大的身躯在风雪中如同磐石，平静地回视云逸：“不错，在下杨浩，此物与我确有大用。”他言简意赅，并未隐瞒目的，也无需隐瞒。对方既然点破，藏着掖着反而落了下乘。听到杨浩亲口承认，铁山眼中金光一闪，蒲扇般的大手互相捏了捏，骨节发出噼啪轻响。萧玉则好奇地上下打量着杨浩，尤其是他腰间那柄看起来平平无奇的腰刀，似乎在判断这个能骑老虎的到底有多厉害。云逸脸上露出一丝果然如此的表情，他微微颔首，语气诚恳：“杨兄快人快语，实不相瞒，我等此行亦是为诸果而来。家师早年旧伤复发，需此果为引炼制丹药疗伤。”他话锋一转，目光扫过远处被风雪笼罩，隐隐传来阴森气息的峡谷方向，神情凝重。然谷中那2条守护诸果的玄冥铁线蟒已至化蛟边缘，凶威滔天，绝非一语之辈。单凭我3人虽有把握，却也需付出不小代价，恐难保万全。他直视杨浩，眼神坦荡而带着邀请之意：“杨兄气宇不凡，坐骑更是神异。你我目标一致，皆为诸果，何不联手，共诛孽畜？事成之后，谷中诸果应有10颗，我等按出力大小公平分配，绝不食言。如何？”铁山也嗡声道：“是啊，俺看你这大老虎就带劲，一起干他娘的！俺铁山保证，分果子绝对公道。”萧玉也用力点头，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杨浩，脆声道：“对啊，对啊，杨大哥，那大蛇好可怕的，我们一起，人多力量大吗？”杨浩目光在3人脸上一一扫过，云逸气质沉稳，眼神清明，言语间条理清晰，诚意十足。铁山粗豪直爽，战意昂扬，心思写在脸上。萧玉天真烂漫，眼神清澈，不似作伪。最关键的是，他对自己的实力有着绝对的自信，即便这3人真有什么心思，他也有把握掌控局面。而对方对谷中情况和妖蛇的了解远胜于他，联手确实是最省力且风险更低的选择。好，杨浩没有过多犹豫，干脆利落地点头。看到杨浩如此爽快答应，云逸脸上露出真挚的笑容。爽快，有杨兄与笑月兄加入，此行把握大增。铁山更是咧嘴大笑，兴奋地搓着大手。萧玉也开心地拍了下手。事不宜迟，杨大哥，我们出发吧！萧玉脆生生地说着。杨浩点点头，4人一虎快速地消失在了大雪中。寒风裹挟着刺骨的阴冷，从狭窄的谷口倒灌而入，发出呜咽般的怪响。盘蛇谷内光线昏暗，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混合着腥甜与腐朽的奇异气味。嶙峋的怪石如同狰狞的鬼影，在灰白色的瘴气中若隐若现。杨浩、云逸、铁山、萧玉4人加上金兰，小心翼翼地前行在谷内崎岖的小径上，动作轻盈，气息收敛到了极致。在云逸的指引下，他们避开了几处天然的陷阱和浓郁的瘴气团，终于抵达了一处视野相对开阔的高地。拨开几丛枯死的铁荆棘，下方巨大的深坑景象豁然映入眼帘。坑底中央并非王大山描述的岩石缝隙，而是一小片相对干燥的沙土地。在那里，孤零零地生长着一株奇异的植物，那植物约3尺高，通体呈现出温润的碧玉光泽，枝干球结如龙，叶片狭长，边缘流转着淡淡的经纹。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植株顶端，10颗鸽卵大小、浑圆饱满的果实正散发着朦胧的、令人心醉的赤红色光晕。一股沁人心脾的异香，即便隔着数百米和浓郁的瘴气，依旧顽强地钻入众人的鼻腔，令人精神一振，气血都似乎活跃了几分，正是100年诸果。只是那赤红光芒尚显内敛，果实表面也还未呈现出成熟的玉质光泽。而在诸果植株周围盘踞着2条庞然大物，它们身躯粗于水桶，长度至少超过10丈，通体覆盖着深邃如墨，却又隐隐泛着幽蓝金属光泽的鳞片，每一片都仿佛经过千锤百炼，冰冷坚硬。巨大的3角形头颅上赫然顶着2个鼓胀的如同肉瘤般的凸起，仿佛有角欲破皮而出。其腹下靠近头颅的位置，4团更显突出的鳞片鼓包清晰可见，隐隐勾勒出爪子的雏形。它们巨大的树瞳紧闭着，偶尔开合间泄露出的却是一片冰冷的银白，
毫无感情，只有纯粹的凶戾与贪婪。这正是云逸口中的玄冥铁线蟒。它们庞大的身躯如同两座盘踞的黑色山峦，将朱果牢牢守护在中央。虽然处于化交的关键虚弱期，气息略显萎靡，但那股源自洪荒的凶煞之气依旧让高地上的众人感到一阵心悸和窒息。他们每一次悠长而沉重的呼吸都带起周围气流微弱的漩涡，散发出令人作呕的腥气。果然气息衰弱了不少，但凶威犹存。云逸压低声音，语气凝重，朱果光华内蕴，异香未达极致，看情形成熟当在明日破晓之时。奶奶的，这俩畜生快头真不小，看着就带劲。铁山舔了舔嘴唇，眼中燃烧着熊熊战意，但握着玄铁重锤的手也不自觉地紧了紧。确认了情况，四人一伙悄然退后，在云逸的带领下寻到了一处位于山壁半腰、相对隐蔽干燥的天然洞穴。洞口不大，刚好够金兰通行，但内部空间不小，且洞口位置恰好能远远观察到深坑和朱果的情况。在洞内升起一小堆篝火，驱散寒气，众人围坐休整。跳跃的火光映照着几张神色各异的脸。短暂的沉默后，杨浩看向云逸三人，主动开口，声音平静：“云兄、铁兄、萧姑娘，杨某有一事请教。”杨兄但说无妨。云逸温和道：“关于武者境界，杨浩直言不讳。我虽略有耳闻，知晓断体、后天、先天、宗师等名目，但对其中具体关爱、宗门之事，却如雾里看花，不甚了了。不知三位可否解惑？”这话一出，云逸、铁山、萧玉三人的目光瞬间都聚焦在杨浩身上，带着明显的惊异和探究。一个能降服如此异兽，气息深不可测，在他们感知中至少是先天境初期的高手，竟然对武者境界和宗门常识如此陌生，这简直匪夷所思。萧玉心直口快，眨着大眼睛好奇道：“杨大哥你这么厉害，怎么会不知道这些呢？”杨浩神色不变，淡淡道：“偶得机缘，独自摸索罢了。”云逸心思缜密，虽觉奇怪，但想到杨浩那迥异于宗门弟子的野性气息和强大坐骑，倒也觉得山野隐修偶的奇遇也说得通。他沉吟片刻，开口道：“杨兄既然问起，我等自当知无不言。先说这段体境，云逸娓娓道来，实乃武道之基，顾名思义，便是打熬筋骨皮膜，壮大气血，使肉身超越凡俗极限。此境入门相对容易，无论是军中粗浅的熬打之法，还是民间流传的一些健体术，甚至辅以一些强身健体的药材，持之以恒，皆有可能踏入断体初期。我大前军中精锐，大多在此境。”他话锋一转：“然欲要更进一步，达到断体后期，乃至突破后天壁障，则非易事。不仅需要更为高明的断体功法引导气血运行，更需要一定的根骨资质作为支撑。若无功法指引或者灵药，一味蛮练，极易损伤根基；若无资质，则难窥门径，终生困于断体。”杨浩微微点头，黑龙寨那两个当家，显然就是得了粗浅功法，有点资质才练到断体中期。至于后天境，云逸继续道，则是在断体大成，气血充盈至极点后，于体内开辟气海丹田，引天地灵气入体，炼化为自身灵力。此乃质变，灵力流转周身，不仅可滋养强化肉身，更能加持兵刃拳脚，威力倍增。踏入后天，才算真正登堂入室，成为武者。而先天境，云逸眼中露出一丝向往，则是在后天巅峰，灵力充盈凝练到极致后，沟通天地，打通玄关，使灵力发生蜕变，可离体外放，隔空伤人，更能初步引动天地之力，加持己身，御使灵气法宝，威能远非后天可比。就像杨兄这般，他看向杨浩，意思不言而喻。杨浩心中了然，原来他突破白点体质，掌控气血外放，便是踏入了这个世界的先天境。不过他的先天境和这个世界的好像不太一样。至于宗师境及其以上，云逸摇摇头，坦然道：“那已是超凡脱俗之境，玄奥非常，非我等后天境所能揣度。师尊曾言，唯有踏入先天，才有资格知晓更高境界的门槛与奥秘。”原来如此。杨浩拱手，多谢云兄解惑。他又问道：“不知这丰原郡地界，宗门势力如何？”铁山抢着答道：“嘿嘿，这俺知道。俺们丰原郡这一片大山里，拢共有3个宗门，俺们玄云宗实力最强，俺师尊玄云子，那可是实打实的宗师境强者，跺跺脚，整个丰原山脉都得抖3抖。”语气中充满了自豪。云逸点头补充：“另外2家是赤岩门和青木谷。赤岩门门主是先天境巅峰，青木谷谷主稍弱，约是先天境后期。3家平日里井水不犯河水，偶有小摩擦，但也算维持着平衡。”萧玉也脆生生地补充道：“对啊，对啊，杨大哥，你实力这么强，要是没宗门的话，要不要考虑来我们玄云宗啊？师尊他老人家最喜欢提携后进了。”大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杨浩，
充满了期待。杨浩笑了笑，没有直接回答。多谢萧姑娘美意，此事容后再议。他现在只想拿到朱果，解决提亲之事，暂时无心加入宗门。一夜无话，众人各自调息养神，将状态调整到最佳。洞外，2条玄冥铁线蟒盘踞在朱果旁，冰冷的银白树瞳偶尔开合，警惕地扫视着黑暗。谷中的阴煞之气似乎更加浓郁了。当第一缕细微的晨光艰难地刺破盘蛇谷上空终年不散的阴云瘴气，投射到坑底时，嗡，一股远比昨日浓郁10倍不止的醉人异香猛然爆发开来。坑底中央，那株碧玉般的朱果植株顶端，10颗果实骤然爆发出璀璨夺目的赤红色光芒，如同10颗小小的太阳在谷底升起。果实表面那层朦胧的光晕彻底内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温润剔透，如同极品红玉般的质感。100年朱果成熟了。几乎在朱果成熟的刹那，2条盘踞的玄冥铁线蟒猛地昂起了巨大的头颅，冰冷的银白树瞳瞬间睁开到最大，凶厉、贪婪、狂暴的气息如同火山般轰然爆发，席卷整个深坑。它们头顶的肉瘤剧烈鼓胀，腹下的爪状凸起也仿佛活了过来，发出低沉的、令人灵魂战栗的嘶鸣。时机已到，动手！云翳眼中金光爆射，低喝一声，身形如电，第一个冲出山洞。铁山发出一声兴奋的战吼，如同人形凶兽般紧随其后。萧玉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恐惧，玉手紧握短剑，也化作一道红影掠出。杨浩眼中战意升腾，一拍金兰脖颈：“金兰，我们上！”一人一虎如同金色闪电，带着凌厉无匹的气势直扑深坑。孽畜受死！铁山后发先至，狂吼如雷。他全身肌肉虬结鼓胀，后天巅峰的灵力毫无保留的爆发，手中那柄沉重的玄铁重锤抡圆了，带着开山裂石的恐怖威势，狠狠砸向左侧巨蟒。空气被挤压出爆鸣。嘶！左侧巨蟒反应快如闪电，巨大的头颅猛地一偏，布满幽蓝金属光泽的鳞片硬生生扛下了这一锤。当！金铁交鸣的巨响震得人耳膜生疼。火星四溅！铁山只觉一股沛然巨力反震而来，虎口崩裂，重锤险些脱手，整个人被震得踉跄后退数步，气血翻腾。那被砸中的鳞片仅仅凹陷下去一小块，竟未碎裂。防御之强，骇人听闻。右侧巨蟒趁机发动，巨口一张，喷出一股浓稠如墨、腥臭无比的漆黑毒雾。毒雾翻滚，所过之处，地面岩石竟发出滋滋的腐蚀声，迅速变黑溶解，范围极大，瞬间笼罩向速度稍慢的萧玉和侧翼的金兰。小心！云翳厉喝，身法如电，剑势展开，如同流云清风，瞬间在萧玉身前部下一片绵密的青色剑幕。剑气纵横，将涌来的毒雾搅得七零八落，暂时阻挡。吼！金兰面对毒雾，巨大的虎目毫无惧色，反而发出一声充满威严的咆哮。他庞大的身躯爆发出惊人的速度，竟在毒雾及身前瞬间侧移，同时粗壮的虎尾如同钢鞭般抽出，带着凌厉的破空声，狠狠抽在右侧巨蟒喷吐毒雾的颈部。啪！一声脆响，巨蟒吃痛，喷吐中断，头颅被抽得一歪。金兰一击得手，毫不停留，四爪蹬地，如同金色闪电般扑向巨蟒的腹部弱点。杨浩则如同鬼魅般出现在左侧巨蟒的视线死角，他并未拔刀，眼中厉芒一闪，右手食指中指并拢，体内奔腾如拱江的气血之力瞬间凝聚于指尖。赤！一道凝练至极，带着赤金色锋芒的气血指劲破空而出，速度快到极致，无声无息，却蕴含着洞穿山岳的恐怖力量，直射巨蟒那只冰冷的银白树瞳。气血外放，那巨蟒似乎感应到致命的威胁，头颅猛地一甩，指劲险之又险地擦过他坚硬的头骨，留下了一道深可见骨的焦黑沟壑。剧痛让他发出震天的嘶吼，巨大的身躯疯狂扭动，粗壮的尾巴如同倒塌的天柱，带着毁灭性的力量横扫千军。目标正是刚刚稳住身形的铁山和正在布置剑幕的云翳二师兄。大师兄！萧玉惊呼，他身法灵动，如同穿花蝴蝶，手中短剑泛起寒光，试图从侧翼攻击巨蟒的伤口，吸引其注意。然而左侧巨蟒虽然受伤，凶性却更盛。他放弃了对铁山云翳的追击，冰冷的树瞳瞬间锁定了气息相对弱小却不断骚扰的萧玉。巨大的头颅如同陨石般猛然下砸，速度快的只留下一道残影。同时一股阴寒刺骨的水箭从他口中激射而出，后发先至，封死了萧玉所有闪避的路线。萧玉瞬间花容失色，那水箭蕴含的阴寒之力让他血液几乎冻结，动作迟滞。眼看巨大的蛇吻和致命的水箭就要将他吞噬，千钧一发，一道金色的身影比闪电更快。杨浩在发出指劲的瞬间，脚下气血之力轰然爆发，坚硬的地面被踏出蛛网般的裂痕。
他整个人如同瞬一般出现在萧玉身前。躲开！低沉的喝声在萧玉耳边炸响。杨浩左手成爪，赤金色的气血之力汹涌而出，五指如钩，带着撕裂空气的尖啸，狠狠抓向那道阴寒水剑。噗嗤！水剑被狂暴的气血之力生生抓爆，化作漫天冰渣。同时他右手快如闪电，猛地揽向萧玉的腰肢，要将他带离巨蟒的视咬范围。然而巨蟒下砸的速度太快，杨浩揽住萧玉纤腰的瞬间，巨大的蛇吻带着腥风已经近在咫尺，他甚至能看清那獠牙上滴落的毒涎。情急之下，杨浩揽住萧玉腰肢的右手猛地发力向上一拖，同时自己身体硬生生向后仰倒。砰！萧玉被他巨大的力量向上抛飞，险之又险地避开了蛇吻，但杨浩托举他的右手，手背不可避免地结结实实地撞在了萧玉那对因惊吓而剧烈起伏的饱满浑圆的峰峦之上。那惊人的弹性和柔软的触感瞬间传来，杨浩心神微微一荡，但生死关头瞬间恢复清明。哧啦！巨蟒的獠牙擦着杨浩后仰时扬起的衣角划过，撕开一道大口子，冰冷的蛇信几乎扫到他的面门。杨浩借势一个铁板桥，双脚灌注气血之力，狠狠蹬在巨蟒下颚相对柔软的鳞片上。砰！沉闷的撞击声，巨蟒头颅被蹬得向上扬起，杨浩则借力向后滑出数丈，气血一阵翻涌。杨大哥！被抛飞落地的萧玉惊魂未定，俏脸通红如血，不知是惊吓还是刚才那羞人的触碰。他看向杨浩的眼神充满了感激和后怕。我没事，小心！杨浩低喝，目光冰冷地锁定了因连续受创而更加狂暴的巨蟒。右侧，金兰与云逸、铁山死死缠住另一条巨蟒。金兰凭借恐怖的速度和力量，不断在巨蟒身上留下深深爪痕，吸引主要火力。云逸剑光如瀑，精妙绝伦的剑招专攻巨蟒关节、伤口等薄弱处，剑气切割的鳞片翻飞。铁山则如同人形暴龙，重锤狂舞，每一击都是大力沉，震得巨蟒身躯晃动。虽然破防艰难，但巨大的冲击力也让其内脏受创，嘶鸣不断左侧。被杨浩重创头骨，又被蹬中下颚的巨蟒彻底疯狂。他放弃了天赋控水，庞大的身躯如同失控的战车，疯狂地冲撞、碾压、甩尾，整个深坑飞沙走石，地动山摇。杨浩身法如电，在巨蟒狂暴的攻击中穿梭闪避，噗噗噗，拳头精准狠辣，每一次点中都带起一蓬黑蓝色的血雾。尤其是击中那爪状凸起时，巨蟒发出凄厉无比的惨嚎，显然那是他化蛟的关键，也是最大的弱点。杨浩也并非毫发无损，巨蟒的力量太过恐怖，一次闪避稍慢，被粗壮的蛇尾边缘扫中左臂，剧痛传来，臂骨虽未断裂，但也出现了骨裂，气血一阵紊乱。但他眼神依旧冰冷锐利，战意如沸。另一边，在云逸、铁山和金兰的合力猛攻下，右侧巨蟒也伤痕累累，一只眼睛被云逸的剑气刺瞎，腹部被金兰撕开一道巨大的口子，内脏隐约可见，行动明显迟缓。终于，就是现在！杨浩眼中厉芒爆射，他硬扛巨蟒一次头锤撞击，胸口如遭重击，气血翻腾，嘴角溢出一丝鲜血。但他也借此机会将全部气血之力凝聚于右拳，赤金色的光芒包裹着他的拳头，如同燃烧的陨星，一股霸绝天下、撕裂一切的恐怖拳意轰然爆发。破！怒吼声中，杨浩的拳头无视了巨蟒疯狂扫来的尾巴，以超越视觉极限的速度悍然轰击在左侧巨蟒腹下那最核心，也是受伤最重的一处爪状凸起上。咔嚓，令人牙酸的骨骼碎裂声响起，伴随着巨蟒撕心裂肺，仿佛来自地狱深渊的惨嚎。那处凸起被狂暴的气血之力彻底轰碎，黑蓝色的血液如同喷泉般狂涌而出。巨蟒庞大的身躯如同被抽掉了几辆，轰然砸落在地，疯狂抽搐扭动，却再也无法立起，气息急剧衰落。几乎同时，云逸抓住右侧巨蟒因同伴重创而分神的刹那，手中古剑青光大盛，人剑合一，化作一道撕裂长空的青色惊鸿。流云贯日，剑光一闪而逝，右侧巨蟒剩下的那只银白树瞳瞬间被洞穿，剑势余威不减，贯穿了它相对脆弱的脖颈。巨蟒发出一声绝望的悲鸣，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塌，砸起漫天烟尘。深坑中，两条曾经凶威滔天、即将化蛟的玄冥铁线蟒，此刻都重伤倒地，发出低沉而痛苦的哀鸣。庞大的身躯微微抽搐，黑蓝色的血液染红了坑底的沙地，气息奄奄。金兰低吼着，警惕地守在杨浩身边，舔舐着身上几道被鳞片划开的伤口。云逸逐渐喘息，脸色苍白，显然刚才那绝杀一剑消耗巨大。铁山更是直接一屁股坐倒在地，玄铁重锤丢在一旁，呼哧呼哧喘着粗气，浑
浑身浴血，都是巨蟒的，但灵力也近乎枯竭。萧玉跑过来，紧张地看着杨浩渗血的左臂和嘴角的血迹。杨大哥，你受伤了？杨浩摆摆手，示意无碍。这点伤势对他白点体质而言，气血运转几个周天就能恢复大半。他目光冷冽地扫视着2条垂死的巨蟒。就在这时，萧玉看着2条巨蟒痛苦挣扎，发出哀鸣的样子，尤其是他们腹下那代表着化蛟希望的破碎凸起，眼中闪过一丝不忍。他拉了拉杨浩的衣角，声音带着一丝怯生生的哀求：杨大哥，他们已经这样了，如果我们也拿到了，不如放他们一条生路吧。他们修炼到这一步也不容易。云逸和铁山闻言都看向杨浩，云逸眉头微蹙，铁山则挠了挠头没说话。斩草除根是武者常理，但看着如此强大的生灵垂死哀鸣，确实也让人心有戚戚。杨浩沉默了片刻，看向金兰。这2条巨蟒体内蕴含着极其精纯的阴煞能量，实力强大，若能像金兰一样收服他，上前一步，居高临下地俯视着2条气息微弱的巨蟒，声音冰冷而威严：认我为主，我便饶尔等性命。2条巨蟒的哀鸣戛然而止，他们艰难地抬起巨大的头颅，树瞳死死地盯着杨浩，那眼神中充满了痛苦、不甘、愤怒，但最终在绝对的力量压制和求生的本能下，化为了深深的恐惧和一丝微弱的臣服之意。挣扎了片刻，2条巨蟒同时艰难地微微颔首，紧接着他们头顶那鼓胀的肉瘤顶端各自渗出一滴鸽卵大小、漆黑如墨却又流转着幽蓝光泽和一丝金线的精血。精血仿佛有灵性般缓缓飘起，径直没入了杨浩的眉心。一股冰冷、狂暴却又带着古老威严的意念瞬间涌入杨浩识海，那是2条玄冥铁线蟒的灵魂本源印记。从此他们的生死皆在杨浩一念之间。很好，杨浩感受到灵魂中多出的2道微弱但清晰的联系，微微颔首。他走到那株散发着浓郁灵光的朱果植株前，小心翼翼地摘下那10颗如同红玉雕琢的百年朱果，异香扑鼻，灵气逼人。杨浩略一沉吟，取出2颗朱果，在云逸等人惊讶的目光中，他屈指一弹，2颗朱果分别射向2条重伤垂死的巨蟒。吞下去。2条巨蟒眼中爆发出难以置信的光芒，随即是狂喜。他们张开巨口，精准地接住飞来的朱果，囫囵吞下。轰轰！几乎在朱果入腹的瞬间，2条巨蟒残破的身躯猛地爆发出2股截然不同却又同样强横无匹的威压。一股是极致的阴寒，仿佛能冻结灵魂；一股是狂暴的凶煞，带着撕裂一切的锋芒。黑蓝与暗金色的光芒从他们体内爆发出来，交织缠绕。他们破碎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蠕动愈合，头顶的肉瘤剧烈鼓胀，隐隐有角质破出。腹下破碎的凸起处，新的更加强韧的骨刺在疯狂生长。一股比他们全盛时期更加古老、更加威严的气息正在苏醒。然而这股恐怖的威压和进化过程似乎消耗了他们所有的精气神，仅仅爆发了数息，光芒骤然内敛。2条巨蟒庞大的身躯剧烈颤抖了几下，发出一声满足又疲惫的低沉嘶鸣，随即庞大的身躯迅速缩小盘起，最终化作了2条仅有3尺长短、通体覆盖着更加深邃、泛着金属幽光和淡金纹路的小蛇，蜷缩在坑底沙地上，陷入了深沉的昏迷状态。唯有那微弱但平稳的呼吸，证明着他们顽强的生命力。深坑内一片狼藉，血腥弥漫，却多了一份奇异的宁静。杨浩看着掌心剩下的8颗赤红如玉、灵气盎然的百年朱果，又看了看地上陷入进化沉睡的2条小蛇，嘴角勾起一抹满意的弧度，这趟收获满满。杨浩摊开手掌，8颗赤红如玉、灵气盎然的百年朱果静静躺在他掌心，散发着诱人的光晕和磅礴的生命能量。云兄、铁兄、萧姑娘。杨浩看向气息尚未完全平复的3人，朱果在此，按约定我们按出力分配，你们需要几颗？云逸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激动，目光扫过朱果，又看向杨浩，眼神真挚。杨兄，此行若无你与笑月兄鼎力相助，我等别说取果，能否全身而退都未可知。按出力，杨兄当取大头。铁山也瓮声道：对，杨兄弟，你功劳最大，你说了算。萧玉则眨着大眼睛看着朱果，又偷偷瞄了瞄杨浩，小声道：杨大哥，我们只需要1颗就够了。师尊炼治疗伤丹药，1颗百年朱果为主要，辅以其他灵材便已足够。云逸点头补充，语气带着郑重提醒：不错，杨兄，这百年朱果蕴含的灵力极其庞大精纯，但也极为霸道。非后天境以上修为者贸然吞服，轻则经脉尽断，重则爆体而亡，切记。而且此果一旦摘下，灵力便会开始缓慢流失，最多2日，其中精华便会消散殆尽，沦为凡物，
务必尽快服用炼化。他顿了顿，指着坑底那株因失了珠果而光华略显暗淡，但依旧通体碧玉、流转经文的植株。不过杨兄也不必可惜，这珠果植株本身亦是难得的灵物，其根、茎、叶虽远不如珠果神效，但蕴含温和的草木精气与生机，能强筋健骨、延年益寿，且晾干之后灵力不减，可长久保存，无论自用还是赠人，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宝。杨浩闻言，眼中金光一闪，强筋健骨、延年益寿，这不正是他眼下最需要的吗？林秀儿、林月儿、苏清言乃至小蝶，他们体质虽有提升，但终究未入后天，无法承受珠果之力。这植株的根茎叶无疑是给他们夯实根基、固本培元的最佳选择，而且也可作为聘礼。原来如此，杨浩心中已有计较，他毫不犹豫地从8颗珠果中取出4颗，递向云逸。云兄、铁兄、萧姑娘，这4颗珠果请收下。既已约定，杨某绝不食言。1颗为令师疗伤，其余3颗全当杨某赠与3位，或自用，或带回宗门，皆可。4颗！云逸3人同时惊呼，脸上满是难以置信。他们原以为能得1颗已是万幸，没想到杨浩出手如此大方。杨兄，这太贵重了。云逸连忙推辞。收下。杨浩语气不容置疑，若无3位指引与并肩作战，杨某也未必能如此顺利寻得此物，此乃应得之分。况且若非萧姑娘心善，这2条玄冥蛇也已毙命，此亦算是一份因果。听到杨浩提到自己，萧玉俏脸微红，心中泛起一丝甜意，看向杨浩的眼神更加明亮。见杨浩态度坚决，云逸也不再矫情，郑重的双手接过油布包，深深一揖。杨兄高义。云逸代师尊及玄云宗上下，谢过杨兄厚赠，此情玄云宗铭记于心。铁山也抱拳，声音洪亮。杨兄弟，够意思，以后有用得着俺铁山的地方，尽管开口。萧玉也盈盈一礼，甜甜道：谢谢杨大哥。杨浩微微颔首，将剩下的4颗珠果小心收入怀中一个特制的玉盒，这是之前得自黑龙寨战利品，正好派上用场。随后他目光转向坑底那株碧玉植株，他大步上前，没有丝毫犹豫，双手灌注气血之力，小心翼翼地探入植株周围的沙土之中。强大的力量控制入微，如同最精密的工具，将植株连同其下方盘根错节的根系以及附着的大块泥土完整地挖掘了出来。整株植株高约3尺，根须发达，如同囚笼，通体散发着温润的碧玉光泽和淡淡的草木清香。杨浩将其用一块巨大的油布仔细包裹好，牢牢附在金兰宽厚的背上，这将是给家中几位家人最好的礼物。最后他走到那2条昏迷的玄冥蛇旁，它们缩小后的身躯盘在一起，鳞片上的幽蓝金属光泽和淡金纹路在微弱的光线下流转，显得神秘而强大。杨浩心念微动，通过识海中的灵魂联系下达指令，2条小蛇似有所感，身躯微微蠕动，自动缠绕上杨浩伸出的手臂，如同2个冰凉的手环，随即再次陷入沉寂。杨浩扯了扯袖子，将它们掩盖住。做完这一切，杨浩翻身上了金兰。云兄、铁兄、萧姑娘，此间事了，杨某上有要事在身，就此别过。杨浩抱拳，声音沉稳。云逸3人连忙还礼。云逸诚挚道：杨兄保重，他日若有闲暇，务必来我玄云宗做客。玄云宗山门随时为杨兄敞开。铁山也大声道：杨兄弟，记得来找俺喝酒。萧玉看着端坐虎背、身姿挺拔如枪的杨浩，看着他深邃的眼眸和嘴角那抹若有若无的弧度，想起山洞中的交谈、战斗中的元首以及那羞人的触碰，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不舍。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化作一句带着浓浓关切和一丝不易察觉情愫的叮咛：杨大哥，路上小心，保重身体。杨浩深深地看了萧玉一眼，目光在他那纯真与性感交织的容颜上停留了一瞬，点了点头。多谢萧姑娘挂念，你们也保重。吼！金兰发出一声低沉有力的虎啸，仿佛也在告别。随即他四足发力，庞大的身躯化作一道暗金色的流光，载着杨浩迎着依旧凛冽的风雪，朝着青山坳的方向疾驰而去，很快便消失在茫茫雪山之中。原地只剩下云逸、铁山和萧玉3人。云逸看着杨浩消失的方向，眼神复杂，最终化作一声轻叹：乾隆在渊，此子绝非池中之物啊。铁山挠挠头：大师兄，你说啥？萧玉则久久地凝望着杨浩离去的方向，小手无意识地绞着衣角，风雪吹拂着他火红的衣袂和额前的碎发，那张童颜上第一次浮现出少女怀春般的怅然若失。杨大哥，他低声呢喃，声音消散在风雪里。金兰的速度快如疾风，载着杨浩在风雪中化作一道模糊的金线。来时用了近2个时辰的路程，
归时竟只用了不到1个时辰，巍峨的青山坳轮廓便已清晰可见。当那熟悉的茅屋映入眼帘时，杨浩敏锐地察觉到门口伫立着几个焦急的身影，正是林秀儿、林月儿、苏青言和小蝶。他们裹着厚厚的冬衣，在凛冽的寒风中翘首以盼，脸上写满了担忧。这是杨浩第一次在外面过夜，怎能不让他们提心吊胆？夫君，浩哥，杨大哥。看到那道熟悉的金色身影由远及近，四女同时发出惊喜的呼唤，悬着的心终于落回实处，纷纷迎了上来。杨浩翻身下虎，金兰低吼一声，蹭了蹭他的手臂，似乎在诉说一路的疲惫。让你们担心了。杨浩声音温和，带着一丝歉意，目光扫过4张写满关切的脸庞。林秀儿和林月儿一左一右拉住了他的手，感受着他掌心的温度，才彻底安心。苏青言虽然矜持些，但眼中的担忧和放松也清晰可见。小蝶则拍着胸口，小声念叨着谢天谢地，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林秀儿柔声道，眼中隐有水光。就是，可吓死我们了。林月儿心直口快，嗔怪地捶了他一下，力道却轻得像挠痒痒。苏青言也轻声道，平安归来就好。杨浩心中一暖，拍了拍姐妹俩的手，又对苏青言和小蝶点了点头，进屋说。回到温暖的屋内，火塘重新添了柴，驱散了众人身上的寒意。杨浩将背上那个巨大的油布包裹卸下，解开。当那株通体碧玉、流转着淡淡经文、散发着温和草木清香的奇异植株展现在众人面前时，四女都发出了惊叹。好漂亮的树。小蝶睁大了眼睛，这就是夫君去找的宝物？林秀儿好奇地问。苏青言美眸中也异彩连连，她出身郡守府，见识不凡，也从未见过如此灵韵盎然的植物。此乃诸果灵珠，虽不及果实神异，但根茎叶蕴寒温和生机，可强身健体，延年益寿。杨浩简单解释了一句，小心地将植株放在干燥避光处。接着他取出了那个得自黑龙寨的玉盒，打开盒盖的瞬间，3颗赤红如血玉、散发着惊人灵气和异香的百年珠果显露出来。磅礴的生命能量瞬间充斥了整个房间，让四女都感到精神一振，气血加速。哇，好香，好漂亮。林月儿忍不住惊叹，苏青言更是美眸圆睁，她隐约猜到了这是什么。这难道是百年珠果？杨浩点头确认，随即目光转向一直安静守在门口的金兰。金兰，过来。杨浩唤道。金兰迈着沉稳的步伐走到他面前，巨大的虎目看着玉盒中的珠果，本能地流露出渴望。这是你的。杨浩取出一颗珠果，毫不犹豫地递到金兰嘴边。金兰没有丝毫迟疑，舌头一卷，便将那颗赤红的果实吞入腹中。下一刻，一股强大的带着金属锋锐气息的威压猛然从金兰体内爆发出来。她庞大的身躯微微一震，暗金色的皮毛下仿佛有光华流转，低沉的虎啸声充满了力量感。但仅仅数息之后，这股威压便如同潮水般退去，金兰巨大的虎目缓缓闭上，庞大的身躯轰然卧倒在地，陷入了如同那2条玄冥蛇一般的深沉昏迷状态，呼吸悠长而平稳。金兰，林氏姐妹惊呼，她怎么了？苏青言也关切地问。无妨，她在吸收珠果之力，进行蜕变，睡一觉便好。杨浩安抚道，然后将金兰挪到干燥温暖的角落休息。接着，杨浩的目光投向那2只听到动静从里屋蹦跳着跑出来的小白虎。1个多月的成长，在虎肉虎骨汤的滋养下，它们体型已远超寻常幼虎，足有半米多高，壮硕如小牛犊，纯白的毛发间，额头的淡金纹路和尾尖的金色更加明显，灵性十足。嗷呜，2只小家伙围着杨浩打转，亲昵地蹭着他的腿，大眼睛好奇地盯着玉盒里剩下的2颗珠果，本能地感受到那东西对他们有着致命的吸引力。杨浩略一沉吟，拿起其中1颗珠果，指尖蕴含的气血之力如同最锋利的刀刃，精准地将果实均匀地一分为2。浓郁的异香和磅礴的灵气瞬间弥漫开来，几乎化为实质。张嘴！杨浩命令道。2只小白虎仿佛听懂了，立刻乖乖张开大嘴。杨浩屈指一弹，2瓣珠果精准地射入他们口中。嗷！吞下珠果的瞬间，2只小白虎同时发出一声带着痛苦又充满力量的嘶吼。它们纯白的毛发根根竖起，仿佛有电流窜过，额头的淡金纹路骤然亮起刺目的金光，身体剧烈颤抖，体型似乎又膨胀了一圈，一股混杂着凶厉与神圣的奇异威压一闪而逝。随即，如同金兰一样，它们也摇摇晃晃地倒在地上，蜷缩成一团，陷入了沉睡，周身隐隐有淡金色的光晕流转。看着3只猛兽都陷入了沉睡进化，杨浩这才拿起1颗完整的珠果。他没有犹豫，盘膝坐在火塘边，直接将这颗蕴含着恐怖能量的百年珠果送入口中。珠果入口即化，化作一股滚烫灼热，
如同熔岩般的洪流瞬间冲入杨浩的四肢百骸。这股能量精纯无比，却也狂暴霸道。换做任何一个后天境武者，此刻恐怕都要全力运转功法，小心翼翼引导炼化，稍有不慎便是经脉爆裂的下场。然而杨浩的体质早已踏入先天，体内奔腾的气血之力更是自成体系。面对这股狂暴的灵力洪流，他体内的赤金色气血如同被点燃的火山，轰然爆发。轰！杨浩周身赤金色光芒大盛，如同燃烧的烘炉。他并没有什么功法，纯粹以自身磅礴浩瀚的气血之力，硬生生地包裹、吞噬、同化着这股外来的灵力洪流。气血之力如同磨盘，将精纯的诸果灵力强行碾碎，融入自身。这个过程并不温和，剧烈的能量冲突在他体内爆发，筋骨发出细微的爆鸣，皮肤表面渗出细密的汗珠，瞬间又被高温蒸发。他眉头微蹙，承受着巨大的冲击。四女在一旁紧张地看着，大气都不敢出。他们虽然不通武道，但也能感受到杨浩身上散发出的那股如同洪荒巨兽般的恐怖气息波动。时间一点点过去，半个时辰后，杨浩周身的光芒渐渐收敛，那狂暴的气息也平息下来。他缓缓睁开眼，两道凝练如实质的金光一闪而逝。体质102300，感受着体内澎湃了数倍的力量，奔腾如江河的赤金色气血更加粘稠凝练，如同汞浆，蕴含着爆炸性的威能。杨浩嘴角勾起一抹满意的弧度，300点体质，实力无疑暴涨了一大截。然而当他目光落在玉盒中仅剩的最后一颗赤红珠果时，眉头却深深皱了起来。问题来了，他亲身感受过这珠果蕴含的灵力是何等霸道，即使是分成两半给两只幼虎，他们都痛苦嘶吼，靠着强大的血脉天赋才硬撑下来。金兰和玄冥蛇本身实力强大，吞服后也立刻陷入深度进化沉睡。而眼前的四女呢？灵秀儿、灵玉儿体质虽有5点，远超常人，但未入后天，体内并无灵力流转，经脉强度远不足以承受诸国哪怕一丝狂暴灵力的冲击。苏清言和小蝶体质更弱，只有3点，让他们吃诸果，那无异于给他们灌下致命的毒药，瞬间就会被狂暴的灵力撑爆经脉，爆体而亡。夫君，怎么了？心思细腻的灵秀儿察觉到杨浩的凝重，轻声问道。杨浩看着四女关切而好奇的目光，特别是苏清言，他显然知道诸果的价值，美眸中带着一丝期待。他心中叹了口气，沉声道：这诸果蕴含的力量太过霸道，非后天境以上修为强行吞服，必死无疑。四女闻言，脸色都是一变，尤其是苏清言，眼中闪过一丝失望，但更多的是后怕。灵力正在流失，最多2日便会消散。杨浩眉头紧锁，心中念头急转，自己短时间内无法再吞服第2颗，身体需要时间适应暴涨的力量。金兰和幼虎、玄冥蛇也都陷入沉睡，难道只能眼睁睁看着这颗珍贵的100年珠果化为乌有？或者给王虎王豹他们？但王虎王豹他们体质虽达6点，但也未入后天，贸然服用风险同样极大。而且诸果对先天境的他效果都如此显著，给断体境的队员用简直是暴殄天物，必须想办法。秀儿、月儿，去把家里最大的水缸搬来，装满干净的血水。青言、小蝶，准备几个干净的碗。快！四女被杨浩突然严肃的语气和不容置疑的命令弄得一愣，但出于对他绝对的信任，没有丝毫犹豫，立刻行动起来。林秀儿和林月儿合力将角落那个半人高的粗陶大水缸搬到屋子中央，苏清言和小蝶则飞快地跑出去，用木盆盛来满几盆干净的积雪倒入缸中。屋内温度高，积雪很快融化，变成了一缸清澈的冰水。杨浩拿起那2颗散发着诱人光晕和磅礴灵气的100年珠果，他深吸一口气，右手五指猛然用力，噗！珠果在他沛然巨力下瞬间被捏爆，赤红色的果肉果汁混合着浓郁到极致的灵气精华，如同燃烧的岩浆般流淌在他掌心。惊人的异香瞬间充斥了整个茅屋，甚至穿透门缝弥漫出去，引得外面路过的村民都好奇地驻足张望。杨浩没有丝毫犹豫，将掌心那团蕴含着恐怖能量的珠果精华直接按入了那一缸冰冷的血水之中。赤，如同烧红的烙铁投入冷水，一股浓郁的白气伴随着奇异的声响从水缸中升腾而起。原本清澈的冰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染成了淡淡的如同稀释血液般的粉红色。一股虽然不再霸道，却依旧精纯浓郁的生命能量混合着奇异的果香从水缸中弥漫开来，沁人心脾，让人闻之精神大振，浑身暖洋洋的。缸中的水仿佛拥有了生命，粉红色的液体微微荡漾，散发着柔和的光晕。去，把王虎、王豹、张铁柱、王石头、李二牛、孙小虎、赵麻子、陈狗子、周水生、
所有狩猎队的队长和队员全部叫来，立刻，马上！杨浩沉声下令。灵燕和灵秀应了一声是，立刻像只小兔子般冲了出去。很快，接到命令的狩猎队的队员们在王虎王豹的带领下，带着满腹的疑惑和一丝紧张，迅速集结到了杨浩的茅屋前。当他们看到屋中央那口散发着奇异粉红光晕和醉人香气的大水缸，以及杨浩凝重的神色时，更是面面相觑。浩哥，出啥事了？王虎瓮声问道。浩哥，这是……赵有田也一脸不解。杨浩没有直接解释，目光扫过这些跟随他出生入死、忠诚可靠的汉子们，沉声道：缸中之水蕴含大补之物，但药性未知，我需要一人先行试药。他话音刚落，张铁柱这个耿直的汉子便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拍着胸脯：浩哥，俺来，俺信你。杨浩点点头，眼中闪过一丝赞许。他拿起一个干净的陶碗，从水缸中舀起半碗粉红色的药液，递给张铁柱。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张铁柱身上。张铁柱接过碗，看着里面微微荡漾的粉红液体，闻着那诱人的香气，一仰脖，咕咚咕咚几口就将半碗药液喝了个干净，药液入腹。张铁柱身体猛地一震，他只觉得一股温和却极其庞大的暖流瞬间从胃部炸开，迅速流向四肢百骸。这股暖流不像虎肉那般灼热霸道，反而如同浸泡在温泉之中，滋养着每一寸筋骨皮膜，冲刷着体内的杂质。他原本就因训练和虎肉达到6点的体质，此刻清晰地感觉到力量在增长，肌肉更加紧实，骨骼更加坚韧，甚至连呼吸都变得更加悠长有力。啊，舒服！张铁柱忍不住发出一声畅快的呻吟，脸上泛起健康的红晕，眼神明亮，整个人仿佛脱胎换骨一般，精气神瞬间拔高了一截。他活动了一下手脚，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惊喜道：浩哥，这水神了，俺感觉现在能打死一头熊。看到张铁柱不仅没事，反而神采奕奕，力量大增，众人顿时炸开了锅，眼中充满了热切。好！杨浩心中大定，药性果然被稀释中和了。他不再迟疑，果断下令：所有人，包括你们，每人半碗，排队，快！他指了指灵秀、灵燕、苏青言和小蝶。是！狩猎队员们轰然应诺，激动地排起长队。王虎、王豹当先，各自舀起满满一碗粉红药液，迫不及待地一饮而尽。王石头、李二牛、孙小虎、赵麻子、陈狗子、周水生、赵有田四女也各自舀了小半碗，怀着好奇和期待喝了下去。药液入腹，温和而磅礴的能量瞬间在每个人体内化开，整个茅屋内外响起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紧接着便是此起彼伏的充满惊喜和舒畅的呻吟。杨浩强大的精神力瞬间笼罩全场，仔细感知着每一个人的变化。灵秀，体质5、9；灵燕，体质5、9；苏青言，体质3、9；小蝶，体质3、9。四女的体质几乎在几个呼吸间就跨越了巨大的鸿沟，达到了断体境的巅峰9点。她们原本就绝美的容颜，此刻更是容光焕发，肌肤莹润如玉，眼神清澈明亮，整个人如同脱胎换骨，散发着蓬勃的生命力。苏青言感受着体内从未有过的充盈力量感，美眸中异彩连连，看向杨浩的目光充满了震撼与感激。再看狩猎队员们，也几乎都到达了9点，少部分初始体质稍弱或潜力稍差的暂时停在8点，但体内药力仍在持续发挥作用。整个场面沸腾了，所有人都清晰地感受到了自身翻天覆地的变化，力量暴涨，反应更快，五感更敏锐，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身体轻盈无比。我的老天，我感觉我能一拳打穿石头。王虎激动地挥舞着拳头，空气发出呜呜的破风声。哈哈，俺也是，这力气比吃10斤虎肉还管用。王豹兴奋地蹦跳着。浩哥，神了，真是神了！张铁柱激动得满脸通红。我感觉我好像年轻了10岁。赵有田摸着自己不再酸痛的腰腿，难以置信。孙小虎等少年更是激动得说不出话，只觉得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林氏姐妹和苏青言、小蝶相互看着对方容光焕发的样子，眼中也满是惊喜。杨浩看着眼前这群气息暴涨、精神焕发，对他投来狂热崇拜目光的部下和女人们，心中豪气顿生。一支全员最低断体8点，核心骨干全员断体9点巅峰的精锐力量已然成型，这几乎是凡人武力的极限。安静！杨浩沉声喝道，声音如同洪钟，瞬间压下了所有的喧哗。所有人立刻噤声，目光灼灼地看着他。药力尚未完全消化吸收，各自回去，给我往死里练，把药力彻底融入筋骨血肉之中，巩固境界。
杨浩目光如电，扫视全场。明日此时，我要看到一支脱胎换骨的铁军。是，浩哥。震耳欲聋的吼声直冲云霄，所有人眼中燃烧着变强的火焰和绝对的忠诚。还有，杨浩的目光转向角落里那株碧玉灵珠。赵叔，你经验老道，这珠果灵珠的根茎叶由你负责，找村里最好的药师，小心炮制。浩哥儿放心，包在老汉身上。赵有田激动地拍着胸脯保证。看着众人领命，带着无尽的激动和力量赶散去，杨浩的目光投向了郡城的方向。时机成熟了。3日时光在青山坳紧张而充满活力的气氛中疏忽而过。金兰和他的2只幼虎率先从深沉的蜕变中苏醒。当他们从温暖的角落站起身时，整个茅屋都似乎显得狭小了许多。金兰原本近18米的肩高，此刻赫然暴涨至骇人的23米，体长更是接近6米，宛如一座移动的暗金色小山。它的皮毛色泽更加深邃，如同流淌的熔金，每一根毛发都蕴含着金属般的光泽和力量感。巨大的头颅更加威严，额间隐隐浮现出一道淡金色的如同闪电般的纹路，虎目开合间神光湛湛，那股源自血脉深处的王者威压让靠近的人不由自主地心生敬畏。他随意地甩了甩尾巴，带起的劲风便在屋内发出沉闷的呼啸。2只小白虎的变化同样惊人，它们的身高已从半米多跃升至接近18米，体型壮硕，肌肉虬结，纯白的毛发更加蓬松厚实，如同覆盖着冰雪。额头的淡金纹路已清晰可见，形成类似王字的复杂图案，尾尖的金色也愈发耀眼。它们低沉的咆哮声中已褪去了幼兽的稚嫩，多了几分百兽之王的威严与力量感。虽然体型仍不及母亲，但那股混杂着凶戾与神圣的气息足以让任何猛兽退避三舍。笑月、小白、小文，杨浩给2只幼虎取了名，额头纹路更复杂对称的叫小白，稍显随意的叫小文。林秀儿和林月儿惊喜地迎上去，抚摸着3头巨兽更加厚实坚韧的皮毛，感受着它们体内澎湃的力量。苏青言和小蝶也惊叹不已，这3头猛虎简直如同传说中的神兽。唯有那2条缠绕在杨浩手臂上的玄冥蛇依旧冰冷沉寂，毫无苏醒的迹象，如同2道精致的玄铁手环，散发着淡淡的阴寒气息。陈泰等护卫的伤势在青山坳村民的悉心照料和杨浩提供的上好伤药作用下已经好了大半，行动无碍。那辆损坏的马车也在村里木匠和铁匠的全力抢修下焕然一新，甚至加固了车轴和轮毂，更加坚固耐用。当晚，杨浩与林秀儿、林月儿以及苏青言在火塘边进行了一次郑重的商议。青言，陈统领伤势已稳，马车也已修好，明日我们便启程前往丰原郡城。杨浩的声音沉稳有力。苏青言娇躯微微一颤，纤手不自觉地握紧了衣角。终于要回去了吗？想到郡守府那桩令人窒息的婚约，还有即将面对的父亲和林家，他心中五味杂陈。但当他抬眼看到杨浩那双深邃而充满力量的眼眸时，一股前所未有的安心感又涌了上来。他轻轻点头，听杨大哥安排。秀儿、月儿，杨浩看向自己的2位妻子，这次你们也随我同去郡城。我们。林秀儿和林月儿同时一愣，眼中先是难以置信，随即爆发出巨大的惊喜。能跟着夫君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简直像做梦一样。真的吗？夫君？林月儿激动地抓住杨浩的手臂。当然，杨浩点头，眼中带着一丝宠溺和不容置疑。林秀儿温柔地应道：是，夫君，我们一定不给夫君添乱。好。杨浩拍板，明日一早启程。翌日清晨，天光微熹，风雪稍显，青山坳村口人头攒动，气氛肃穆而热烈。一辆宽大坚固由2匹健马拉着的马车停在中央，车帘掀开，林秀儿、林月儿、苏青言和小蝶依次登车。车内空间不小，4女坐下并不拥挤。马车旁是陈泰率领的5名苏家护卫，他们伤势未愈者骑马，伤重些的则坐在另一辆临时征用的牛车上。虽然精神尚可，但看向杨浩和他身后队伍的目光充满了敬畏与感激。而杨浩这边则是令人望而生畏的阵容。杨浩本人一身黑色劲装，外罩一件厚实的狼皮大氅，身形挺拔如月，气息深沉似海，端坐于金兰宽阔如平台的虎背之上。金兰那23米的肩高和庞大的体型，仅仅是安静地站在那里，就如同一尊金色的战神坐骑，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在杨浩左右两侧是体型接近18米，如同2头小型战象般的巨大白虎小白和小文，它们纯白的毛发在晨光下熠熠生辉，额头的经纹神秘威严，锐利的目光警惕地扫视着四周。低沉的虎啸在喉咙间滚动，宣示着力量。在杨浩和金兰身后是20名精挑细选出来的狩猎队精锐，他们正是那日饮下诸果药液
体质全部达到锻体9点巅峰的汉族。此刻，人人身披从黑龙寨缴获的皮甲，腰挎长刀，背负硬弓，箭囊饱满。他们的眼神锐利如鹰，气息沉凝如铁，身体挺直如标枪，一股百战精锐的彪悍肃杀之气自然流露。王虎、王豹兄弟如同门神般站在队伍最前列，张铁柱、孙小虎等骨干紧随其后，赵有田等老猎人则留守村庄。王大山带着留守的村民站在村口，看着这支令人心潮澎湃的队伍，激动的老泪纵横。浩哥，一路顺风，青山坳等着你们凯旋。浩哥，早去早回。浩哥威武！村民们也纷纷高喊，充满了自豪与期盼。杨浩坐在虎背之上，目光扫过送行的村民，扫过身旁威武的巨虎，扫过身后杀气腾腾的20名锻体巅峰战士，最后落在前方那辆承载着他女人的马车上。一股睥睨天下的豪情在胸中激荡。出发！随着杨浩一声令下，如同洪钟震彻山林。吼！金兰仰天发出一声穿云裂石的虎啸，声震四野，山林俱静。小白和小文也随之发出充满力量的咆哮。20名铁弓队员齐声怒吼：是！浩哥！声浪汇聚，直冲云霄。队伍开拔！金兰迈开沉稳而巨大的步伐，一虎当先。小白和小文如同左右护法，紧随其后。20名铁血战士步伐整齐划一，如同移动的钢铁丛林，护卫在马车两侧。苏家护卫们则骑马或乘车，紧随其后。车轮粼粼，马蹄踏雪，虎步陈雄，铁甲铿锵。3日行程，风餐露宿，但对于这支全员超人的队伍而言，并未感到太多疲惫。官道上的零星行商旅队，远远看到那3头如同洪荒巨兽般的猛虎开道，以及后方那支杀气腾腾、装备精良的护卫队，无不吓得魂飞魄散，慌忙避让。甚至有人直接跪伏在地，以为是山神出行。越是靠近丰原郡城，官道越发宽阔，行人车马也渐渐多了起来。当那座巍峨的由巨大青石垒砌而成、城墙高耸、旌旗招展的庞大城池轮廓出现在地平线上时，林秀和林月儿忍不住从马车车窗探出头，发出了压抑不住的惊叹：天啊，好大的城！林月儿眼睛瞪得溜圆，林秀儿也掩着嘴，美眸中满是震撼。他们虽不是自幼生长在青山坳，但也没有见过如此雄伟的人类造物。就连苏青言看着熟悉的郡城，眼中也流露出复杂难言的情绪。距离城门尚有数里，杨浩便抬手示意队伍停下。他翻身下了金兰，拍了拍他硕大的头颅，又摸了摸小白和小文低伏下来的大脑袋。金兰带着小白小文就在这附近山林中觅食休息，隐蔽些，莫要惊扰百姓，等我召唤。杨浩下达指令，城中人多眼杂，带着3头如此骇人的巨虎入城，必然引起恐慌和不必要的麻烦。金兰低吼一声，巨大的头颅亲昵地蹭了蹭杨浩，银白的树瞳中流露出理解。他发出一声短促的低笑，带着2只同样通人性的幼虎，化作3道金白相间的影子，悄无声息地没入了官道旁茂密的原始山林之中，消失不见。杨浩则翻身上了一匹准备好的骏马，挥手道：进城。队伍再次启程，虽然少了3头猛虎的视觉冲击力，但那20名锻体9点巅峰，身披皮甲，刀弓俱全，眼神锐利，行动间带着浓烈煞气的狩猎队员，依旧引来了城门守军和过往行人惊疑不定的目光。尤其是他们护卫着那辆明显是官家制式的马车，更让人猜测纷纷。有陈泰这位郡守府护卫统领在前开路，查验身份、缴纳入城税等流程异常顺利。队伍穿过幽深宽阔的门洞，正式进入了丰原郡城。城内景象更是让林秀和林燕儿看花了眼。宽阔平整的青石街道，两旁店铺林立，旌旗招展，贩夫走卒叫卖声不绝于耳，行人如织，车水马龙，就算是这大冬天也一派繁华景象。这一切都与宁静偏僻的青山坳形成了天壤之别。马车径直驶向位于城中央的郡守府，那是一座占地极广、戒备森严、飞檐斗拱、气象森严的府邸。高悬的苏府匾额以及门口持杆立、气息精悍的卫兵，无不彰显着主人尊贵的身份。得到通报，郡守府中门大开，一位管家模样的人带着一众仆役匆匆迎出。当看到马车停下，率先走下来的竟是失踪多日、传言已遭不测的大小姐苏青言时，整个郡守府门口瞬间一片哗然。大小姐，是大小姐，大小姐回来了，天佑小姐平安啊！管家激动的老泪纵横，连忙上前行礼。小姐，您可算回来了，老爷和夫人担忧的食不下咽啊。苏青言看着熟悉的府邸和面孔，心中也是百感交集。他强自镇定的点点头，傅伯，我没事，路上遇到了些麻烦，幸得杨大哥及其同村之人出手相救，方能平安归来。这时杨浩也已下马，带着林秀、林月儿走上前来。
他高大挺拔的身形、冷峻刚毅的面容以及那双深邃锐利的眼眸，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而他身后那20名如同铁塔般肃立、煞气逼人的狩猎队员，更是让郡守府的卫兵们都下意识地握紧了手中的长戈，感到一股巨大的压力。福伯到底是见过世面的，连忙对杨浩躬身行礼：“老奴代我家老爷夫人，谢过杨壮士救我家小姐性命之大恩，举手之劳。”杨浩声音平淡：“老爷正在厅中等候，诸位恩公，快请进。”福伯连忙侧身引路。一行人穿过重重庭院廊庑，来到一座宽敞奢华、灯火通明的厅堂主位之上，端坐着一位年约50，面容儒雅，身着锦袍，但眉宇间带着深深忧虑和疲惫的中年男子，正是丰原郡守苏正明。父亲。苏青言看到父亲，眼圈一红，快步上前行礼：“青言，我的儿，你真的回来了？”苏正明猛地站起身，激动的声音都有些颤抖，快步走下台阶，扶起女儿，上下打量。见他不仅安然无恙，反而气色红润，眼神明亮，更胜往昔，这才长长松了口气，老怀大慰：“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吓死为父了。”这时他才注意到厅中还有大批陌生人，目光扫过杨浩，在其不凡的气度上停留一瞬，又看到他身后那2位容貌绝美、气质各异却同样引人注目的女子，最后落在那20名如同标枪般挺立、眼神锐利、一看就是百战精锐的汉族身上，心中不由一惊。这是哪来的强兵？气息竟如此彪悍，比他的供奉似乎还要强上几分。父亲，这位便是女儿的救命恩人杨浩杨大哥，后面这些壮士都是杨大哥的同村人。苏青言连忙介绍，若非杨大哥及时出现，击溃黑龙寨匪徒，女儿恐怕早已……他声音哽咽，适时地停下。苏正明闻言，脸色一肃，连忙对着杨浩深深一揖：“杨壮士救小女性命，恩同再造，苏某感激不尽，请受苏某一拜。”杨浩侧身避开半礼，淡然道：“苏郡守不必多礼，路见不平而已。”苏正明见杨浩不卑不亢，气度沉稳，心中又高看了几分，连忙热情地招呼众人入座，并吩咐大摆宴席，为小姐压惊，为恩公接风。宴席之上，觥筹交错，珍馐美味琳琅满目。苏正明不断表达着感激之情，询问着遇险和获救的细节。苏青言隐去了虎背上那羞人的一段，只说了遭遇伏击、护卫死战，杨浩如神兵天降，剿灭匪徒，一路护送的经历。苏正明听得心惊肉跳，同时又对杨浩的实力和义举赞叹不已。林秀儿和林月儿第一次参加如此规格的宴席，虽然有些拘谨，但举止落落大方，并未失礼。他们的角色容貌也引得郡守府一些女眷暗自惊叹。酒过3巡，气氛正酣。杨浩放下酒杯，目光直视主位上的苏正明，声音清晰而平静，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瞬间让喧闹的宴席安静了下来。苏郡守，杨某此番前来，一是护送苏小姐回府，二是有一事相求。苏正明笑容满面。杨壮士但说无妨，只要苏某能做到，绝不推辞。杨浩看了一眼身旁脸颊微红、眼神却异常坚定的苏青言，缓缓道：“杨某对苏小姐一见倾心，欲娶她为妻。此次前来，便是特地向郡守大人提亲，望大人成全。”噗！席间一位正在喝酒的苏家旁系长辈直接喷了出来，整个大厅瞬间鸦雀无声，落针可闻。所有宾客、苏家亲属，甚至伺候的仆役，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杨浩，仿佛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提亲，向郡守千金提亲，一个来历不明、看似猎户头子的人，这也太……苏正明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手中的酒杯差点滑落。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杨浩，又看看自己女儿，声音都有些变调：“杨壮士，你说什么？提亲？正是。”杨浩语气依旧平静，却带着斩钉截铁的意味。苏正明脸色变幻不定，目光扫过杨浩身后那些煞气逼人的部下，又看看自己女儿。他发现苏青言在听到杨浩的话后，非但没有丝毫惊讶和反对，反而低下了头，耳根通红，双手紧张地绞着衣角，那分明是默认甚至赞同的姿态。胡闹！苏正明猛地一拍桌子，脸色沉了下来：“青言，这是怎么回事？你与林家三公子的婚约？”父亲。苏青言猛地抬起头，眼中含着泪水，却带着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坚决。女儿不愿嫁入林家，那桩婚约并非女儿所愿，女儿心属杨大哥，求父亲成全。说着，他竟起身朝着苏正明盈盈拜下。轰！这番话如同惊雷，再次炸响在众人耳边。苏家小姐竟然自己表态要嫁给这个来历不明的猎人。苏正明气得浑身发抖，指着苏青言，又指着杨浩，脸色铁青，胸口剧烈起伏。
他看着女儿倔强的眼神，又感受到杨浩那平静目光下蕴含的可怕压力，以及厅外那20名沉默却散发着恐怖气息的汉族。最终，他强行压下怒火，脸色难看至极，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此事关乎苏林两家盟约，非同小可，岂能儿戏？杨壮士，你虽与小女有恩，但此事容后再议。”容苏某考虑考虑。宴席的气氛瞬间降至冰点。杨浩对于郡守苏正明的拒绝，心中并无太多波澜。他深知门第之见在这个世界是何等根深蒂固，自己一个毫无背景的山野猎户，想要取走郡守千金，无异于痴人说梦。苏正明没有当场翻脸，已经是看在他救女之恩和身后那20名汉族的份上了。他神色平静，甚至带着一丝理解，开口道：“苏郡守，婚姻大事，父母之命，您慎重考虑是应该的。”苏正明见杨浩如此识趣，紧绷的脸色稍稍缓和，心中却也更加疑惑和警惕。此人面对拒绝竟如此镇定，要么是心性沉稳远超常人，要么就是有所依仗。他压下心思，挤出一丝笑容：“杨壮士能理解就好。今日天色已晚，诸位一路劳顿，就在府中好生歇息。我3天之内必定会给杨壮士一个答复。傅伯，带杨壮士和诸位壮士去客房安顿。”“是，老爷。”老管家福伯连忙应声。这时，苏青言站起身，主动道：“父亲，还是让我去吧，我亲自为杨大哥他们安排住处。”他眼神坚定，带着一丝不容置疑。苏正明看着女儿明显胳膊肘往外拐的模样，心中又是一阵气闷，却又不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发作，只得无奈地挥挥手：“去吧。”苏青言服了一礼，便领着杨浩一行人离开了宴席大厅。苏正明看着女儿和杨浩并肩而行的背影，眉头紧锁，眼神复杂难明。沉吟片刻，苏正明并未返回后院休息，而是屏退左右，独自一人穿过几重庭院，来到了府邸深处一个相对僻静的角落。这里有一个小型的练武场，场边兵器架上摆放着各种兵器，地面铺设着坚硬的青石板。练武场旁是一间独立的厢房。苏正明走到房门前，轻轻叩响了门扉。“谁？”屋内传出一个略显沙哑却中气十足的声音。“吴师傅，是我，苏正明。”房门吱呀一声从里面打开，一位年约40，身材精悍，太阳穴高高鼓起，眼神锐利如鹰的中年男子出现在门口。他穿着一身灰色短打劲装，手掌宽厚，指节粗大，布满老茧，显然外加功夫极深。此人正是郡守府唯一的供奉，铁掌无锋，断体境巅峰武者，只差临门一脚便能踏入后天境，在丰原郡已是了不得的高手。“大人，这么晚了，您怎么来了？快请进。”吴峰对苏正明颇为恭敬，侧身让开。苏正明虽不通武艺，但对他一直礼遇有加，供养丰厚。苏正明走进房间，摆摆手示意不用客气，面色凝重的开口道：“吴师傅，府里刚来了几位不速之客。”他将杨浩如何救下苏青言，以及其部下如何精锐，最后杨浩竟当场提亲，苏青言还表态支持的事情，简要说了一遍。此人来历不明，实力深浅不知，但其手下那20余人，观其气息不乏，绝非普通护卫，恐怕个个都是好手。他敢如此直截了当提亲，必有倚仗。我心中不安，想请吴师傅辛苦一趟，去客房那边探探虚实，摸摸他们的底细。切记，只需试探，万万不可起冲突。苏正明叮嘱道。吴峰听完，眼中金光一闪，脸上露出一丝傲然。大人放心，不过是歇山野莽夫，侥幸练了些粗浅功夫罢了。属下已至断体巅峰，触摸到后天门槛，感知力远超常人，定能将他们的虚实打探得清清楚楚，绝不会误了大人的事。他对自己即将突破的后天境信心满满，浑然没把所谓的山野高手放在眼里。如此甚好，有劳吴师傅了。苏正明稍稍安心。吴峰抱拳一礼，转身便大步流星地朝着客房区域走去，身影很快融入夜色之中。另一边，苏青言亲自将杨浩等人带到了客房区域。这是一片独立的院落，环境清幽，他刻意将杨浩的房间安排在最中间，而将林秀儿和林月儿的房间一左一右紧挨着杨浩。其余狩猎队员的房间则呈拱卫之势，分布在四周，一旦有事，瞬间便能响应。这番安排，心思细腻，足见他对杨浩的维护。安排好众人，苏青言带着小蝶再次来到了杨浩的房间。房间内灯火通明，陈设典雅。苏青言站在杨浩面前，绝美的脸上带着一丝忐忑和坚定，柔声道：“杨大哥，你别生气，我父亲他只是暂时没想通，你放心，我一定会说服他同意我们的婚事的。”杨浩坐在椅子上，看着眼前家人一脸担忧，急于向他表爱意的模样，只觉得她又美丽又可爱，心中涟漪大起。他笑了笑，忽然伸出手，一把抓住苏青言的皓腕，微微用力，便将她轻盈的娇躯拉入了自己怀中。
啊！苏清言猝不及防，发出一声低低的惊呼，整个人已经坐在了杨浩结实的大腿上，温香软玉抱满怀，浓郁的雄性气息瞬间将他包裹，让他心跳骤然加速，俏脸飞起两抹红霞，挣扎着想要起来。杨大哥，别，小蝶还在呢。一旁的小蝶看到这突如其来的一幕，也是俏脸通红，连忙低下头，小手绞着衣角，却又忍不住偷偷抬眼从指缝里看。这次他倒是没有完全捂住眼睛，只是面色羞红地看着。杨浩的手臂如同铁箍般环着苏清言纤细却充满弹性的腰肢，另一只手则抬起她光滑的下巴，迫使她那双如水秋瞳看着自己。他嘴角噙着一丝坏笑，低沉的嗓音带着蛊惑人心的磁性。我没生气，不过说服郡守大人这种事，何必让你一个女儿家去操心？相信我，我自有办法让他点头。他的目光灼热，仿佛带着实质的温度，烧得苏清言浑身发软，眼神迷离。看着他近在咫尺的俊朗面容和那自信满满的笑容，苏清言心中的担忧奇迹般的消散了大半，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强大力量保护和占有的安心感。他嘤咛一声，软软的靠在杨浩怀里，不再挣扎，只是小声嘟囔：可是那毕竟是我父亲，你别伤害到他。我知道。杨浩低下头，额头抵着他的额头，鼻尖几乎相碰，灼热的呼吸交织在一起。所以我会用最合适的方式，现在先收点利息。话音未落，他已精准地攫取了他微起的如同樱花般柔嫩的唇瓣。苏清言美眸瞬间睁大，随即又缓缓闭上，长长的睫毛如同蝶一般剧烈颤抖着，生涩而被动地承受着杨浩霸道却不失温柔的亲吻。很快，在他的引导下，他开始生涩的回应，丁香小舌怯怯地探出，立刻便被捕捉纠缠。吮吸小蝶在一旁看得面红耳赤，心跳如鼓，只觉得房间里的温度都升高了许多。他看着自家小姐被杨浩抱在怀里肆意亲吻，那羞人的声音和画面让他浑身发软，却又莫名的觉得好美。这时吴峰离开苏正明的书房，运起轻身功夫，悄无声息地朝着客房区域疾行。夜风拂过他精悍的面庞，带着一丝凉意，却吹不散他心中的那份属于断体巅峰武者的傲然。不过是些走了狗屎运的山野村夫，能有什么真本事？恐怕连力量的运用都不懂，空有一身蛮力罢了。待我探清他们的底细，也好让大人安心。他心中如是想着，脚下步伐更快了几分。然而就在他接近那片专门安排给杨浩等人的独立院落时，就像一头撞上了一堵无形的气墙，脚步猛地一顿。不对劲，一股极其压抑却又无比磅礴的气场笼罩着整个院落。作为触摸到后天门槛的武者，吴峰的感知远比常人敏锐。他下意识地收敛气息，凝神细细感知，这一感知差点让他魂飞魄散。在他的精神感应中，前方那20多间亮着灯火的客房，每一间里面都盘踞着一股旺盛如火炉、凝练如金铁的气血。这股气血之强，几乎每一股都与他苦修数十载达到的断体巅峰境界不相上下，甚至其中有7、8股气息如同黑夜中的火炬，灼热、狂野、霸道，明显比他还要强上一大截。这怎么可能？吴峰脸上的傲然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难以置信的惊骇和苍白。冷汗唰的一下就从额头后背冒了出来，浸湿了内衫。20多个断体巅峰，甚至还有更强的。他感觉自己像是在做梦。整个丰原郡明面上的断体巅峰武者，掰着手指头都能数过来，哪一个不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可现在在这郡守府的客院里，竟然扎堆出现了20多个，这简直颠覆了他的认知。他原本挺直的腰杆不自觉佝偻了几分，脚步变得沉重而迟疑，甚至微微发颤。但郡守的命令犹在耳边，他只能硬着头皮，如同走向龙潭虎穴般颤颤巍巍地挪向最近的一间客房。他打算找个下人问问路，顺便探探口风。他刚走到门前，还没来得及抬手敲门，吱呀一声，房门从里面被拉开了。一个如同铁塔般的壮汉出现在门口，几乎堵住了整个门框。正是王虎。他正准备休息，敏锐地感知到门外有人徘徊，便直接开门查看。王虎身高体壮，肌肉虬结，仅仅穿着一条无袖短褂，裸露出的古铜色臂膀上青筋如同囚笼般盘绕，一股凶悍狂野的气息扑面而来。他低头看着门口这个比自己矮上一头，气息还算凝练，但远不如自己的精瘦男子。铜铃大眼中带着一丝疑惑和审视，瓮声瓮气地开口：你有什么事吗？被王虎那充满压迫感的目光盯着，吴峰只觉得喉咙发干，心脏狂跳。强，太强了！这气血，这体魄，绝对远超一般的断体巅峰，恐怕距离后天境也只有一步之遥。这到底是什么怪物？他哪里还敢摆什么供奉的架子？连忙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腰都不自觉地弯了几分，声音干涩地说道：在
在下是郡守府的下人，奉老爷之命，来找杨浩杨大人。请问壮士杨大人下榻何处？他紧张的连自称都忘了，更不敢提自己是供奉，生怕被对方看出自己是来试探虚实的。王虎闻言恍然的点点头，很随意的抬手一指院落最中间，看起来最宽敞的那间主客房，大大咧咧的说道：哦，找浩哥啊。诺，中间那间最大的就是，要不要俺带你过去？不用，不敢劳烦壮士，我自己去就行。吴峰吓得连连摆手，头摇得像拨浪鼓，让这个煞星带路，他怕自己半路就腿软走不动道了。他几乎是逃也似的转身，朝着王虎指的方向快步走去，脚步甚至有些踉跄，只想赶紧离这个恐怖的壮汉远一点。就在他走出几步后，隐隐约约听到身后传来王虎带着疑惑的嘀咕声：嘿，这郡守府还真是藏龙卧虎啊，一个跑腿传话的下人，看着都有俺手下那两下子。扑通！吴峰听到这话，脚下猛地一个趔趄，差点真的摔个跟头，脸上火辣辣的，又是羞愤又是恐惧。下人，跑腿传话的，我堂堂郡守府供奉断体巅峰高手，在你眼里就是个厉害点的下人，可偏偏他不敢反驳。对方那恐怖的实力和那20多个同样可怕的存在，让他连生气的勇气都没有，只剩下无边的骇然。他再也不敢有任何停留，也彻底绝了再去试探其他房间的念头，几乎是连滚带爬的加快脚步，朝着院落中央那间最大的客房仓皇奔去。早在之前，杨浩强大的感知力早已感知到一股属于武者的刻意收敛却依旧带着探查意图的气息，正在快速接近这个院落，并且与守在院外的王虎发生了对话。他甚至能听到王虎那带着疑惑的嘀咕声：一个下人就有我手下的实力。杨浩心中暗笑，动作却不停，依旧贪婪地品尝着怀中家人甜美的唇舌，直到感知到那股气息颤颤巍巍地走到了自己房门之外，似乎在做心理建设。他这才意犹未尽地松开苏青言早已红肿的唇瓣，两人唇分时甚至带出了一条暧昧的银丝。苏青言眼神迷离，脸颊酡红，娇喘吁吁地软在他怀里，几乎化为一滩春水。杨浩爱怜地拍了拍他挺翘浑圆的臀瓣，触感惊人的美妙，这才将他扶起，放到旁边的椅子上坐好，柔声道：有人来了，我去开门。这时面色潮红，还在回味刚才那香艳一幕的小蝶才猛地反应过来，连忙道：杨大哥，我去开。他小跑着过去，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狂跳的心脏，这才打开了房门。门外正是内心早已掀起惊涛骇浪，脸色僵硬无比的吴峰。吴师傅。小蝶看到来人有些惊讶：你有什么事吗？吴峰此刻的大脑几乎是一片空白，他僵硬的目光先是落在小蝶身上，这个几个月前还是个普通小丫鬟的女孩，此刻身上散发出的气息波动竟然丝毫不弱于她这个断体巅峰，这怎么可能？他的目光在机械地转向房间内，看到了坐在椅子上俏脸绯红，眼波流转，气息同样让他感到心悸的苏青言大小姐。最后他的目光对上了房间里那个端坐着的看似随意却仿佛一座深不见底的幽潭般的年轻男子杨浩。就在目光接触的刹那，吴峰感觉自己的心脏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攥住，一股难以形容的如同洪荒巨兽般的恐怖威压，哪怕只有一丝丝，也让他瞬间如坠冰窟，浑身血液几乎冻结，四肢僵硬，连呼吸都变得困难。那是生命层次上的绝对碾压，他感觉自己就像一只渺小的蝼蚁，在仰望翱翔于9天的神龙，后天，不，先天，甚至更高。一个让他灵魂战栗的念头不受控制地冒了出来：吴师傅，您有什么事吗？小蝶看着僵在原地脸色煞白额头冒汗的吴峰，再次疑惑地问道。吴峰猛地一个机灵，从那种恐怖的威慑中挣脱出来，后背已经被冷汗浸透，他哪里还敢提什么试探虚实，只想立刻逃离这个地方。他声音干涩发颤，几乎是语无伦次地找了个借口：没事，郡守大人找小姐，对，大人让我来请小姐过去一趟，我这就走。说完，他几乎是连滚带爬地转身，踉踉跄跄的快步逃离，仿佛身后有洪荒猛兽在追赶一般，转眼就消失在了院门口。苏青言看着吴师傅狼狈逃窜的背影，秀眉微蹙，有些奇怪：父亲找我这么晚了，而且怎么会让吴师傅来传话？他虽然疑惑，但还是站起身，整理了一下略显凌乱的衣裙和发髻，脸上红晕未消，对杨浩道：杨大哥，父亲找我过去看看。杨浩点点头，走到他面前，帮他将一缕散落的青丝别到耳后，手指不经意地擦过他滚烫的耳垂，低声道：去吧，记住我说的话，说服不了也没关系，相信我有的是办法让你父亲心甘情愿地把你嫁给我。
他的语气充满了绝对的自信和霸道，让苏青年安心无比。他鼓起勇气，踮起脚尖，主动在杨浩唇上印下了一个带着香气的吻，柔声道：“我相信你，等我回来。”说完，便带着依旧有些晕乎乎的小蝶离开了房间。杨浩看着苏青年窈窕的背影消失在门口，感受着唇边残留的温软和香气，体内那股炽热的火焰再次升腾起来。他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转身推开旁边林秀儿房间的门，走了进去。屋内只点着一盏昏黄的油灯，林秀儿正坐在床边，似乎正准备歇息。听到开门声起头，看到是杨浩，她柔美的脸上立刻浮现出温柔的笑意。夫君，苏小姐那边。他话未说完，杨浩已大步走到床边，不由分说的俯身，一把将她温软馨香的娇躯横抱了起来。呀！林秀儿发出一声低低的惊呼，下意识地搂住杨浩的脖子，脸颊瞬间绯红。夫君，你要做什么？杨浩低头看着她含羞带怯的动人模样，体内因苏青言而点燃的火焰燃烧得更旺。他嘴角勾起一抹坏笑，声音低沉而充满磁性。你说呢？月儿那丫头怕是也等急了。林秀儿瞬间明白了他的意图，羞得把脸埋进他坚实的胸膛，声如文瑞。夫君，你太坏了，却是默认了他的行为，手臂将他搂得更紧。杨浩抱着林秀儿，如同抱着一片轻盈的羽毛，悄无声息地走出房间，来到了隔壁林月儿的房门前，直接用脚轻轻推开了虚掩的房门。房内，林月儿果然还没睡，正支着耳朵听外面的动静，听到门响，立刻看了过来。当看到杨浩抱着姐姐走进来时，她先是一愣，随即俏脸绯红，大眼睛里却闪烁着兴奋和期待的光芒，非但没有害羞躲闪，反而跳下床迎了上来，笑嘻嘻道：“夫君，就知道你舍不得冷落我和姐姐。”杨浩哈哈大笑，将怀中的林秀儿轻轻放到林月儿的床铺上。这一夜，杨浩自是享尽了其人之福。林秀儿的温婉顺从，林月儿的热情主动，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情让他流连忘返。检测到宿主与符合标准的异性伴侣，完成生命本源交融，获得属性点1，已自动加点，体质306307。检测到宿主与符合标准的异性伴侣，完成生命本源交融，获得属性点1，已自动加点，体质307308。系统的提示音在脑海中响起，杨浩感受着体内又增强了一丝的气血之力，满意的搂着妻子光滑的娇躯，也沉沉睡去。另一边，几个时辰之前，郡守书房，吴峰跌跌撞撞地冲了进来，脸色苍白，呼吸急促，仿佛刚从鬼门关走了一遭。正在书房中焦躁踱步的苏正明被吓了一跳，连忙问道：“吴师傅，你怎么了？为何如此慌张？可探听到什么？”吴峰一屁股坐在旁边的太师椅上，抓起桌上的冷茶猛灌了几口，才喘着粗气道：“大人，答应了，一定要答应那杨浩的提亲。”啊！苏正明一愣，为何突然如此说？你探到了什么？强？太强了！吴峰脸上兀自带着惊惧之色，他带来的那20个人，没有一个比我弱的，甚至好几个气息比我只强不弱。我感觉他们任何一个都有断体9重的实力，20个断体巅峰啊，大人，这是什么概念？苏正明倒吸一口凉气，20个断体巅峰，这几乎堪比一支小型精锐军队的战力了，难怪气势如此骇人。吴峰的声音都在发颤，继续说道：“这还不算最可怕的，您知道吗？就连大小姐和她那个小丫鬟小蝶，她们身上的气血波动都丝毫不弱于我，甚至可能还强上一线，也是断体巅峰。”什么？青岩和小蝶？苏正明猛地站起身，眼睛瞪得滚圆，彻底失态了。这怎么可能？他们离家识才，他完全无法理解，短短10日，2个弱女子如何能拥有媲美断体巅峰武者的实力？千真万确。吴峰语气无比肯定，脸上恐惧更甚。而最可怕的是那个杨浩，我只是看了他一眼，就一眼，我就感觉像是被一头洪荒凶兽盯上了，那股威压太恐怖了。我敢肯定，他绝对是传说中的先天强者，甚至可能更强。大人，此人只能交好，绝不能得罪啊！答应他，对我苏家只有天大的好处。就在这时，书房外传来了脚步声，苏青言带着小蝶走了进来。吴峰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起来，连忙对苏正明道：“大人，属下先行告退。总之，一定要答应。”说完，几乎是逃也似的从侧门溜走了，甚至没敢再看苏青言和小蝶一眼。苏正明看着走进来的女儿和丫鬟，努力平复着心中的惊涛骇浪。他仔细打量着他们，确实2人气色极佳，肤光胜雪，眼神明亮，身姿轻盈，比以前更加美丽动人。但怎么看也不像是能一拳打死牛的高手啊！
武者气息，普通人确实难以感知。他深吸一口气，让苏青岩和小蝶坐下，神色无比严肃地再次详细询问他们在青山坳的经历，特别是关于杨浩如何给他们补身体的细节。苏青岩见父亲态度转变，心中暗喜，便将食用特殊虎肉、饮用奇异药液、隐去了诸果具体来历的事情大致说了一遍，强调了这些东西对体质的巨大提升。苏正明听完沉默了。他虽然不懂武道，但也明白能让人在短时间内脱胎换骨，拥有媲美断体巅峰实力的东西，绝对是逆天级的宝物。那杨浩竟然如此大方地用在青岩和小蝶身上，其底蕴和实力恐怕远超他的想象。权衡利弊，一个强大的拥有神秘资源且对女儿有益的先天强者，和一个日渐跋扈需要苏家不断输血扶持的林家，该如何选择？答案似乎已经不言而喻。沉默了许久，苏正明仿佛下定了决心，猛地抬起头看着女儿，沉声道：“好，你们的婚事为父同意了。”真的？谢谢父亲。苏青岩惊喜万分，猛地站起身，美眸中瞬间充满了水汽，是喜悦的泪水。激动过后，苏青岩很快冷静下来，秀眉微蹙，担忧道：“可是父亲，那林家那边？”苏正明眼中闪过一丝决绝和厉色，摆手道：“林家那边，你不用担心，明天一早为父亲自去林家解除这门婚约。”翌日清晨，杨浩在林秀和林月儿温柔细致的伺候下起床穿衣，两女经过一夜雨露滋润，更是容光焕发，眼波流转间媚意横生，看向杨浩的目光充满了依恋和满足。刚走出房门，便看到一道倩影早已等在院中。苏青岩穿着一身淡雅的衣裙，俏生生地立在晨光中，看到杨浩出来，绝美的脸上立刻绽放出明媚灿烂的笑容，快步迎了上来。杨大哥，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抑制不住的喜悦。父亲他同意我们的婚事了。杨浩脸上露出一抹了然的笑意。这个结果在他昨晚感知到吴师傅那金黄的气息时便已预料到了。他走上前，很自然地将苏青岩揽入怀中，感受着他娇躯的柔软和微微的颤抖，低头在他光洁的额头上印下一吻，声音沉稳而霸道：“我知道，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名正言顺的未婚妻了。”苏青岩依偎在他怀里，害羞的点点头，心中被巨大的幸福和安全感填满。他抬起红扑扑的小脸，柔声道：“我已经让下人准备好了早餐，我们去用膳吧。”说着便主动挽起杨浩的胳膊，又对林秀和林月儿友好的笑了笑。林秀温柔回礼，林月儿则调皮地冲他眨了眨眼。一行人心情各异地朝着膳厅走去。而与此同时，郡守苏正明已然换上了正式的官服，面色沉凝，带着一队精锐的郡守府亲卫，乘坐马车朝着林府的方向疾驰而去。退婚林家，这绝非易事，必将掀起一场巨大的风波。但为了苏家的未来，为了女儿的幸福，更为了不得罪那位深不可测的女婿，苏正明已然下定决心，哪怕撕破脸皮也在所不惜。丰原郡城平静的表面下，暗流开始汹涌。膳厅内早餐颇为丰盛，杨浩与三女同桌时，王虎等人则在另一桌。席间气氛融洽，苏青岩不时为杨浩布菜，眼神中的情意几乎要溢出来。林秀和林月儿也为夫君感到高兴，并无妒色。刚用完早餐，一名管家便匆匆进来，在苏青岩耳边低语了几句。苏青岩点点头，对杨浩道：“杨大哥，父亲一早就去林家了。”杨浩放下茶杯，神色平静：“我知道了，放心吧。郡守大人既然做出了决定，必然有他的把握。”他对此毫不担心，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林家任何的不满和愤怒都显得苍白无力。走吧，带我在郡城里逛逛，也让你两位姐姐见识一下郡城的繁华。杨浩站起身，对苏青岩笑道：“好。”苏青岩欣然应允，能陪着心爱之人，他求之不得。于是在苏青岩这位郡守千金的带领下，杨浩带着林秀、林月儿以及如同隐形护卫般跟在身后的王虎、张铁柱等寥寥数人走出了郡守府，融入了丰原郡城清晨繁忙而繁华的街道人流之中。丰原郡城的街道上，比起昨日入城时的摩肩接踵，确实清冷了许多。积雪虽被清扫到街道两旁，但屋檐瓦棱上依旧覆盖着白色，呵气成雾的寒冷让大多数百姓选择窝在家中，只有一些为了生计不得不出来的贩夫走卒以及巡逻的城卫军在街道上匆匆而行。苏青岩披着一件雪白的狐裘，更衬得他肌肤如玉，容颜绝丽。他亲昵地挽着杨浩的手臂，指着略显空旷的街道，柔声解释道：“杨大哥，昨日恰逢寻墨大集，周边乡镇的百姓都会进城赶集，所以格外热闹。今日集散了，天又这般寒冷，自然就冷清了许多。”他说话时，口中呼出的白气氤氲了他精致的侧颜。一旁的林秀和林月儿也是第一次见识郡城的景象，虽然人少，但那些鳞次栉比的店铺、高大气派的酒楼，以及偶尔驶过的装饰华美的马车，
依旧让他们看得目不暇接，美眸中充满了新奇。他们穿着厚实的棉裙，外面罩着杨浩为他们新买的锦缎披风，虽不如苏青年的狐裘华贵，却也难掩他们愈发玲珑有致的身段和脱俗的气质。小蝶则像只快乐的小麻雀，跟在三人身后，不时指着某处店铺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令人惊奇的是，尽管寒风凛冽，但这4位女子却个个脸颊红润，眼神明亮，丝毫没有畏寒之态。偶尔有寒风吹拂起她们的裙摆发丝，她们也恍若未觉，引得路上零星的行人纷纷侧目，惊叹于这几位女子的抗寒能力和惊人美貌，以及被她们簇拥着的那位气度不凡的年轻男子。他们的体质早已达到锻体巅峰，气血旺盛如炉，这点寒冷对他们而言与春风拂面无异。与此同时，郡城另一端的林家府邸，林家府邸坐落在郡城最繁华的地段，占地极广，朱门高墙，飞檐斗拱的气势甚至比郡守府还要恢宏几分。门前2尊巨大的石狮子彰显着其作为丰原郡第一大豪强家族的底蕴与权势。郡守苏正明的官轿在10几名精锐护卫和吴峰的簇拥下，停在了林家气派的大门前。早已得到通报的林家家主林啸天，一位年约50，身材微胖，面色红润，穿着富贵团花锦袍的中年男子，带着一众管家仆役，笑容满面地迎了出来。哎呀呀，苏大人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恕罪恕罪啊！林啸天拱手笑道，态度看似热情，眼神深处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倨傲。林家主客气了，是本官冒昧打扰。苏正明下了轿，脸上也带着官场式的笑容，与林啸天寒暄着，一同走进了林家奢华的前庭，穿过数众回廊，来到了装饰的金碧辉煌的待客大厅。分宾主落座，侍女奉上香茗。林啸天抿了口茶，笑眯眯地率先开口，看似随意地说道：苏大人今日来得正好，犬子闻远，林家大爷前日来信，说师门事务已了，不日便将归家。他可是心心念念着想亲眼见证青年侄女与我家老三的婚事呢。你看这婚事是不是也该提上日程了？不如我们择个吉日把这事办了，也好让文远喝上这杯喜酒。哈哈。苏正明心中咯噔一下，没想到对方主动提起了这事。他放下茶盏，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为难之色，叹了口气道：林家主，实不相瞒，苏某今日前来正是为了小女的婚事，只是苏某是来向林家赔罪，希望能解除这门婚约。什么？林啸天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手中的茶盏啪的一声放在桌上，茶水溅出。他以为自己听错了，苏大人，你说什么？解除婚约？还不等苏正明解释，厅外突然传来一声愤怒的咆哮：苏正明，你说什么？你敢退婚？只见一个穿着华贵锦袍，面色有些虚浮苍白，眼袋深重，一看便是纵欲过度的年轻男子，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正是林家三公子林浩。他指着苏正明，气得浑身发抖。苏青言那个贱人，他敢喜欢上别人？她是我林浩未过门的妻子，谁敢碰她？一口一个贱人，听得苏正明脸色彻底阴沉了下来。泥人尚有3分火气，更何况他是一郡之首。他强压怒火，看向林啸天，声音也冷了下来。林家主，此事是苏某对不住林家，只要林家同意解除婚约，苏某愿做出补偿。补偿？林浩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嗤笑道：我们林家缺你那点补偿？苏正明，我告诉你，你最好保证苏青言那个贱人还是完璧之身，否则就别怪我们林家不客气。林啸天此刻脸色也是变幻不定，但他并未立刻发作，也没有出声呵斥儿子，只是阴沉地看着苏正明，显然默许了林浩的嚣张。苏正明彻底怒了，他猛地站起身，官威凛然：林浩，你一介白身，竟敢直呼本官名讳，屡出恶言，侮辱朝廷命官及其家眷。按大钱律，侮辱朝廷命官，轻则杖责50，重则流放3000里。吴师傅，给我拿下。是。吴峰早就憋了一肚子火，闻言立刻上前，身形如电，直扑林浩。林浩只是个被酒色掏空身子的纨绔，哪里是吴峰这锻体巅峰的对手，瞬间就被吴峰反剪双手压跪在地。他疼得哇哇大叫：放开我！爹，救我！苏正明，你敢动我？放肆！保护三公子！厅外瞬间涌入数十名林家护卫，个个太阳穴高骨，气息精悍，其中更有3人气息格外强大，赫然也是锻体巅峰。他们将苏正明和吴峰等人团团围住，气氛瞬间剑拔弩张。苏正明面对重重包围，毫无惧色，声音如同寒冰，目光锐利地逼视着依旧端坐不动的林啸天。林家主，纵子行凶，围攻朝廷命官，你们林家是要违抗大钱律吗？是要公然造反吗？造反2字如同重锤，狠狠砸在林啸天心上。他脸色猛地一变，他可以看不起苏正明，可以纵容儿子，
但公然对抗朝廷法度的帽子，林家现在还戴不起，至少明面上不行。他深吸一口气，瞬间换上一副笑脸，呵斥道：“都退下！干什么？想吓着郡守大人吗？没规矩的东西，还不快退下！”那些护卫闻言，这才悻悻地收刀退后，但依旧虎视眈眈。林啸天又对吴峰笑道：“郡守大人小而无状，口无遮拦，冲撞了郡守大人，还请您高抬贵手。”他话音落下，两名一直站在他身后，如同影子般的断体巅峰老者，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了吴峰身旁，意思很明显。吴峰看向苏正明，苏正明冷哼一声，点了点头。吴峰这才松开林浩。林浩被那两名老者扶起，依旧愤愤不平地想说什么，却被林啸天一个严厉的眼神瞪了回去，只能不甘地被带了下去。既然郡守大人执意要解除婚约，林啸天脸上笑容不变，仿佛刚才的冲突从未发生。强扭的瓜不甜，那我林家也不好强人所难，就依大人所言，婚约解除便是。他挥挥手对管家吩咐道：“去，将三公子与苏小姐的婚书取来。”很快，管家捧来一个精美的木匣，里面正是那封红纸黑字的婚书。林啸天接过，当着苏正明的面将其撕得粉碎，抛入旁边的火盆中，化为灰烬。苏正明看着婚书化为灰烬，心中一块大石落地，拱手道：“多谢林家主成全，补偿之事，苏某稍后便会派人送来。”呵呵，苏大人客气了，些许小事，何须补偿？林啸天皮笑肉不笑地说道。苏正明不再多言，带着吴峰和护卫转身离开了林家大厅。直到苏正明走远，林浩才从屏风后冲了出来，满脸不甘和愤怒：“父亲，难道就这么算了？我们林家何时吃过这么大的亏？那苏青言肯定是被哪个野男人玩了，苏正明这老匹夫才来退婚。我……闭嘴！”林啸天猛地一拍桌子，脸色阴沉的可怕，再无之前的半分笑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整天就知道流连烟花之地，身子都被掏空了。现在好了，煮熟的鸭子飞了，还平白得罪了苏正明，影响我们的大业，你担待得起吗？给我滚回去闭门思过，看你大哥回来怎么收拾你！林浩被骂得狗血淋头，不敢再顶嘴，只能愤愤的一跺脚，转身离开。空荡的大厅里只剩下林啸天一人。他走到窗边，看着苏正明官轿远去的方向，眼神平静的可怕，深处却翻涌着冰冷的杀意和野心。他喃喃自语，声音如同毒蛇吐信：“苏正明，本来看你为官还算正直，想拉你一把，共谋富贵。既然你给脸不要脸，自断前程，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等开春，就拿你的人头祭旗。”冰冷的杀意弥漫在奢华而空旷的大厅之中，一场针对郡守府的巨大阴谋已然在林家深处悄然酝酿。而这一切，刚刚轻松解除婚约的苏正明还尚未察觉。杨浩带着苏青言、林秀、林月儿以及小蝶，在略显清冷却依旧繁华的郡城街道上闲逛。他出手阔绰，为四女购置了许多华丽精美的绸缎衣裙、精致的首饰钗环以及上好的胭脂水粉。林秀和林月儿何曾见过如此多漂亮的东西，欢喜的如同两只雀跃的百灵鸟，是穿是戴，爱不释手。苏青言虽然见惯了这些，但心上人亲自为自己挑选，意义自是不同，心中甜蜜更甚。就连小蝶也得了一对漂亮的珠花，开心的小脸通红。直到日头偏西，几人才大包小包地返回郡守府。刚进府门，早已等候多时的管家福伯便满脸堆笑地迎了上来，对着杨浩恭敬地行了一礼，语气比之前更加热切：“姑爷，您回来了，郡守大人吩咐了，请您一回来就去大厅一趟。”这一声姑爷叫得苏青言和小蝶俏脸瞬间飞起红霞，羞涩地低下头，心中却是甜丝丝的。林秀和林月儿相视一笑，也为夫君感到高兴。杨浩心中了然，知道退婚之事必定是成了。他点点头，将手中的东西交给下人，便带着四女随着福伯向着大厅走去。大厅内，苏正明正坐在主位上品茶，眉宇间虽然还有一丝疲惫，但更多的是如释重负的轻松。看到杨浩等人进来，他脸上露出了真诚的笑容：“岳父大人。”杨浩上前一步，主动改了称呼，拱手行礼。苏青言也连忙带着林秀等人向父亲行礼：“好，好，贤婿不必多礼，都快坐。”苏正明笑着摆手，示意众人坐下，目光尤其在容光焕发的女儿身上停留了片刻，心中最后一点芥蒂也烟消云散。女儿能找到如此归宿，或许真是他的福气。待众人落座，苏正明收敛笑容，正色道：“贤婿、青言与林家的婚约已经正式解除，婚书也已当场销毁。从今日起，杨浩，你便是我苏正明认定的女婿了。”虽然早有预料，但亲耳听到父亲宣布，苏青言还是激动的美眸泛红，忍不住看向身旁的杨浩，眼中充满了幸福的光彩。杨浩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大喜之色，起身再次拱手：“多谢岳父大人成全。”说罢，
他从怀中取出了那个早已准备好的小巧玉盒。玉盒打开，里面并非金银珠宝，而是10片看起来有些干枯，却依旧呈现出晶莹透亮翠绿色泽的叶子。叶片上天然形成的金色纹路，即便在干枯后也清晰可见，散发着一种温和而纯净的草木清香，闻之令人心旷神怡，精神一振。岳父大人，这是小婿的一点心意，全做聘礼，还请您笑纳。杨浩将玉盒呈上。苏正明是文人，虽不懂这是什么，但看其卖相和异香，也知绝非凡品。他正想客气推辞一番，却听到身旁传来一声压抑不住的惊呼和粗重的喘息声。正是吴峰。只见这位断体巅峰的供奉，此刻双眼死死地盯着玉盒中的叶片，呼吸急促，脸上充满了激动和难以置信的神色，身体甚至因为兴奋而微微颤抖。他能够清晰地感知到，那10片看似干枯的叶片中蕴含着何等精纯而温和的庞大生命能量。这能量远胜他服用过的任何大补药材，而且性质中正平和，极易吸收，对他这种卡在断体巅峰苦苦寻求突破契机的人来说，简直是梦寐以求的至宝。一片叶子或许就能助他稳稳踏入后天之境。大人，吴峰声音都有些发颤，激动地对苏正明道：“此乃灵物，绝世灵物啊，其价值不可估量，万万不可推辞。”苏正明见自己这位向来沉稳的供奉如此失态，心中骇然，立刻明白这看似不起眼的叶子，恐怕是了不得的宝贝。这杨贤旭的手笔果然非同一般。他连忙起身，脸上带着郑重之色，双手接过玉盒，不再有丝毫推辞。贤旭如此厚礼，那老夫就愧领了。多谢贤旭。他小心翼翼地将玉盒盖好，如同捧着稀世珍宝。杨浩微微一笑：“岳父大人喜欢就好。这珠果叶对他而言，不过是那株灵珠的附带品，能换来郡守的彻底认可，非常划算。”收下重礼，厅内气氛更加融洽。杨浩趁热打铁道：“岳父大人，小婿与青言情投意合，既然婚约已定，小婿希望能尽快完婚，也好早日名正言顺地照顾青言。”苏正明此刻看杨浩是越看越满意，闻言抚须笑道：“正该如此，老夫也已想过此事。方才回来时，已让人查过黄历，5日之后正是黄道吉日，诸事皆宜，最适合婚嫁。贤婿觉得如何？”5日，全凭岳父大人安排。好，那就这么说定了。5日之后，我郡守府张灯结彩，为你和青言举办婚礼。苏正明拍板定下，显得雷厉风行，多谢父亲，多谢岳父大人。杨浩和苏青言齐声道谢，两人相视一笑，眼中满是期待。大事既定，苏正明心情极佳，立刻吩咐下去，整个郡守府开始为5日后的婚礼忙碌起来，采购物品，发送请柬，布置府邸，一派喜庆气氛逐渐弥漫开来。翌日，丰原郡城依旧笼罩在严寒之中，但郡守府内却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下人们忙着悬挂红绸，张贴喜字，筹备着5日后的盛大婚礼。喜庆的气氛冲淡了冬日的萧瑟。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东林家府邸深处却弥漫着一股异样的沉寂和冰冷。晌午时分，一辆看似普通却由4匹神骏黑马拉着的漆黑马车，在一名黑衣车夫的驾驭下，悄无声息地驶入了林府侧门，径直进入最深处的院落，没有引起任何外人的注意。马车停稳，车帘掀开，率先走下的是一位年约25、26岁的青年男子。他身穿一袭青色云纹劲装，身姿挺拔如松，面容与林啸天有几分相似，却更加冷峻，眼神锐利如鹰隼，顾盼之间带着一股久居人上的傲气和隐隐的压迫感。其周身气息内敛，却比断体巅峰的吴峰更加深沉晦涩，正是林家大爷拜入宗门的林文远。紧接着，一位身着玄色道袍、面容枯槁、眼神阴鸷的老者缓步走下马车。他看起来年岁不小，头发灰白，但皮肤却异常光滑，几乎没有皱纹，一双眼睛开合之间金光闪烁，仿佛能看透人心。周身散发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阴寒气息，令人望而生畏。他便是林文远的师傅，来自某个隐秘宗门的玄阴上人。林啸天早已在此恭候多时，见到二人，尤其是那玄阴上人，立刻上前恭敬的行礼。上人远道而来，辛苦辛苦。文远，你回来了。玄阴上人则只是淡淡的嗯了一声，算是回应林啸天一副世外高人的漠然姿态。林文远对着父亲微微颔首，算是打过招呼，态度并不算多么热络，目光扫过庭院，眉头微不可察的一皱。府里气氛似乎有些不对。林啸天脸上闪过一丝尴尬，随即叹了口气，将二人引入一间守卫极其森严的密室。屏退左右后，他才面色凝重地将苏正明前来退婚，以及苏青言5日后便要下嫁一个来历不明的山野猎人杨浩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他本以为儿子和上人会勃然大怒，尤其是性烈如火的林文远。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林文远听完，脸上非但没有丝毫怒色，反而露出一丝讥诮的冷笑。
退婚，嫁给一个猎人。呵，苏正明倒是给自己找了个好归宿，也好，省得我那不成器的三弟再去惦记，也免得将来我们动手时还要顾及姻亲关系，束手束脚。他的语气冰冷而淡漠，仿佛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小事。玄阴上人更是眼皮都懒得抬一下，沙哑的声音如同砂纸摩擦。世俗姻缘如同蝼蚁纠葛，不值一提，大事当前，这些琐事休要再提。林啸天愣了一下，没想到他们竟是这种反应，迟疑道：可是那苏正明此举分明是打我林家的脸，而且文远你之前不是说想借婚事？此一时彼一时。林文远打断父亲的话，眼神锐利，当时是想兵不血刃地控制郡守府，如今既然他自寻死路，选择了对立面，那便更好处理了。待大事一成，整个丰原郡都是我们的，何况一个苏正明，一个不知从哪个山沟里冒出来的猎人。届时他想做我林家的狗，还得看我们愿不愿意收。他的话语中充满了绝对的自信和冷酷。就在这时，密室的门被猛地推开，林浩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大声嚷嚷道：大哥，你终于回来了！你知不知道苏正明那个老匹夫有多过分？他居然敢退婚！还有苏青言那个贱人，肯定早就跟那个野男人苟合了。这口气我咽不下。5天后他们就要成亲了，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如愿。大哥，你一定要帮我！闭嘴！林文远猛地转头，眼神如同2道冰冷的利剑，狠狠刺向林浩。一股强大的远超断体境的精神威压瞬间笼罩过去。林浩如同被掐住脖子的鸭子，声音戛然而止，脸色瞬间变得煞白，浑身冷汗直冒，双腿发软，差点瘫倒在地。他惊恐地看着自己这位大哥，仿佛第一次认识他一样，那眼神中的冰冷和杀意让他灵魂都在颤抖。不成器的废物，整天就知道争风吃醋，脑子里除了女人还有什么？林文远的声音如同寒冰，我们的谋划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不容有丝毫差错。你再敢因为这点破事胡闹，耽误了大事，不用父亲动手，我第一个废了你。滚回去闭门思过，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踏出房门一步。林浩被骂得魂不附体，连滚带爬地逃出了密室，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密室门再次关上，林文远看向脸色有些发白的林啸天，语气放缓了些，但依旧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父亲，看好三弟，关键时刻绝不能出任何纰漏。苏正明要嫁女，就让她嫁，让她再得意几天。等开春，一切准备就绪，便是我们动手之时。届时，整个丰原郡都将匍匐在我林家脚下。玄阴上人此刻也缓缓睁开眼，阴鸷的目光中闪过一丝贪婪和期待。不错，郡守府库藏的那件东西才是关键，只要得到它，助我攻城，这区区一郡之地又算得了什么？林啸天看着儿子和玄阴上人，心中那点因为退婚而产生的屈辱和愤怒，瞬间被更大的野心和一丝隐隐的恐惧所取代。他深吸一口气，重重点头：我明白了，一切依计行事。5日时光转瞬即逝，这一日，丰原郡守府张灯结彩，红绸高挂，喜字迎门，一派前所未有的喜庆景象。府门前车水马龙，本郡有头有脸的官员、士绅、豪商几乎悉数到场，甚至邻近几郡也派来了使者道贺。苏正明嫁女本就是郡中大事，更何况新郎是那位神秘莫测，让苏郡守不惜与林家撕破脸也要招纳的杨壮士，这更引得各方势力好奇不已，纷纷前来一探究竟。府内最大的宴会厅被布置成了婚礼礼堂，宾客云集，觥筹交错，笑语喧哗，气氛热烈。吉时已到，鼓乐齐鸣，笙箫悦耳。在司仪高亢的唱诺声中，新郎新娘缓缓步入礼堂。杨浩今日换下了一身猎装，穿上了一袭大红的锦绣新郎袍服，更衬得他身姿挺拔，圆臂丰腰，面容虽依旧冷峻刚毅，但眉宇间却带着一抹难得的柔和与喜气。龙行虎步之间，自有一股渊庭月至的非凡气度，引得宾客们纷纷暗自赞叹。新娘苏青言则是一身凤冠霞帔，大红盖头遮住了倾世容颜，但在华美嫁衣的勾勒下，那窈窕动人的身段已足以令人心驰神摇。她有喜娘搀扶着，步履轻盈，每一步都透着新嫁娘的羞涩与喜悦。林秀儿和林月儿作为杨浩的平妻，也身着喜庆的服饰，坐在席上看着夫君迎娶新姐妹，眼中满是祝福，并无丝毫妒意。唯有小蝶在一旁看着自家小姐终于得偿所愿，激动的眼圈微红。苏正明坐在高堂主位，看着眼前这对璧人，抚须微笑，心中满是欣慰。仪式庄重而喜庆地进行着，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杨浩与苏青言在众人的祝福声中依礼而行，每一次躬身都引来满堂的喝彩与掌声。眼看仪式即将圆满礼成，苏青言即将被送入洞房。就在这时，等等，
一个极其不和谐、带着浓浓醉意和怨毒的声音突然从礼堂门口炸响，瞬间压过了所有的喧哗。音乐戛然而止，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门口。只见林家三公子林浩衣衫略有不整，满面通红，浑身酒气，眼神浑浊而疯狂，在一群试图阻拦他的林家下人和郡守府护卫的推搡中，踉踉跄跄地闯了进来。林浩，你想干什么？苏正明脸色瞬间阴沉如水，猛地站起身，厉声喝道：今日是他女儿大婚之日，岂容人捣乱？宾客们也都面面相觑，交头接耳，没想到林家三公子竟敢在如此场合跑来闹事。林浩对苏正明的呵斥充耳不闻，他死死地盯着那一身大红嫁衣的苏青言，又看向气宇轩昂的杨浩，眼中充满了嫉妒、怨恨和扭曲的疯狂，嘶声吼道：干什么？苏正明，你问我干什么？这个贱人本该是我的妻子，现在却穿着嫁衣要嫁给这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泥腿子。我林浩的脸往哪放？林家的脸往哪放？他指着杨浩，口沫横飞的辱骂：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娶郡守千金？不过是个走了狗屎运的山野比夫。苏青言，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早就和这个野男人勾搭成奸了，所以才急着让你爹来退婚？你这个不守妇道的，放肆混账东西！苏正明气得浑身发抖，脸色铁青。当着全郡有头有脸人物的面，林浩如此污言秽语，侮辱他的女儿和女婿，这简直是把郡守府和苏家的脸面按在地上摩擦。杨浩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如同万载寒冰。他轻轻握了握苏青言因愤怒和羞辱而微微颤抖的手，示意他安心。若非今日是大喜之日，不宜见血，他早已出手将这聒噪的苍蝇拍死。拿下！苏正明再也忍不住，暴喝一声，将此狂徒给我拿下！重打50大板，关入大牢。早已按捺不住的郡守府护卫立刻一拥而上，我看谁敢动我！林浩仗着酒劲，还在挣扎嘶吼：我是林家三公子，你们敢动我！然而这次郡守府的护卫没有丝毫犹豫，吴峰更是一马当先，大手如同铁钳般直接扣向林浩的肩膀。他早就看这个纨绔子弟不顺眼了。砰！一声闷响夹杂着林浩的痛呼。吴峰乃是断体巅峰，含怒出手，岂是林浩这酒囊饭袋能抵挡的？瞬间就被制服，双臂被反剪，压跪在地。苏正明，你敢！我大哥不会放过你的，林家不会放过你的！林浩即使被擒，依旧状若疯癫的嘶吼威胁。苏正明怒极反笑：好一个林家，本官倒要看看你们林家要怎么不放过我！压下去，严加看管！护卫们得令，毫不客气地将还在挣扎辱骂的林浩拖了下去，声音渐行渐远，最终消失在礼堂之外。一场突如其来的闹剧以林浩被擒而告终。礼堂内一片寂静，气氛尴尬到了极点，所有宾客都噤若寒蝉，看着主位上脸色难看的苏正明。苏正明深吸几口气，强行压下怒火，脸上重新挤出笑容，对着众宾客拱手道：诸位，家中出了点小变故，让诸位见笑了。婚礼继续。喜官连忙反应过来，高声道：礼成，送入洞房。喜娘连忙上前搀扶着盖头下的苏青言，在一众女眷的簇拥下向后堂新房走去。虽然经历了这场风波，但仪式总算是完成了。杨浩站在原地，目光扫过在场神色各异的宾客，最后落在苏正明身上，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林家看来是迫不及待的想找死了。婚礼的喜庆气氛虽然被冲淡了不少，但宴席依旧继续进行，只是所有人心头都蒙上了一层阴影，预感到丰原郡的天恐怕要变了。而此刻谁也没有注意到，在礼堂角落的阴影里，林文远不知何时悄然出现。他冷漠地看着自己弟弟被拖走的方向，眼中没有丝毫波澜，只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讥讽和不耐烦。废物，果然只会坏事。他低声自语一句，身影再次悄无声息地融入了阴影之中，仿佛从未出现过。喧嚣散尽，红烛高燃，郡守府深处的婚房被布置得极尽奢华与喜庆。大红的锦被上绣着鸳鸯戏水，桌案上摆满了象征吉祥的干果点心，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檀香和女儿家特有的馨香。苏青言端坐在铺着大红喜被的床沿，凤冠霞帔依旧在身，但头上的红盖头已然掀去，露出那张倾国倾城，此刻却布满红霞的绝美面容。她微微垂着头，长长的睫毛如同受惊的蝶一般轻颤，一双玉手紧张地绞着衣袖，心跳快得如同肋骨。小蝶作为通房丫头，也穿着一身崭新的比平日更显俏丽的粉红色衣裙，侍立在一旁。她的小脸也是红扑扑的，眼神既兴奋又忐忑，不时偷偷瞟向杨浩。她知道按照规矩，今晚她也要伺候姑爷和小姐杨浩喝下杯中的合卺酒，放下酒杯，目光投向床边的两位佳人。烛光下，
苏青妍的美惊心动魄，带着新嫁娘的羞涩与妩媚。小蝶则如同含苞待放的娇蕊，清纯中透着诱人的青涩。她体内那股炽热的火焰早已熊熊燃烧。她起身，迈着沉稳的步伐走到床前，感受到他的靠近，苏青妍的呼吸更加急促，身体微微僵硬。小蝶也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杨浩伸出手指，轻轻抬起苏青妍光滑的下巴，迫使她那双如水秋瞳看向自己。他的眼眸中倒映着跳动的烛光，和他的身影充满了紧张、爱恋和一丝不知所措的慌乱。青妍，他的声音低沉而富有磁性，带着一丝酒后的沙哑。从今日起，你便是我的妻子了。苏青妍声如文瑞，羞得想要别开脸，却被杨浩的手指固定住。他俯下身，温柔地吻上他那如同樱花般柔嫩的唇瓣。不同于之前的霸道，这个吻充满了怜惜和引导。苏青妍声色而笨拙地回应着，逐渐沉溺在他灼热的气息和充满占有欲的温柔之中，身体慢慢软化。良久，唇分。苏青妍眼神迷离，娇喘吁吁，软软地靠在杨浩怀中。杨浩将她轻轻放倒在柔软的颈背上，火红的嫁衣与乌黑的青丝铺散开来，形成一幅极致诱惑的画面。他的大手熟练地解开她繁复的嫁衣系带，一层层如同剥开最珍贵的礼物。苏青妍紧闭着双眼，长长的睫毛剧烈颤抖，任由她施为，肌肤因为紧张和期待泛起迷人的粉红色。当最后一件贴身小衣被褪去时，那完美无瑕如同羊脂白玉雕琢而成的胴体彻底暴露在烛光之下，峰峦起伏，沟壑深邃，每一处曲线都足以令男人疯狂。真美！杨浩由衷的赞叹，目光灼热地欣赏着这具上天最完美的杰作。他的吻如同雨点般落下，从光洁的额头到小蝶在一旁看得面红耳赤，浑身发软，只觉得口干舌燥，身体深处涌起一股陌生而燥热的空虚感。杨浩一边品尝着苏青妍的甜美，一边伸出手将呆立在一旁的小蝶也拉了过来。小蝶惊呼一声，便跌入他的怀中。姑爷！小蝶声音发颤，小手无助地抵着他坚实的胸膛。今晚没有姑爷，只有夫君。杨浩在他耳边低语，灼热的气息喷在他敏感的耳廓上，同时熟练地解开了他的裙带。粉色的衣裙滑落，露出一具同样青春诱人、玲珑有致的娇躯。虽不及苏青妍的丰腴，却别有一番青涩动人的风味。肌肤细腻光滑，如同上好的绸缎。检测到宿主与符合标准的异性，完成生命本源交融，绑定伴侣。苏青妍评分95，获得属性点1，已自动加点，体质318319。检测到宿主与符合标准的异性，完成生命本源交融，绑定伴侣。小蝶评分90，获得属性点1，已自动加点，体质319320。与此同时，郡守府地牢阴暗潮湿的通道内，血腥味弥漫，几名狱卒和牢头无声无息地倒在地上，咽喉处皆有一道细微的血线。一个穿着夜行衣、身形矫健的身影如同鬼魅般穿过牢房，最终停在了关押林浩的牢房前。牢门锁链被一道凌厉的指锋轻易切断。蜷缩在角落草堆里狼狈不堪的林浩被惊醒，看到黑衣人先是一惊，随即认出那双冷漠的眼睛，顿时狂喜。大哥，是你？你是来救我的吗？快带我出去，我要杀了苏正明，还有那个杨浩，我要把苏青妍那个贱人。闭嘴！黑衣人扯下面罩，露出林文远那张冰冷无情的脸。林浩的狂喜瞬间僵在脸上，他看着大哥眼中那毫不掩饰的杀意，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头顶，声音颤抖起来。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林文远一步步走近，眼神如同在看一个死人，声音没有一丝温度。三弟，你总是这么不听话，父亲和我警告过你多少次，不要惹事，不要惹事。你非但不听，还闯下如此大祸，差点打草惊蛇，坏了我们的大事。不，我没有，我只是……林浩惊恐的后退，直到后背抵住冰冷的墙壁，无路可退。而且林文远的声音愈发冰冷，你知道的太多了，像你这种管不住自己的废物，留在世上迟早是个祸患。为了林家的大业，只好请你去死了。不，大哥，我是你亲弟弟啊！林浩发出绝望的嘶吼，我不会说出去的，我发誓，以后我都听话，求求你。话音未落，林文远的手指如同毒蛇出洞，瞬间点在了林浩的眉心。林浩的眼睛猛地瞪大，瞳孔迅速扩散，所有的声音戛然而止，身体软软地倒了下去，脸上还残留着极致的恐惧和难以置信。林文远冷漠地看着弟弟的尸体，仿佛只是碾死了一只蚂蚁。他拿出一块手帕，仔细地擦了擦手指，转身如同来时一样，悄无声息地消失在黑暗的牢道之中。林府密室，林啸天焦急地踱着步，
当他看到林文远独自一人面无表情的回来时，心中猛地一沉。文远，浩儿他，林啸天声音干涩地问道。林文远看了父亲一眼，眼神依旧冰冷。他不会再给我们添麻烦了。尽管早有预感，但亲耳证实，林啸天还是踉跄了一步，脸上瞬间苍老了许多，眼中闪过一丝深刻的哀伤和痛苦。那毕竟是他的亲生儿子，但很快，这丝哀伤就被更大的野心和一丝恐惧所取代。他深吸一口气，声音变得沙哑而坚定。知道了，为了林家，值得。清晨的阳光透过精致的窗棂，洒满奢华的新房。杨浩缓缓睁开眼，双臂依旧被温香软玉填满。左边是苏青颜如云的秀发散落在他的臂弯，绝美的侧颜带着一丝疲惫却满足的甜笑，仍在熟睡。右边是小蝶，娇小的身躯蜷缩在他怀里，像只慵懒的小猫，嘴角还挂着浅浅的幸福的笑意。经过昨夜那疾风骤雨般的疯狂初体验，两女都累得不轻，睡得格外深沉。杨浩微微一动，苏青颜便嘤咛一声，长长的睫毛颤了颤，悠悠醒转。他一睁眼便对上了杨浩带着笑意的深邃眼眸，昨夜那羞人又极致欢愉的记忆瞬间涌上心头，俏脸唰的一下变得通红，如同熟透的樱桃，连忙将脸埋进杨浩的胸膛，不敢看他。他这一动也惊醒了另一边的小蝶。小蝶揉着惺忪的睡眼，看到近在咫尺的杨浩和苏青颜，先是愣了一下，随即也瞬间回想起昨夜自己是如何大胆又生涩的配合小姐一起伺候姑爷的，顿时羞得浑身都泛起了粉红色，嘤咛一声，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小脑袋也拼命往杨浩腋下钻。看着怀中两具各具风情却又同样羞涩迷人的娇躯，杨浩心情大好，低头在苏青颜光洁的额头上吻了一下，又在小蝶的发顶亲了亲，声音带着晨起的沙哑和磁性。醒了。苏青颜埋在他怀里，声音闷闷的，带着一丝娇嗔传来。相公，你真是太厉害了。我现在总算明白，为什么秀儿姐姐和月儿姐姐总是盼着我们能早点进门了。她现在浑身酸软，连一根手指头都不想动，深刻体会到了林氏姐妹之前所说的又爱又怕是何等滋味。小蝶也在一旁小鸡啄米似的点头，声音细若文瑞。姑爷太强了，一个人真的受不了。杨浩闻言不由低笑出声，故意逗他们，这样不好吗？难道你们不喜欢呀？两女同时发出一声羞急的惊呼，不依地用小拳头捶他结实的胸膛。讨厌，不许说。就在这时，房门被轻轻推开，已经梳洗打扮好的林秀儿和林月儿端着热水和洗漱用具，笑盈盈地走了进来。看到床上依旧纠缠在一起的三人，以及苏青颜和小蝶那羞不可抑的模样，两女相视一笑，眼中满是了然和促狭。夫君，青颜妹妹，小蝶妹妹，该起床了。林秀儿温柔地说道，走上前来，自然地开始伺候杨浩穿衣。林月儿则凑到床边，看着把脸埋在被子里的苏青颜和小蝶，笑嘻嘻地低声道，怎么样，两位新妹妹，昨晚感觉如何？咱们家夫君的厉害领教到了吧？以后咱们姐妹可得同心协力才行呢。被子里的苏青颜和小蝶更是羞得无地自容，却又忍不住回想起那蚀骨销魂的滋味，身体微微发热。杨浩享受着林秀儿的服侍，一边对林月儿笑道，就你话多，语气中却满是宠溺。林秀儿一边帮杨浩系好衣带，一边柔声道，夫君，郡守大人刚才派人来传话，说有事请您去大厅相商，似乎挺急的。哦，岳父找我。杨浩点点头，好，我这就过去。他穿戴整齐，又俯身在被子里鸵鸟状的两女额头上各亲了一下。你们再休息会儿。这才大步走出了新房。他刚走出门，隐约还听到身后房间里传来林月儿压低声音的好奇追问，快说说嘛，到底什么感觉？相公昨晚先疼的谁？用了几个姿势？以及苏青颜和小蝶羞恼的娇嗔和求饶声。杨浩不由摇头失笑，这些闺房私语倒是其乐融融。来到郡守府大厅，王虎、张铁柱等几名核心队员也已经到了，正站在厅外等候。看到杨浩，纷纷行礼。浩哥。杨浩点点头，迈步走进大厅。厅内，苏正明正背着手，焦躁地来回踱步，眉头紧锁，脸色十分难看。看到杨浩进来，他立刻迎了上来，语气沉重地说道，贤婿，你来了，出大事了。岳父大人，何事如此惊慌？杨浩沉稳地问道。林浩死了。苏正明压低了声音，脸上带着惊怒和后怕。昨夜被人杀死在郡守大牢里，当值的4名狱卒，2名牢头全部被杀，无一活口，甚至连关押在他旁边几个牢房的犯人也都被灭口了，手段极其狠辣利落。杨浩闻言，剑眉瞬间蹙起。死了，在郡守大牢里，这确实出乎他的意料。他本以为林家最多是想办法把林浩捞出去，没想到竟是直接灭口。是啊，
苏正明又气又急，这简直是无法无天，公然劫狱杀人，还是在郡守大牢，这分明是没把我这个郡守放在眼里，更是对朝廷法度的公然挑衅。杨浩沉吟片刻，冷静地问道：岳父大人，现场可有什么线索？或者你有什么猜测吗？苏正明摇摇头，疲惫地揉了揉眉心。现场处理得很干净，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凶手实力极强，都是一击毙命，连反抗的痕迹都很少。我实在想不出丰原郡地界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又有这样的实力。杨浩眼中寒光一闪，缓缓道：杀林浩无非是为了灭口，怕他在牢中情绪失控，或者经受不住拷问，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至于实力，能做到如此干净利落，潜入郡守大牢如入无人之境，绝非普通势力。他看向苏正明，语气肯定：岳父大人，小婿猜测此事十有八九就是林家自己干的。林家自己？苏正明倒吸一口凉气，瞳孔微缩，虎毒尚不四子，他们竟如此狠毒。在有些人眼里，家族利益和自身安危远重于亲情。杨浩声音冰冷，林浩嚣张跋扈，口无遮拦，又知晓林家不少阴私。如今他被关入大牢，对林家而言就如同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为了以防万一，永绝后患，杀他灭口是最稳妥的选择。苏正明听着杨浩的分析，越想越觉得有道理，脸色变得更加难看。如果真是林家所为，那这林家的狠辣和果决远超他的想象。岳父大人，杨浩继续道，林家如此行事，恐怕所图非小，我们必须早做防备。当务之急是立刻派人暗中严密监视林家的一切动向，查探他们最近是否有异常的人员调动、物资储备或者与其他不明势力的接触，任何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苏正明深吸一口气，强行镇定下来，眼中闪过一抹决断。贤婿所言极是，我这就下令让郡守府的暗探全部动起来，重点盯防林家。吴师傅，一直守在厅外的吴峰立刻走了进来，你亲自带队挑选好手，给我12个时辰盯死林家，有任何异动立刻来报。苏正明厉声下令。是，大人。吴峰领命，立刻转身出去安排。大厅内气氛变得凝重起来。林浩之死仿佛一个信号，预示着丰原郡平静的表面下即将掀起巨大的暗流和风暴。大厅内凝重的气氛稍稍缓和，苏正明沉吟片刻，看向气度沉稳，仿佛一切尽在掌握的女婿杨浩，忽然想到了另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贤婿啊，苏正明斟酌着开口，语气带着一丝关切，还有一事，你麾下那些壮士虽然个个骁勇，但终究并无官身。如今你与青颜成婚，也算是半个官面上的人了。若是被一些有心之人追究起来，思绪如此多的强悍不取，恐会被扣上图谋不轨的帽子，是个不小的麻烦。杨浩闻言眉头微挑，这个问题他确实没有考虑过。他点头道：岳父大人所虑极是，不知岳父有何高见？苏正明抚须道：最好的办法自然是授予你官职，让你和你的人都有一个正式的身份。以贤婿你的能力，屈居在这郡守府做个闲职未免可惜，不如我向州里举荐，调你到郡中某县担任县尉或县丞，掌一县兵权，如何？杨浩略一思索，却摇了摇头：岳父大人好意，小婿心领。只是青山坳乃小婿根基所在，我暂时不想远离。苏正明似乎料到他会这么说，微微一笑，成竹在胸地说道：既如此，那我便举荐你为丰南县的县令，如何？青山坳正好隶属于丰南县辖下，你既为父母官，坐镇县衙，统筹全局，护卫乡子，名正言顺。调遣你麾下人马充任县中衙役，巡防兵勇，也合情合理。如此岂不两全其美？县令。杨浩眼中闪过一丝讶异。一县之主虽然只是7品芝麻官，但却是实实在在的百里侯，拥有极大的自主权，这确实是个极具诱惑力的提议。这小婿初来乍到，无功无德，骤然出任一县县令，上面能同意吗？恐怕难以服众吧。苏正明闻言，脸上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压低了些声音道：贤婿啊，如今这世道，朝廷有些事也不必说得太透，为官之道很多时候看的并非仅仅是能力和政绩。你是我苏正明的女婿，这一点就足够了。至于上面，你放心，老夫在州里乃至京中也还算有几分香火情面，打点一番，保举一个县令，还不算太难事。他虽然说的含蓄，但杨浩瞬间就明白了，这分明是暗示他朝中有人，而且能量不小，运作一个县令职位轻而易举。看来自己这位岳父也并非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原来如此，杨浩心中了然，也不再推辞，拱手道：既然如此，那小婿就多谢岳父大人栽培，这丰南县令之位，小婿接了。
定不负岳父所托，治理好丰南，护卫一方安宁。好，好，哈哈。苏正明见杨浩答应，畅快大笑，这才是我苏正明的家训，有魄力。你放心，此事包在老夫身上，不出几日，委任状便能下来。正式谈毕，杨浩又与苏正明聊了几句关于林家动向和郡城房屋的细节，便告辞离开了大厅。他信步走回新房院落，刚进院门，便听到里面传来女子细碎的娇笑声。推门进去，只见林秀儿和林月儿正坐在桌旁刺绣，而苏青言和小蝶也已经起床，正坐在梳妆台前，由侍女帮着梳理云鬓。四女见到他进来，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他身上。苏青言和小蝶一看到杨浩，昨夜那疯狂旖旎的画面瞬间浮现脑海，俏脸疼得一下又红透了，如同染了上好的胭脂，眼神躲闪，羞赧难当，连脖梗都泛起了淡淡的粉色。杨浩看着他们这副模样，心中爱极，走过去自然地揽住苏青言的纤腰，又摸了摸小蝶的发顶，笑道：都起来了，怎么不多休息会儿？苏青言靠在他怀里，感受着他身上传来的灼热气息，身子有些发软，声如蚊蚋。睡不着了。小蝶则红着脸小声补充道：腰还有点酸。林秀儿和林月儿在一旁看着，掩嘴轻笑。林月儿打趣道：夫君，你可要怜香惜玉些，青言妹妹和小蝶妹妹出京人事，哪经得起你那般折腾？杨浩哈哈一笑，低头在苏青言光洁的额头上亲了一口，又捏了捏小蝶的脸蛋。好，是为夫的不是，今晚一定温柔些。这话更是惹得两女娇嗔不一，屋内顿时充满了旖旎欢快的气氛。与四女笑闹腻歪了一会儿，杨浩注意到苏青言和小蝶走路时姿势依旧有些微不自然，显然昨夜承欢太过，尚未完全恢复他心中怜惜，便道：你们今日就在房中好生休息，不要到处走动了。我出去一趟，看看金兰和小白小文他们，这几日忙都没顾得上去看看，有些担心。四女闻言也都收起了玩笑之色。苏青言关切道：城外山林寒冷，相公多加小心。是啊，夫君，早些回来。林秀儿柔声叮嘱。林月儿和小蝶也眼巴巴地看着他。杨浩点头：放心，我去就回。他出了郡守府，早有下人备好骏马。他翻身上马，一抖缰绳，骏马嘶鸣一声，便向着城外疾驰而去。轻车熟路地来到那片熟悉的山林外围，杨浩勒住马匹，发出一声悠长的呼哨。不多时，山林深处传来一阵窸窣声响，伴随着低沉的虎啸。紧接着，三道巨大的身影如同旋风般冲了出来，正是金兰和两只已然成长为庞然大物的白虎小白和小文。三头巨虎亲昵地围拢上来，用硕大的头颅蹭着杨浩的身体，喉咙里发出满足的咕噜声。金兰的体型似乎更加雄壮威猛，小白和小文也愈发神俊，额头的金纹熠熠生辉，显然这几日在这片原始山林中过得相当自在，捕猎进食，并未饿着。杨浩仔细打量他们，见他们皮毛光亮，精神抖擞，眼神锐利，充满野性，旁边还丢着一头刚被猎杀不久，啃食了一半的雄鹿，这才彻底放下心来。他挨个拍了拍他们硕大的脑袋，又检查了一下他们身上并无伤痕，与他们嬉闹了片刻。好好待着，不要远离，也不要惊吓路人。杨浩对金兰吩咐道。金兰低吼一声，巨大的虎目中流露出理解的神色，用舌头舔了舔杨浩的手心。见三虎无恙，杨浩便不再久留，翻身上马，在三虎依恋的目光中策马返回了丰原郡城。当他回到郡守府时，夕阳正好将天边染成一片瑰丽的橘红色，府内华灯初上，弥漫着温馨宁静的气息。傍晚的家宴气氛温馨，苏正明对杨浩这个女婿越发满意，席间甚至兴致勃勃地讨论起治理丰南县的一些设想。四女也是笑语嫣然，尤其是苏青言和小蝶，经过一天的休息，气色好了许多，只是看向杨浩时，眼神依旧带着化不开的甜蜜与羞涩。宴毕，杨浩陪着四女回到属于他们的院落。月上中天，清辉洒满庭园。杨浩先是去了林秀和林月儿的房间，姐妹俩早已沐浴更衣，身着轻软寝衣，灯下美人，风情万种，自然是好一番缠绵悱恻，恩爱温存。检测到宿主与符合标准的异性伴侣，完成生命本源交融，获得属性点1，已自动加点，体质320321。检测到宿主与符合标准的异性伴侣，完成生命本源交融，获得属性点1，已自动加点，体质321322。领取了今日份的属性点，杨浩神清气爽。他看着身边慵懒满足、已然沉沉睡去的姐妹花，体贴地为她们掖好被角，这才轻手轻脚地起身，打算去隔壁苏青言的房间，看看那对主仆恢复得如何，顺便看看能否再领2点属性。刚推开房门走到院中，夜晚凛冽的空气扑面而来。就在此时，杨浩那高达322点的体质所带来的超凡感知力瞬间捕捉到一丝极其微弱
却绝不属于郡守府正常巡逻护卫的异样气息。那气息飘忽不定，如同鬼魅，正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向着府邸深处前行，动作轻盈的几乎听不到脚步声，显然是个高手。杨浩眼神瞬间锐利如鹰，所有旖旎心思一扫而空。他身形一晃，如同融入了阴影之中，悄无声息地尾随而去。那道黑影对郡守府的布局似乎极为熟悉，巧妙地避开了几队巡逻的护卫，最终停在了一处把守相对森严的独立建筑前。郡守府库房，库房门外2名持戈卫兵正径直地守卫着。然而那黑影如同蝙蝠般从屋檐落下，双手快如闪电般在2名卫兵颈后轻轻一按，2名卫兵连哼都没哼一声，便软软地倒地昏迷过去。黑影的动作没有丝毫停顿，他来到库房那厚重的铜锁前，伸出枯瘦的手指，看似随意的一捏，咔嗒一声极其轻微的击阔碎裂声响起，那坚固的铜锁竟然被他徒手捏碎了锁芯。整个过程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响动。黑影推开沉重的库房门，闪身而入。杨浩如同鬼魅般出现在库房门外，眉头紧锁。此人实力极强，手法老辣，目的明确，直指库房，绝非普通毛贼。他收敛全身气息，如同磐石般贴在门边，目光透过门缝向内望去。库房内堆放着不少香笼和物品，那黑影似乎对这里颇为熟悉，无视了那些看似值钱的金银绸缎，径直走向最里面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在一个落满灰尘的书架底层翻找起来。很快他抽出了一本封面陈旧、纸张泛黄的古书，书的封面没有任何字样，看起来平平无奇。黑影将书拿在手中，似乎确认了一下，眼中闪过一丝满意的神色，随即转身便欲离开。就在他一只脚刚刚踏出库房大门的瞬间，一股恐怖至极，仿佛能撕裂苍穹的沛然巨力毫无征兆地从他侧后方轰然爆发，空气被极致的力量压缩，发出沉闷的音爆。一只闪烁着淡淡赤金色气血光芒的拳头，如同陨星天降，直轰他的后心要害。偷袭！那黑影浑身汗毛倒竖，一股致命的危机感瞬间席卷全身。他怪叫一声，根本来不及思考，体内一股阴寒刺骨的灵力疯狂爆发，反手一掌拍出，掌心漆黑如墨，带着腐蚀一切的阴毒气息，仓促迎向那只恐怖的拳头。轰！震耳欲聋的爆鸣声响彻夜空，赤金色的气血之力与漆黑的阴寒灵力猛烈碰撞，气浪如同实质般向四周炸开，将库房门口的积雪瞬间清空，甚至连厚重的库房门都被震得咯吱作响。噗！那黑影如同被狂奔的巨象正面撞上，护体灵力瞬间破碎，整个人不受控制的倒飞出去，如同断线的风筝，狠狠砸在几十米外的院墙之上。坚固的青砖院墙被砸出一个人形凹坑，裂纹如同蛛网般蔓延。他脸上的黑色面罩在巨大的冲击力下碎裂开来，露出一张枯槁苍老，此刻却因惊骇和痛苦而扭曲的面容，口中喷出的鲜血在寒冷的空气中显得格外刺眼。那本古书也脱手飞出，掉落在不远处的雪地里。杨浩一击得手，身形毫不停滞，如同瞬移般再次扑向那老者，根本不给他任何喘息之机。又是一拳轰出，直取其头颅，拳风呼啸，霸道绝伦。那老者亡魂大冒，他刚才仓促硬接那一拳，已然受了不轻的内伤，整条手臂到现在还在剧烈颤抖，骨骼欲裂。他万万没想到，这郡守府中竟然隐藏着如此恐怖的高手，这力量，这气血远超普通先天，绝对是先天顶级强者。他哪里还敢硬接？怪叫一声，体内阴寒灵力疯狂运转，身体如同没有骨头般以一个极其诡异的角度扭曲，险之又险地避开了这爆头一击。轰！杨浩的拳头砸空，落在墙上，坚硬的青石板瞬间粉碎，留下一个深深的拳印。老者趁机想要扑向那本掉落的古书，那是他此行的目标，但杨浩岂会让他如愿？身形如影随形，腿锋如鞭，横扫千军，逼得老者不得不再次狼狈闪躲。砰砰砰！杨浩攻势如潮，一拳快过一拳，一脚重过一脚，赤金色的气血之力奔腾咆哮，每一击都蕴含着开山裂石的恐怖力量。他的战斗方式大开大合，霸道刚猛，完全是以力压人。那老者身法极其诡异灵动，如同鬼魅，总是在坚不容发之际避开致命攻击，同时偶尔反击一两招，招式阴毒刁钻，专攻要害，带着腐蚀性的阴寒灵力，让人极为难受。但即便如此，在杨浩绝对的力量和速度压制下，他依旧险象环生，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终于又是一次闪避不及，噗！杨浩一记重拳狠狠地轰在了老者的肩胛骨上，咔嚓！清晰的骨裂声响起，老者再次惨叫着被轰飞出去，鲜血狂喷，重重摔在地上，挣扎着想要爬起，眼神中充满了惊惧和怨毒。而就在这时，远处的夜空终于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和呼喊声，那边有动静。
快，去库房那边，保护大人！郡守府的护卫们以及住在附近的王虎、张铁柱等狩猎队员，终于被刚才那声巨大的碰撞惊动，纷纷手持兵刃赶了过来。那老者见状，心知今日绝无可能再夺取那本书，甚至再拖延下去，自己都可能交代在这里。他恶狠狠地瞪了杨浩一眼，仿佛要将他牢牢记住，随即猛地一拍地面，体内所剩无几的阴寒灵力轰然爆发，整个人如同化作一道模糊的黑烟，冲天而起，以快得不可思议的速度向着郡守府外飞遁而去，眨眼间便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杨浩本想追击，但那老者的遁术极其诡异迅捷，远超寻常轻功，他起步稍慢，已然追之不及。妈的，跑得真快！杨浩暗骂一声，只能停下脚步。这时大批护卫和王虎等人终于赶到现场，看着一片狼藉的院落、破碎的院墙、昏迷的守卫以及站在那里气息如同洪荒猛兽般的杨浩，都是大吃一惊。浩哥，你没事吧？姑爷，发生什么事了？有刺客！苏正明也在吴峰等人的护卫下匆匆赶来，看到现场脸色大变。贤婿，这……杨浩摇摇头，示意自己无事。他走到那本掉落在雪地里的古书前，弯腰将其捡起。书入手微凉，封面是某种不知名的皮质，已经磨损得看不清原本的颜色，没有任何书名或字样。纸张泛黄脆弱，里面写的也是一些看似普通的山水游记和地方志怪传说，文字晦涩，配图粗糙，怎么看都像是一本不值钱的旧书。杨浩翻来覆去看了几遍，以他强大的精神感知力仔细探查，也未能发现任何灵力波动或者隐藏的机关秘密。岳父大人，可知这是何书？那贼人似乎就是冲着他来的。杨浩将书递给苏正明，苏正明接过书，仔细看了看，眉头紧锁，思索了片刻，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脸色微微一变。这本书好像是10几年前上一任郡守带队剿灭盘踞在本郡的一个名为幽冥教的魔教分支时，从其祭坛废墟中搜出来的东西。当时觉得有些古怪，便收入了库房，但一直没研究出有什么名堂，久而久之就忘了。怎么会有人专门来偷它？难道他隐藏着什么秘密？幽冥教、魔教？杨浩心中一动，隐隐觉得此事恐怕不简单。一个能让先天级别的高手甘冒其险潜入郡守府盗取的无用旧书，这本身就不合理。看来这本书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杨浩沉声道：“岳父大人，此书还需妥善保管，或许关乎重大。”苏正明面色凝重的点点头，将书紧紧攥在手里。我明白，今夜多亏贤婿了，否则府库被盗，老夫还蒙在鼓里。他心中后怕不已，同时对杨浩的实力有了更直观的认识。那贼人能从他女婿手下负伤逃脱，其实力也绝对可怕。他沉吟片刻，忽然将书得还给杨浩。贤婿，此书既然引得如此高手觊觎，必然牵扯极大，放在郡守府库房恐怕已不安全。方才那贼人虽被击退，难保不会有同党再来。贤婿你实力超群，此书由你保管，或许更为稳妥。苏正明语气郑重，眼中带着信任和托付。杨浩略一思索，便点头接了过来。也好，那我便暂且保管，定会小心谨慎。他将书收入怀中，这东西确实蹊跷，由他亲自看管，确实更让人放心。今夜之事，务必保密。苏正明转身对赶来的护卫统领和吴峰厉声下令，加强府内警戒，尤其是库房周边增派3倍人手，日夜巡逻。昏迷的守卫抬下去好生救治，严查今夜只手疏漏。是，大人。护卫统领冷汗涔涔，连忙领命而去。杨浩也对王虎、张铁柱等人吩咐道：“你们也打起精神，协助郡守府护卫，多留意府内外的异常动静，有任何发现，立刻报我。”明白，浩哥。王虎等人齐声应道，眼神锐利。经过诸果药业强化和严格训练的他们，感知和警惕性远超普通护卫。安排妥当后，杨浩这才转身返回内院。刚走进苏青岩所在的院落，就看到主屋的灯还亮着。他推门进去，只见屋内暖意融融，林秀、林月、苏青岩和小蝶4女都聚在一起，并未歇息。他们脸上都带着担忧和紧张的神色，显然刚才外面的巨大动静和喧嚣声也惊动了他们。看到杨浩安然无恙地走进来，4女同时松了口气，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夫君、相公、杨大哥、姑爷，4声带着担忧和庆幸的呼唤同时响起。林秀上前柔声道：“我们听到外面好像打斗的声响，心里害怕，又怕出去给你添乱，就都聚到青岩妹妹这里来了。你没受伤吧？”他说着，仔细的上下打量着杨浩。“我没事，一点小毛贼而已，已经打发了。”杨浩不想他们过多担心，轻描淡写的说道，走过去自然的揽住苏青岩和林月儿的腰肢，又对林秀和小蝶笑了笑。苏青岩靠在他怀里，依旧心有余悸。“真的没事吗？
我刚才好像听到好大的声响。真的没事，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杨浩笑着拍了拍胸膛，转移话题道，倒是你们这么晚了还不睡，聚在这里做什么？莫非是在商量什么对付我的妙计？他这话带着明显的调侃，顿时冲淡了屋内紧张的气氛。林月儿俏脸一红，嗔怪地捶了他一下，讨厌，我们是在担心你好不好？小蝶也小声嘟囔，姑爷就知道取笑我们。杨浩哈哈一笑，看着眼前4位风格各异却同样绝美的佳人，心中满是暖意。他话锋一转道，不过既然都没睡，那正好，我们该休息了。林秀儿和林月儿闻言脸上微红，以为杨浩是要他们回自己房间，便起身准备告辞。然而杨浩却手臂微微用力揽住了他们，嘴角勾起一抹坏笑，目光在4女羞红的脸上扫过，低声道，走什么？今晚就都留下吧。4女瞬间全都愣住了，随即俏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通红，如同熟透的苹果，连脖梗都染上了绯色。4人面面相觑，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羞涩和一丝隐秘的期待。相公，这怎么行？苏青言作为大家闺秀，首先羞得语无伦次。夫君，太荒唐了。林秀儿也羞得低下头，林月儿和小蝶更是直接用手捂住了脸，不敢看人，耳朵尖都红透了。杨浩看着他们这副可爱的模样，心中爱火更盛，不由分说，一把将离他最近的苏青言拦腰抱起，走向那张宽大的床榻，坏笑道，有何不可？我说行就行。检测到宿主与符合标准的异性伴侣，完成生命本源交融，获得属性点1，已自动加点，体质322323。检测到宿主与符合标准的异性伴侣，完成生命本源交融，获得属性点1，已自动加点，体质323324。红消帐暖，被翻红浪，满室皆春。与此同时，林家密室，林文远正在灯下研究着一张古老的羊皮地图，上面标注着一些奇怪的符号和路线。忽然，密室的门被一股阴寒的气息推开，玄阴上人踉跄着走了进来，他脸色苍白如纸，嘴角还残留着未擦净的血迹，衣袖破碎，露出里面明显扭曲变形的肩胛骨，气息萎靡不振，哪还有半分世外高人的模样？师傅！林文远大惊失色，猛地站起身，您这是怎么了？是谁能把您伤成这样？他心中骇浪滔天，他师傅可是先天境巅峰的强者，只差一步便能凝聚阴煞，成为宗师的存在。在这丰原郡，怎么可能有人是他的对手？难道州里的高手来了？玄阴上人剧烈地咳嗽了几声，又咳出一些淤血，眼神中充满了怨毒和后怕，声音沙哑的道，是那个杨浩。杨浩！林文远瞳孔骤缩，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怎么可能？他不过是个山野猎人，就算有些实力，怎么可能伤到师傅你？难道他隐藏了修为？也是先天？此子肉身力量恐怖至极，气血磅礴如烘炉，绝对是先天之境，而且绝非出入先天那么简单。玄阴上人心有余悸地说道，为师是被他偷袭得手，仓促间硬接了他全力一拳，才受了重创。嗨，那书呢？林文远急忙追问，那本书关乎他们的大计。玄阴上人脸色更加难看，摇了摇头，书被他抢回去了。什么？林文远脸色瞬间变得铁青，拳头猛地攥紧。失败了。师傅，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没有那本书里的东西，我们……玄阴上人眼中闪过一丝狠厉，打断他道，慌什么？此次是为师大意，被他偷袭所致，若正面对战，凭为师的手段未必不能将他拿下。不过此子确实是个变数，实力强横。他沉吟片刻，眼中毒光闪烁，为保万无一失，文远立刻用秘法传讯给你师叔和几位师兄，让他们速赶来丰原郡会合。等他们到了，我们联手必能将那杨浩围杀。届时不仅能夺回那本书，更能将郡首府和苏家连根拔起，免得夜长梦多。林文远闻言，眼中也燃起兴奋和狠毒的光芒。是，师傅，弟子这就去办。有师叔和几位师兄相助，任那杨浩有3头6臂，也难逃一死。清晨，杨浩在一阵细微的窸窣声中醒来，他刚一动弹，便感觉到缠绕在自己左右手腕上的那2道玄铁手环传来了异常的动静。他抬起手臂，定睛看去，眼中不由闪过一丝惊异。只见原本通体呈现幽暗金属色泽、鳞片冰冷的2条玄冥蛇，此刻模样大变。缠绕在左腕的那条，体型似乎稍稍纤细了一些，通体鳞片化做了晶莹剔透的雪白色，仿佛由万年寒冰雕琢而成，散发着缕缕肉眼可见的白色寒气，周围的空气都似乎被冻结，凝结出细小的冰晶，触之冰冷刺骨，仿佛能冻结灵魂。
而缠绕在右腕的那一条则变得略显粗壮，鳞片化作了炽热明亮的赤红色，如同烧红的烙铁，散发着灼人的高温，周围的空气都被烘烤得微微扭曲，触之滚烫，仿佛握住了一块燃烧的炭火。一冰一火，两种截然相反却又同样强大的气息，正从两条小蛇体内弥漫开来，并且变得越来越强盛。它们头顶的肉瘤已经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两个微微凸起、更加坚硬锐利的小脚雏形。腹下的4团凸起也变得更加清晰，隐约能看出利爪的轮廓。终于要到最后阶段了吗？杨浩眼神一亮，心中期待。他能清晰地感受到，两条小蛇体内正孕育着两股截然不同却同样强大的力量，一旦蜕变完成，必将成为他极大的助力。他小心翼翼地将手腕放在床边，避免惊扰到他们的进化，也避免冰火二气伤到身边仍在熟睡的四女。这时，怀中的苏清言也嘤鸣一声醒转过来，感受到杨浩的动作，慵懒地往他怀里蹭了蹭。另一边的小蝶也像只八爪鱼一样抱着他一只胳膊，睡得正香。林秀儿和林燕儿则睡在床榻外侧。温馨的晨光并未持续多久，门外便传来了轻轻的叩门声和老管家俯脖恭敬的声音。姑爷，老爷请您去大厅一趟，说是有要事相商。杨浩轻轻抽出被压麻的手臂，小心翼翼地起身，没有惊醒熟睡的四女。他快速穿戴整齐，看了一眼手腕上冰火交织的两条小蛇，将它们藏入袖中，这才开门走了出去，来到大厅。苏正明早已等候在此，脸色比昨日更加凝重，甚至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惊怒。王虎、张铁柱以及郡守府负责情报的心腹也在场。岳父大人，何事如此紧急？杨浩开口问道。苏正明将一份密报递给杨浩，声音沉重地说道：贤婿，我们派去调查林家的人有结果了，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和可怕。杨浩接过密报，快速浏览起来，越看他的眉头皱得越紧。密报上显示，第一，林家从去年夏末秋初开始就动用大量资金，暗中囤积了数量惊人的粮食，远远超出了他们家族本身以及名下所有田庄、商铺的需求。更诡异的是，在这个雪灾寒冬、粮价飞涨的时候，他们竟然没有拿出一粒粮食出售谋取暴利，这完全不符合林家一贯唯利是图的作风。第二，几乎在同一时期，林家通过控制的矿场以及私下渠道非法囤积了海量的铁矿石。如今数月过去，这些铁矿石极有可能已经被秘密冶炼成了生铁甚至兵器。第三，在郡城以及林家几个重要庄园内，发现了不明身份的精壮人员频繁调动聚集的迹象，人数不少，行动隐秘。第四，初步查证，郡中包括兵曹、户曹在内的多名中层官员都接受了林家的大量贿赂。看完密报，杨浩和苏正明对视一眼，两人几乎同时从牙缝里挤出了一个令人心悸的词：造反。囤积粮草，私炼铁器，暗中调动人手，贿赂军官。苏正明声音发颤，脸色苍白，他们是想造反。怪不得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杀掉林浩灭口，他们是怕林浩在牢里吐出半个字，坏了他们的大事。好一个林家，好大的狗胆！苏正明气得浑身发抖，猛地一拍桌子，竟然敢密谋造反，诛九族的大罪！杨浩眼神冰冷，脑海中瞬间闪过无数念头。他下意识地开口：既然证据确凿，我们立刻点齐兵马，直接去林家抓人，将他们一网打。他的话说到一半，突然顿住了。不行，不能打草惊蛇。现在郡城里到底有多少官员被林家收买？郡兵之中又有多少人是林家的眼线甚至内应？一旦贸然动手，消息必然泄露，很可能不仅抓不到人，反而会逼得林家立刻狗急跳墙，提前发动叛乱。到时候郡城内乱，血流成河，后果不堪设想。苏正明显然也想到了这一点，坐回椅子上，不能轻举妄动。现在敌暗我明，我们根本不知道身边哪些人可信，哪些人是林家的棋子。一直沉默旁听的吴峰此刻上前一步，沉声问道：郡守大人，我们现在还能调动多少绝对可靠的军队？苏正明苦笑一声，揉了揉眉心。丰原郡的郡兵分为东、南、西、北4位，每位满编3000人。但如今东卫指挥使是林家姻亲，南卫指挥使去年收过林家厚礼，西卫态度暧昧不明。我能完全信任，确保不会被林家渗透的，恐怕只有北卫指挥使赵莽和他麾下的3000人马了。只有3000可靠的人马，而林家暗中筹备多年，其隐藏的力量恐怕绝不止明面上那些家丁护院，更何况他们还可能勾结了外部势力。杨浩想到了昨夜那个诡异的老者，他看向苏正明，果断道：岳父大人，未经之计，我们绝不能打草惊蛇。这几日我们便装作什么都没发现，一切如常，甚至可以对林家稍微放松警惕，麻痹他们。同时我们必须立刻增强我们手中的力量。王虎在。
浩哥，王虎立刻上前，你立刻骑快马返回青山坳，除必要的留守人员外，将其余150名弟兄全部带来，昼夜兼程，务必在2日内赶到郡城。杨浩下令，语气不容置疑。他那150名断体9点巅峰的狩猎队员，是一支足以改变局部战局的力量。是，浩哥。王虎领命，没有丝毫犹豫，转身便大步流星地冲了出去。杨浩又看向苏正明，岳父大人，请您立刻秘密调拨200套最好的军械装备，包括铁甲、强弓、硬弩、钢刀、长矛。等我的人一到，立刻武装起来。这支骑兵将是我们对付林家的关键。苏正明看着杨浩雷厉风行、条理清晰的安排，心中稍安，立刻点头。好，我这就让吴师傅去办，绝对挑选最好的装备。大厅内气氛紧张而肃杀，一场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汹涌，决定丰原郡命运的风暴，正在双方紧锣密鼓的准备中悄然逼近。苏正明采纳了杨浩的建议，并未立刻发作，派人将林浩的尸首妥善收敛，以一副沉痛惋惜的姿态送到了林家府上。派去的官员言辞恳切，表示林三公子在郡守大牢内被奸人所害，郡守大人万分震怒，现已加派人手全力缉拿凶徒，定要还林家一个公道。林家方面，林啸天出面接待了使者，他面色沉痛，甚至挤出了几滴眼泪，表现得如同一位悲痛欲绝的父亲，并未对郡守府有任何指责或质疑，只是哽咽着表示希望官府能早日抓到凶手，便让人将林浩的灵柩抬了进去。整个过程平静得近乎诡异。接下来的3天，丰原郡城陷入了一种反常的平静之中。林家没有任何动作，仿佛彻底接受了林浩之死和退婚的事实。郡守府也按兵不动，只是暗中北魏指挥使赵莽加强了对北魏军的控制和操练，吴峰也秘密筹备好了杨浩所需的200套精良军械。第3日夜晚，月黑风高，郡城北门在深夜悄然开启一道缝隙，在王虎和早已等候在此的吴峰的接应下，150名如同幽灵般的青山坳狩猎队员悄无声息地涌入城中，他们纪律严明，动作迅捷，尽管长途奔袭，却个个精神饱满，眼神锐利如鹰，身上带着一股久经山林搏杀沉淀下来的汗野之气。更让吴峰瞳孔骤缩，倒吸一口凉气的是，在这支队伍的最后，竟然跟随着3头庞然大物，正是金兰和小白、小文。3头猛虎显然被特意叮嘱过，他们收敛了所有的野性和威压，行走间肉垫落地无声，如同3座移动的山峦，安静的可怕。唯有那在黑暗中偶尔开合的闪烁着幽光的兽瞳，提醒着人们他们是何等可怕的洪荒异兽。浩哥担心郡城有变，让他们也来助阵。王虎低声对一脸震惊的吴峰解释道。吴峰咽了口唾沫，艰难的点点头，心中对杨浩的敬畏更深了一层。能驱使如此异兽，这位姑爷的手段简直深不可测。他不敢怠慢，立刻领着人和虎，借着夜色掩护，悄无声息地前往早已安排好的靠近郡守府的一处隐蔽大宅安置。那200套精良装备也早已堆放在那里。几乎在同一时间，郡城南门之外，数十个穿着单薄黑色劲装，仿佛丝毫不惧严寒的身影，如同幽灵般出现在风雪中。他们气息阴冷，行动迅捷如电，为首的正是伤势似乎已经恢复大半的玄阴上人以及林啸天、林文远父子。双方没有多余废话，玄阴上人微微颔首，那群黑衣人便如同狸猫般悄无声息地随着林氏父子融入了南城的黑暗巷道之中，消失不见。接下来的3天，整个丰原郡城又陷入了一种令人窒息的诡异的宁静之中，仿佛暴风雨来临前那极致的压抑，连空气都变得粘稠沉重。普通百姓或许毫无所觉，但嗅觉灵敏的人和各方势力都隐隐感到了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安。而这几天，杨浩在郡守府内倒是过得惬意无比。白日里或是与苏正明商讨局势、检查装备，或是陪着4位绝色娇妻在府内赏雪散步，夜晚则更是鸾凤和鸣，极尽欢愉。林秀儿、林月儿、苏青言、小蝶4女经过这几日的亲密无间，早已抛却了最初的羞涩，变得默契十足，共同承受并享受着夫君那仿佛无穷无尽的宠爱和精力。6日时间，他的体质再度暴涨24点，达到了348点的恐怖数值，体内奔腾的气血之力愈发磅礴浩瀚，如同即将喷发的火山，力量感充斥全身每一寸筋骨。然而，这香艳平静的日常在这天上午被打破了。一名身着素服、神情肃穆的林府管家来到了郡守府，递上了一份制作考究、用语严谨的讣告和一份正式的请柬。请柬内容大致是：林家不肖子林浩不幸没于狱中，则于明日4时上午9至11点于林家祠堂举行发引，既出殡，恳请郡守大人及其贤婿杨浩拨冗莅临。宋小儿最后一程。苏正明看着这份措辞看似哀戚，实则暗藏讥讽的请柬，脸色凝重，立刻让人请来了杨浩。贤婿，你看林家这是什么意思？
苏正明将请柬递给杨浩，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这分明是敞鸿门宴。杨浩看完请柬，眼神微眯，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林家在这个敏感的时候发出这样的邀请，目的绝不单纯，是试探，是想趁机发难，还是另有图谋？岳父大人以为该如何？杨浩反问道。苏正明沉吟道：去，自然风险极大，林家必然布置重重陷阱，但若不去，反倒显得我们心虚怯懦，打草惊蛇，也可能被他们借题发挥，污蔑我们与林浩之死有关，甚至可能提前引爆冲突。杨浩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目光深邃，正在权衡利弊。去，风险极大，对方必然布下了天罗地网；不去，则显得怯懦，也可能让对方找到发难的借口。就在这时，一只安静缠绕在他手腕上，一冰一红两条小蛇毫无征兆地同时轻轻动了一下，紧接着一股无比清晰的带着依赖和亲昵的意念，如同涓涓细流，直接涌入杨浩的脑海之中。那并非声音，而是一种纯粹的精神交流，意念中带着少女般的甜美与娇柔。主人，主人，我们醒来了。杨浩先是一愣，随即心中涌起巨大的惊喜，他们终于完成了最后的蜕变，而且竟然拥有了如此灵性，可以直接进行精神沟通。他立刻集中精神，尝试着用意念回应。很好，感觉如何？感觉很好呢，主人。两条小蛇的意念雀跃而活泼，感受着脑海中两个新生的强大的意识，以及手腕上传来的截然不同却同样磅礴的力量感。杨浩心中的最后一丝顾虑瞬间烟消云散，他猛地抬起头，看向一脸凝重的苏正明，嘴角勾起一抹自信而冷冽的笑容，斩钉截铁地说道：去，为什么不去？正好趁此机会看看他们林家到底给我们准备了怎样的一出好戏。夜幕降临，丰原郡城被一种山雨欲来的死寂所笼罩。郡守府书房内灯火通明，杨浩与苏正明相对而坐，面前摊开着郡城的布防图，王虎、吴峰等一众人站着他们四周，两人神色凝重，将最后的部署一一敲定。贤婿，命令就由你下达吧。是，岳父大人。郡守府乃我等根基，绝不能有失。杨浩手指点着郡守府的位置，王虎、王豹在。浩哥。两人踏前一步，声如洪钟，命你二人带领50名青山傲弟兄，即刻换防郡守府所有关键岗位。原府中护卫一律调入内院休整，未经允许不得外出。金兰、小白、小文也会留在府中协助你们镇守，若有宵小敢趁乱冲击郡守府，格杀勿论。杨浩下令，语气森然。是，保证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王虎、王豹领命，眼中燃烧着战意。有那3头神骏巨虎在，他们信心倍增。张铁柱、王石头、李二牛、孙小虎、赵麻子、陈狗子、周水生。杨浩目光扫过其余几位核心骨干，在。浩哥。7人齐声应道，气势如虹。剩余100弟兄由你们7人统领，分为3队，即刻随吴师傅前往北魏大营会合赵莽指挥使。杨浩看向吴峰，吴师傅，麻烦你带路，并协助赵指挥使在今夜子时之后，以加强城防演练为名，将北魏3000人马秘密调入城中，分散隐匿于北城区域的民房、仓库之中。切记，务必隐蔽，不可走漏风声。姑爷放心，包在我身上。吴峰郑重抱拳。杨浩最后看向张铁柱等人，目光锐利。你们的任务是明日清晨，待我与郡守大人出发前往林家之后，立刻以郡守首令和赵指挥使的兵符为凭，以北魏将士为主力，你们的100兄弟为尖刀，以例行换防为由，迅速控制东南西3处城门，将所有守军暂时缴械看管，接管城防。若有反抗者，立斩不赦。是，浩哥。7人轰然应诺。他们深知此任务的重要性，控制城门就等于扼住了郡城的咽喉。都去准备吧。行动。杨浩大手一挥，众人领命而去，迅速消失在夜色中。安排完一切，杨浩这才回到内院。房间内4女皆未入睡，都在等他，美眸中充满了担忧。看到杨浩回来，4女同时起身迎上。夫君都安排好了吗？杨浩微微一笑，揽过离他最近的苏青言和林秀，温声道：放心，一切尽在掌握。明日你们只需安心待在府中，无论听到什么动静都不要出来，有金兰他们保护你们，万无一失。他顿了顿，抬起右手手腕，轻声道：出来见见你们的女主人。话音刚落，一白一红2道微光闪过，只见2条约莫尺许长，身形优雅矫健，头生晶莹小角，腹下4爪微线的小蛟龙出现在杨浩的手腕上，亲昵地蹭着他的皮肤。他们身上的鳞片分别散发着淡淡的寒气和温热，眼神灵动无比，
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的四女。呀！四女同时发出一声低低的惊呼，美眸圆睁，充满了惊奇和喜爱。他们虽然知道2条小蛇的存在，却没想到蜕变后竟是如此神异可爱。主人，他们就是女主人吗？好漂亮呀！一道带着冰凌气息的甜美意念传入杨浩脑海。是呀是呀。另一道活泼热烈的意念紧接着响起，杨浩笑着用指尖摸了摸2条小蛟龙的脑袋，对四女道：我给他们取了名字，白色的叫冰离，红色的叫妍希，以后他们也是家里的一份子了。冰离、妍希真好听。灵月儿忍不住伸出手想要触摸一下，冰离乖巧地低下头，让她摸了摸自己冰凉如玉的鳞片，妍希则主动用脑袋蹭了蹭灵月儿的手指，惹得她咯咯直笑。杨浩通过意念问道：冰离、妍希，你们现在感觉如何？算是何种？物种。实力大约在什么层次？冰离的意念回应带着一丝清冷和骄傲。主人，我们成功化蛟了，不再是蛇了哦，我们是变异的蛟龙呢。我吸收了谷中的玄阴煞气和朱果的灵力，应该是玄冰灵蛟。妍希妹妹融合了地火精粹和朱果阳力，算是赤炎灵蛟吧。妍希兴奋地补充道：实力嘛，按照主人你们人类的划分，我们刚刚完成蜕变，稳定下来大概相当于4阶。就是宗师级，虽然只是初期，但打一般的宗师境。哼哼，小蛟龙的意念里充满了自信。宗师级，杨浩心中大喜，这可是远超他预期的强大助力。有2条宗师级的变异蛟龙在手，明日的鸿门宴，他的底气又足了几分。这一夜，杨浩并未再做其他安排，而是安心的与四女温存休息，将状态调整至最佳，检测到宿主与符合标准的异性伴侣，完成生命本源交融，获得属性点+1，以自动加点。体质348349，当前体质352。翌日清晨，杨浩神采奕奕地起身，他将变得如同手镯般大小的冰离留下，缠绕在灵袖腕上，叮嘱道：冰离，保护好他们。冰离乖巧地点点小脑袋，而妍希则依旧化作一道赤红纹身，隐匿在杨浩的手腕处。苏清言细心地为杨浩整理好衣服，眼中满是担忧和不舍。夫君，一切小心。放心。杨浩在他唇上轻啄一下，自信一笑。来到府门外，苏正明和吴峰已经等候在此，身后跟着10几名精心挑选的绝对可靠的郡守府护卫。众人翻身上马，向着灵府方向而去。灵府今日白帆高挂，气氛肃穆哀戚。府门前车马众多，几乎整个丰原郡城有头有脸的官员、士绅、豪商都到了。不管私下关系如何，表面功夫总要做的。林啸天一身黑衣，面容悲戚憔悴，亲自站在门口迎接郡守。看到苏正明和杨浩的队伍，他眼中闪过一丝极其隐晦的厉色，随即换上一副哀容，快步迎上，躬身行礼。郡守大人，大驾光临，寒舍蓬荜生辉，树林某丧服在身，不能全礼了。苏正明也是演技精湛，连忙下马扶起他，叹气道：林家主节哀顺变，白发人送黑发人，本官定然督促手下早日缉拿凶徒，以位号在天之灵。多谢大人。林啸天声音哽咽，仿佛悲痛欲绝。杨浩冷眼旁观，他的目光看似随意地扫过灵府内外，心中却是一凛。不对劲。灵府那些披麻戴孝、来回忙碌的下人，虽然个个低着头，显得无比哀伤，但他们的步伐沉稳有力，呼吸悠长，太阳穴微微鼓起，眼神偶尔开合间金光闪烁，体内隐隐蕴含着不弱的力量。这哪里是普通家丁，分明都是身手不凡的练家子，甚至其中不少人的气息超越了断体劲武者。果然是一场鸿门宴。杨浩与苏正明、吴峰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三人都在对方眼中看到了凝重。郡守大人，杨贤侄，请灵堂上香。林啸天侧身引路，语气悲切。杨浩整理了一下衣袍，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冷意。他迈步跟着苏正明踏入了这龙潭虎穴般的灵府。灵堂内白烛高烧，香烟缭绕，气氛本该庄严肃穆。苏正明和杨浩在灵柩前象征性递上了香，便准备依照礼节告辞。然而就在他们转身欲走的刹那，哐当哐当，灵府那2扇沉重的朱漆大门被人从外面猛地关上，并传来了上门栓的巨响。与此同时，灵堂两侧的侧门也被死死堵住。怎么回事？为什么关门？宾客中顿时响起一阵骚动和惊呼，部分不明所以的官员士绅面露惊慌，不知所措。更令人心惊的是，那些原本披麻戴孝、一副悲戚模样的邻家下人们，此刻猛地扯掉了身上的白衣，露出了里面黑色的劲装。同时，他们纷纷从校服下、从棺材后、从各个角落抽出了明晃晃的钢刀长剑、弓弩上弦，动作整齐划一，
杀气腾腾，瞬间将整个灵堂包围。锋利的兵刃在烛光下闪烁着寒光，对准了场中央的苏正明、杨浩等10余人。那些刚刚还面露惊慌的宾客，此刻竟有大半迅速冷静了下来，甚至有人嘴角露出了冷笑，默默地退到了林家打手的身后，冷眼旁观。显然，他们早已知情，甚至是参与者。苏正明脸色铁青，环视四周，最后目光定格在面色骤然变得阴冷狰狞的林啸天身上，厉声道：“林啸天，终于不准备再藏头露尾了吗？”林啸天此刻脸上哪还有半分悲戚，只剩下得意的冷笑和怨毒。藏，到了这一步，还有什么好藏的？苏正明，你以为你今天还走得出我林家大门吗？他话音未落，灵堂后方悬挂的巨大电字帷幕后转出了4道身影。这4人皆身穿绣着诡异幽冥火焰纹路的玄色长袍，气息阴冷而强大。其中一人正是杨浩那夜交过手的玄阴上人。然而此刻，他却恭敬地站在靠后的位置。为首者是一名面容看起来只有40来岁，眼神却深邃阴鸷，仿佛蕴藏着无尽邪意的中年男子。他负手而行，步伐从容，仿佛他才是此地真正的主人。林啸天和林文远见到此人，立刻躬身低头，语气充满了敬畏的叫道：“教主。”那幽冥教主看都没看林氏父子一眼，目光如同毒蛇般，直接锁定了杨浩和苏正明，缓缓踱步来到他们面前数丈远处站定。吴峰和10几名郡守府护卫瞬间紧张到了极点，刀剑出鞘，将苏正明和杨浩护在中间，冷汗却已经浸湿了他们的后背。对方散发出的威压实在太恐怖了。幽冥教主嘴角勾起一抹邪异的笑容，声音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郡守大人，自我介绍一下，本座乃幽冥教县任教主。今日之事，只要你将上次从本座长老手中抢走的那本古书交出来，本座可以做主，放你们安然离开。”苏正明闻言，脸上露出不屑的冷笑：“我倒是谁？原来是幽冥教的余孽！10几年前剿匪未尽，让你们苟延残喘至今，不好好躲在阴沟里苟活，竟然还敢跳出来兴风作浪！”幽冥教主并不动怒，依旧语气平淡：“本来按照计划，我们拿到那本书，参透其中奥秘，待到开春时机成熟，方才起事。苏郡守你，本还可以多活些10日。”他话锋一转，眼神骤然变得冰冷。可惜你们偏偏要阻挠本座取书，坏了我的好事。本座仁慈，再给你们最后一个机会。他的目光扫过苏正明、杨浩以及他们身后那些瑟瑟发抖的少数几个并未投靠林家的官员，声音陡然提高，如同寒冰刮过所有人的心头：“跪下，宣誓效忠我幽冥教，可活，否则死！”随着他最后一个死字落下，恐怖的杀气如同实质般弥漫开来，那些本就摇摆不定的官员士绅扑通扑通跪倒了一大片，争先恐后地喊道：“我等愿效忠教主，愿效忠教主！”转眼间，场中站着的只剩下苏正明、杨浩、吴峰以及那10几名死死护住他们的郡守府护卫。杨浩眼神冰冷，心中却在快速盘算。他上前一步，挡在苏正明身前，目光直视幽冥教主，开口问道：“那本书究竟是什么？值得你们如此大动干戈？还有，你们就凭这些人，有什么底气敢公然造反？难道不怕朝廷大军围剿吗？”他试图套话，想了解更多关于那本书和幽冥教的信息。幽冥教主看着杨浩，眼中闪过一丝讶异，似乎没想到这个年轻人到了此刻还能如此镇定。他笑了笑，那笑容却让人不寒而栗。年轻人好奇心太重，可不是什么好事。不过你们没有跪，看来你们已经做出选择了。话音落下的瞬间，幽冥教主的身影毫无征兆地消失了。下一刻，他如同鬼魅般出现在杨浩面前，一只苍白修长却蕴含着恐怖阴寒力量的手掌直拍杨浩面门，速度快到极致。贤婿小心！苏正明惊呼：“保护姑爷！”吴峰怒吼着想要上前，但杨浩的反应更快，他早就全身戒备，在幽冥教主动的瞬间，体内磅礴如海的气血之力轰然爆发，赤金色的光芒瞬间包裹住他的拳头，不闪不避，一记毫无花哨的直拳悍然轰向对方的手掌。硬碰硬，他就是要试试这幽冥教主的深浅。轰！拳掌相交，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恐怖爆鸣，两股截然不同的强大力量猛烈对撞，阴寒邪异的幽冥灵力与至阳至刚的磅礴气血疯狂侵蚀湮灭，产生的气浪如同爆炸般向四周席卷而去，离得近的几个林家打手和桌椅瞬间被掀飞出去，灵堂内的白烛剧烈摇晃，险些熄灭。噔噔噔噔噔，杨浩只觉得一股阴寒刺骨却又带着诡异腐蚀性的力量顺着手臂涌入体内，让他气血微微一滞，身不由己地向后连退了10几步，每一步都在青石地板上留下一个深深的脚印，才勉强稳住身形，手臂一阵发麻。而对面的幽冥教主
同样向后滑退了10余步，衣袖被狂暴的气血之力震得碎裂，露出的手臂上一丝赤金色的气血如同小蛇般窜动，被他运功强行逼散。他脸上那抹从容邪意的笑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丝震惊和凝重。好强悍的气血，好霸道的力量！幽冥教主眼神锐利如刀地盯着的杨浩，区区先天初期竟有如此实力，怪不得能伤我长老。小子，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一次正面硬汉，两人竟是平分秋色。杨浩甩了甩发麻的手臂，体内气血奔腾，嘴角勾起一抹冷冽的弧度。杀你的人！狂妄！幽冥教主的脸色彻底阴沉下来，杀意暴涨。既然你找死，本座就成全你。所有人听令，杀！一个不留！杀！随着他一声令下，包围在四周的幽冥教教徒和林家死士如同潮水般挥舞着兵刃，向着场中仅存的10余人疯狂扑杀而来。面对如同潮水般涌来的敌人，以及那位实力深不错、已然动了真怒的幽冥教主，杨浩眼中非但没有惧色，反而闪过一丝凌厉的寒芒。既然你们想玩大的，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他心念一动，沟通潜伏在手腕处的妍希。妍希，让他们见识一下你的厉害。好嘞，主人。妍希早就等不及了。一道兴奋雀跃的意念瞬间回应。下一刻，在所有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一道赤红色的光芒猛地从杨浩手腕处爆发开来。光芒迅速膨胀、拉伸、变形，一股恐怖至极，仿佛来自洪荒远古的炽热威压轰然降临，瞬间笼罩了整个灵堂。温度急剧升高，空气扭曲，那些扑杀上来的敌人只觉呼吸一滞，如同迎面撞上了一堵燃烧的墙壁，动作都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吼！一声震耳欲聋、充满了无尽威严与爆裂气息的龙吟之声响彻云霄，甚至传遍了小半个丰原郡城。赤红光芒散去，显露出其中的存在。那是一条身长超过10丈、通体覆盖着赤红如玉、流淌着熔岩般光泽鳞片的蛟龙。它头生金银双角，腹下4只利爪寒光闪烁，巨大的尾巴轻轻摆动，便带起灼热的气浪。正是完全体的妍希赤炎灵蛟。它那巨大的燃烧着金色火焰的树瞳，冰冷地扫过下方如同蝼蚁般的人群，最终锁定那些冲杀过来的敌人。焚！妍希张开巨大的龙口，猛地喷吐出一道直径足有数米的赤金色龙息火柱。那火柱并非凡火，其中蕴含着极其恐怖的毁灭性能量，所过之处，空气被烧得噼啪作响，空间都仿佛要塌陷。不，快跑啊！那些冲在最前面的幽冥教教徒和林家死士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便在接触到龙息火柱的瞬间直接气化消失，连灰烬都没有留下。稍远一些的也被那恐怖的高温瞬间点燃，化作一个个惨嚎的火人，疯狂挣扎着倒下，顷刻间便烧成焦炭。仅仅一次龙息喷吐，至少有50-60名精锐敌人瞬间人间蒸发。灵堂前方被清空了一大片，地面被烧融出焦黑的痕迹，散发着刺鼻的焦糊味。静，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毁天灭地般的恐怖景象吓傻了。那些跪在地上的投降派官员士绅，一个个吓得屎尿齐流，瘫软在地，瑟瑟发抖，连头都不敢抬。林啸天脸上的狞笑彻底僵住，取而代之的是无边的恐惧和难以置信，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就连苏正明和吴峰等人，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亲眼看到如此神威，也是震撼的无以复加，同时涌起巨大的狂喜。而原本杀气腾腾、自信满满的幽冥教主，此刻脸色巨变，瞳孔缩成了针尖大小，失声惊呼：蛟龙，而且是宗师级的火蛟，这怎么可能？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可能驱使如此神兽？他心中的惊骇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宗师级的灵兽啊，那可是能匹敌甚至碾压人类宗师强者的存在，在这偏远郡城怎么可能出现这种东西？而且还听命于一个先天小子。巨大的恐惧瞬间攫住了他的心。有这宗师火蛟在，他们所有的计划、所有的优势全都成了笑话。长老听令，给我拦住他！幽冥教主几乎是尖叫着下达命令，同时身体毫不犹豫地化作一道模糊的黑影，以最快的速度向着灵堂后方暴退。他竟然直接舍弃了手下和盟友，想要独自逃命。玄阴上人和另外2名幽冥教长老脸色也是惨白如纸，但他们显然对教主的命令有着根深蒂固的服从。3人一咬牙，同时爆发全部灵力，3道阴寒刺骨的强大攻击轰向半空中的妍希，试图为教主争取时间。哼，蝼蚁！妍希发出一声不屑的龙吟，巨大的龙尾如同燃烧的山脉，带着毁灭性的力量，随意的一扫。砰砰砰，3声闷响。玄阴上人3人的攻击在龙尾面前不堪一击，瞬间被拍碎。恐怖的距离于是不减，直接将3人如同拍苍蝇般狠狠抽飞出去。
噗！啊！三人鲜血狂喷，骨断筋折，重重砸在远处的墙壁上，生死不知。而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幽冥教主的身影已经快要消失在灵堂后方的帷幕处。另一边，林文远这个狡猾的家伙，在看到蛟龙出现的瞬间，就已经肝胆俱裂，根本顾不上他父亲和什么家族大业了，几乎和幽冥教主同时，向着另一个方向的侧门亡命奔逃。想跑？杨浩眼神一冷，妍希不用他吩咐，巨大的龙头一转，又是一口恐怖的龙息，如同火焰长鞭般扫向幽冥教主逃跑的方向。轰隆！整个灵堂后墙被龙息直接轰塌了大半，砖石横飞，烈焰熊熊。然而那幽冥教主的身影却如同鬼魅般在肩部融化之际遁入了废墟阴影之中，气息迅速远去，竟然被他侥幸逃脱了。主人，那个坏蛋跑得好快，钻进地下了。妍希有些懊恼地传来意念。杨浩眉头微皱，这幽冥教主果然有些保命的诡异手段。他目光一扫，又发现林文远也快要冲出侧门。妍希，留下那个。明白。妍希龙目一瞪，一只巨大的燃烧着火焰的龙爪隔空对着林文远的方向猛地一按。不！林文远感受到身后那毁天灭地的力量，发出绝望的嘶吼，拼命催动灵力想要抵挡。然而一切都是徒劳。噗嗤！如同捏碎一个鸡蛋般，林文远连同他仓促撑起的护体灵力，瞬间被那无形的巨大龙爪捏爆，化作一团血雾，尸骨无存。这位林家大少爷，林家的未来希望就此形神俱灭。这一切说来话长，实则都发生在短短几个呼吸之间。灵堂内残存的敌人早已吓破了胆，纷纷丢下武器，跪地求饶。林啸天看着儿子惨死，教主逃跑，长老覆灭，整个人如同被抽走了魂魄，瘫倒在地，面如死灰。杨浩负手而立，妍希庞大的身躯盘旋在他身后，赤红的鳞片在火光映照下熠熠生辉，如同降世的神明。他冰冷的目光扫过全场，最后落在面无人色的林啸天身上。现在轮到我们谈谈了。灵堂内的血腥味与焦糊味混合在一起，令人作呕。方才还气势汹汹的幽冥教徒与林家死士，此刻非死即降，跪满一地，瑟瑟发抖。杨浩冰冷的目光落在面如死灰、瘫软在地的林啸天身上，他走上前，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这位曾经的风元俊豪强之首。林啸天，杨浩的声音不带丝毫感情，说吧，幽冥教的老巢在哪里？他们还有多少势力潜伏在城中乃至郡内？那本古书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说出来，或许可以给你一个痛快。林啸天缓缓抬起头，眼神空洞，充满了绝望和一丝疯狂的讥讽。他咧开嘴，露出带血的牙齿，发出呵呵的惨笑。成王败寇，没什么好说的。杨浩、苏正明，你们别得意，教主神通广大，他一定会为我们报仇的。你们还有这封元俊都会给我们陪葬。他显然存了死志，咬紧牙关，不肯再透露半个字。冥顽不灵！苏正明怒斥一声，失去了耐心。林家勾结魔教，密谋造反，证据确凿，已是诛九族的大罪。审问细节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立刻控制局面，防止更大的动乱。来人，将林啸天以及所有林家核心成员，还有这些幽冥教的逆贼，全部打入死牢，严加看管，待本官肃清余孽，再一并论罪。苏正明厉声下令。是。几名如狼似虎的郡守府护卫立刻上前，将毫无反抗之力的林啸天拖了起来，铐上沉重的镣铐。苏正明、杨浩，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林啸天还在嘶吼，被护卫用破布塞住了嘴，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如同死狗般被拖了下去。那些跪地投降的官员士绅见状，更是吓得魂飞魄散，磕头如捣蒜，纷纷表示愿意戴罪立功，检举揭发。苏正明看着一片狼藉的灵堂和这些墙头草，眼中闪过一丝厌恶，对吴峰吩咐道：将这些人全部暂时收押，分开看管，逐一审讯录口供，若有隐瞒，罪加一等。遵命。吴峰领命，立刻带人开始清理现场，抓捕俘虏。灵堂内顿时空旷了许多，只剩下满地的狼藉和尸体。就在这时，一名传令兵急匆匆地从外面跑了进来，单膝跪地，气喘吁吁地禀报：大人，姑爷，北魏指挥使赵莽将军派人来报，东、南、西3处城门已被我军成功控制。但是传令兵语气一顿，脸上露出一丝紧张。但是此刻每到城门之外都出现了大股军队，看旗号是东魏、南魏、西魏的人马，他们将城池围住了。苏正明和杨浩对视一眼，并未感到意外。走，去东门看看。杨浩沉声道。一行人迅速离开一片狼藉的灵府，策马赶往东城门。东门外，黑压压的军队列阵于风雪之中，刀枪如林，旌旗招展，
怕是有不下3000人。为首的正是东魏指挥使，一名身材高壮、披甲持枪的将领。他正对着城头喊话，声音在旷野中回荡。城上的人听着，我等接到急报，郡城内有乱党作乱，挟持郡守大人，奉兵曹急令，特率军前来平叛，速开城门，否则以叛党论处，格杀勿论。城头上，北魏指挥使赵莽那魁梧的身影出现，他看着城下黑压压的自己人，脸色铁青，怒声道：王奔，你放屁！城内叛乱的就是你主子林家，尔等勾结魔教，图谋不轨，如今事迹败露，还敢在此颠倒黑白，污蔑忠良，造反的是你们。城下的东魏指挥使王奔看到赵莽出现在城头，心中顿时咯噔一下。赵莽在此，说明北魏已经入城并被郡守掌控，他们的计划确实暴露了。但他不清楚灵府内的具体情况，更不知道幽冥教主已经败逃。他佯装大怒，指着城头骂道：赵莽，你血口喷人，分明是你挟持郡守，控制了城门，意图不轨。众将士听令，城内叛党负隅顽抗，随我攻城，救出郡守大人。他身后的东魏士兵们虽然有些骚动和疑惑，但军令如山，还是纷纷举起兵器，准备发动进攻。王奔心中盘算，就算北魏3000人控制了城墙，但他们东南西3卫加起来近万人，强攻之下拿下郡城并非难事。只要攻进去，控制局面，到时候是非曲直，还不是由胜利者书写。然而就在攻城命令即将下达的千钧一发之际，一名传令兵快马从后方军阵中疾驰而来，冲到王奔身边，气喘吁吁的低声急语了几句。王奔脸上的怒容瞬间僵住，转而变成了难以置信的惊骇和恐惧。他猛地抬头看向城头，眼神中充满了慌乱。那传令兵带来的消息极其简短，却石破天惊。灵府事变失败，幽冥教主重伤遁逃，林文远被杀，林啸天被擒，参与叛乱的官员几乎被一网打尽。更可怕的是，郡守府一方有蛟龙相助，神威惊天。蛟龙，王奔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但传令兵那惊恐万状的表情不像作假。一瞬间，王奔冷汗湿透了重甲，所有拼死一搏的勇气瞬间烟消云散。教主都跑了，林家完了，他们这些虾兵蟹将还拼个什么劲？更何况对方还有那种传说中的恐怖存在。攻城，怕是上去多少死多少。撤军！王奔几乎是咬着牙，从喉咙里挤出这2个字，声音干涩无比。将军！副将一愣，不明所以。全军听令，后队变前队，撤回大营。快！王奔不再解释，调转马头，第一个向着来路狂奔而去。东魏的士兵们面面相觑，一头雾水，但看到主将都跑了，也只好收起兵器，乱哄哄地跟着撤退。城头上的赵莽看着城外原本杀气腾腾的军队突然如同潮水般退去，也是愣了片刻，随即松了口气。虽然不明白原因，但危机暂时解除了。几乎在同一时间，南门和西门外也发生了类似的一幕。围城的南魏和西魏军队几乎都在同一时间收到了来自城内的惊人消息，主将们个个吓得魂飞魄散，毫不犹豫地下令撤军，跑得比来时还快。短短半个时辰内，兵临城下的近万大军便撤得干干净净，只留下满地杂乱的脚印和一片死寂的血源。城头之上，苏正明和杨浩刚到，就看到退去的军队，心中了然，看来是灵府那边的消息传出去了。看来这些叛军是收到风声，吓破胆了。苏正明冷笑道：一群乌合之众。杨浩语气平淡：岳父大人，当务之急是立刻稳定城内秩序，清算叛党，安抚民心，同时派人收缴3位军权，派出信使将丰原郡发生的一切火速上报州府和朝廷。贤婿所言极是。苏正明点头，眼中闪烁着锐利的光芒。一场巨大的危机看似化解，但接下来的善后和清算，以及应对幽冥教可能的报复，才是更大的挑战。丰原郡的天虽然未曾变色，但经过这一番洗礼，格局已然彻底改变。而杨浩的名字以及那蛟龙将士的传说，必将以惊人的速度传遍整个郡城乃至更远的地方。苏正明迅速下达了一系列命令，派人安抚城中百姓，张贴安民告示，逮捕清算城内已知的林家余党及投靠幽冥教的官员，忙得不可开交。稳定内部是当务之急。他将杨浩请到一旁，神色凝重道：贤婿，城内之事交由老夫处理，城外就交给你了。这是我的令符，北魏任你调度。杨浩点头，接下令符，明白这是眼下最关键的任务。岳父放心，我这就去办。他没有任何拖延，立刻与北魏指挥使赵莽会合。赵莽早已点齐1000北魏精锐，以及王虎、张铁柱等100名如同杀神般的青山傲战士，在城门内等候。浩哥，弟兄们都准备好了。
王虎见到杨浩，立刻上前，眼神灼灼，战意昂扬。这100名断体9点巅峰的战士，此刻就是军中最锋利的尖刀。杨浩目光扫过军容整肃的队伍，沉声道：“赵将军，王虎，随我出城，目标东魏大营，收缴兵权，抓捕叛将。”是。众人齐声应诺，声震云霄。嘘！杨浩吹了一声口哨。很快，一道巨大的金色身影如同旋风般从郡守府方向奔来，正是肩高超过2.3米、威猛无比的金兰。他低吼一声，乖巧地匍匐在杨浩面前。杨浩翻身上虎，大手一挥，开城门，出发。沉重的东城门缓缓打开，杨浩一虎当先，身后是杀气腾腾的100轻山坳精锐，以及赵莽率领的1000北魏铁骑。马蹄声和脚步声如同雷鸣，踏碎了雪原的寂静，带着无可阻挡的气势，直扑位于城东10里外的东魏大营。然而，当他们抵达东魏大营时，所有人都愣住了。偌大的军营，寨门大开，里面空空如也。营帐大多完好，甚至一些营房里还有散落的个人物品和尚未熄灭的炉火，但所有的士兵、马匹、粮草以及重要的军械库全部不见了，踪影整个军营死一般寂静，仿佛一时之间被搬空了一般。怎么回事？人呢？赵莽脸色大变，策马冲入营中查看，一无所获。杨浩骑在金兰背上，眉头紧锁，目光锐利地扫过空旷的营地。雪地上留下的痕迹极其杂乱，但大致方向是向着东南方而去的。快！立刻派人分别去南魏和西魏大营查看情况。杨浩立刻下令。是。2名北魏的斥候校尉立刻领命，带着手下快马加鞭，分别向着城南和城西的方向疾驰而去。杨浩则带着大队人马，沿着雪地上那明显是大队人马行进留下的痕迹，向着东南方向追击。然而，雪地行军异常艰难，大队人马速度根本快不起来。追击了约莫半个时辰，除了越来越淡的足迹和偶尔被丢弃的破损辎重，连一个掉队的士兵都没看到。将军，姑爷！就在这时，那2名派去探查的斥候校尉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脸上带着惊惶。南魏大营空了，西魏大营也空了，一个人都没有。看痕迹也是往东南方向去了。3魏大营全部空了，近万大军竟然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悄无声息地撤走了，而且还撤得如此干净利落，连一点像样的阻击和断后都没有。杨浩面色骤然一变，这近万大军若是被幽冥教重新掌控，无论是盘踞某处险要之地负隅顽抗，还是流窜各地烧杀抢掠，甚至被用来进行某种邪恶的仪式或献祭，后果都不堪设想。必须追上他们，在他们与幽冥教主力会合或者造成更大破坏之前，拦住他们，击溃他们。赵将军，杨浩猛地转头，语气急促而决绝：“你立刻率领大队人马，以最快速度沿着足迹继续追击。我先行一步，务必拖住他们。”赵莽一惊：“姑爷，您独自前去太危险了，对方毕竟有近万人。”“无妨，寻常军队留不住我，这是命令，全速跟上。”杨浩语气不容置疑。时间紧迫，每拖延一刻，对方就跑得更远，局势就更难控制。说罢，他不再犹豫，一拍金兰脖颈：“金兰，我们走，用最快的速度！”吼！金兰发出一声震天咆哮，四肢猛然发力，庞大的身躯如同离弦之箭般激射而出，瞬间将身后的军队远远甩开，化作一道金色的流光，沿着雪地上那庞大的足迹，以惊人的速度向着东南方向狂飙而去。雪花被高速带起的劲风卷得漫天飞舞。赵莽看着杨浩一人一虎瞬间消失在大雪弥漫的旷野尽头，一咬牙，拔出战刀，厉声吼道：“全军听令，全速前进，跟上姑爷！”呵！北魏将士和青山坳战士齐声怒吼，开始拼命加速。而杨浩已经如同旋风般独自冲向了那未知的危险和万军之地，他必须争分夺秒。金兰的速度快如闪电，在雪原上留下一串淡金色的残影。不过一炷香的时间，前方地平线上便出现了黑压压的如同潮水般涌动的大军背影。远远望去，近万人的军队如同一条黑色的长龙，在茫茫雪原上沉默地蠕动。但令杨浩瞳孔微缩的是，这些士兵的状态极其诡异，他们行军的速度远超寻常，几乎是在小跑前进，但动作却显得有些僵硬，眼神空洞麻木，仿佛失去了自我意识，只知道机械地跟着前方移动，对周遭的一切毫无反应，就像一群被无形丝线操控的木偶。被控制了。杨浩瞬间得出结论，这绝非正常军队撤退的状态，更像是被某种邪术或药物集体操控了。他驾驭着金兰，如同旋风般从军阵侧翼掠过，带起的狂风卷起漫天雪沫，却无法引起那些士兵丝毫的侧目。他很快冲到了大军的最前方，那里
东卫指挥使王奔、南卫指挥使、西卫指挥使三人并齐而行，他们的状态稍好一些，但眼神也同样涣散，脸上带着一种诡异的虔诚和麻木。王奔，停下！立刻命令军队停下。杨浩声如洪钟，蕴含着气血之力，试图震醒他们。然而那三位指挥使仿佛根本没有听到，依旧目光空洞地望向前方，机械地催动着战马。我命令你们停下！杨浩再次大喝，金兰也发出一声威胁性的低沉虎啸，依旧毫无反应。他们就像是设定好程序的傀儡。就在这时，一个阴恻恻的声音突然从前方传来：呵呵，没用的，杨浩，他们现在只听命于圣女的指引。咯咯喽！同时，一阵银铃般娇媚入骨，却又带着无尽邪意的笑声突然在空中。这笑声仿佛能直接钻进人的心底，撩拨起最原始的欲望，让人心神摇曳。杨浩猛地抬头望去，只见大军上方的虚空之中，不知何时出现了两道身影，其中一人正是那狼狈逃窜的幽冥教主，而另一人则让杨浩瞳孔骤然收缩。那是一名女子，一名美得无法用言语形容，却又妖异到极点的女子。她看起来不过双10年华，肌肤胜雪，吹弹可破，一张脸蛋精致得如同上天最完美的杰作，黛眉如远山含翠，眼眸似秋水横波，眼波流转间，媚意天成，勾魂夺魄。琼鼻秀挺，朱唇饱满红润，微微上扬的嘴角噙着一抹似笑非笑的慵懒与邪魅。她穿着一身近乎透明的薄薄黑纱长裙，曼妙诱人，凹凸有致的胴体在纱裙下若隐若现，足以让任何男人血脉奔张。她赤着一双银白如玉的仙足，竟然凭空悬浮在那里，足尖轻轻点在空中，荡开一圈圈细微的涟漪，仿佛踩在无形的水面之上。她就那样慵懒地站在那里，周身却散发着一股令人心悸的宗师级威压。但这威压又与寻常宗师不同，充满了靡靡之音和祸乱心神的诡异力量。幽冥教主，看来就是这个小子，屡次三番破坏我们的计划。女子的声音酥媚入骨，每一个音节都仿佛带着小钩子，能勾走人的魂魄。她甚至没有正眼看那幽冥教主，一双勾魂摄魄的媚眼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杨浩和他坐下的金兰。幽冥教主在他身边显得异常恭敬，甚至带着一丝畏惧，连忙躬身道：回禀圣女殿下，正是此人。他不知从何处得了一条宗师火蛟，实力诡异。属下。那被称作圣女的绝美女子轻轻抬手打断了幽冥教主的话。她看着杨浩，红唇微起，带着一丝玩味，模样倒是不错，气血更是旺盛的诱人呢。可惜了。她话音未落，纤细如玉的食指对着杨浩看似随意的轻轻一点，没有惊天动地的能量爆发，没有毁天灭地的气势，但就在他手指点出的瞬间，杨浩只觉得周遭的景象猛然扭曲变换。金兰的咆哮声、风雪呼啸声、军队行进声瞬间远去消失。下一刻，他发现自己竟然不在冰天雪地的荒原，而是身处一个极尽奢华、暖香萦绕的寝宫之中。周围是轻纱漫舞，空气中弥漫着催人情欲的异香。无数容貌绝美、身披薄纱、胴体若隐若现的女子娇笑着围拢上来，她们的眼神迷离，动作妖娆，温香软玉瞬间将杨浩包裹。官人，来吗？让奴婢好好伺候您。春宵苦短，及时行乐呀！软语温香，蚀骨销魂。无数双柔弱无骨的小手在他身上抚摸游走，诱人的红唇在他耳边颈间呵气如兰。眼前是白腻的肌肤，诱人的曲线，无尽的诱惑，这是最原始、最直接、最能瓦解男人意志的幻境。杨浩虽然心智坚毅，体质超凡，但这幻术诡异无比，直击人性最深处的欲望弱点。他只觉得气血瞬间不受控制地翻腾起来，眼神开始变得迷离，身体发热。理智的堤坝在无尽香艳的冲击下岌岌可危，眼看就要彻底沉沦在这温柔香之中外界。在幽冥教主和那圣女眼中，只见杨浩在圣女轻轻一点之后，整个人瞬间僵住，眼神变得空洞而充满欲望，脸上泛起不正常的潮红，身体微微颤抖，仿佛陷入了某种极乐的幻境，连胯下的金兰都似乎有些不安地躁动起来。哼，中了圣女的极乐幻境，任你是铁打的汉子，也会在无尽欲念中耗尽元阳，精尽而亡。幽冥教主狞笑道，仿佛已经看到了杨浩凄惨的下场。然而就在此时候，一声充满愤怒和焦急的龙吟猛然从杨浩手腕处爆发，赤红色的光芒冲天而起。妍希感受到了主人的危险，他瞬间显化出庞大的蛟龙真身，燃烧着熊熊烈焰，巨大的龙目愤怒地锁定半空中的圣女，张口就是一道毁灭性的龙息火柱喷吐而去，炽热的温度仿佛要将空间都点燃。那圣女看到突然出现的妍希，妩媚慵懒的眼神中终于闪过一丝细微的忌惮和惊讶。面对宗师级蛟龙的寒怒一击，她不敢托大，她赤足轻点虚空，
身形如同没有重量般向后飘飞，同时纤手一挥，一道粉紫色的诡异光幕出现在身前。轰！龙息火柱狠狠撞在粉紫色光幕上，发出剧烈的爆炸，光幕剧烈颤抖，泛起阵阵涟漪，却并未破碎。但溢散出的高温和冲击波依旧让下方的雪地瞬间融化蒸发，离得近的一些被操控的士兵直接被气化。圣女接下一击，身形微晃，看着护在杨浩身前对自己龇牙咧嘴充满敌意的妍希，她微微蹙了蹙眉。她看了一眼陷入幻境表情挣扎却难以自拔的杨浩，嘴角勾起一抹诡异的弧度。中了我的术，就在这极乐幻境中慢慢耗尽生命吧，我们走。说罢，他不再停留，身形化作一道淡淡的紫影，如同惊鸿般向着东南方向掠去，速度奇快无比。幽冥教主虽有不甘，但也不敢违逆，狠狠瞪了杨浩和妍希一眼，连忙跟上。而那些被操控的近万大军则完全无视了眼前的景象，如同潮水般沉默地绕过僵立的杨浩和警惕的妍希，继续向着圣女消失的方向行进，很快也消失在了茫茫风雪之中。妍希巨大的龙躯盘旋在杨浩周围，焦急地发出低沉的龙吟。他能感觉到主人的气息正在变得紊乱和虚弱，却无法将他从那个可怕的幻境中拉出来。他不敢离开去追击敌人，只能警惕地守护在原地，用自己庞大的身躯为杨浩抵挡风雪。金色的龙眼中充满了担忧和无助。远方天际，幽冥教主忍不住问道：圣女殿下，为何不趁那小子陷入幻境，将他与火蛟一举击杀？圣女慵懒地靠在一团粉色的云气上，把玩着自己的一缕秀发，漫不经心地道：我的极乐幻境直击人心最深处的欲望，一旦中招，便是宗师心智，也难保不沉沦。那杨浩气血虽旺，心神修为却未必跟得上，此刻怕是早已在幻境中欲仙欲死，精元泄尽而亡，只是时间问题。他顿了顿，瞥了一眼身后方向，眼中闪过一丝凝重。至于那条宗师火蛟，我的幻术对他影响有限，真打起来虽不一定输，但必然动静极大，耗时良久。若是引来玄镜司的人保或是其他变数，反而不美。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尽快与圣教大军会合，完成仪式，没必要在此徒增伤亡，节外生枝。幽冥教主闻言，虽然心中仍有不甘，却也不敢再多言，只是暗暗祈祷那杨浩真的会死在幻境之中。雪原上只留下妍希守护着骑在金兰背上，眼神紧闭，身体微微颤抖，正与内心欲望和幻象进行凶险斗争的杨浩。幻境之中温香软玉，迷音绕耳，无数绝色佳人如同水蛇般缠绕着杨浩，他们的身体柔软而冰凉，又带着诱人的温热，吐息如兰，媚眼如丝，极尽挑逗之能事。各种从未体验过的极致快感如同浪潮般不断冲击着杨浩的神经，要将他拖入欲望的深渊，彻底沉沦。来吧，放松，让我们带给你无上的快乐，何必挣扎呢？这里不就是你想要的吗？杨浩的呼吸粗重，眼神迷乱，身体滚烫，理智的堤坝在欲望的洪流冲击下岌岌可危。他几乎要放弃抵抗，彻底融入这极乐幻境，但内心深处一丝微弱却坚韧无比的警觉如同冰针，始终刺激着他。不对，这一切太完美了，太突然了。他还有秀儿、月儿、青岩、小蝶，他还有青山傲的乡亲，他还有未尽之事，他绝不能倒在这里。滚开！他发出一声嘶哑的怒吼，试图推开身边的美人，但他的手臂却软弱无力，反而被对方更紧地缠住。幻境之外，现实世界，大雪愈发密集，天地间白茫茫一片。金兰焦躁地刨着地面，发出低沉的呜咽。他能感受到主人正处在极大的痛苦和危险之中，却无能为力。妍希巨大的蛟龙身躯盘成一圈，将杨浩和金兰护在中央，赤金色的龙目警惕地扫视着四周，口中不时喷吐出灼热的鼻息，将落下的雪花瞬间气化。就在这时，远方的风雪中，数道身影以一种惊人的速度踏空而来。他们无视了地形的阻碍，如同鬼魅般在雪地上空疾驰，动作整齐划一，悄无声息，显示出极其高明的身法和严明的纪律。来人共有7人，皆身穿统一的制式服装，那是一种深邃如夜的藏青色劲装，外罩同色系的修身长袍，袍角和衣领袖口处以银线绣着繁复而神秘的云纹和一种似近非近、似眼非眼的奇异图案。他们腰间挎着造型古朴的长刀，刀鞘同样为藏青色，镶嵌银边。每个人脸上都戴着遮住了下半张脸的银色金属面罩，只露出一双锐利如鹰、冷静无波的眼睛。为首者是一名身姿高挑挺拔的女子，她同样穿着这身帅气的制服，但却并未戴面罩，露出一张堪称绝美的容颜。与之前那妖媚圣女的勾魂之美不同，她的美带着一股逼人的英气，眉如剑锋，目若寒星，鼻梁高挺，嘴唇薄而线条分明，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张冷艳、锐利、充满力量感的绝色面容。她长发梳成干净利落的高马尾，
随着他的动作在风中飞扬，更添几分飒爽英姿，这一行人瞬间便来到了近前，落在了妍希前方数十米处。妍希和金兰立刻发出充满警告意味的低吼和龙吟，庞大的身躯绷紧，进入了战斗状态。他们从这行人身上感受到了强大的威胁。那英气女子目光扫过现场，先是看了一眼眼神空洞、身体微微颤抖，显然陷入某种困境的杨浩，又看了看护在他身前威猛神异的赤炎灵蛟和暗金巨虎，冷冽的眼眸中闪过一丝讶异。还是来晚了一步，让那妖女跑了。他清冷的声音响起，如同冰珠落玉盘，带着一丝遗憾，却并无太多情绪波动。他的目光最终定格在杨浩身上，秀眉微蹙。极乐幻境。说着，他抬起纤纤玉指，隔空对着杨浩的眉心轻轻一点，一道清凉如水却又蕴含着某种浩然正气的纯净能量瞬间跨越空间，没入杨浩的眉心识海。幻境之中，正当杨浩即将彻底迷失的刹那，一道清凉无比的能量如同天外甘露，骤然注入他的识海。轰！整个香艳淫迷的极乐幻境如同镜花水月般剧烈波动，随即轰然破碎。那些缠绕着他的绝色美人发出不甘的尖叫，化作青烟消散。杨浩猛地睁开双眼，大口大口地喘息着，冷汗瞬间浸透了衣背，眼中还残留着一丝后怕和迷惘，但迅速恢复了清明。他立刻看清了眼前的状况，大雪、警惕的妍希和金兰，以及前方那群气息强大、着装统一的陌生人。瞬间他就明白过来，是眼前这些人救了自己。他深吸一口气，压下体内依旧有些躁动的气血和残留的欲念，心念一动，妍希乖巧的低吟一声，庞大的身躯迅速缩小，化作一道赤光，重新缠绕回他的手腕。杨浩站起身，对着那为首的英气女子拱手，语气诚挚：“在下杨浩，多谢诸位出手相助，破除幻术，救命之恩，没齿难忘。”那英气女子微微颔首，算是回礼，声音依旧清朗：“分内之事，无需客气。我等乃玄镜司银龙使冷月，追踪魔门妖女妙玉妖女至此。你可见她往哪个方向去了？”玄镜司。杨浩心中一动，记下了这个名字。这似乎是一个朝廷机构。他立刻集中精神，通过灵魂链接询问妍希。妍希立刻传来一道清晰的意念，指明了方向。他们往东南方向去了，速度极快。杨浩指着东南方说道，而且他们还控制了近万郡兵，也朝着那个方向去了。东南，那英气女子冷月目光锐利地望向东南方，沉吟片刻，果然是他们计划中的汇合点，多谢告知。就在这时，轰隆隆，地面传来轻微的震动，远处传来沉闷而整齐的脚步声和马蹄声。赵莽、王虎、张铁柱等人率领的1100名精锐终于追赶了上来，大军出现在雪原尽头。看到杨浩安然无恙，以及对面那群气息不凡的陌生人，立刻加快速度，结成战阵，警惕地围拢过来。浩哥，你没事吧？姑爷，您没事吧？赵莽和王虎关切地问道，目光不善地看向玄镜司众人。冷月看着这支突然出现、装备精良、杀气腾腾的精锐军队，尤其是在王虎等100名青山傲战士身上停留了片刻，冷冽的眼眸中再次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异。这支军队的彪悍气息远超寻常郡兵。无妨，他们是朋友。杨浩摆摆手，示意军队放松戒备。冷月看了看杨浩，又看了看他身后的军队，忽然开口道：“魔门谋划甚大，控制近万大军，所图非小。仅凭我玄镜司几人，难以正面阻拦。杨公子，你既有蛟龙相助，又麾下强兵，可愿与我等联手，共剿魔念？”杨浩闻言，眉头紧锁，心中快速权衡。魔门势力庞大，手段诡异，有宗师级的妙玉妖女，后面肯定还有其他高手，其汇合点必然是龙潭虎穴。他麾下虽有1000余军队，但面对未知的魔门主力，风险实在太大了。他沉吟片刻，开口问道：“冷大人，魔门的汇合点距离此地还有多远？”冷月似乎看穿了他的顾虑，清冷答道：“距此约半日路程，位于黑风山脉深处的一处隐秘山谷。”半日，杨浩心中计算着，这意味着一旦发生战斗，他们几乎得不到任何后援。他刚想拒绝，冷月继续道，语气依旧平淡，但是似乎是看透了杨浩的心思：“杨公子，我知道此行凶险，但我们并非要你与魔门主力死战，我们的任务只是拖延、骚扰，尽可能阻止或破坏他们的仪式，等待我玄镜司的后续高手赶来。而且……”他话锋一转，目光扫过杨浩身后那些严阵以待的士兵，声音提高了几分，确保周围的军官也能听到。这近万被控制的郡兵，乃是丰原郡守备力量。他们若是全部折损于此，或被魔门彻底转化为魔兵，不仅丰原郡防务空虚，名声凋敝，朝廷追查下来，所有相关官员，包括郡守和杨公子你，都难逃失职之罪。这个责任，
你们担得起吗？这话如同重锤，狠狠敲在杨浩和赵芒等人的心上。是啊，这1万大军若是没了，整个丰原郡的军事力量几乎被掏空，到时候别说剿灭魔门了，能不能守住城池都是问题。朝廷怪罪下来，第一个倒霉的就是郡守苏正明和负责军事的官员。他杨浩作为苏正明的女婿，也绝对脱不了干系。赵芒等人脸色也变得无比难看，显然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杨浩深吸一口气，眼中闪过一丝无奈和决断。冷月的话虽然直接，却点破了他们无法回避的现实，于公于私，这一趟他们都必须去。冷大人所言极是。杨浩沉声道，是在下考虑不周了。魔门妖孽，祸乱苍生，更窃取我郡兵马，此乃国朝大患。杨某岂能做事？我愿率军随同冷大人前往，共剿魔孽。好。冷月眼中闪过一丝赞许，事不宜迟，立刻出发。大军再次开拔，沿着魔门大军留下的痕迹，向着东南方向的深山快速行进。风雪依旧，路途艰难，但所有将士都明白此行关系重大，无人抱怨。急行了约半日，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队伍深入到了黑风山脉的腹地，四周山势越发险峻，古木参天，积雪更深。将士们纷纷拿出随身携带的冰冷干粮，就着雪水匆匆果腹，恢复体力。一名玄镜司的高手如同鬼魅般从前方雪林中返回，来到冷月身边，低声禀报：大人，找到了，就在前方5里处的藏魂谷，谷口有魔门哨卡，谷内煞气冲天，隐约能看到大量兵马聚集，似乎正在进行某种仪式。冷月眼神一凝，对杨浩道：杨公子，魔门巢穴就在前方藏魂谷，让你的人马在此处山林中隐蔽休整，等待信号。看到我玄镜司的破魔剑信号，便立刻率军从正面冲杀入谷，制造混乱，吸引注意。明白。杨浩点头，对赵莽和王虎吩咐道：赵将军、王虎，按冷大人说的做，让兄弟们抓紧时间休息，保持警戒，随时准备战斗。是。两人领命，立刻下去安排。冷月对着几名玄镜司下属一挥手：我们走。潜入山谷，查明情况，见机行事。等等。杨浩忽然开口：我跟你们一起去。冷月转身，秀眉微挑：谷内情况不明，危险异常，杨公子，你是义军之主，何必亲身犯险？杨浩笑了笑，眼神锐利。正因为我是义军之主，才更需要亲眼看清里面的状况，才能做出最准确的判断和指挥。况且论自保能力，我或许不比各位差。他手腕上沿隙微微发热，传来跃跃欲试的意念。冷月看了他一眼，似乎想到他那条宗师火蛟，不再劝阻，只是淡淡点头：随你，跟紧，不要轻举妄动。杨浩拍了拍金兰的大脑袋：金兰，你留在这里，协助赵将军和王虎。金兰低吼一声，表示明白。随即杨浩便与冷月等7名玄镜司高手，如同融入血液的幽灵般，悄无声息地向着那片被浓郁煞气笼罩的藏魂谷前行而去。越是靠近山谷，空气中的阴寒煞气就越发浓郁，甚至还夹杂着一丝淡淡的血腥味和令人心神不宁的诡异低语。山谷入口处果然隐约可见几个如同雕像般站立巡逻的黑影，气息阴冷。杨浩与冷月等玄镜司高手如同壁虎般悄无声息地攀上山谷一侧的峭壁，利用岩石和枯树的阴影完美隐匿了身形。他们伏在悬崖边缘，向下望去，眼前的景象让见多识广的玄镜司众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杨浩更是瞳孔骤缩，心中泛起一股寒意。下方巨大的山谷盆地中央，一座由黑色巨石垒砌而成的庞大祭坛显得格外狰狞。祭坛周围近万名被控制的郡兵如同木偶般密密麻麻地站立着，眼神空洞，面无表情，仿佛在等待最终的命运。而更令人头皮发麻的是，在整个山谷地面上竟然爬满了无数各种各样的毒虫毒物，色彩斑斓的毒蛇，拳头大小的黑蝎子，长着诡异复眼的蜈蚣，以及许多杨浩根本叫不出名字的形状怪诞的毒虫。他们不知被魔门用何种手段从这寒冬之中召唤出来，如同潮水般源源不断地向着中央祭坛涌去。祭坛之上，几名气息阴森的老者正盘膝而坐，双手接着诡异的手印，口中念念有词。磅礴的黑色灵力从他们体内涌出，注入祭坛之中。那些爬上祭坛的毒虫毒物一接触到祭坛表面，便如同被投入强酸之中，瞬间发出滋滋的声响，身体迅速消融气化，化作一缕缕漆黑如墨，散发着浓郁死气和邪异能量的黑气。无数毒物化为的黑气在祭坛上方汇聚、翻滚、压缩，渐渐形成了一潭不断蠕动，如同活物般的粘稠黑水。那黑水散发出令人作呕的腥臭和深入骨髓的阴冷。他们这是在干什么？杨浩压低声音向身旁的冷月问道。冷月面色无比凝重，清冷的声音中也带上了一丝寒意。这是魔门制造魔兵的邪恶仪式。那潭黑水
凝聚了万毒精华和阴煞死气，蕴含着狂暴而邪恶的能量。他们接下来恐怕就是要用这黑水强行灌注到那些被控制的士兵体内。灌注之后会怎样？杨浩追问。若能扛过去，士兵的潜能会被极大激发，肉身变得坚韧如铁，力大无穷，不知疼痛，悍不畏死，其实力足以匹敌一般的后天劲武者。但心神会被彻底侵蚀，变成只知杀戮的傀儡魔兵。冷月解释道，语气中带着深深的厌恶。若是扛不住呢？杨浩心中升起不祥的预感。爆体而亡，血肉灵魂都会成为那黑水的养料，增强其威力。冷月的声音冰冷无情。杨浩闻言，心中骇然。用尽万活生生的士兵来做这种残酷的试验，这魔门手段当真歹毒至极。怪不得冷月说必须阻止他们。一旦让这近万魔兵成型，整个丰原郡乃至周边地区都将面临一场浩劫。就在这时，一道粉红色的盾光从天而降，落在祭坛正中央。盾光散去，露出那妖娆绝世、赤足悬空的妙玉仙子。她一出现，整个山谷那阴森恐怖的气氛似乎都带上了一丝诡异的魅惑。她巧笑嫣然，目光扫过下方，如同待宰羔羊般的士兵，仿佛在欣赏一件件艺术品。他玉手轻挥，无数散发着奇异能量波动的药材、矿石，甚至是一些看不出原形的生物器官，如同雨点般被他投入那滩翻滚的黑水之中。噗嗤，咕噜噜，黑水仿佛沸腾起来，颜色开始发生诡异的变化，从极致的漆黑慢慢转向一种暗红，最后化作如同凝固的血液般的粘稠猩红，散发出更加狂暴、邪恶却又奇异的带上了一丝生命活力的诡异气息。它在祭坛上剧烈翻涌，却仿佛被无形的力量束缚着，无法流淌出祭坛范围。而就在妙玉仙子出现的这一瞬间，叮，一个清脆的只有杨浩能听到的系统提示音毫无征兆的在他脑海中响起。检测到符合标准的角色异性，请宿主进完婚，激活良缘。妙玉96，冷月92，杨浩。他差点一口气没喘上来，眼睛猛地瞪大，难以置信地看向祭坛上那个妖媚邪异、视人命如草芥的魔门圣女，又猛地扭头看向身边这位英气逼人、冷若冰霜的玄镜司银龙使。系统在这个时候给他来了这么一出，96分，这是迄今为止他遇到的评分最高的女子，远远超过了家中的秀儿、月儿。可是这都什么时候了？下面在进行着惨无人道的邪计，马上就要用纳星红血水批量制造杀戮机器了。系统居然跳出来让他去泡妞，而且还是泡一个明显是敌方大 boss、宗师级的妖女，以及一个身份神秘、冷得像冰块一样的朝廷鹰犬。现在不是考虑系统的时候，必须阻止这场仪式。目光重新聚焦在下方的祭坛上。就在这时，祭坛上的妙玉仙子似乎完成了准备工作，她娇笑一声，声音传遍山谷。时辰已到，幽冥血池已成，孩子们迎接新生吧，哥哥喽！他玉手轻轻向下一引，那祭坛上翻涌的猩红血池如同拥有生命般骤然分出无数道血红色的细流，如同毒蛇出洞，精准地射向下方最近一排那些眼神空洞的士兵。冷月那双寒星般的眸子里瞬间爆发出决绝的厉芒，动手，绝不能让血线入体。他清冷的声音如同冰裂，在这死寂的山谷中骤然响起，没有丝毫犹豫，更忘了之前所说的拖延等待支援。话音未落，他反手锵啷一声抽出腰间那柄造型古朴的长剑，剑身出鞘的瞬间，竟发出一声如同龙吟般的清越剑鸣，剑刃上流转着一层纯净而凌厉的银色光华。斩！冷月娇斥一声，手腕急抖，一道凝练无比、长达数丈的银色剑气脱离剑锋，如同星月般划破空气，带着斩断邪祟、涤荡妖氛的浩然正气，精准无比的横扫向那一片射向士兵的猩红血线，吃吃吃吃，如同烧红的烙铁遇到冰雪，那些邪异无比的血线一接触到银色剑气，瞬间发出刺耳的尖啸，纷纷断裂蒸发，化作缕缕青烟消散。几乎是同时，冷月身随剑走，整个人化作一道银色惊鸿，从悬崖之上飞身而下，如同九天玄女降临凡尘，直扑祭坛上那几名维持仪式的魔门长老。剑光闪烁，杀气冲天，保护祭坛，拦住他！祭坛上的魔门长老们又惊又怒，纷纷中断施法，厉声大喝，各色阴邪的灵力爆发开来，迎向冷月。而另外6名玄镜司高手也如同早已演练过无数次般，没有任何迟疑，同时从藏身之处爆射而出。他们身法诡异迅捷，如同6道藏青色的闪电，几个起落便已冲下山崖，杀入下方那些反应过来的魔门少卡和低级教徒之中。刀光闪动间，必有魔徒毙命。他们的目标明确，清理杂兵，为冷月突袭祭坛创造条件。站在悬崖上的杨浩看到这电光火石间发生的一切，整个人都懵了一瞬。喂，不是说好了
牵制骚扰，等待支援吗？怎么直接就上去了？他差点把心里的吐槽喊出来。这位冷月大人行事也太刚猛果决了吧。但吐槽归吐槽，杨浩瞬间就明白了冷月为何如此果断，他是在救那些士兵。一旦让血线入体，仪式启动，就再也无法挽回了。哪怕只能救下一部分，也必须立刻出手。妈的！杨浩低骂一声，也知道此刻绝不是保留实力的时候了。下面不仅有境外待救的士兵，更有那个妖女和一群魔门高手。冷月他们7个人冲进去，简直是羊入虎口。妍希，出来干活了！杨浩心念急转，瞬间下达指令。吼！早就按捺不住的妍希发出一声兴奋的龙吟，赤红色的光芒再次爆发，庞大的赤炎灵蛟真身瞬间显现，恐怖的宗师级威压如同火山喷发，席卷整个山谷。他巨大的龙目第一时间就锁定了祭坛上空那个让他感到厌恶的粉红色身影——妙玉妖女。一口灼热无比的龙息毫不客气地喷吐而去。臭蛟龙，又是你！妙玉仙子娇斥一声，面对宗师级蛟龙的攻击，她也不敢怠慢，周身粉红色灵光大盛，一道道充满魅惑扭曲力量的屏障瞬间布下，挡住了炽热的龙息。2位宗师级强者瞬间战作一团，龙吟媚笑声响彻山谷，能量碰撞的余波震的整个山谷都在颤抖。而杨浩自己则从悬崖上一跃而下，将352点的恐怖体质彻底爆发，周身气血如同烘炉般燃烧起来，散发出赤金色的光芒。他如同人形暴龙，直接砸进了下方魔门教徒最密集的地方。轰！落地瞬间，大地龟裂，气浪翻涌，7、8个躲闪不及的魔徒直接被震得吐血到飞出去。杨浩甚至懒得用兵器，双拳如同2柄重锤，裹挟着沛然墨玉的巨力和沸腾的气血，直接轰出。砰！砰！砰！拳风所向，无论是断体境的魔徒，还是他们仓促间挥来的刀剑，皆如同纸糊般不堪一击。骨骼碎裂声、兵器断裂声、惨叫声不绝于耳。他每一拳每一脚都能清空一大片区域，所向披靡，如同虎入羊群。杨浩如同战场上的绞肉机，所过之处，魔门弟子人仰马翻。他根本无需任何花哨的招式，纯粹以绝对的力量和速度碾压。一拳轰出，赤金色的气血全尽，便能将3、4名魔徒连同他们手中的兵器一起轰成碎渣。一脚踏下，地面崩裂，气浪就能掀飞一片。他就像一道赤金色的旋风，在黑色的魔潮中硬生生撕开一道道缺口，快速向着祭坛方向推进。6名玄境司高手则如同高效的杀戮机器，他们身法诡异，配合默契，刀法简洁凌厉，专攻要害。藏青色的身影在人群中穿梭，每一次刀光闪烁，都必然有一名魔徒捂着喉咙或心口倒下，精准而高效。他们结成一个小型战阵，互为犄角，将试图围攻他们的魔徒纷纷斩于刀下，稳步清理着祭坛周围的障碍。不远处的空地上，那近万名被控制的士兵依旧如同木桩般呆立着，对周围的惨烈厮杀毫无反应，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天空之中，宗师级的战斗更是惊天动地。妍希庞大的蛟龙身躯盘旋飞舞，每一次甩尾都带着崩山裂石的恐怖力量。灼热的龙息如同天河倒泻，将大片天空染成赤红色。他咆哮着，巨大的龙爪撕裂空气，带着撕裂空间的威势，不断抓向那如同粉色蝴蝶般灵巧闪躲的妙玉。妙玉此刻再无之前的慵懒媚态，她脸色凝重，身形如同鬼魅，在坚不容发之际避开妍希的一次次猛攻。她玉手翻飞，打出一道道粉红色的桃花状掌印，掌印看似柔弱，却蕴含着扭曲心神、腐蚀灵力的诡异力量，不断轰击在妍希的鳞片上，发出砰砰的闷响。虽然无法破开妍希坚韧的防御，却也打得鳞片微微凹陷，让妍希更加暴怒。该死的孽畜，真以为本圣女奈何不了你吗？妙玉娇斥一声，双手结印，周身粉光大盛，一个巨大的由无数扭曲人脸和欲望幻象组成的诡异法阵在他身前浮现，就要施展更强大的秘术。然而妍希根本不给他机会，巨大的龙头猛地一摆，一道比之前更加粗壮、颜色近乎纯净的龙息火柱喷吐而出，瞬间淹没了那还未成型的法阵。轰！法阵爆碎，妙玉仙子闷哼一声，被爆炸的余波震得倒飞出去，嘴角溢出一丝鲜血，显然吃了个小亏，显得颇为狼狈。在力量层次上，他确实被妍希完全压制了。祭坛之上，战斗同样激烈无比。冷月一人一剑独占3名魔门宗师长老，这3名长老皆身穿不同于幽冥蛟的诡异黑袍，周身涌动着同样邪恶却更加晦涩古老的魔气，出手狠辣刁钻，配合默契。一名长老手持白骨幡，摇动间鬼哭狼嚎，射出无数道污人神魂的黑色射线。一名长老祭出一面乌黑盾牌，防御的滴水不漏，不断试图撞击冷月。最后一名长老则如同阴影般游走，双手指甲漆黑狭长，如同毒刃，专门偷袭冷月要害。
然而冷月的身形如同惊鸿，剑法更是精妙绝伦，凌厉无比。玄镜破邪，他清冷的声音响起，手中长剑绽放出璀璨银光，一剑刺出，如同流星惊天，精准地点在那白骨帆射出的黑色射线上，将其纷纷净化湮灭。玄镜断流，剑势一转，化作一道劈链般的横斩，狠狠地斩在乌黑盾牌之上。火星四溅，那持盾长老被震得踉跄后退，盾牌上竟然出现了一道浅浅的白痕。阴影长老从后方偷袭，冷月甚至头都不回，反手一剑玄镜回风，剑光如同月光洒落，形成一个完美的圆弧，不仅荡开了独爪偷袭，凌厉的剑气更是逼得那阴影长老狼狈后翻。他剑招之间衔接如行云流水，没有丝毫多余动作，每一剑都蕴含着浩然正气和斩断一切的决绝意志，竟以一人之力将3名同阶的魔门长老死死压制在祭坛之上，无法越雷池一步。剑光银芒与魔气黑雾不断碰撞湮灭，爆炸声连绵不绝，战场形势似乎一片大好。魔门弟子被快速清剿，高端战力也被完全牵制甚至压制。然而就在杨浩一拳将身前最后几个魔徒轰成血雾，距离祭坛不足100步之时，异变陡生，一道极其隐蔽的阴影如同毒蛇般从杨浩侧后方的地面悄然窜出，正是之前一直隐匿不出伤势未愈的幽冥教主。他等待这个机会已经太久。小杂种，去死吧！幽冥教主脸上带着疯狂的怨毒，将全身残余的幽冥灵力毫无保留地凝聚于掌心，化作一只漆黑如墨、鬼气森森的巨爪，直掏杨浩的后心。偷袭！但如今的杨浩体质高达352点，灵觉敏锐远超常人。在危机降临的瞬间，他汗毛倒竖，想也不想，体内沸腾的气血之力瞬间向后爆发。轰！赤金色的气血如同火山喷发，他强行扭转身形，右拳以一个极其别扭的角度向后轰出。砰！漆黑鬼爪与赤金拳芒再次对撞。幽冥教主本就不敌杨浩，现在还重伤未愈，实力大打折扣，就算偷袭也不是杨浩的对手。噗！幽冥教主如遭重击，那只鬼爪瞬间破碎，他狂喷着鲜血，如同断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重重砸进远处的山壁之中，碎石崩飞，气息瞬间萎靡到了极点，伤上加伤，眼看是彻底失去了战斗力。杨浩也被这股巨力震得气血翻腾，后退了数步才稳住身形，手臂一阵酸麻。他目光冰冷地看向幽冥教主坠落的方向，杀意凛然。可还没等他缓过气杀，山谷两侧的密林和山洞中突然爆发出震天的喊杀声，数百名身穿统一黑色劲装、手持制式弯刀、眼神狂热的魔门伏兵如同潮水般涌了出来。他们显然早已埋伏在此，就等着这一刻发难。这些伏兵的实力远比之前的杂兵强悍，最低都有断体境中期的修为，结成的战阵也更有章法，瞬间就将阵型有些散开的玄镜司高手和杨浩分割包围起来。攻势如同狂风暴雨，一名正在与2名魔门直视缠斗的玄镜司高手猝不及防之下，被侧面袭来的一柄淬毒弯刀划破了手臂，动作顿时一滞。就是现在，那名玄镜司高手虽受伤，却眼神一厉，毫不犹豫地从怀中掏出一枚小巧的金属筒，对着天空猛地一拉。咻砰！一道赤亮的银色光剑拖着长长的尾焰，尖笑着冲上高空，猛然炸开，化作一面巨大的由光芒组成的奇异镜面图案，即便在白日也清晰可见。玄镜司的信号终于发出了，但是危机还没有解除。杨浩和玄镜司众人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而祭坛上的仪式虽然被冷月干扰，但那潭猩红的血水依旧在翻涌，散发着不祥的气息。坚持住，等待援军！杨浩怒吼连连，双拳如同2柄赤金色的重锤，每一次挥出都带着恐怖的音爆，将靠近的魔徒连人带刀砸得粉碎。他试图向玄镜司众人靠拢，但周围的敌人如同无穷无尽，悍不畏死地扑上来，疯狂消耗着他的气血和体力。玄镜司的6人情况更为不妙，他们虽然个人实力强横，刀法凌厉，但毕竟人数太少，又猝不及防被分割包围，顿时陷入了苦战。吃！一名玄镜司高手为了格挡侧面刺来的长矛，后背空门大开，被一名先天境的魔门执事抓住机会，一刀划破肩甲，鲜血瞬间染红了藏青色的制服。另一人小腿被淬毒的飞镖击中，动作顿时一滞，险些被乱刀砍中，全靠同伴拼死救援才堪堪避开。几乎是转眼之间，6名玄镜司高手人人带伤，虽然依旧死战不退，刀下魔徒亡魂不断增多，但他们的活动空间被不断压缩，形势岌岌可危。祭坛上的冷月看到下方同伴陷入险境，心中大急，剑势愈发凌厉，想要尽快解决对手下去救援。但那3名魔门宗师长老也极为难缠，拼死将他缠住，不让他脱身。天空中的妙玉见状，
发出得意的娇笑。哥哥喽，看你们还能撑多久？等收拾下面这些蝼蚁，再来好好炮制你这头孽蛟。他虽然被妍希压制，但身法诡异，一时半会儿也难以落败。杨浩心中焦急万分，再这样下去，他们恐怕真要折在这里。他疯狂运转气血，准备不惜代价爆发，强行突围。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后，一声震彻山林的恐怖虎啸，如同平地惊雷，猛然从山谷入口的方向炸响。这笑声中蕴含着无尽的愤怒与王者威严，甚至压过了战场上的所有喧嚣。紧接着，大地开始微微震动，沉闷如雷的脚步声和铠甲铿锵声由远及近，迅速变得清晰可闻。浩哥，兄弟们，杀！干死这群魔崽子！王虎那如同炸雷般的怒吼声紧接着响起。只见山谷入口处，一道巨大的暗金色身影如同狂暴的战车率先冲了进来，正是金兰。他庞大的身躯直接撞飞了挡路的10几个魔徒，虎爪挥舞间，残肢断臂四处飞溅。他目标明确，直扑杨浩所在的方向。紧跟在金兰身后的是王虎、张铁柱等100名青山坳狩猎队精锐，他们如同出闸的猛虎，人人双目赤红，杀气冲天。经过朱果强化的他们，实力都是断体巅峰，此刻结成熟悉的狩猎战阵，弓箭如疾风骤雨般泼洒向魔门伏兵的后阵，精准地射翻一片。随后拔出雪亮的长刀，如同蝎子般狠狠凿进了魔门伏兵的侧翼。刀光闪过，必有一名魔徒毙命。他们的悍勇和效率远超寻常军队。而在青山坳队伍之后，是赵莽率领的1000北魏精锐，他们排着整齐的战阵，长枪如林，盾牌如山，如同一堵钢铁城墙，带着碾压一切的气势，稳步推进。所有挡在前面的魔门伏兵瞬间就被无数长枪捅成了筛子。援军终于到了，而且是前后夹击。我们的援军到了，弟兄们，杀！别放跑一个魔崽子！玄镜司的高手顿时士气大振，发出震天的怒吼，攻击更加凶猛。原本气势汹汹的魔门伏兵瞬间陷入了巨大的混乱和恐慌之中，他们完全没料到身后会突然杀出如此一支强悍的生力军，尤其是那头刀枪不入、凶猛无比的暗金巨虎和那群如同杀神般的青山坳战士，简直如同噩梦一般。腹背受敌，阵脚大乱。稳住，给我稳住！一名魔门先天执事试图呼喝组织抵抗，话音未落，就被杨浩一记势大力沉的拳头击碎了头颅。另一名执事刚挡开张铁柱射来的剑，却被从侧翼突进的金兰一爪子拍成了肉泥。青山坳战士和北魏士兵配合默契，一个如同尖刀撕裂伤口，一个如同铁锤扩大战果。魔门伏兵的阵型瞬间被冲得七零八落，死伤惨重。杨浩压力骤减，精神大振，狂笑一声：“来得正好，兄弟们，随我杀穿他们，与援军会合。”他体内气血再次奔腾，拳势更加狂猛，如同虎入羊群，向着援军的方向猛冲所向披靡。那6名受伤的玄镜司高手也看到了生机，咬牙爆发出最后的潜力，刀光更加凌厉，奋力向杨浩靠拢。战场形势瞬间逆转，原本岌岌可危的杨浩一方，因为援军的及时赶到和前后夹击，反而将数量占优的魔门伏兵打得溃不成军，节节败退。山谷中魔徒的惨叫声和溃逃声此起彼伏。祭坛上的3名魔门长老和天空中的妙语看到这一幕，脸色却非常平静。冷月见光如雨，逼得3名长老手忙脚乱，清冷的眼眸中终于闪过一丝轻松。援军已至，信号已发，只要再坚持片刻，胜利的天平正在向他们倾斜。在青山坳精锐和北魏大军的夹击下，剩余的魔门伏兵很快被清剿一空。山谷中尸横遍野，血腥味浓得化不开。杨浩等人迅速汇合，虽然人人带伤，但士气高昂。快，去助冷大人一臂之力！杨浩抹了一把脸上的血污，目光投向祭坛上依旧激烈的战团，就要带着王虎、金兰和妍希冲上去。然而就在此时，异变再生。祭坛上那3名一直被冷月压制的魔门长老，眼中同时闪过决绝狠厉之色。他们猛地同时喷出一口精血，喷在各自的魔器之上。白骨幡、乌黑盾牌、阴影毒爪瞬间魔光大盛，气息暴涨。幽冥三彩、食魂爆，3人齐声厉喝。3件燃烧着精血的魔器带着同归于尽般的惨烈气势，不再是攻击，而是直接轰然自爆。轰隆，一声远超之前的恐怖爆炸在祭坛顶端爆发。漆黑的魔气、惨白的骨屑、扭曲的阴影能量混合在一起，形成一股毁灭性的冲击波，瞬间吞没了冷月。冷月脸色巨变，没想到对方如此果决。他瞬间将长剑束于身前，璀璨的荧光化作一道坚实的屏障。玄镜，手心，砰！银色屏障剧烈震荡，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最终轰然破碎。冷月闷哼一声，
娇躯如同被巨锤击中，嘴角一血，从爆炸的中心被狠狠震飞出去，向着祭坛下方坠落。冷大人！杨浩惊呼一声，脚下气血爆发，身影如同炮弹般射出，险之又险地在半空中将冷月接住。巨大的冲击力让他也踉跄了好几步才稳住。怀中的冷月脸色苍白，气息紊乱，显然受了不轻的内伤，但他依旧强撑着想要站起，眼神锐利地看向祭坛。天空中的战局也瞬间变化。妙玉似乎早有准备，在下方爆炸的瞬间，他娇斥一声，周身粉红色灵光如同烟花般绚烂爆发，一股远超之前的力量暂时逼退了纠缠不休的妍希。回来，妍希！杨浩急忙心念召唤。妍希低吼一声，庞大的蛟龙身躯盘旋而下，护在了杨浩和冷月的上空，赤金色的龙目警惕地盯着祭坛和天空。令人意外的是，妙玉逼退妍希后，并未趁机逃跑或继续攻击，而是身影一晃，落在了变得一片狼藉的祭坛上。那3名自爆魔气的长老已然奄奄一息，倒在地上。妙玉看都没看那3个废人一眼，他的目光落在杨浩身上，那张颠倒众生的脸上露出一抹复杂难明的笑容，有怨恨，有惊讶，也有一丝诡异的欣赏。杨浩，他的声音依旧苏媚，却带着一丝冷意，你的运气真是好的让人嫉妒呢，既然被玄镜司给救了。他话锋一转，笑容变得妖异而危险。但是你为什么非要来呢？你们不会真的天真的以为我妙玉，我圣门费尽周折谋划这么久，调动近万大军，就只是为了炼制这些低等的魔兵吧？杨浩和冷月心中同时一凛，生出一股极其不祥的预感。只见妙玉仙子忽然对着天空恭敬的躬身行礼，声音变得无比虔诚，恭请师尊出手，完成最后的仪式。师尊！所有人脸色大变。就在这时，整个山谷的天空毫无征兆地变成了诡异的粉红色，仿佛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充满欲望和邪意的纱幔。一股无法形容的恐怖威压如同实质般从天而降，笼罩了整个山谷。在这股威压之下，无论是北魏的普通士兵，还是青山坳的精锐，甚至是杨浩和受伤的冷月，都感到呼吸一滞，仿佛有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在心头，连体内的灵力或气血运转都变得滞涩起来。一道身影如同9天魔女降世般，从粉红色的天幕之中缓缓飘落而下。所有人都下意识地抬头望去，那是一名女子，一名无法用言语形容其万一的女子。她看起来似乎比妙玉仙子还要年轻几分，容貌完美无瑕，每一寸肌肤都仿佛散发着诱人的光晕。她的身材夸张到令人血脉奔张，胸脯高耸饱满肌玉裂衣，腰肢却纤细的不盈一握，圆润挺翘的丰臀勾勒出惊心动魄的弧度。她穿着一身近乎透明的粉色纱裙，裙摆飘飘，赤着一双完美无瑕的玉足。最引人注目的是她那一头长及脚踝的如同粉色瀑布般的秀发，无风自动，轻轻摇曳间仿佛能勾走人的魂魄。她的眼神慵懒而迷离，眼波流转间仿佛蕴含着世间一切的诱惑与罪恶，让人只看一眼就忍不住想要沉沦其中，奉献一切。叮，检测到符合系统标准的异性，请宿主尽快与其完成婚约，激活良缘。邪媚娘98。系统的提示音再次自动响起，但杨浩此刻根本无暇他顾，他的全部心神都被这突然出现的恐怖到极点的女人所震慑。宗师巅峰。怀中的冷月艰难地吐出4个字，脸色苍白如纸，眼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凝重。血媚娘的目光缓缓落在祭坛之上，妙玉仙子恭敬地退到她身后。她甚至没有看下方严阵以待的杨浩等人一眼，仿佛他们只是微不足道的蝼蚁。她只是淡淡地瞥了一眼妙玉，伸出纤纤玉指，对着下方山谷轻轻一挥。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响，没有绚烂的能量爆发，但整个山谷中那些之前战死的，无论是魔门弟子还是北魏士兵的尸体，甚至包括那3个奄奄一息的长老，他们的血肉骨骼都在一瞬间无声无息地融化、气化，化作浓郁到极点的血色雾气，如同百川归海般疯狂地涌向祭坛上那潭依旧在翻涌的猩红血池。血池如同饥饿的巨兽，疯狂吞噬着这海量的血肉精华，颜色变得愈发深邃暗红，体积也开始剧烈膨胀，散发出令人灵魂战栗的邪恶能量波动。妙玉看着这一幕，娇笑着对杨浩等人说道，声音中充满了戏谑和残忍。本来呢，你们不来打扰，我们就用这些士兵炼制魔兵。既然你们来了，还带来了这么多额外的材料，那就更好了。用你们的血肉，用这近万生灵的精魄，再加上我师尊的无上魔力，足以炼制出一颗血魔丹。冷月闻言厉声道，你们竟敢行此逆天禁术，炼制血魔丹，天地不容。等我玄镜司司主亲至，必将你们这群魔孽碎尸万段。玄镜司司主？妙玉仙子嗤笑一声，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等血魔丹炼成，
我师尊便能一举突破瓶颈，踏入那无上大宗师之境。到时候，就算你们司主亲至，又能奈我们何？他目光扫过下方脸色难看的众人，如同在看待宰的羔羊，红唇勾起残忍的弧度。你们也别着急，很快就轮到你们了。你们的血肉和灵魂将会成为血魔丹最精华的一部分，这可是你们的荣幸呢。祭坛上，血媚娘依旧面无表情，她伸出双手，开始向那不断膨胀的暗红血球打入一道道复杂诡异的法诀。血球剧烈震颤，散发出越来越恐怖的能量波动，整个山谷的粉红色天空都随之扭曲起来。之后，血媚娘那轻描淡写的一挥手，带来的却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景象。只见下方那近万名依旧呆立不动、眼神空洞的士兵，身体如同烈日下的雪人般开始迅速溶解、消融，他们的血肉、骨骼甚至衣物都在一瞬间化为了最精纯的血色能量雾气，无声无息，却快得令人绝望。无数道血雾如同受到无形力量的牵引，升腾而起，汇成一股股粘稠的血色溪流，疯狂地注入祭坛上那不断膨胀的暗红血球之中。血球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剧烈膨胀，颜色变得更加深邃暗沉，表面甚至开始浮现出无数痛苦扭曲的面孔，散发出足以让宗师强者都心惊肉跳的邪恶能量波动。整个山谷的粉红色天空都仿佛要滴出血来。不！冷月目眦欲裂，这些可是活生生的近万条人命啊！他怒吼一声，知道绝不能坐以待毙。看了一眼杨浩，强压伤势，玉足轻点地面，身形如同受伤却依旧不屈的仙鹤再次腾空而起。他手中长剑爆发出最后的璀璨银光，人剑合一，化作一道流星，直刺祭坛上的血媚娘。哪怕明知不敌，也要阻他一阻。妍希，攻击祭坛，毁了那血球！杨浩同时大吼，他自己也气血狂燃，双腿猛地蹬地，地面炸开一个深坑。他整个人如同炮弹般射向祭坛，赤金色的拳头凝聚了他全部的力量，轰向那不断吞噬生命的邪恶血球。吼！妍希发出愤怒的龙吟，巨大的龙口张开，一道凝聚了他本源力量的炽热龙息，如同太阳坠落的火柱，焚烧虚空，轰向血球。面对这来自3个方向的拼死攻击，祭坛上的血媚娘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她只是伸出那只看似柔弱无骨的纤纤玉手，对着前方随意的轻轻一拂，仿佛清风拂过湖面。然而，一股无法形容的蕴含着靡靡之音和绝对力量的粉红色波纹瞬间荡漾开来。冷月那决绝的剑光撞上波纹，如同撞上一堵无形的神铁墙壁，剑光瞬间破碎。他闷哼一声，以比去时更快的速度倒飞回来，鲜血狂喷，手中的长剑都险些脱手。妍希那足以焚山逐海的恐怖龙息，在接触到那粉红波纹的瞬间，竟如同遇到了克星，被那波纹中蕴含的诡异力量层层削弱、扭曲，最终不甘的湮灭消散。妍希巨大的身躯也被那股反震之力震得翻滚出去，发出痛苦的嘶鸣。杨浩那凝聚了352点体质的全力一拳轰在波纹上，只感觉所有的力量都如同泥牛入海，紧接着一股更加磅礴、无法抗拒的柔和却恐怖的力量反涌而来。噗！他同样鲜血狂喷，如同被高速行驶的列车正面撞中，浑身骨骼仿佛都要散架，重重地砸回地面，将地面砸出一个人形凹坑，挣扎了几下，竟一时无法起身。宗师巅峰？不，他是半步大宗师，仅仅是随手一击便轻松重创了2位宗师和一位战力堪比先天巅峰的强者，实力的差距如同天堑。哼，不自量力！妙玉看着下方狼狈不堪的众人，发出得意的嘲讽：我师尊乃是半步大宗师，触摸到了法则边缘的存在，对付你们如同碾死蝼蚁，乖乖等死，成为血魔丹的养料吧。祭坛上，血媚娘依旧面无表情，仿佛刚才只是拍走了几只苍蝇。她双手继续向那已经庞大如巫师的血球打入法诀，血球的能量波动越来越恐怖，眼看就要彻底成型。绝望的情绪开始在所有人心头蔓延。然而，就在这令人绝望的时刻，血媚娘，你魔门真是越来越不长进了，竟敢如此肆无忌惮地屠戮生灵，炼制净丹，还敢欺辱我玄镜司的人。一个清冷、威严却又带着成熟女性特有磁性的声音，仿佛穿越了空间，清晰地响彻在每个人的耳边。随着话音，一道身影如同撕裂了粉红色的天幕，从天而降。来人同样是一名女子，她身着玄镜司特有的藏青色制式长袍，却穿出了与众不同的韵味。长袍剪裁得体，勾勒出她丰腴傲人、成熟性感的曲线，却又丝毫不显轻佻，反而充满了威严与力量感。她面容姣好，看不出年龄，眉宇间带着久居上位的冷冽与威严，一双凤目开合间金光四射，仿佛能洞穿人心。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挽成一个简洁而高贵的发髻，更衬得她脖颈修长，气质超群。她就那样踏空而立，周身没有任何强大的能量波动外显，
却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全场的焦点，连那粉红色的天幕在他面前都似乎暗淡了几分。丁，检测到符合标准的角色异性，请宿主尽快与其完成婚约，激活良缘。苏清玄96。系统的提示音再次响起，但杨浩有些麻木了，今天已经出现了4个角色美女了。师傅。地上的冷月看到来人，苍白的脸上顿时露出惊喜之色，挣扎着想行礼。苏清玄目光落下，看到冷月重伤的模样，凤目中寒光一闪，对着他微微颔首，语气放缓了一丝。安心疗伤，接下来交给为师。他的目光随即转向祭坛上的血媚娘，声音再次变得冰冷如刀。血媚娘，给你3息时间，停下禁术，自封修为，随我回旋静思受审，否则今日此地便是你的陨落之所。血媚娘终于停下了手中的法诀，缓缓抬起头，那双慵懒迷离的眸子第一次露出了凝重之色。她看着空中那位气场强大的黑发女子，红唇微起。我道是谁？原来是玄镜司南部司主苏清玄亲至，真是好大的威风。此刻祭坛上那庞大的血球因为法诀中断，能量变得有些不稳定，剧烈的翻滚蠕动着。里面那近万士兵所化的血物质融入了1半左右，血魔丹显然还未彻底炼成。血媚娘眼神变幻，面对实力明显比他更强一筹的莫玄，他不敢有丝毫大意。最终他冷哼一声，周身粉红色的邪意灵力轰然爆发。想拿本座，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苏清玄凤目含微，不再多言，玉手并指如剑，对着下方的血媚娘隔空一点，玄镜封魔指，一道凝练到极致，仿佛由无数细小镜面组成的银色光束，瞬间撕裂空间，带着净化一切邪祟、封印万法的浩然正气，直射血媚娘眉心。这一指看似简单，却蕴含着对天地法则的深刻理解，速度快到极致，锁定了血媚娘的契机，让她避无可避。血媚娘眼中粉红色光芒大盛，她娇笑一声，声音却带着刺骨的寒意：哥哥，苏司主好狠的心呢，一上来就要封人修为。她不敢怠慢，纤纤玉手在身前画出一个完美的圆弧，粉红色的灵力如同潮水般涌出，瞬间凝聚成一朵巨大无比、层层叠叠、娇艳欲滴的粉色桃花。圣域天花。那桃花花瓣看似柔弱，每一片却都蕴含着扭曲法则、颠倒众生的诡异力量。花瓣轻轻旋转，仿佛一个独立的小世界，将血媚娘护在中心。是，银色指光精准地击中桃花花心。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只有2种截然不同的法则力量在疯狂地侵蚀、湮灭。银色指光不断净化，消磨着花瓣上的粉红灵光，而桃花花瓣则不断扭曲，削弱着指光中的封印之力。一时间竟然僵持不下。苏清玄冷哼一声，剑指一变，那银色指光骤然爆开，化作无数面细小的银色光镜，如同风暴般围绕着粉色桃花疯狂切割、折射、净化。血媚娘脸色微变，双手法诀连连变换，桃花花瓣片片绽放，每一片花瓣上都浮现出一个妖娆曼妙的裸女幻影，发出勾魂摄魄的呻吟娇喘，形成一道道强大的精神冲击，干扰着银色光镜的运转。2位绝顶美女的对决，没有野蛮的碰撞，却是法则与精神层面的凶险交锋，每一瞬都蕴含着致命的杀机。粉红色的桃花与银色的净光在高空不断纠缠、湮灭、再生，将天空渲染得光怪陆离，美轮美奂，却又危险至极。而下方，杨浩、冷月、妍希也抓住了血媚娘被苏清玄彻底牵制的机会，就是现在，毁了那血球，杀了妙玉。杨浩压下伤势，眼中赤金色光芒再次亮起。吼！妍希腾空而起，巨大的龙口再次凝聚灼热的龙息。冷月也强提一口真气，剑尖摇，指祭坛上脸色大变的妙玉。你们敢！妙玉又惊又怒，他一人如何抵挡得住这2位宗师级和一位战力超群的先天的联手攻击？妍希，龙息！杨浩大吼，同时自己再次如同炮弹般冲向祭坛，目标直指妙玉。妍希的龙息率先喷吐而出，炽热的火柱焚烧一切。妙玉尖叫一声，祭出那面曾经挡住冷月剑气的粉色桃花杖，勉强挡住龙息，却被那巨大的冲击力震得连连后退，气血翻腾。而就在这旧力刚劲、心力未生的瞬间，杨浩杀到了。他根本不给妙玉任何喘息的机会，蕴含着磅礴气血之力的拳头，如同狂风暴雨般轰向妙玉。砰！砰！砰！妙玉仓促间挥掌相迎，但他本就不以近身肉搏见长，如何挡得住杨浩这蛮龙般的恐怖力量？每一次碰撞，他都感觉手臂剧痛，气血震荡，嘴角不断溢出鲜血。冷月的剑气也如同毒蛇般从侧面袭来，刁钻狠辣。眼看妙玉就要被杨浩一拳轰碎头颅，或者被冷月的剑气洞穿心口。就在这生死关头，妙玉眼中闪过一丝疯狂和决绝，她猛地咬破舌尖，喷出一口精血，身上粉光大盛，
竟然不顾身后轰来的龙息余波和冷月的剑气，硬生生用肩膀承受了部分伤害，借力一个飞纵。他的目标竟然是祭坛中央那剧烈翻滚、极不稳定的巨大血球。师尊，救我！在杨浩和冷月惊愕的目光中，妙玉的身影如同飞蛾扑火般猛地扎进了那粘稠、邪恶、蕴含着恐怖能量的血球之中。扑通一声，他的身影瞬间被暗红色的血水吞没。几乎在同一时间，高空之上异变陡生。徒儿，血媚娘感知到妙玉陷入绝境，发出一声尖锐的厉笑。她竟然不顾苏清玄那如同枯骨之躯般的银色劲光切割，强行爆发。妙玉红尘，众生沉沦。她周身粉红色的灵力瞬间燃烧起来，一股远超之前的恐怖力量轰然爆发，仿佛要将整个天地都拉入欲望的深渊。无数扭曲的幻象、靡靡之音充斥天地，甚至连苏清玄的玄镜之光都微微一滞。趁着这瞬间的机会，血媚娘硬扛着几道劲光切割在身上，留下深深的伤口，喷出一口鲜血，身形如同闪电般俯冲而下，直扑祭坛。他玉手一抓，直接将那吞噬了妙玉的庞大血球强行缩小，化作一人大小，如同跳动心脏般的暗红血珠托在手上。苏清玄，今日之仇，本座记下了。待我炼成血魔丹，突破大宗师，必血洗你玄镜司。留下这句充满怨毒的威胁，血媚娘化作一道粉红色的血光，以燃烧本源为代价，瞬间冲破山谷的封锁，消失在天际尽头。速度之快，甚至连苏清玄都来不及阻拦。苏清玄悬浮在空中，看着血媚娘消失的方向，凤目中寒光闪烁，却没有立刻追击。半部大宗师一心要逃，极难留下。而且他感知到血媚娘此次燃烧本源，伤势绝对不轻。他缓缓从空中落下，来到祭坛边。山谷中一片狼藉，魔门伏兵全军覆没，但北魏士兵和青山傲战士也伤亡不小，近万名郡兵化为乌有，只留下空荡荡的营地。祭坛上那邪恶的仪式虽然被打断，但血媚娘还是带走了最关键的血珠。杨浩看着血媚娘消失的方向，又看了看一片混乱的山谷，心情沉重。虽然暂时击退了强敌，但隐患却更大了。一个携带着近乎炼成的血魔丹，并且对自己恨之入骨的半部大宗师魔头逃脱了冷月，挣扎着走到苏清玄身边，低声道：师父。苏清玄拍了拍他的肩膀，目光却转向了杨浩，那双深邃的凤目中带着一丝审视和不易察觉的好奇。苏清玄他能清晰地感知到，这个年轻人体内蕴含着何等磅礴浩瀚的气血之力，简直如同人形凶兽，远超寻常先天武者，甚至比许多专修炼体的宗师都不遑多让。更难得的是，他竟能驱使一条宗师级的火蛟，方才战斗中的勇猛和果决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你是？苏清玄开口，声音依旧带着上位者的威严，却比之前柔和了几分。在下正是杨浩，见过苏司主。杨浩拱手行礼，不卑不亢。苏清玄微微颔首，你的体质殊为奇特，气血之旺盛，世所罕见，更有御教之能，心性胆识亦是不凡。可有兴趣加入我玄镜司？以你的资质和能力，必能得到重点栽培，将来成就不可限量，也能更好地斩妖除魔，护卫苍生。若是寻常人得到玄镜司南部司主如此亲自招揽，恐怕早已激动得难以自持。然而杨浩只是微微一愣，便毫不犹豫地拱手婉拒：多谢司主大人厚爱，只是杨某散漫惯了，家中尚有妻室需要陪伴，目前只想守护一方乡土，暂无加入玄镜司的打算，还请司主见谅。他拒绝得干脆利落。玄镜司听起来威风，但看冷月他们动不动就生死相搏的架势，就知道危险系数极高。他现在有系统在手，有娇妻美眷，只想安稳提升实力，享受生活，可不想整天去跟那些诡异的魔门玩命。苏清玄闻言，眼中闪过一丝意外，但并未动怒，只是淡淡点头。人各有志，强求不得。也罢，我玄镜司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若日后改变主意，可凭此令来任何一处玄镜司分部寻我。他屈指一弹，一枚巴掌大小，非金非木，雕刻着镜面纹路的黑色令牌飞向杨浩。杨浩接过，入手微凉，知道这是个信物，便收了起来。多谢司主，今日之事，你们已尽力，功劳甚大。苏清玄目光扫过一片狼藉的山谷和疲惫的将士，我会将详细经过上报朝廷，不会因郡兵损失之事追究二等责任。相反，所有参战将士皆会有封赏抚恤下发。至于后续魔门追缴事宜，便交由我玄镜司处理。他说完，不再多言，对冷月等人一挥手：我们走。几名玄镜司高手搀扶起受伤的同伴。冷月看了杨浩一眼，眼神复杂，微微颔首示意，便跟着师傅迅速消失在远方天际。送走玄镜司的人，杨浩看着满目疮痍的山谷和疲惫不堪、带伤挂彩的将士们，心中沉甸甸的。
他深吸一口气，收起妍希，翻身骑上金兰。赵将军，王虎，清点伤亡，收敛，带上伤员，我们回家。他的声音有些沙哑。阵亡的人尸体在之前的战斗和邪术中化为乌有，连尸骨都找不到，没什么能收敛的。是，姑爷。赵莽声音低沉，眼眶微红。这一战虽然赢了，但代价太大了。队伍开始缓慢的整理集结。北魏士兵阵亡上百人，重伤轻伤者更有数百之多。唯一值得庆幸的是，青山坳的150名精锐凭借强大的实力和默契的配合，竟无一人战死，只有10几人受了些轻伤回去的路，因为伤员众多，走得格外缓慢。气氛沉重而悲怆，失去了战友的同袍们沉默不语，只有脚步声和偶尔压抑的呻吟声在雪原上回荡。当队伍终于看到丰原郡城那巍峨的轮廓时，天色早已彻底暗了下来，城门上点燃了火把。杨浩骑着金兰，一虎当先，率先入城。早已得到消息的苏正明、林秀、林月、苏清言、小蝶以及郡守府一众属官都在城门内焦急地等候着。看到杨浩安然归来，虽然身上带伤，气息萎靡，但总算活着。四女同时松了口气，眼圈却都红了。夫君，夫君，杨大哥。杨浩跳下虎背，对着迎上来的苏正明和四女疲惫地摇了摇头，声音沉重：岳父大人，我们回来了。但那1万弟兄都没能带回来。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亲耳听到这个消息，苏正明还是踉跄了一下，脸色瞬间苍白，仿佛老了10岁。1万大军啊，那是整个丰原郡的军事脊梁，就这么没了。林秀四女也捂住了嘴，眼中充满了震惊和悲伤。回到郡守府，杨浩将葬魂谷中发生的一切简略地说了一遍，重点描述了魔门的阴谋、血媚娘的恐怖、玄镜司的介入以及最终的惨烈结果。听完他的叙述，整个大厅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那惊心动魄的过程和沉重的结果压得喘不过气来。1万条鲜活的生命就这么化为了魔头炼丹的资粮，这简直是骇人听闻的惨剧。苏正明深吸一口气，强行镇定下来，眼中闪过一抹老练政客的决断。此事绝不能如实公布，近万军兵集体叛变，投入魔门，此事若传开，不仅朝廷震怒，更会引发全郡恐慌，甚至给其他心怀不轨之人以口实。他压低了声音对杨浩道：明日老夫会对外宣称，东南西3位将士在野外拉练时不幸遭遇100年难遇的极端雪崩天灾，全军覆没，尸骨无存。朝廷那边我会实此上报，不过我会求玄镜司苏司主，请他求情和配合，如此既能保全阵亡将士身后清明，也能安抚民心，避免更大的动荡。杨浩闻言默然片刻，点了点头。他知道这是古代政治环境下处理这种丑闻和惨剧最常用也最无奈的方式。隐瞒真相，粉饰太平，有时确实比揭开血淋淋的现实更能维持稳定。是夜，郡守府气氛压抑。杨浩与四女回到房中，看着他们担忧后怕的眼神，心中也是感慨万千。唯有将他们紧紧拥入怀中，感受着彼此的体温和存在，才能驱散一些心中的寒意与戾气。检测到宿主与符合标准的异性伴侣，完成生命本源交融，获得属性点+1，以自动加点 X4。当前体质356。第2日，郡守府发布讣告，宣告了东南西3位将士不幸遭遇特大雪崩，全军覆没的噩耗。消息传出，全城震惊，继而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家家户户挂起白帆，哭声响彻街道，整个丰原郡城仿佛一夜之间失去了色彩。杨浩站在郡守府的高楼上，望着满城肃稿，听着隐隐传来的哀泣，沉默不语。权力的博弈，魔道的猖獗，最终承受苦果的往往是这些最普通的百姓和士族。他握紧了拳头，对实力的渴望从未如此强烈。只有拥有绝对的力量，才能更好地守护自己想要守护的一切。接下来的5天，丰原郡城依旧笼罩在悲痛的氛围中，但生活总要继续。杨浩没有闲着，他深知实力才是一切的基础。每日除了雷打不动的通过系统提升体质，每日加4点，5日时间体质达到376点，其余时间便投入到2件事中。一是向经验丰富的北魏指挥使赵莽请教领军之道、战阵演练、军队管理等知识。赵莽见识过杨浩的实力和潜力，更是得了苏正明的吩咐，自然是倾囊相授。杨浩学得极快，举一反三，让赵莽惊叹不已。二是亲自操练那100名青山傲子敌兵，他将从赵莽那里学来的东西与狩猎队的实战经验相结合，加以改良，训练更加严苛，目标是将这支本就强悍的队伍打造成真正的百战尖刀。王虎、张铁柱等人也深知机会难得，训练起来个个拼命。第5日傍晚，一行风尘仆仆却气息精悍的人马抵达了郡守府。为首的
正是多日未见的冷月。他伤势似乎已经痊愈，依旧是一身藏青色玄镜司制服，身姿挺拔，神色清冷。他身后跟着10几名同样装扮的玄镜司高手，显然都是精锐。苏正明和杨浩得到通报，立刻前来相见。冷大人，一路辛苦。苏正明拱手道。冷姑娘。杨浩也点头致意。冷月抱拳回礼，言简意赅。奉司主之命，送达朝廷关于丰原郡一事的初步决议。他取出一份用特殊加密法印封存的卷宗，递给苏正明。朝廷已获悉此事，对于东南西3位遭遇天灾不幸罹难之事，深表哀悼，念在其往日之功，不予追究，亦不嘉奖。苏正明和杨浩对视一眼，心中明了，朝廷果然采纳了那套天灾的说辞，这无疑是最好的结果。冷月继续道，对于在平定地方叛乱、剿灭林家及魔门中伤亡的北魏将士及义士，朝廷会有抚恤和赏赐下发，不日将由州府派人送达。最后他的目光落在杨浩身上，令金玄镜司南部司主苏清玄大人保举，朝廷特旨任命杨浩为丰原郡丰南县县令，兼领丰原郡团练副使一职，可自行招募并统领1000团练兵，亦应粮饷军械由郡府拨付。正式任命文书及官印官符仍在路上，由礼部和兵部遣员送达，但杨大人此刻便可赴任行事。团练副使，自行招募1000兵马，朝廷供养，这奖励可谓丰厚。虽然团练兵并非正规军，但在地方上却是一股不小的武装力量，而且拥有极大的自主权。这显然是苏清玄为杨浩争取来的。杨某领旨谢恩。杨浩拱手应下，这个职位正合他意，既能名正言顺地掌握武装，又能经营自己的基本盘。公事传达完毕，冷月的语气稍稍放缓，但内容却更加惊人。杨公子，还有一事须告知你。根据我玄镜司最新情报，那妙玉并未死在血池之中。杨浩眉头猛地一皱。冷月继续道，他似乎因祸得福，在那未完成的血魔丹中发生了某种诡异蜕变，实力反而大增，恐怕已接近宗师后期。而且据可靠消息，他与其失血媚娘不知因何缘故，竟遭到了魔门内部的追杀，如今下落不明。我师父推测。冷月看向杨浩，眼神严肃，妙玉此人睚眦必报，性情偏激，他此次蜕变与你关系极大，加之你破坏了他计划，他极有可能将一切怨恨归结于你。一旦他摆脱追杀，很可能会来找你报复。因此司主命我带领一队人手留在丰原郡，一方面保护苏郡守安全，另一方面，冷月顿了顿，由我贴身跟随保护杨公子你，并伺机以你为饵，引出妙玉师徒，将其彻底铲除，以绝后患。杨浩听完，心中一阵无语。好吗？这是拿自己当鱼饵了。不过冷月的分析不无道理，被一个接近宗师后期的妖女和一个接近大宗师的人惦记上，确实让人寝食难安。有玄镜司的高手在身边，尤其是冷月这个宗师级战力，安全性无疑大增。既然如此，那便有劳冷姑娘和各位了。杨浩点头答应。冷月带来的玄镜司高手，一部分入驻郡守府，增强防卫，另一部分则分散出去，暗中调查魔门踪迹。事情既已安排妥当，杨浩便向苏正明提出辞行。岳父大人，此间事了，小婿打算明日便返回青山坳，稍作整顿，便前往丰南县上任。苏正明却摆了摆手，脸上露出笑容。贤婿何必急于一时？再过几日便是岁首节了，此乃一家团圆之佳节，何不等过了节再回去？岁首节其实就是这个世界的新年，况且你如今已是朝廷命官，岁首之际也更应在郡城与同僚们走动走动，不如就在府中过了节，待年后再赴任不迟。杨浩闻言一愣，这段时间忙于各种事情，竟忘了时日。他看着苏正明殷切的目光，又想到苏清言期盼的眼神，略一思索，杨浩便点头笑道，还是岳父大人考虑周到，是小婿疏忽了，那便叨扰岳父，过了节再走。哈哈，好，这才是一家人嘛。苏正明抚须大笑，十分开怀。于是杨浩便暂时在郡守府住了下来，准备迎接在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新年。郡守府也开始张灯结彩，准备年货，冲淡了不少之前的悲戚气氛。而冷月和他带来的玄镜司高手也如同隐形人般融入了郡守府，暗中布防，警惕着可能到来的危险。在郡守府准备过节的闲暇之余，杨浩想起了那本从幽冥教手中抢回引得幽冥教鲫鱼的古籍，或许玄镜司能知道更多信息。他找到正在庭院中调息打坐的冷月，冷姑娘，有件事想请教一下。杨浩拿出那本材质特殊，封面没有任何字迹的古籍。冷月睁开眼，目光落在那本书上，清冷的眼眸中闪过一丝讶异。这就是那本幽教想要的书？他似乎也了解过丰原郡的叛乱，知道这本书。正是。杨浩将书递过去，
幽冥教似乎极为看重此书，但我反复探查，除了材质坚韧些，内容似乎只是一些杂乱的地方志怪传说，并未发现特殊之处。冷月接过古籍，入手微沉，他纤细的手指拂过封面，闭目凝神，仔细感知了片刻，忽然轻咦一声，此书确实不凡。他睁开眼，眼中带着一丝了然，表面有极其高明的隐秘封印，但是因为年代久远，力量已经流失了大半，变得极其微弱。若非我玄镜司专门研究过此类禁制，几乎难以察觉。封印，杨浩恍然，怪不得自己探查不出什么，我试试能否破除。冷月神色凝重起来，双手快速接出几个复杂玄奥的法印，指尖流淌出纯净而凌厉的银色灵力，如同刻刀般小心翼翼地点在那古籍的封面之上。玄镜破网，银色灵力与古籍接触的瞬间，封面之上顿时浮现出无数细密如同蛛网般的暗红色纹路，抵抗着银色灵力的侵蚀，发出细微的滋滋声。冷月额角微微见汗，显然破除这古老的封印并不轻松，但他手法精准，灵力控制妙到毫巅。约莫一炷香后，那些暗红色纹路终于发出一声轻微的哀鸣，彻底崩碎消散，化作点点红光湮灭在空气中。就在封印破除的刹那，古籍的封面瞬间发生了变化，那原本空无一物的封皮上浮现出几个扭曲狰狞，仿佛用鲜血书写的古老文字“幽冥血记录”。同时，一股霸道、凶戾、带着无尽杀戮气息的意念波动从书中散发出来。冷月脸色微变，迅速翻看了一下书页，里面的内容早已不再是那些志怪传说，而是变成了一篇篇深奥诡异的心法口诀，以及一套配套的霸道绝伦的战技技法图谱，图文并茂，杀气盈指。果然，冷月和上书，语气沉重，这是一本魔门秘典，而且是直达宗师之境的顶级功法。幽冥血记录，我曾听司主提起过，乃是数百年前一位凶名赫赫的魔己宗师的成名功法，威力极大，但也嗜血狂暴，极易侵蚀心神，使人沦为只知杀戮的怪物。他看向杨浩，眼神复杂。武道修行，后天炼精化气，先天炼气化神，而欲要突破宗师之境，则必须拥有相应的宗师意，并辅以能承载和发挥宗师意的宗师级功法秘传，否则终生无望宗师。这本幽冥血记录便是一条通往宗师的路径，虽然是魔道。他将书递还给杨浩，此书是你夺回，如何处置由你决定，但我必须警告你，魔功速成却隐患极大，极易走火入魔，心智不坚者绝不可轻碰。杨浩接过变得截然不同的古籍，感受着书中那股诱人却又危险的强大力量，心中也是波澜起伏。他沉吟片刻，抬头对冷月坦然道：多谢冷姑娘告知，不过你放心，我对修炼魔功并无兴趣。冷月闻言微微颔首，似乎松了口气，又似乎有些意外于杨浩的果断。他不再多言，转身离去。杨浩拿着幽冥血记录回到自己的院落，静心凝神，尝试按照书中心法所述，引导天地灵气入体，按照特定经脉路线运转。然而无论他如何尝试，都无法在体内产生丝毫的幽冥血气或是任何属性的灵力。他的身体仿佛一个无比坚固的熔炉，只进不出，只能容纳最本源的气血之力，无法生成其他任何形式的能量。那些引入体内的天地灵气一进入他的经脉，就如同水滴汇入大海，被奔腾的气血之力瞬间同化吸收，变成了滋养肉身的资粮，根本无法按照魔功的路线形成循环。果然不行，杨浩并未失望，反而验证了自己的猜想。系统给予他的体质和气血的道路是独一无二的，但他并未完全放弃。他又将目光投向了那套配套的战技血战八荒戟法。这套戟法图谱极其精妙，招式大开大合，霸道绝伦，讲究以战养战，越战越勇，气势积累到极致，甚至能斩破虚空，威力极其可怕。杨浩找来一柄金铁长戟，在院中依葫芦画瓢，尝试演练戟法的招式。这一次有了不同的发现，他虽然无法修炼出魔功特有的幽冥血气来驱动戟法，但是这套戟法最本源的发力技巧、运劲法门，以及那种一往无前、霸绝天下的意，他却可以模仿和学习。更让他惊喜的是，当他尝试用自己磅礴浩瀚的气血之力来替代幽冥血气，按照戟法的发力方式挥动长戟时，嗡，长戟破空，发出沉重的呜鸣。赤金色的气血之力虽然无法离体形成戟芒，却完美的灌注到了戟身之中，使得每一次劈、砍、跳、刺都蕴含着远超平时的恐怖力量。一招一式不仅保留了戟法原有的霸道刚猛，更因气血之力的至阳至刚属性，平添了几分破邪荡魔的煌煌之威，威力甚至比图谱描述的更加纯粹和强大。好戟法！杨浩越练越是兴奋，这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战技，完美的弥补了他之前空有力量却缺乏精妙攻击手段的短板。他沉醉于戟法的演练之中，周身气血随着几招奔腾涌动，
竟隐隐与天地间的灵气产生共鸣，自主地吸纳周围灵气补充消耗，让他可以不知疲惫地一直修炼下去。不知过了多久，他才收己而立，浑身热气腾腾，眼中金光四射。虽然无法修炼魔功心法，但这套宗师级的血战八荒级法，经过他气血之力的改造和驱动，已然成为了最适合他的强大战技，实力再次精进。6日时光在郡守府张灯结彩、筹备岁末庆典的忙碌中转瞬即逝。这6日里，杨浩白日或与苏正明处理军务，或向赵芒请教军略，或自身修炼心得的血战八荒级法，将一身磅礴气血与这霸道级法越发磨合得圆融如意。夜晚则自是与林秀儿、林月儿、苏青言、小蝶四女缠绵悱恻，享尽温柔。当前体质400，他的力量在无人察觉中稳步向着一个更加恐怖的境界攀升。守岁节过后，杨浩正式向苏正明辞行。郡守府门前，车马已然备齐，苏青言、林秀儿、林月儿和小蝶都已登上宽敞的马车。王虎、张铁柱率领的100名青山傲精锐以及200名苏正明拔调，作为杨浩团练副使的亲兵骨架的北魏汉族也已列队完毕，甲胄鲜明，杀气内敛，引得郡城百姓远远围观。金兰和2只体型愈发庞大的白虎小白、小文则安静地待在队伍一侧，他们的存在总是能引起一阵压抑的惊呼。苏正明亲自送至府门外，握着杨浩的手，殷殷叮嘱：贤婿，此去丰南，虽为一县之主，但百废待兴，又地处边陲，需处处小心，遇事多思量，若有难处，随时来信。岳父大人放心，小婿省得。杨浩郑重回应。冷月带着4名玄镜司高手也骑在马上，等候在一旁。他们的任务是贴身保护杨浩，自然不会缺席。辞别完毕，队伍启程，车轮粼粼，马蹄踏雪，离开了丰原郡城，向着青山坳的方向行去。3日风雪兼程，队伍安然返回了青山坳。得知杨浩归来，尤其是还带回了郡守千金以及大批精锐士兵，整个青山坳都沸腾了。村民们倾巢而出，聚集在村口，敲锣打鼓，欢呼雀跃，如同迎接英雄凯旋浩哥回来了。还有新夫人，看那些兵，真威风啊！王大山激动的老泪纵横，看着儿子王虎、王豹愈发惊骇的模样，看着杨浩身后那支令行禁止、煞气逼人的队伍，只觉得青山坳的未来一片光明。杨浩将苏青言正式介绍给全村认识，又安排带来的士兵在村外扎营休整，不得扰民。村民们则拿出了最好的食物，热情地招待这些一看就很不一般的自己人。在青山坳休整了2日，让苏青言等人熟悉了一下村中环境，也让士兵们缓解了旅途疲劳。2日后，杨浩再次召集队伍，目标丰南县城。得知杨浩不仅成了县令老爷，还要去掌管一县之地，村民们更是与有荣焉，纷纷前来送行，叮嘱之语不绝于耳。丰南县城位于青山坳东南方100余里外，是扼守丰原郡东南门户的重镇。虽然因为连年雪灾和地处偏僻有些凋敝，但城墙高厚，格局犹在。又经过1日的行军，远远的已然能看到那座在风雪中显得有些沧桑的城池轮廓。杨浩骑在金兰背上，望着那座即将由自己掌控的城池，眼中闪烁着锐利的光芒。新的征程即将开始，丰南县将是他在这乱世之中打造基业的真正起点。杨浩深吸一口冰冷的空气，心中豪气顿生。走，进城。得知新任县令今日到任，以县城、县尉为首的一众县衙官员早已率领着3班衙役在城门处等候多时。看到远处那支旌旗招展、甲胄精良，甚至还跟着几头骇人猛虎的队伍缓缓行来，官员们连忙整理衣冠，脸上堆起热情而又带着几分敬畏的笑容，快步迎了上去。下官丰南县城州文渊，县尉李莽，率丰南县上下僚属、衙役，恭迎杨县令大驾。众人齐声行礼，姿态放得极低。他们早已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这位新县令不仅是郡守大人的乘龙快婿，更是手握实权的团练副使，剿灭林家，凶名赫赫，绝非等闲之辈，自然不敢有丝毫怠慢。然而杨浩的目光却越过这些迎候的官员，落在了城门道路两旁那些黑压压的人群上。那很明显是被官府组织起来迎接新县令的百姓，他们大多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在化雪时节最刺骨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很多人的嘴唇都冻得发紫，眼神麻木而惶恐，被衙役们驱赶着站在雪泥地里，不敢乱动。杨浩的脸色瞬间就沉了下来，眉头紧锁。这是怎么回事？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冷意，让原本满脸堆笑的周县城和李县尉心里咯噔一下。周县城连忙躬身陪笑，解释道：回大人，这些都是县里的百姓，听闻大人您今日上任，都是自发前来，想要一睹大人您的风采，感念皇恩浩荡，喜迎父母官。自发杨浩打断了他，声音更冷，在这话雪天，穿着单衣，
站在雪地里自发迎接。周县城，你看本官像3岁孩童吗？周县城和李县尉额头上瞬间冒出了冷汗，支吾着不知该如何回答。杨浩不再看他们，目光扫向那些冻得瑟瑟发抖的百姓，朗声道：诸位乡亲父老，天寒地冻，不必在此等候，都散了吧，回家取暖去。他的声音清晰地传入每个百姓耳中。百姓们先是愣了一下，似乎不敢相信，面面相觑，却没人敢动，目光畏惧地瞟向一旁的衙役。杨浩眼神一厉，扫向那些衙役。衙役们被那冰冷的目光一扫，只觉得如同被猛虎盯上，腿肚子发软，连忙纷纷低头，不敢再阻拦。百姓们这才如蒙大赦，纷纷躬身作揖，口称谢谢青天大老爷，然后互相搀扶着，踉踉跄跄地快速地向着城内散去，只想赶紧回到那虽然破败却能遮风避雨的家中。然而就在人群渐渐散去时，一个落在最后面的瘦骨嶙峋、穿着满是补丁单衣的小女孩，可能是因为太过虚弱寒冷，走了几步，身体晃了晃，竟无声无息地一头栽倒在冰冷的雪泥地里，失去了知觉。呀！周围有人发出低呼，却没人敢上前。就在杨浩眉头一皱，正要有所动作时，他身旁一道藏青色的身影已然如同青烟般掠出，是冷月。他瞬间便来到小女孩身边，俯身小心翼翼地将那冰冷娇小的身躯抱入怀中。他伸出仙指搭在小女孩腕脉上，一丝精纯平和的灵力缓缓渡入其体内，驱散着那刺骨的寒意。在小女孩苍白的脸颊因灵力滋养而恢复一丝血色，悠悠转醒的刹那，叮，检测到符合系统标准的异性，请宿主尽快与其完成婚约，激活良缘。白纸90。系统的提示音再次在杨浩脑海中响起。杨浩，他看着冷月怀中那个虽然瘦弱不堪、满面菜色，但五官底子却极为精致，此刻因灵力滋润而显露出一丝惊人潜质的小女孩，一时间竟不知该是高兴还是愤怒。这时小女孩睁开了眼睛，那是一双极其清澈明亮，如同黑宝石般的眸子，此刻却充满了茫然和恐惧，看着抱着她的冷月，又怯生生地看向杨浩。别怕，没事了。冷月的声音难得的柔和了一些，虽然依旧清冷，却带着一丝安抚的力量。杨浩对冷月道：先把她抱到马车上去，车里有暖炉。冷月点点头，抱着小女孩，身形一闪，便回到了苏青年等人的马车旁。林秀和林月儿连忙掀开车帘，将小女孩接了进去，用厚厚的毯子裹住，又拿出热汤水为她。周县城和李县尉等人看着这一幕，脸色更加尴尬和惶恐，连忙上前请罪。大人恕罪，是下官等考虑不周，致使。杨浩摆了摆手，打断了他们的请罪之词，脸色依旧不好看，但却没再多说什么，只是淡淡道：先进城吧。他知道现在苛责这些官员并无太大意义，没有锤死他们的证据，而且他初来乍到，许多事情还需慢慢了解整顿。不过等他找到证据，这些家伙一个都跑不了。是，大人请。周县城等人如蒙大赦，连忙在前引路。队伍再次启动，进入了丰南县城。城内的景象比城外更加萧条，街道两旁的店铺大多关门闭户，行人稀少，即便有，也是行色匆匆，面带愁容。唯有县衙所在的街道被打扫得相对干净一些。来到县衙后院，这里已经被提前收拾出来，作为县令府邸。虽然不算奢华，但也还算宽敞整洁。杨浩安排众人安顿下来，苏青言几女忙着照料那个意外救下的小女孩，王虎、张铁柱则安排士兵接管县衙房务和军营。杨浩站在县令府的书房窗前，看着窗外依旧阴沉的天空和荒凉的街道，目光深邃。县令府后院厢房内，炭火烧得正旺，驱散了冬日的严寒。那个被救回来的小女孩在经过热水沐浴、饱餐一顿并酣睡几个时辰后，气色明显好了许多。苏青言和林秀儿为她安排了一间干净温暖的客房，小蝶和林月儿细心帮她梳洗打理，换上了干净的衣物。此刻她正靠在床头，虽然依旧瘦弱，但洗净污垢后露出的脸庞却异常精致，眉眼如画，鼻梁挺翘，唇瓣苍白却形状优美，确实是个美人胚子。只是长期营养不良让她看起来格外娇弱，约莫有16、17岁的年纪。杨浩处理完一些紧急公务，从小蝶那里得知女孩已经苏醒，便带着小蝶前来探望。推开房门，温暖的空气夹杂着淡淡的皂角清香扑面而来。女孩听到动静，有些惊慌地抬起头，那双清澈如黑宝石的眸子望向门口，看到是杨浩和小蝶，似乎松了口气，但眼神深处却依旧藏着一丝难以掩饰的慌乱。她的目光不受控制地极其快速地瞟了一眼房间角落的那个老旧衣柜，然后又迅速低下头，双手紧张地绞着衣角。这个细微的动作没有逃过杨浩的眼睛，他心中顿时升起一丝警觉。这女孩的反应不对劲，那不像是单纯面对陌生人的害怕，更像是一种警告。或者说，
他在害怕衣柜里的什么东西。杨浩面色不变，对身边的小蝶温和道：“小蝶，你去厨房看看，给这位姑娘炖的补参汤好了没有？”小蝶不疑有他，乖巧地应了一声：“是，夫君。”便转身离开了房间，还细心地带上了房门。房间内只剩下杨浩和那女孩。杨浩脸上挂着和煦的笑容，慢慢向床边走去，步伐从容，仿佛只是寻常的关心问候。他的目光看似随意地扫过那个衣柜，精神力却高度集中，感知着周围的任何一丝异常。小姑娘，别害怕。杨浩的声音尽量放得柔和。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在哪里？怎么会出现在城门口？女孩抬起头，看着越走越近的杨浩，眼神中的慌乱更甚。她张了张嘴，声音细若文瑞，带着一丝颤抖。我叫白芷，家住在城西棚户区，爹娘都没了，他们说有吃的，我就跟着来了。他说话的时候，眼神再次不受控制的飞快瞥了一眼衣柜，甚至极其轻微的摇了一下头，似乎在阻止杨浩靠近。杨浩心中警铃大作，他几乎可以肯定那衣柜里绝对有问题。他脸上笑容不变，脚步也未停，仿佛没有看到白芷的暗示，口中继续温和地说道：“白芷，很好听的名字。如果你想，以后你就安心在这里住下，不会再饿肚子了。”就在他话音未落，距离床边只有3步之遥的瞬间，杨浩眼中金光爆射，体内高达408点的气血之力轰然爆发，整个人如同瞬移般，以肉眼难以捕捉的速度急扑向床上的白芷，意图先将这看似无辜的女孩救离险地。然而，就在他的指尖即将触碰到白芷衣袖的刹那，一个酥媚入骨却又冰冷彻骨，让他记忆深刻的声音，如同鬼魅般毫无征兆地在房间里响起，直接钻入他的脑海。呵呵，杨县令，这么着急是想英雄救美吗？是血媚娘的声音。随着这声音响起，杨浩只觉得周身空间瞬间变得粘稠无比，一股无法形容的远超他抵抗能力的恐怖威压如同泰山压顶般轰然降临。他爆发的速度骤然停滞，整个人如同陷入了最坚韧的胶水之中，被死死地定在了原地，连一根手指都无法动弹，只有眼珠还能艰难地转动。与此同时，粉红色的带着靡靡之音和极致诱惑气息的薄雾无声无息地弥漫了整个房间，将这里与外界彻底隔绝。杨浩心中骇浪滔天，血媚娘，她竟然真的来了，而且还就藏在这县令府中，藏在这个小女孩的房间里。他的眼神艰难地转向那个角落的衣柜，只见那衣柜的门不知何时已经悄然打开，里面只有衣物，人消失了。而更让他脊背发凉的是，他能清晰地感觉到一个冰冷而柔软，散发着诱人香气却又充满致命危险的身影正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的身后，几乎紧贴着他的后背。他甚至能感受到对方呼出的带着甜腻气息的灼热呼吸吹拂在他的脖颈上。血媚娘竟然就在他身后。白芷看着被瞬间制住的杨浩，小脸下的煞白，眼中充满了绝望和泪水，却死死咬着嘴唇，不敢发出任何声音。啧啧啧，好旺盛的气血，好坚实的身体呢。血媚娘那充满魔力的声音再次在杨浩耳边响起，一只冰冷滑腻的玉手仿佛情人般轻轻抚上了杨浩的侧脸，指尖带着令人战栗的寒意和诱惑。本来想等你放松警惕再动手的，没想到你的灵觉如此敏锐，不过没用。杨浩浑身僵硬，心中飞速思考着对策。妍希和冰离都在手腕上，冷月和其他人在院外，他完全没料到血媚娘竟然敢如此大胆，直接潜入县衙核心区域，而且他的状态似乎比上次见面时更加诡异和危险。你想怎么样？杨浩艰难地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怎么样？血媚娘轻笑一声，手指划过杨浩的喉咙，带着致命的威胁。当然是和你这位屡次坏我好事的县令大人好好算一笔账了。面对近在咫尺气息诡异莫测的血媚娘，杨浩强压下心中的惊涛骇浪。血媚娘，你我之间的账算在我头上便是，先让这个小姑娘离开，她与此事无关。血媚娘发出一串酥媚入骨的轻笑，手指依旧在杨浩脸颊上流连，仿佛在欣赏一件艺术品。杨县令倒是怜香惜玉的很呢，不过你觉得我一个魔道妖人会讲什么祸不及旁人的规矩吗？放他出去报信，还是让他去把外面那个玄镜司的小丫头叫进来？然而就在他说话的同时，杨浩敏锐地感知到禁锢着他的那股恐怖威压似乎出现了一丝极其细微的波动，周围粉红色的雾气也微不可察地荡漾了一下。他的气息似乎并不像表现出来的那么平稳，甚至隐隐有一丝虚浮和混乱。杨浩心中一动，一边在心中暗暗安抚住手腕上因感受到致命威胁而即将暴走的冰离和妍希，一边脸上故意露出一抹看似轻松的笑容，试探着开口。是吗？可我倒是觉得你现在的表现可一点都不像是个来算账的魔头，倒像是走投无路来寻求庇护的。血媚娘抚摸着杨浩脸颊的手指猛地一顿。
他那双勾魂摄魄的媚眼中瞬间闪过一丝难以掩饰的惊诧和厉色，但很快又被更加浓郁的媚意掩盖。他深深看了杨浩一眼，忽然周身的粉红色雾气如同潮水般退去，那股恐怖的威压也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杨浩只觉得身体一轻，重新恢复了行动能力。他毫不犹豫，瞬间转身，体内磅礴的气血之力轰然运转，赤金色的光芒透体而出，一拳就欲向着近在咫尺的血媚娘轰去。然而血媚娘面对着雷霆万钧的一击，却既不闪躲也不抵挡，只是悠悠地叹了口气，声音带着一丝令人心碎的柔弱与委屈：哎，你就这般无情吗？我若死了，你也会死的哦。这话如同定身咒般，让杨浩的拳头硬生生停在了离他面门只有3寸的地方，拳风吹拂起他粉色的发丝。你什么意思啊？杨浩眼神锐利如刀，死死盯着他。嗨！雪媚娘突然剧烈的咳嗽起来，嘴角竟真的溢出了一缕鲜红的血迹，脸色也瞬间变得苍白了几分，更添几分病态的娇柔。她抬起玉手，轻轻擦去血迹，苦笑道：意思就是我给你下了同心蛊呀，你不妨感知一下自己的心脏部位是否有些异样。杨浩心中一凛，立刻内视己身，果然在他强健有力的心脏深处，不知何时竟依附着一个米粒大小、几乎透明、形似虫子的诡异东西。它仿佛与他的心脏生长在了一起，随着心跳微微蠕动。什么时候？杨浩又惊又怒，试图调动气血之力将其绞杀驱逐。然而他的气血刚接触到那同心蛊，便感觉心脏猛地一抽，传来一阵钻心刺骨的剧痛，仿佛心脏要被撕裂一般。噗！他一口鲜血喷出，身体踉跄了一下。几乎在同一时间，对面的血媚娘也仿佛遭受重击，闷哼一声，同样喷出一口鲜血，气息瞬间萎靡了不少。但他却看着杨浩，脸上露出了妖异而得意的笑容。看吧，我没骗你吧？同心同心，同生共死，你伤他，即伤己，也伤我。我若死了，他也会瞬间吞噬你的心脉。呵呵。杨浩捂着胸口，脸色难看至极。为什么？你什么时候下的蛊？就在刚才，我靠近你，抚摸你脸颊的时候。血媚娘舔了舔唇边的血迹，笑容妩媚又危险。至于为什么，说来话长。他眼神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和怨恨。为了从那个不完整的血魔丹中救出我那不争气的徒儿，我消耗了太多本命元气，导致境界跌落，如今只剩宗师中期的修为了。哼，杨县令，你恐怕不知道我们圣教内部的残酷，一旦你露出虚弱之态，昔日对你摇尾乞怜的野狗就会立刻扑上来把你撕碎。那群废物竟然也敢觊觎我们师徒，不得已我们只能杀出重围，逃了出来，途中又被追杀，与我那徒儿也失散了。他的语气带着一丝真实的仓皇和愤怒。如今圣教不容，玄镜司也在追杀，天下之大，竟似无我容身之处。思来想去，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最安全。谁能想到我血媚娘会躲在官府县衙之内，就在玄镜司银月使的眼皮子底下呢？他看向杨浩，嘴角带着笑意。杨县令，你不会介意的，对吧？杨浩面色凝重如水。他感知到血媚娘这番话，至少关于境界跌落和被追杀的部分，情绪波动真实，不像完全作伪。你要怎么样才肯解开这个蛊？杨浩沉声问道。尽管心中已有猜测，血媚娘摇了摇头，笑容带着一丝苦涩和玩味。解不开的，此蛊乃上蛊一种，一旦中下，除非宿主一方实力达到大宗师境界，以绝对力量将其逼出或炼化，否则你我性命便永远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杨浩心中暗骂，这简直是个甩不掉的黑锅。但他此刻确实拿雪媚娘毫无办法，打不得，杀不得。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权衡利弊。眼下只能暂时稳住他。好，杨浩缓缓放下拳头，周身气血收敛。你可以暂时躲在这里，但没有我的命令，不准伤害这里的任何一个人，否则我宁可拼着心脉尽碎，也要拉着你同归于尽。血媚娘嫣然一笑，仿佛早就料到这个结果。可以，妾身现在可是弱女子，全凭杨县令庇护呢。他的目光忽然转向床上吓得瑟瑟发抖的白芷，眼中闪过一丝杀机。不过这个小姑娘听到了太多不该听的东西，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杀了。不行，杨浩断然拒绝，他不能杀，以后他就跟在我身边，做我的贴身丫鬟。他看向白芷，语气不容置疑。白芷，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丫鬟了。今日所见所闻，若有半句泄露，我必不轻饶。你可愿意？白芷虽然害怕的厉害，但也知道这是唯一的生路，连忙用力点头，声音发颤：愿意。奴婢白芷谢老爷救命之恩，今日之事死也不会说出去。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了小蝶轻盈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姑爷，汤热好了。血媚娘眼神一闪，身影如同鬼魅般悄无声息地再次引入了那个打开的衣柜阴影之中，仿佛从未出现过。杨浩迅速调整了一下呼吸和表情，对白芷使了个眼色，白芷也连忙低下头，掩饰住眼中的恐惧。小蝶端着热气腾腾的汤碗推门进来，好奇地看了看房间。姑爷，白芷妹妹怎么样了？还好，刚醒。杨浩神色如常，把汤给她吧，让她好好休息。唉，小蝶乖巧地应着，将汤碗端到床边，小心地喂给白芷喝。热汤下肚，白芷苍白的脸上恢复了一些血色，精神也好了许多。先出去吧。杨浩带着小蝶和白芷从厢房出来，白芷亦步亦趋地跟在杨浩身后，低眉顺眼，显得十分乖巧顺从。只是偶尔看向杨浩背影的眼神中，还残留着一丝未散尽的惊惧和复杂。来到大厅，苏青言、林秀、林月儿正在商议着府内布置和年节用度。见到杨浩出来，都迎了上来。杨浩将白芷拉到身前，对三女道：青言、秀儿、月儿，这丫头叫白芷，身世可怜，我瞧着她还算伶俐，想留在身边做个贴身丫鬟，你们觉得如何？三女打量了一下喜静后眉清目秀，虽然瘦弱却难掩底子精致的白芷，又见杨浩开口，自然没有不答应的道理。苏青言温柔笑道：夫君觉得好便好，我看这丫头也挺招人疼的。林秀儿也点头，府里正好也缺个细心的人伺候夫君。林月儿更是上前拉着白芷的手，笑嘻嘻道：白芷妹妹，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别拘束。他们的热情让白芷受宠若惊，连忙俯身行礼：奴婢白芷见过三位夫人，谢夫人收留。好了，既然定了，秀儿，你带白芷去选个房间，再找些合身的衣物给她。杨浩吩咐道：哎，好的夫君。林秀儿温婉应下，领着忐忑又感激的白芷下去了。事业依旧红消帐暖，倍翻红浪，检测到宿主与符合标准的异性伴侣，完成生命本源交融，获得属性点+1，已自动加点。体质408409 X4， 当前体质412。翌日清晨，众人齐聚用早餐。白芷已经换上了一身崭新的丫鬟服饰，虽然依旧瘦弱，但收拾得干干净净，垂手侍立在杨浩身后，不敢入座。杨浩看了他一眼，指了指旁边的空位：坐下一起吃吧。白芷吓了一跳，连忙摆手：老爷，奴婢不敢，这不合规矩。杨浩淡淡道：在这里，我的话就是规矩，让你做就做，放松些，吃饱肚子才有力气做事。苏青言也柔声劝道：白芷，坐下吧，夫君不喜这些虚礼。林秀儿和林月儿也笑着招呼他，小蝶更是直接过来拉他：快来坐呀，白芷妹妹。白芷这才怯生生地挨着凳子边缘坐下，小口小口地吃着早餐，感受着这份从未有过的如同家人般的温暖，眼圈微微有些发红。用餐完毕，苏青言对杨浩道：夫君，我们打算去街上购置些家用物事，顺便也给白芷添几身像样的衣裳。杨浩点点头：去吧，多带些人，注意安全。他心念一动，暗中沟通冰离，化作手镯缠绕在林月儿腕上。有冰离这位宗师级的玄兵煞交暗中保护，只要不遇到大宗师或者军队围剿，安全应当无虞。四位夫人带着白芷和小蝶，在一队侍卫的护送下离开了县衙。大厅内一时只剩下杨浩和坐在一旁闭目调息的冷月。杨浩沉吟片刻，看似随意的开口问道：冷姑娘，杨某有一事请教，不知你是否听说过一种名为同心骨的奇物？冷月缓缓睁开眼，清冷的眼眸中闪过一丝讶异，看向杨浩：同心骨，你从何处听闻此物？他有些奇怪，杨浩为何突然问起这种偏门甚至堪称邪异的东西。杨浩面不改色道：昨日整理县衙旧籍，偶然在一本残破的古杂记中看到提及，说此骨能令人同生共死，觉得甚是奇异，故有此一问。冷月不疑有他，点了点头，解释道：据我玄镜司卷宗记载，同心骨雀乃上骨一种，极其罕见，其性诡异，一旦成功种入两人体内，便能将二人性命气血相连，真正做到同生共死，一损俱损。且此骨极为顽固，除非宿主一方实力达到大宗师之境，以绝对力量强行逼出或炼化，否则几乎无解。你看到的那本杂记，所言非虚。杨浩心中最后一丝侥幸也破灭了，血媚娘果然没有骗他，这同心骨竟然真的如此麻烦。大宗师看来一时半会是被他赖上了。他面上不动声色，只是恍然道：原来如此，世间竟有如此奇物，多谢冷姑娘解惑。就在这时，王虎从外面大步走了进来，抱拳道：浩哥，县城周文渊、县尉李莽，还有县里几个富商在外求见，说是来拜见新县令。杨浩眼神微动，淡淡道：让他们进来吧。很快，
以周县城和李县尉为首，7、8个穿着绫罗绸缎、大腹便便的富商跟着走了进来，人人脸上堆满了谦卑热情的笑容。下官、小人参见县令大人。众人齐齐行礼。诸位不必多礼，请坐。杨浩抬手示意，众人落座，寒暄几句后，周县城便笑着开口道：大人新官上任，乃我丰南县百姓之福，下官等级县内乡深略备薄礼，聊表心意，恭贺大人乔迁之喜，还望大人笑纳。说着，后面便有人抬上来几个沉甸甸的大箱子，打开一看，里面竟是白花花的银锭、精美的绸缎、古玩玉器，琳琅满目，价值不菲。其中最大的一份，光是现银恐怕就不下1000两。杨浩目光扫过这些薄礼，又看了看眼前这些官员和富商脸上那心照不宣的笑容，心中冷笑。这些人的俸禄才多少？这些礼物10有8九都是搜刮的民脂民膏，而这些富商无非是想通过贿赂官员获得种种便利，继续盘剥百姓罢了，没一个好东西。但他脸上却露出恰到好处的惊喜和满意之色，笑道：诸位真是太客气了，如此厚礼，本官怎好意思。哎，大人说的哪里话，这是我等的一片心意，大人务必收下。是啊是啊，大人初来乍到，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众人连忙七嘴八舌地劝道：既然如此，那本官就却之不恭了。杨浩勉为其难地点点头，示意王虎将礼物收下。看到杨浩如此上道，周县城、李县尉和那些富商们交换了一个满意的眼神，心中大定。看来这位新县令和以往的没什么区别，都是可以用银子打点的，以后的日子还好过。周县城趁热打铁，笑道：大人，今日晚间我等在醉仙楼设下宴席，为大人接风洗尘，还请大人务必赏光。杨浩心中明了，这无非是进一步拉拢勾结的场合，但他正想借此机会多了解一下丰南县的势力格局，便爽快答应。好，诸位盛情，本官一定准时赴宴。太好了，那我等就在醉仙楼恭候大人大驾。众人见目的达成，又奉承了几句，便心满意足地告辞离去。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杨浩脸上的笑容渐渐收敛，眼神变得冰冷。这些蛀虫就先让你们得意几天，等本官摸清了情况，拿到了证据，你们吃进去多少都得给本官连本带利的吐出来。中午时分，苏青言、林秀、林月儿带着小蝶和白纸回来了。几女脸上带着购物后的些许愉悦，但也有一丝难以掩饰的沉重。他们购置了不少布匹和日常用物，也给白纸换上了几身合体的新衣裳。小姑娘看起来精神了不少，只是眼神深处仍残留着一丝不安。夫君，苏青言屏退左右，神色凝重地对杨浩低声道：我们今日在街上看到许多面黄肌瘦的百姓，甚至有孩童在用血水糊口，这丰南县的情况似乎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糕。林秀儿也忧心道：我问了几家铺子的米价，高得吓人，寻常人家根本吃不起。林月儿气鼓鼓的接话：就是那些粮铺老板还爱搭不理的，真气人。杨浩面色平静，点了点头：我知道了，我已派人去查了，情况确实不容乐观。今年收成本就不好，加之前任县令与胥吏豪绅勾结，盘剥无度，库房空虚，赈济粮款多半也落入了他们的私囊，致使饿殍遍野。他眼中寒光一闪即逝：你们今日所见只是冰山一角，这丰南县早已是疮痍满目。几女闻言，心情都沉重起来。他们出身虽不同，但都心地善良，眼见百姓疾苦，心中自然难受。杨浩安抚道：不必过于忧心，此事我自有计较。傍晚，杨浩嘱咐苏青言等人紧闭门户，加强戒备，随后便带着王虎、王豹以及10余名从青山坳带来的精锐好手，骑马前往位于县城中心的醉仙楼。醉仙楼是丰南县唯一一座3层木楼，既是酒楼，也兼营皮肉生意，乃是县里最奢华喧嚣的场所。此刻楼外张灯结彩，却被一众豪仆护院守着，明显已被包场杨浩一行人到来，早有机灵的伙计飞奔进去通报。很快，以县城周文渊、县尉李莽为首，一群官员和富商满脸堆笑地迎了出来，态度比白天更加恭敬热络。杨大人大驾光临，真是令这醉仙楼蓬荜生辉啊！周县城拱手笑道：大人里面请，酒宴早已备好，就等大人您了。李县尉也粗着嗓子附和。杨浩淡淡一笑，翻身下马，将缰绳扔给随从，在王虎王豹一左一右的护卫下，龙行虎步地走入楼内。1楼大堂原本的桌椅已被撤去大半，中间空出场地，数名身披薄纱、身姿曼妙的舞女正随着丝竹之声翩翩起舞。四周摆开了数张雕花大桌，上面早已摆满了珍馐美味，整只的烤乳猪、蒸鱼、炖鸡、时鲜瓜果，精致的点心琳琅满目，香气扑鼻。与街上百姓面黄肌瘦的景象相比，简直是2个世界。主位自然留给杨浩，众人簇拥着他落座。王虎王豹按刀立于其身后，
目光锐利地扫视着全场，那股经历过生死搏杀的悍勇气息，让原本有些喧闹的气氛都为之窸窣。来来来，杨大人，我为您引荐一下。周县城笑着指向坐在角落琴台后的一位女子，这位是柳如烟柳大家，乃是咱们醉仙楼，不是整个丰南县最有名的清官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平日里等闲难得一见，今日特地请来，为大人淡曲助兴。那女子闻言，起身微微一拂，只见她身着淡雅衣裙，云鬓轻挽，面容清丽绝伦，确实比场中其他女子更胜一筹，气质也带着几分疏离的清冷。她目光低垂，并未多看杨浩一眼。这时系统的声音响起，叮，检测到符合系统标准的异性，请宿主尽快与其完成婚约，激活良缘。柳如烟92，果然如烟大帝就没有丑的。杨浩目光在他身上停留一瞬，嘴角勾起一抹意味不明的笑容。哦，清官人，周县城有心了。应该的，应该的。周县城使了个眼色，立刻有人去请柳如烟。柳如烟犹豫了一下，还是轻移连步走到杨浩身旁的空位坐下，却保持着一点距离，低声道：奴家为大人斟酒。丝竹再起，舞姿翩跹。周县城、李县尉等人频频敬酒，说着各种奉承话，富商们更是争相巴结。杨浩来者不拒，酒到杯干，显得十分豪爽。他一边享受着柳如烟略显生疏却十分养眼的伺候夹菜斟酒，一边也毫不客气地伸手揽住她的纤腰，感受着掌下的柔软和那瞬间的僵硬。柳如烟身体微微一颤，睫毛轻抖，却并未挣扎，只是低下头，默默承受着杨浩看似轻佻的举动，继续为他布菜斟酒。周县城等人见状，彼此交换着心照不宣的眼神，笑容更加灿烂。看来这位新县令果然年少风流，也好这一口，那就更好办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场中气氛越发炽热。不少官员和富商已经搂着相熟的妓女调笑起来，言行也放肆了许多。周县城觉得火候差不多了，使了个眼色，乐声和舞蹈渐渐停下，闲杂人等也被示意退下一些，只留下核心的几人以及柳如烟。他似乎想走，却被杨浩手臂稍稍用力箍住，只得继续留下，身体却绷得更紧。杨大人，周县城见状也不好说什么，笑着开口，进入了正题。大人，您如今是一县之主，这丰南县的方方面面还需大人您来掌总。以往呢，县里的些许收益是这么分的。他压低声音开始勾勒一张利益网。县衙每年的税赋、粮赋，刨去上缴郡府的，余下的3成归县衙公用，2成打点郡城各级关系，剩下的5成由在座各位按出力多少分润，主要是刘老板、梁商、张老板、布商和王老板、盐商他们操持。周县城继续说道：大人，城东的铁矿由李县尉派人维护，出的铁料7成归我们，3成打点郡守府和兵曹的人。利润吗？每月这个数。他比了1的个手势，意思是1万两。盐商王老板嘿嘿一笑：盐路吗？一直是由我们王家负责打点盐路关卡，利润薄，风险大，每月孝敬大人您的份子绝不会少。梁商刘老板、布商张老板和其他人也纷纷表态，暗示每个环节都会给杨浩奉上最大的一份孝敬。总结起来，就是他们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贪腐体系，现在邀请杨浩加入，并成为他们的保护伞和最大受益者。他们需要杨浩的全势默许，甚至支持他们继续盘剥百姓，而杨浩只需坐着收钱。杨浩听完，故作满意的点头，大手在柳如烟腰间摩挲着，哈哈笑道：好，诸位果然都是懂规矩、会做事的人，本官就喜欢和聪明人打交道。以后县里的事，还仰仗各位多多费心，该有的一样都不会少你们的。他举起杯，来，为了今后的财源广进，干杯！干杯！敬大人！众人心花怒放，纷纷举杯，以为彻底搞定了这位新县令。宴席尽花散，周县城等人极力劝说杨浩就在醉仙楼歇下，让柳如烟伺候。杨浩却以夫人还在等候为由推辞，但临走前却意味深长地捏了捏柳如烟的手，低笑道：如烟姑娘，本官改日再来看你。在周县城等人男人都懂的笑声中，杨浩带着护卫，看似微醺，实则眼神冰冷地离开了醉仙楼。回县衙的路上，夜风一吹，杨浩脸上最后一丝酒意也消散殆尽。王虎忍不住低声骂道：浩哥，这帮王八蛋真不是东西，外面都快饿死人了，他们还在哪？王豹也语气森寒：浩哥，什么时候动手？杨浩望着漆黑寂静几乎不见灯火的贫民区方向，冷冷道：让他们再得1-2天，名单都记下了，证据让兄弟们加紧收集。放心吧，浩哥，一个都跑不了。杨浩点头，眼中杀机盈也。等摸清了所有脉络，拿到铁证，就是他们的死期。那些吃进去的，我要他们用的命来还。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他低声自语：这丰南县的天该变一变了。接下来3日，杨浩白日里依旧与周文渊、李莽等官员富商流连酒桌，一副沉溺享乐，对此地政务毫无兴趣的模样。他甚至又去了2次醉仙楼，每次都点名要柳如烟作陪，举止轻佻，俨然一个被酒色迷了心窍的年轻县令。暗地里，王虎、王豹、张铁柱等人，以及部分被暗中考察后吸纳的原北魏军老兵，则在冷月的暗中协助下，以惊人效率暗中收集着周文渊、李莽等人贪赃枉法、盘剥百姓的铁证。账本往来，证人证言，被隐藏的库房记录，一桩桩一件件，触目惊心。第3日晚，醉仙楼再次被包下，华灯璀璨，丝竹悦耳，与3天前几乎相同的场景，珍馐美酒，舞女笙歌。周文渊、李莽以及那几位核心的富商悉数到场，个个红光满面，心中笃定这位新县令已是他们利益共同体中的一员，甚至私下里已开始商量如何借新县令的事进一步扩大财路。杨浩坐于主位，柳如烟依旧被他强揽在身旁，神色比前几日更加苍白冷淡，低垂的眼眸中藏着难以掩饰的厌恶和一丝决绝。杨浩似乎毫无察觉，依旧与众人推杯换盏，谈笑风生，听着他们隐晦地汇报着这3天又增收了多少常例，并向他进献了一份孝敬。酒过3巡，气氛正酣。就在周文渊举杯准备再次向杨浩敬酒时，异变陡生。一直被杨浩揽着的柳如烟眼中寒光一闪，一直藏在广袖中的右手猛地抽出，握着一根尖锐的打磨过的银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狠狠刺向杨浩的咽喉，动作竟是异常果决狠辣。狗官，去死！他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席间众人大惊失色，周文渊的酒杯啪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李莽更是猛地站起身，想要拔刀，然而那势在必得的一击却在距离杨浩咽喉半寸处被2根手指稳稳夹住，仿佛刺入了一块金刚之中，再无法前进分毫。杨浩甚至另一只手臂还揽着他的腰，身体纹丝未动，脸上的醉意瞬间消散，只剩下冰冷的平静。他微微用力，柳如烟顿觉手腕剧痛，银簪脱手而落，被杨浩随手接住。啊！柳如烟痛呼一声，挣扎起来，却被杨浩的手臂牢牢箍住，动弹不得。他眼中充满震惊、绝望和更大的恨意，大胆贱婢，竟敢行刺县尊大人！李莽反应过来，怒吼道：来人，给我拿下！闭嘴！杨浩冷喝一声，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瞬间镇住了蠢蠢欲动的李莽和想要冲进来的豪仆护院。他低头看着怀中因愤怒和恐惧而微微颤抖的柳如烟，语气平淡地问：为什么刺杀本官？谁指使你的？柳如银牙紧咬，美眸喷火地瞪着杨浩：无人指使，是我自己要杀你。你这狗官，与这些蛀虫蛇鼠一窝，鱼肉百姓，才来几天就收了他们那么多贿赂，与他们同流合污。你们宴饮享乐之时，可知城外每日有多少人冻饿而死？你该死，你们全都该死！他声音凄厉，字字血泪，显然激愤已久。周文渊等人闻言，脸色顿时变得难看无比，纷纷出声呵斥：胡说八道，疯妇，血口喷人！大人，快将这疯婆子处死！杨浩却笑了，只是笑容里没有丝毫温度。他非但没有松开柳如烟，反而将她箍得更紧了些，几乎贴在她耳边低语，声音却让全场都能听到：说本官与他们同流合污，说本官该死。他抬起头，目光如冰冷的刀锋，缓缓扫过周文渊、李莽以及那几位富商惊疑不定的脸。刘大家，你先别急着下定论，好好看着。话音未落，杨浩猛地将手中那根银簪掷出，咻！银簪化作一道寒光，并非射向任何人，而是精准地定在了大厅的主梁之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嗡鸣。与此同时，酒楼内外异变再起，砰砰！酒楼门窗被人从外面猛地撞开，王虎、王豹、张铁柱等数十名青山傲精锐已如狼似虎地冲了进来，瞬间控制了大厅所有出口，明晃晃的刀剑对准了席间的官员和富商们。外面也传来了短暂的打斗声和呵斥声，随即很快平息，显然他们的护卫已被迅速解决。杨大人，你这是何意？周文渊吓得面无人色，强自镇定地问道。李莽下意识想去摸刀，却被王豹一步上前，狠狠一脚踹翻在地，刀也被卸下。杨浩缓缓站起身，依旧揽着惊呆了的柳如烟，他目光冰冷，从怀中取出一叠厚厚的文书，重重拍在桌子上。何意？周文渊、李莽、张员外、李员外，你们自己做的孽该还了。过去3年，尔等勾结前任县令，虚报军饷，侵吞城防修善款，抬高粮价，抢征暴敛，巧立名目盘剥百姓，共计贪墨白银超过10万两，导致去岁今春
丰南县饿死、冻死者超过1000人，流离失所者无数，库房账目亏空，赈济粮款不知所踪。这一桩桩、一件件，时间、地点、数额、经手人证，皆在此处，铁证如山。杨浩每说一句，周文渊等人的脸色就惨白一分，到最后已是面如死灰，浑身抖如筛糠。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位看似只知道吃喝玩乐的新县令，竟然在短短3天内将他们的老底查了个一清二楚。你早就……周文渊指着杨浩，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不错，杨浩冷笑，若不装作雨儿等同流合污，怎能让你等放松警惕，又怎能将你们这些蛀虫一网打尽？他猛地一挥手，全部拿下，革去官职功名，抄没家产，等候审判。是。王虎等人轰然应诺，如虎狼般扑上，将瘫软在地的周文渊、李莽以及那些面无人色的富商全部捆缚起来。柳如烟被杨浩松开，怔怔地站在原地，看着眼前这戏剧性的一幕，看着刚才还趾高气扬的贪官污吏瞬间沦为阶下囚，再看向杨浩那冷峻刚毅的侧脸，美眸中充满了震惊、难以置信以及浓浓的羞愧。他竟然错怪了他，他并非同流合污，而是在暗中收集证据，要将这些祸害一网打尽，而自己却对不起，杨大人。柳如烟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泪水涌出，民女错怪大人了，请大人治罪。杨浩低头看着他，脸上的冰冷稍稍融化，伸手将他扶起。你虽有刺杀朝廷命官之罪，但事出有因，心存良善，本官恕你无罪。不过，杨浩看着他梨花带雨、我见犹怜的模样，忽然凑近了些，低声道：道歉若是有用，还要律法做什么？本官差点命丧你手，受了惊吓，你一句对不起就算了。柳如烟闻言，娇躯一颤，抬起泪眼，不知所措地看着他。杨浩嘴角勾起一抹弧度，本官还差一个端茶送水、暖床叠被的小妾，看你模样手艺都还凑合，不如就罚你给本官当个小妾，将功折罪，你可愿意？柳如烟瞬间瞪大了眼睛，脸颊飞起红霞，心脏砰砰直跳。他看着杨浩那看似霸道却并无恶意的眼神，想起他刚才雷霆万钧的手段和为民除害的决心，再想到自己刚才的误解和冲动，种种情绪交织，最终他低下头，声如文瑞却清晰地说道：民女愿意，谢大人不杀之恩，愿侍奉大人左右。很好。杨浩满意的点点头，那就先随本官回府吧。是夜，杨浩带着柳如烟回到县衙后院。当苏青言、林秀儿、林月儿看到杨浩带回来一个容貌绝美、气质清冷却眼带泪痕、我见犹怜的新姐妹，并且得知了今晚发生的惊险一幕以及这位新姐妹刺杀未遂反被收的经过后，皆是目瞪口呆。林月儿绕着柳如烟转了2圈，啧啧称奇：夫君，你这差点被刺杀了，还往回带人啊？苏青言和林秀儿则是心有余悸，连忙上前查看杨浩是否受伤。杨浩笑着安抚他们，并将柳如烟的遭遇和她的刚烈性情简单说了一遍。三女都是善良之人，听闻柳如烟也是因痛恨贪官，误解杨浩才犯而出手，不由生起几分同情和敬佩。苏青言柔声道：柳妹妹也是一片赤子之心，既然误会解除，以后便是一家人了。林秀儿也温和地拉过柳如烟的手：妹妹别怕，以后就在这里安心住下。林月儿更是笑嘻嘻道：就是，以后咱们一起对付这个坏家伙。说着还瞪了杨浩一眼。柳如烟感受着几位夫人真诚的善意，心中暖流涌动，再次落泪，这次却是感激和释然的泪水。她再次向杨浩和3位夫人行礼。杨浩道：好了，事情已了，秀儿，你安排如烟先住下，过几日选个吉日再办个仪式。是，夫君。林秀儿温顺应下。翌日天空果然放晴，久违的太阳驱散了一些寒意，虽然依旧冷，但比起连日阴雪已好了太多。杨浩下令打开县衙大门，并在衙门前广场上点燃了数十个大火堆，又架起10几口大锅，熬煮着浓稠的热粥。王虎派人敲锣打鼓，沿街呼喊：新县令杨大人公审贪官。现场发放热粥烤火，所有百姓皆可前来观看听审。消息像风一样传遍全城。起初百姓们还将信将疑，但温暖的火焰和食物的香气是实实在在的诱惑。渐渐的，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百姓们从4面8方汇聚而来，围在火堆边取暖，捧着热粥，惊疑不定地看向衙门大堂。时辰一到，3班衙役站立，这些人多半已被王虎等人整顿过，或换上了青山坳的人。杨浩身着官服，端坐公堂之上，威仪凛然。冷月抱剑站在大堂角落阴影处，默默注视着一切。带人犯。杨浩惊堂木一拍，周文渊、李莽以及一众涉案富商被五花大绑地押了上来，跪在堂下。证据一件件呈上，宣读，人证也被传唤上来，一桩桩罪行被公之于众，
听得台下百姓群情激愤，开始时的小声议论逐渐变成了愤怒的咆哮。杀了他们，这些天杀的蛀虫，还我儿子的命来！有失去亲人的百姓痛哭嘶喊。杨浩顺因民意依据律法当堂宣判，周文渊、李莽等一干人犯贪赃枉法，盘剥百姓，罪证确凿，民愤极大，依律判处斩立决，家产悉数抄没，充公用于赈济百姓，恢复生产。大人英明，青天大老爷啊！台下百姓瞬间沸腾了，欢呼声、哭喊声震天动地，许多老人甚至激动地跪下来向杨浩磕头。判决当即执行。就在广场一侧，刽子手手起刀落，周文渊等人的头颅滚滚落地，鲜血染红了积雪，百姓们的欢呼达到了顶点。看着这一切，站在杨浩身后不远处观望的柳如烟眼中含泪，心中最后一点芥蒂也烟消云散，只剩下无尽的敬佩和倾慕处决完毕。杨浩抬手压下众人的欢呼，朗声宣布：诸位乡亲父老，贪官已除，本官宣布，明日午时依旧在此地开仓放粮，按户领取，确保人人有粮。此外，冬去春来，春耕在即，县衙将提供粮种、农具，助大家恢复生产。具体章程，明日放粮时一并公布。更大的欢呼声几乎要掀翻天空，百姓们脸上洋溢着希望的光芒，纷纷高呼扬青天。晚膳时分，县衙后宅的饭厅内灯火通明，难得的暖意融融。杨浩坐在主位，左边依次是苏青岩、林秀、林月儿，右边则是小蝶、白芷以及新来的柳如烟。冷月依旧坐在稍远一些的位置，显得格格不入。饭菜虽不算极度奢华，却也颇为丰盛，有鱼有肉，显然是特意为庆祝今日之事而备。席间气氛起初有些微妙，主要是柳如烟和白芷还有些拘谨。杨浩吃了几口菜，看向身旁的柳如烟，语气温和地问道：如烟，你家中可还有别的亲人？柳如烟放下筷子，神色黯然地轻轻摇头：回老爷，没了。几年前荒年，爹娘和弟弟都饿死了，我被人牙子捡到，卖到了醉仙楼。妈妈看我容貌尚可，便花心思培养我琴棋书画，做个清官人，原是想待价而沽，卖个更好的价钱。众人闻言皆是面露同情。苏青岩轻叹一声，拍了拍他的手背。杨浩点了点头，道：既然如此，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7日后是个吉日，便把那你入府的仪式办了吧。柳如烟脸颊微红，起身盈盈一拜：全凭老爷安排。杨浩目光又转向一直低着头默默吃饭的白芷。小姑娘感受到目光，吓得差点噎住，连忙放下碗筷，紧张地看着他。白芷，杨浩开口：你也一起，如何？啊，我……白芷瞬间慌了神，小手绞着衣角，脸涨得通红，语无伦次：老爷，奴婢身份卑微，不配。我只问你愿不愿意。杨浩打断他，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白芷抬头对上杨浩深邃的目光，又飞快地低下头，声若文瑞，却带着一丝颤抖的坚定：奴婢愿意，只是怕伺候不好老爷和夫人们，愿意就行。杨浩一锤定音：其他的不用你操心，7日后一同行礼。这时一直冷眼旁观的冷月忽然放下筷子，清冷的目光扫过杨浩和他身边的几位女子，淡淡开口：杨县令似乎格外热衷于娶妻纳妾，年纪轻轻，还是当以正事修为重，莫要太过沉迷于此道。哈哈。杨浩闻言非但不恼，反而哈哈一笑，拿起酒杯抿了一口，眼神带着几分戏谑，看向冷月。冷姑娘此言诧异，非是杨某沉迷，实乃身不由己啊。哦，如何身不由己？冷月挑眉。杨浩叹了口气，一副我很无奈的样子。没办法，谁让我体质太强了，就我这4位夫人。他指了指苏青岩4女，完全应付不了我啊。若不添丁进口，难道让我出去寻花问柳不成？这话一出，苏青岩、林秀、林月儿、小蝶瞬间俏脸绯红，尤其是林月儿，羞得直接轻捶了杨浩一下。夫君，讨厌，什么混话都往外说。冷月先是愣了一下，随即才反应过来杨浩指的是什么。她终究是未经人事的女子，哪怕修为高深，此刻也不禁耳根泛红，又羞又恼。她猛地站起身，冷声道：无耻，我饱了，诸位慢用。说完转身便走，藏青色的制服下摆划过一个利落的弧度。杨浩看着他略带仓促的背影，摸了摸下巴，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这就生气了？这里又没外人。他这话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走到门口的冷月听到。冷月脚步顿了一下，随即更快地离开了，只留下一声微不可闻的轻哼，仿佛在说谁是你的那人。晚膳在一种微妙的气氛中结束。是夜，红霄帐内自是另一番风光。
检测到宿主与符合标准的异性伴侣完成生命本源交融，获得属性点+1，已自动加点 X4， 体质422426，当前体质426。系统提示应在脑海中响起，澎湃的力量感在体内流转不息。杨浩却毫无睡意，精神奕奕。就在这时，他敏锐的感知捕捉到窗外极远处一丝极其轻微却绝不属于自然风声的动静。他悄然起身，替熟睡的四女掖好被角，身形如鬼魅般穿好衣物，无声无息地掠出房间。月光被浓厚的云层遮挡，夜色漆黑。杨浩循着那丝若有若无的波动，很快来到县衙后院一处僻静的角落。他抬头望去，只见不远处一座较高的厢房屋顶之上，一道绝美的身影正静静伫立，正是血媚娘。她依旧穿着那身仿佛由粉色烟霞凝成的薄纱衣裙，如瀑的粉色长发直垂至脚踝，赤足踩在冰冷的屋瓦上，仿佛感觉不到丝毫寒意。她仰望着没有一丝星光、漆黑如墨的夜空，侧脸轮廓在深沉的夜色中依然美得惊心动魄，周身自然散发着一股颠倒众生的魅惑气息，仿佛暗夜中悄然绽放的妖异之花。杨浩站在下方静静地看着她，即使知道这魔女危险至极，也不得不承认她的美丽确实具有致命的吸引力。忽然，屋顶上的血媚娘并未回头，却轻轻开口，声音飘渺慵懒，带着一丝奇异的魔力，直接响在杨浩的心底。我美吗？美。这简单的3个字却仿佛蕴含着无穷的诱惑，让杨浩的心神微微一荡，竟不由自主地想要脱口说出美。但就在刹那之间，他体内磅礴的气血之力自行运转，如同汞江奔流，一股灼热刚阳的气息瞬间冲散了那丝旖旎的迷障。杨浩眼神瞬间恢复清明，冷哼一声：哼，再对我随意使用这种浅薄的媚术，别怪我不客气。说吧，特意现身找我何事？血媚娘缓缓转过身，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粉色的眼眸在黑暗中仿佛闪烁着微光。他发出一阵清灵却又带着几分戏谑的笑声：呵呵，小家伙，警觉性还挺高。你怎么知道我有事找你？你这几天藏得跟地鼠似的，从未主动露面，现在突然跑出来赏月。杨浩看了一眼漆黑的天幕，语带嘲讽：这鬼天气有月亮可赏。说吧，何事？血媚娘收敛了笑容，虽然依旧魅惑天成，但语气却多了一丝认真。还不算太傻，我来是要告诉你，早做准备。他顿了顿，目光似乎穿透夜色，望向遥远的方向。开春之后，冰雪消融，道路畅通之时，圣教以及被其山洞联络的诸多魔门势力将会在大前掀起大规模的叛乱。丰南县虽地处偏僻，但也不能幸免。说完，他的身影如同融入夜色中的粉雾，轻轻一晃，便凭空消失不见，只留下一句余音袅袅的警告回荡在杨浩耳边。杨浩站在原地，眉头缓缓皱起，眼神变得锐利起来。魔门山洞叛乱，开春之后，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他深吸一口冰冷的空气，转身返回房间，心中已开始飞速盘算起来。练兵、屯粮、加固城防、情报收集，很多事情必须加快速度了。杨浩回到房中，看着榻上4位夫人恬静的睡颜，心中因血媚娘带来的消息而生出的些许凝重渐渐被温暖取代。他轻手轻脚地重新躺下，将离他最近的林秀儿揽入怀中，感受着那份柔软与安宁，也慢慢闭上了眼睛。翌日清晨，天光微亮，柳如烟和白芷便已早早起身，准备好了温水和干净的毛巾、衣物，怯生生的候在外间。听到内室有动静，才红着脸端着东西进来，准备伺候杨浩和4位夫人洗漱。苏清言、林秀儿、林玉儿和小蝶也相继醒来，看到柳如烟和白芷一副丫鬟模样，苏清言温柔笑道：两位妹妹，这些事我们自己来就好，你们去伺候夫君便是。林秀儿也点头：是啊，以后都是姐妹，不必如此拘礼。林玉儿更是眨眨眼，调侃道：快去快去，夫君可就交给你们了哦。柳如烟和白芷闻言，脸颊更红，但还是一眼走到了杨浩身边。杨浩刚起身，只穿着中衣，露出精壮结实的胸膛。他张开手臂，含笑看着2位绝色佳人。柳如烟深吸一口气，拿起温热的毛巾，小心翼翼地为他擦拭脸庞和脖颈。他的动作有些生疏，却极为轻柔仔细。白芷则拿起一旁的官服，准备为他更衣。温热湿润的毛巾擦过脸颊，带来舒适的清爽感。杨浩在他们的服侍下穿好官服，用完早餐，杨浩在一众核心护卫王石头、李二牛、孙小虎、赵麻子、陈狗子、周水生等人的簇拥下，来到了县衙大门外。此时，衙门外广场上早已人山人海，比昨日公审时的人更多。无数百姓翘首以盼，眼中充满了期盼和感激。广场一侧堆积如山的粮食袋子如同小山包，旁边还摆放着许多农具和一袋袋的种子。这些粮食和农具全部都是抄家获得的，
甚至这还只是一部分，还有更多的粮食还在库房中。王虎和王豹正带着一队精悍的乡勇和衙役，大声呼喝着维持秩序。虽然人多，但现场并不混乱，反而充满了一种节庆般的气氛。看到杨浩出来，人群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欢呼。杨青天，谢谢青天大老爷！杨浩抬手压下欢呼，运起一丝气血，声音清晰地传遍全场。乡亲们，静一静！人群迅速安静下来，无数双眼睛聚焦在他身上。本官说话算话，今日开仓放粮，祝大家渡过难关，迎接春耕。杨浩朗声道：所有登记在册的丰南县百姓，按户按人头领取赈灾粮，每人可领3斗。此届1斗粮食约重12斤，3斗便是36斤。对于一个成年人，省着点吃，足够支撑1-2个月。对于一个家庭而言，这无疑是一笔能救命的巨款，足以让他们生存很长时间了。领了粮食之后，别忘记到那边排队，领取春耕的种子和租借农具。杨浩指向另一侧，灾年过后，很多农民连种子都吃掉了，根本无力春耕。由县衙统一发放或借贷种子、农具是恢复生产的关键措施，也是地方官员的重要职责之一。谢青天大老爷，大人恩德啊！台下再次爆发出震天的感激之声，许多老人甚至激动的老泪纵横，就要下跪磕头。杨浩连忙示意衙役劝阻，继续道：还有2件事要告知大家。第一，近日可能有外地流窜来的盗匪潜入我县，这些人或许会假扮成游方道士、行脚和尚或者其他身份打探消息，图谋不轨。诸位乡亲若是发现任何形迹可疑的生面孔，请立刻报告县衙或者遇到的任何衙役、乡勇，一经查实却是歹人，赏银无两。杨浩心知魔门之人行事诡秘，最擅长伪装渗透，他也不能直接说魔门来了，以免引起恐慌，只能假托盗匪之名，提高百姓的警惕，为自己构建一道最基础的民间情报网。第二，本官奉朝廷令，兼领本县团练副使，有权招募乡勇，保境安民。现公开招募1000名团练兵，管吃管住，每月还有饷银。只要身家清白、身体健康、年龄16至35岁的男子，3日后皆可来城外教场参加选拔。大家回去后可以互相转告。宣布完这3件大事，发放工作正式开始。在王虎、王豹等人的组织下，百姓们排起长队，有序地领取粮食、种子，登记租借农具。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充满希望的笑容，对杨浩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杨浩站在台阶上，看着这热火朝天的景象，心中稍安。县衙门口的赈济发放持续了整整半天，才将所有前来登记的百姓安置妥当。看着领到粮食种子，脸上重现希望的民众，杨浩心中稍定，但这还远远不够。他随即下令，命王虎、王豹、王石头、李二牛4人各带一队可靠的人马，押运着充足的粮食和布告，吩咐丰南县下辖的各个乡镇村庄，务必亲自将赈济粮发放到每一个村庄的每一户百姓手中，绝不容许中间有任何克扣盘剥。同时将他们今日在县城宣布的3件事警惕可疑人员、招募团练兵、春耕援助政策详尽地传达给乡民。记住，你们代表的是县衙，是本官。杨浩严肃地嘱咐4人，若有当地虚吏或乡绅胆敢阻拦或从中渔利，就地拿下，若有反抗，格杀勿论。是。浩哥放心，保证完成任务。4人领命，深知责任重大，立刻点齐人马，带着物资和布告奔赴四方。3天时间一晃而过，这3天里，下乡的队伍陆续带回消息，各乡镇的赈济发放基本顺利，偶有小插曲也被迅速雷霆处置。杨浩的威望和杨青天的名声迅速在丰南县全境传播开来。县衙内，柳如烟和白芷也渐渐适应了新的环境，与苏青言等女相处愈发融洽。天气持续放晴，阳光带来了暖意，积雪加速融化，道路变得泥泞，却也预示着春日的临近。第3天清晨，县城外的教场已经清理出来一片的巨大空地，周围早已是人头攒动。听闻杨青天要招募团练兵，待遇优厚，许多家境贫寒或有志报效的青壮早早便赶来等候。黑压压的一片，怕是不下2000人。王虎、王豹等人早已返回，正带着乡勇和衙役们紧张地维持着秩序，划分出考核区域。杨浩在一众护卫的簇拥下登上临时搭建的木台，他目光扫过台下那些大多面黄肌瘦但眼中充满期盼的年轻面孔，运足中气，朗声开口，声音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诸位乡亲，今日本官于此招募团练乡勇，只为保境安民，护我丰南一方平安。凡入选者，1日3餐管饱，顿顿有荤腥。台下顿时响起一片吞咽口水的声音和惊呼。每月饷银足额发放，白银1两，米半担。此届1担约120斤。这个待遇远高于普通农户收入，
甚至堪比一些边军正兵，足以养活一家数口，且略有盈余，表现优异者另有赏赐。伤残抚恤，阵亡抚恤，县衙一力承担。待遇宣布完毕，台下瞬间沸腾了。1天3顿饱饭，还有肉，每月1两银子半担米。天爷啊，杨青天仗义，俺一定要选上。看着激动的人群，杨浩抬手压下声浪，继续道：然兵贵精不贵多，入选者需通过考核，考核标准如下，只需满足其中任意一条即可入选。杨浩考虑到民众普遍营养不良，体质偏弱，故设置多项标准，并且降低了部分标准。其一，耐力，背负20斤沙袋，绕教场跑10圈，教场1圈约400米，10圈即4公里，半个时辰内完成。其二，力量，单手举起50斤石锁，过膝10次，或双手抱起200斤10吨，离地1尺。其三，精准，50步外5箭之中能有2箭射中人形草靶。其四，敏捷，穿越设置之障碍区域，设置矮墙、壕沟、平衡木等，1分钟内完成。现在考核开始，自觉符合哪项便去相应区域排队。命令下达，人群迅速分流，涌向4个考核区域。王虎、王豹、张铁柱、王石头等人各自负责一个区域，严格把关。李二牛、孙小虎等人则带着人记录成绩，维持秩序。教场上顿时热火朝天，跑步的气喘吁吁，举重物的面红耳赤青筋暴起，射箭的凝神屏息，穿越障碍的矫健腾挪。不断有人成功，兴奋的欢呼，也不断有人失败，黯然离场。杨浩进立台上，目光平静地扫视着全场，观察着每一个环节。合格者的数量比他预想的要多一些，可见民间亦有底子不错或有所擅长之人，只是以往被饥寒所困，无法展现。考核进行大半，大部分人都已测试完毕。就在这时，力量考核区传来一阵不小的骚动。只见一个看起来约莫17、18岁，身材颇为瘦削，穿着破烂单薄衣衫的少年走到了那标识着500斤的最大10吨前。石锁分50、100、200、300斤，10吨则分200、300、400、500斤。负责该区域的王豹皱了皱眉：小子，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旁边有200斤的。他话未说完，那少年深吸一口气，弯下腰，双手抱住那半人高的500斤10吨，猛地发力。起！在周围无数道惊愕的目光注视下，那沉重的10吨竟被他稳稳地抱离了地面，甚至轻松地举过了胸口。少年脸色虽然也因用力而涨红，但明显远未到极限。他坚持了数息，才将10吨缓缓放下，地面发出一声闷响。全场有一瞬间的寂静，随即爆发出巨大的惊呼声。天哪，500斤！那小子吃什么长大的？看着那么瘦，神力啊！连台上的杨浩眼中也掠过一丝明显的惊讶，那少年的体格怎么看都不像能力举500斤的样子，这绝非寻常。要么是天赋异禀，要么另有机缘。带他过来。杨浩对身边的周水生吩咐道。很快，那瘦弱少年被带到了木台下，他显得有些紧张局促，不敢抬头看杨浩。杨浩走下台，来到他面前，温和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哪里人士？少年听到问话，连忙跪下：回青天大老爷，小人叫石柱，17岁，是北边石家村的。石柱。杨浩点点头：很好，你力气很大，是块当兵的好材料，以后就跟在王虎队长身边，做他的亲兵，好好干，本官不会亏待你。石柱闻言猛地抬起头，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喜和激动，结结巴巴道：真的，谢谢青天大老爷，谢谢大人，小人一定拼命干活。起来吧。杨浩拍了拍他的肩膀，入手处能感觉到那瘦削身体里蕴含的惊人力量。王虎，这小子就交给你了，带他下去换身衣服，吃饱饭。是，浩哥。王虎也是爱才之人，看着石柱两眼放光，一把搂住还有些懵懂的少年。好小子，跟我来，以后跟着我老王吃香的喝辣的。杨浩看着王虎带着石柱离开，目光再次投向教场。招募仍在继续，这个意外发现的神力少年让他对这次招募更多了几分期待。不过之后并没有再出现什么人才。教场选拔持续了一整天，直到日落西山。凭借着优厚的待遇和相对宽松的选拔标准，第一天便成功招募到了近1000名合格者。这个速度远超杨浩预期，可见丰南县民间的青壮潜力以及他们对杨浩的信任与期盼。然而第二天依然有闻讯从各乡镇赶来的青壮源源不断地来到教场，希望能够加入。看着那些衣衫褴褛却眼神热切的面孔，杨浩沉吟片刻，最终心一横，下令道：名额增加到2000。这个决定让王虎等人都吃了一惊。
王豹小声提醒：“浩哥，超末的那些家产虽然丰厚，现在粮草银两多，养1000人绰绰有余，但长期下去恐怕……”杨浩摆手打断他：“无妨，乱世将至，兵力至关重要。钱粮之事，我自有计较，就按2000招。”主官下定决心，下面人自然坚决执行。又经过2天紧张严格的选拔，最终2000名额全部招满。至此，杨浩麾下的武装力量初具规模。新招募团练兵2000人，青山坳核心精锐150人，全是锻体巅峰，绝对的精锐。郡守苏正明支援的精锐老兵200人，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由一名叫赵百川的队正率领。整顿后的原县衙衙役100人，剔除了害群之马，补充了部分可靠新人，总计2450人。这支队伍立刻在王虎、王豹、张铁柱、赵百川等军官以及那200老兵的带领下，在城外新扩建的军营中展开了热火朝天的训练队列、体能、战阵、兵器操练。杨浩完全按照正规军甚至更高标准来要求他们，伙食供应充足，响应按时发放，士兵们士气高昂，整个丰南县的防卫力量和精神面貌为之一新。招募结束后的第2天，县令府邸内张灯结彩，披红挂绿，洋溢着喜庆的气氛。今天是杨浩纳柳如烟和白芷为妾的日子，虽然只是纳妾，并非娶正妻那般大操大办，但杨浩依旧给了2位新人足够的尊重和仪式感。府内准备了红烛、喜字，也简单布置了喜堂，没有广邀宾客，只有自家人参与。苏青妍作为平妻主母主持了仪式，杨浩与身穿粉色嫁衣的柳如烟、身穿浅碧色嫁衣的白芷完成了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的简单仪式。林秀儿、林月儿、小蝶以及府中下人都在一旁观礼见证，脸上带着祝福的笑容。冷月没有露面，不知在何处。仪式虽简，却温馨郑重。柳如烟和白芷盖着红盖头，全程紧张而又幸福。他们漂泊无依的命运，终于在今日有了一个温暖坚实的归宿。晚宴是丰盛的家宴，席间其乐融融。待到夜深人静，便是洞房花烛之时。杨浩先来到了柳如烟的房间，房间内红烛高烧，暖意融融。柳如烟早已卸去钗环，穿着一身柔软的红色寝衣，坐在床沿，听到脚步声，紧张地攥紧了衣角。杨浩走进来，反手关上门，看着灯下美人那含羞带怯、艳若桃李的容颜，他心中一片温热。他走过去，轻轻抬起她的下巴，吻了上去。不同于之前的霸道，这个吻温柔而缠绵，带着怜惜与承诺。红绡帐落，被翻红浪。检测到宿主与符合标准的异性伴侣，完成生命本源交融，获得属性点+1，已自动加点。体质454455，当前体质455。1个多时辰后，杨浩为疲惫不堪已沉沉睡去的柳如烟掖好被角，在他光洁的额头印下一吻，方才起身离开。接着他来到了白芷的房间，白芷同样紧张万分，小小的身子几乎缩成一团。杨浩极尽温柔，耐心引导，慢慢抚平她的恐惧。少女的情动如同初绽的花蕾，羞涩而纯粹，别有一番风味。检测到宿主与符合标准的异性伴侣，完成生命本源交融，获得属性点+1，已自动加点。体质455456，当前体质456。同样待白芷满足的睡去后，杨浩方才离开。最后他来到了主卧，苏青妍、林秀儿、林月儿、小蝶4女显然都还未睡，正在低声说笑，似乎在猜测夫君今晚会先宠幸哪位新人，又会何时过来。见到杨浩推门进来，4女皆是眼前一亮，又带着几分揶揄的笑容。夫君这么快就安抚好2位新妹妹了？林月儿笑嘻嘻地问。春宵苦短，夫君可莫要偏心哦。苏青妍也难得地调侃道。林秀儿和小蝶则红着脸主动为她宽衣。杨浩哈哈一笑，将4具温香软玉的娇躯一并揽入怀中。为夫岂是那等厚此薄彼之人？他们是新人，自然要多些耐心温柔。你们是我的旧爱，更是我的心尖肉，雨露均沾，一个都少不了。说罢便开始了另一场更加激烈大战。检测到宿主与符合标准的异性伴侣，完成生命本源交融，获得属性点+1，已自动加点 X4。体质456460，当前体质460。澎湃的力量感再次涌动全身，杨浩精神奕奕，看着身边4位娇慵无力、沉沉睡去的爱人，心中充满了满足与斗志。他没有再离开，而是躺在他们中间，左拥右抱，也闭上了眼睛。夜色深沉，县令府邸终于彻底安静下来，只有均匀的呼吸声和窗外偶尔传来的巡夜脚步声。转眼间，1个月时间匆匆而过。
冬雪消融殆尽，泥土散发出清新的气息，草地开始冒出点点新绿，枝头也绽出了嫩芽。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城外军营中，2000多名团练兵在王虎、王豹、张铁柱、赵百川等人日以继夜的严格操练下，已然脱胎换骨。队列整齐，号令统一，基本的战阵配合，兵器使用已有模有样。虽然距离真正的百战精兵还有差距，但那股昂扬的士气和严明的纪律，已远非1月前那群面黄肌瘦的农民可比。充足的粮饷和杨浩时不时亲自前来视察，甚至下场展现非人力量以激励士气，所带来的凝聚力让这支新军的战斗力飞速提升。县令府后花园面积颇大，如今几乎成了杨浩的战兽乐园。金兰庞大的身躯趴伏在阳光下，暗金色的皮毛如同上好的绸缎，在春光下流淌着光辉。他的肩高已然超过了 2.5 米，体长更是惊人，趴着都像一座小山，浑身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凶悍气息，已然达到了先天境的巅峰，只差一个契机，或许便能突破至宗师层次。小白和小文这2只昔日的小虎仔，如今也已长成了庞然大物，肩高接近2米，纯白的皮毛上金色纹路越发清晰神秘，咆哮间已带有山林之王的威势，实力稳稳踏入先天初期。他们活泼好动，正绕着杨浩打闹嬉戏，偶尔用巨大的脑袋亲密地蹭着杨浩，引得他哈哈大笑。在不远处的池塘边，妍希和冰梨2条蛟龙收敛了大部分本体，化作1米多长的迷你形态。妍希通体赤红，鳞甲如同燃烧的火焰，周围空气微微扭曲。冰梨则银白如玉，散发着淡淡的寒气，身旁的草木都结着细微的冰霜。他们并未像凡兽般进食，而是静静地汲取着天地间的灵气，进行着本能的修炼，气息悠长而强大，宗师级的威压若有若无地弥漫着，令人不敢靠近。杨浩正惬意地坐在石凳上，看着金兰慵懒地甩动如同钢鞭般的巨尾，逗弄着扑上来撕咬他尾巴的小白和小文，享受着这难得的悠闲时光。就在这时，一阵略显急促的脚步声传来，身穿淡绿色裙衫的柳如烟快步走来，经过1个月的滋养和雨露滋润，她出落得越发水灵动人，眉宇间那份清冷也化为了温婉。她走到杨浩身边，轻声道：“夫君，王虎在外面求见，说是有石家村的村民来报，发现有几个形迹可疑的陌生人进了村子。”杨浩逗弄幼虎的手微微一顿，脸上的闲适之色迅速收敛，眼神变得锐利起来。石村正是那个神力少年石柱的家乡，位于丰南县相对偏北的区域。陌生人形迹可疑，血媚娘的警告瞬间在他脑海中响起。开春之后，圣教以及众多魔门会煽动叛乱。终于开始了吗？杨浩低声自语，站起身，让他们去客厅等我。杨浩对柳如烟吩咐道，随即拍了拍金兰和小白小文的大脑袋，玩你们的，我出去一下。他大步流星地向前院书房走去，阳光照在他身上，却仿佛带不起丝毫暖意，反而有种山雨欲来的凝重。平静了1个月的丰南县，似乎要迎来第一波风浪了。杨浩快步来到前院大厅，王虎和石柱早已在此等候。见到杨浩进来，2人立刻站直了身体。浩哥，大人。杨浩摆摆手，径直走到主位坐下。坐下说。王虎很自然地在旁边椅子上坐下，石柱却显得有些拘谨，不敢落座。他虽然力气大，但本质上还是个淳朴的乡下少年，面对威严日重的杨浩，总是带着敬畏。杨浩看了他一眼，语气放缓了些。石柱，不必拘礼，坐下回话，这里不是军营，放松点。是，谢大人。石柱这才小心翼翼地挨着椅子边缘坐下，腰杆挺得笔直。这时，小蝶和白芷端着茶水走了进来。白芷经过月余调养，越发娇俏可人。他们将茶水轻轻放在3人手边的茶几上。王虎和石柱连忙道谢：“谢谢小蝶夫人，谢谢白芷夫人。”小蝶笑嘻嘻地应了一声，白芷则微微脸红，扶了一礼，便和小蝶一起退了出去。王虎端起茶杯喝了一大口，这才开始汇报：“浩哥，是这么回事。石柱他们村就是北边那个石家村，今天一大早有村民偷偷跑来县衙报信。”他看了一眼石柱，继续道：“说是昨天下午，村里突然来了10几个外地人，都穿着道袍，打扮得像游方道士。他们在村口摆了个摊子，说是能治病救人，消灾祈福，还免费发放一些符水什么的，嘴里念叨着什么世道艰难，真神降世，普度众生之类的话。”石柱在一旁补充道，脸上带着担忧：“大人，俺们村穷，平时很少有外人去。那些人看着怪怪的，眼神飘忽，不像好人。而且他们好像对村里的人口、田地、粮食、通往山里的路特别感兴趣，总拐弯抹角的打听。俺爹觉得不对劲，天没亮就让俺邻居大叔跑来报信了。”杨浩静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在椅子扶手上轻轻敲击。道士打扮，免费看病，宣扬教义，打探情报，这一切都与血媚娘的警告
和他让百姓警惕的特征高度吻合。魔门的触角果然开始伸向丰南县的基层乡村了。他们这是在进行前期渗透和煽动，为怕煽动叛乱做准备。他们现在还在村里吗？杨浩沉声问道。王虎点头。报信的村民说，那些人昨晚就在村里的破庙住下了，看样子今天还不打算走，还要继续做法事。杨浩眼中寒光一闪，心中已有决断。他心神微动，潜伏在后花园池塘边的妍希和冰离立刻有所感应，两道微不可察的流光悄无声息地掠过庭院，瞬间化作手镯大小，一赤红一银白，精准地缠绕在杨浩的手腕上，如同两个精致的饰品，收敛了所有气息。王虎、石柱、备马，立刻随我去石村。杨浩豁然起身，命令简洁有力。是。王虎和石柱立刻领命。很快，3匹骏马被牵到县衙门口，杨浩翻身上马，动作矫健流畅，王虎和石柱也紧随其后。驾！杨浩一抖缰绳，骏马嘶鸣一声，如同离弦之箭般向着北方疾驰而去。王虎和石柱赶紧催马跟上，三骑绝尘，冲出县城，沿着开始变得泥泞但已经可以通行的官道，直扑石家村方向。三人策马扬鞭，沿着逐渐化动的土路向北疾驰。道路两旁已有勤快的农人赶着牛，在田间地头开始新一年的春耕。看到骏马飞驰而过，都纷纷停下手中的活计，好奇地张望。认出马上的杨浩时，不少农人更是激动地挥手呼喊：“杨青天！”杨浩只是微微颔首示意，速度丝毫不减。在石柱的指引下，约莫半个时辰后，一个依山傍水、看起来颇为贫困的小村落出现在视野尽头，那便是石家村。离村口还有一段距离，杨浩便看到村口黑压压地围了一大群人，喧哗声隐隐传来，似乎正在围观什么热闹。他勒住缰绳，示意王虎和石柱下马，牵马过去，动静小点。杨浩低声道。三人牵着马，放轻脚步，悄无声息地向人群靠近。还没走到近前，就听到人群中不断传出“活神仙啊，真是太灵了，多谢道长”之类的惊呼和感谢声。这时人群边缘一个正伸着脖子往里看的中年汉子似乎察觉到身后有人，回头一看，正好看到了石柱，脸上立刻露出焦急和松了口气的复杂表情。他连忙挤出人群，快步迎了上来，压低声音：“柱子，你可回来了。”这些石柱赶紧介绍：“爹，这位就是县令杨大人。大人，这是我爹石头。”石头一听是县令亲至，吓了一跳，下意识就要跪下行礼，被杨浩眼疾手快地拖住手臂。石大叔不必多礼，情况特殊，无需声张。石头这才反应过来，连连点头，紧张地看着杨浩。杨浩示意他稍安勿躁，自己则将马缰递给王虎，悄然走到人群外围，透过缝隙向里面望去。只见人群中间清出了一片空地，6个穿着灰色或蓝色道袍、做道士打扮的人正在忙碌。其中一人看起来像是头领，站在一旁微笑看着，另外5人则在为村民们治病。一个面黄肌瘦的老农正千恩万谢地从一个道士面前离开，他原本拄着的拐棍都扔在了一边，走路虽然还有些蹒跚，但明显利索了很多。下一个上前的是一个中年汉子，他卷起裤腿，露出红肿甚至有些发紫的小腿和脚踝，显然是严重的冻伤，这是贫苦村民冬天最常见的伤病之一。只见那名负责治疗的中年道士面容和善，取出一张黄纸符箓，手指夹着，口中念念有词，似乎是什么祈福攘灾的咒语。随即他手指一抖，那符箓无火自燃，化作一小团灰烬。道士将灰烬小心翼翼地落入旁边一个盛满清水的陶碗中，用手指搅了搅，递给那村民：“喝下它，诚心感念真神恩典。”村民毫不犹豫，仰头将符水一饮而尽。喝下去没多久，他就惊喜地叫道：“唉，好像真的没那么疼了，暖乎乎的。”杨浩目光微凝，他远超常人的感知能力，清晰地捕捉到那燃烧的符箓中蕴含着一丝极淡的药力，似乎是某种具有镇痛和温和活血效果的药材研磨制成，混合灰烬喝下，能起到暂时的止痛和心理安慰作用。紧接着，那道士又让村民坐下，伸出双手，隔空悬在村民冻伤的小腿上方，指尖隐隐有微不可察的灵力波动透出，轻轻点按在几个穴位和经络节点上。杨浩看得分明，这道士是在运用自身并不算特别深厚的灵力，小心翼翼地替村民疏通因冻伤而淤堵的血液循环。虽然手法粗浅，灵力也弱，但对于普通百姓的冻伤，尤其是如今天气转暖，血液循环本就开始恢复的情况下，这种外部刺激确实能加速好转，带来明显的舒适感。果然，那村民感受了片刻，脸上的惊喜之色更浓。舒服，太舒服了，道长您真是活神仙啊！道士微微一笑，收回手，额角似乎有细微的汗珠，显然这番操作对他也有消耗。他和声道：“
福生无量天尊。施主此疾乃寒气入骨，淤血凝滞，一次施法尚不能根除，需连续10日，每日来此接受真神赐福，辅以符水，并心怀至诚，感念真神恩德。心越诚，好的便越快。那村民自然是千恩万谢，感恩戴德的退到一边，不断向周围人宣扬道长的神通。接下来又连续治疗了几个村民，大多都是类似的冻伤或因营养不良导致的各种酸痛毛病。道士们都如法炮制，用符水止痛安抚，再用微末灵力疏通调理，效果立竿见影，引得围观的村民惊叹不已，对这群活神仙的幸福之情溢于言表。而且他们分文不取，更让村民觉得遇到了真正的得道高人。王虎在一旁看得眉头紧皱，凑到杨浩耳边低声道：“浩哥，这帮家伙看起来好像真是在做好事。”杨浩目光深邃，微微摇头，低声道：“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罢了。他们的重点不在治病，而在最后那句话，需心怀至诚，感念真神恩德，这才是目的。”他看得很透彻，这有些像前世张角的太平道，手段几乎一样。这些道士用的符篆掺药，微弱灵力疏导，成本极低，却能快速获取信任，然后潜移默化地灌输他们对所谓真神的信仰。一旦信仰建立，后续让他们做什么，恐怕就由不得这些淳朴的村民了。这是魔门或者说邪教最常用的渗透手段之一。不过目前看来，他们确实还没有做出直接危害村民的举动，反而表面上是在行善。杨浩略一沉吟，对石头和石柱低声道：“我们先不去打扰，石大叔、柱子，带我们先去你家坐坐，这些人再观察观察。现在贸然上前驱赶或抓捕，只会引起被蒙蔽的村民的反感和抵触，反而适得其反。他需要更清楚地了解这些人的底细。”石头和石柱连忙点头，小心翼翼地在前面引路，带着杨浩和王虎，牵着马，从人群后方绕开，向着村里石柱家那简陋的土坯房走去。杨浩没有注意到，那群被村民团团围住、一脸悲天悯人的道士，眼神看向他们，嘴角勾起一丝冷冽的弧度。在石头有些局促的引领下，杨浩和王虎走进了石柱的家。这是一间典型的农家土坯房，低矮而简陋，屋内陈设简单，但收拾得颇为干净。一个看起来40多岁、面容沧桑却依稀能看出年轻时秀丽轮廓的妇人，正坐在灶台边缝补衣物。见到来人，慌忙站起身，有些手足无措。她便是石柱的母亲，石头的妻子。婆娘，快见过县令大人。石头连忙介绍。妇人更加紧张，就要下拜。杨浩再次温和制止：“大嫂不必多礼，我们就是来坐坐，了解些情况。”石头搬来家里最好的凳子，一张磨得光滑的树桩凳，请杨浩坐下，自己则和石柱站在一旁。石母赶紧去倒水，却发现家里连个像样的茶杯都没有，显得有些窘迫。杨浩并不在意，接过一个粗陶碗，喝了一口水，对石柱道：“柱子，你去悄悄找1-2个你信得过、脑子灵活的玩伴，让他们混在人群里，仔细听听那些道士除了治病，还跟村民说了些什么，一字不落的记下来告诉我。注意，千万别被他们发现。”“是，大人。”石柱得了命令，立刻有了主心骨，猫着腰，灵活地钻出了家门。“石大叔，坐下。”杨浩示意看向石头：“把你看到、听到的关于这些道士的所有细节，都仔细跟我说说，越详细越好。”石头搓着手，脸上带着庄稼汉特有的淳朴和此刻的凝重，开始详细说起他知道的情况。“大人，那些道士是昨天后晌来的，一来就在村口摆开架势，说是云游到此，见此地百姓困苦，特奉真神法旨前来救苦救难。他们说什么红尘如玉，众生皆苦，唯有真神方能普度众生，脱离苦海，往生真空家乡，得享极乐。说现在这世道天灾人祸不断，冬天冻死人，夏天闹旱灾，都是因为……他有些犹豫，不敢说下去，但说无妨，本官恕你无罪。”杨浩鼓励道。石头这才压低声音道：“他们说都是因为皇帝老儿昏庸无道，朝廷里的官老爷们个个贪腐成性，惹得天怒人怨，所以真神才降下惩罚，让百姓受苦受难。只有诚心信奉他们的无生真神，才能消除罪孽，往生那什么真空家乡、极乐世界，从此再无饥寒病痛，还能保佑家人平安。”他顿了顿，脸上露出一丝后怕。他们还偷偷跟几个看起来心眼活络的人说，这世道马上就要大变了，真神会派下使者，带领信众建立新的地上神国，到时候所有信徒都能吃饱穿暖，分到田地，而那些不信的、作恶的都要被清算，打入无边地狱。杨浩听着，眼神越来越冷。果然如此，标准的邪教煽动套路，先利用天灾和百姓困苦制造恐惧和怨恨，将矛头指向朝廷和官府，再虚构一个救世主和美好的未来许诺，以此吸引信众，最终目的无非是造反作乱。就在这时，石柱从外面快步走了进来，
低声道：“大人，爹，那些道士回村东头的破庙去了。不过他们走之前说，今晚戌时晚上7点到9点，要在破庙里举行一场大的祈福法事，祈求真神保佑今年风调雨顺，还让人去通知周边几个村子的人都来参加。”杨浩手指轻轻敲击着膝盖，略作思索，对王虎下令：“王虎，你立刻骑马赶回县城，从青卫营、青山坳那150人中调100精锐过来，要快。再把金兰带来，另外去跟冷月姑娘说一声这里的情况，看她是否愿意前来相助。”“是，浩哥。”王虎深知事关重大，毫不拖沓，抱拳领命，转身大步流星地出去了。王虎刚走没多久，屋外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还伴随着轻微的木材摩擦声。只见一个看起来约莫14、15岁的小姑娘弯着腰，背对着门口，正倒推着挪进屋里。她背上赫然背着一大截刚砍下来的新鲜原木，那原木极其粗壮，直径几乎超过成年男子的腰围，长度足有3米多，上面还带着湿漉漉的树皮和树枝。杨浩目测这节原木的重量绝对不低于700斤。然而背着她的却是一个身形极其瘦弱的小姑娘。她穿着一身打满补丁的粗布衣服，皮肤是常年劳作晒成的健康小麦色，露出的手臂和脖颈瘦得几乎能看到骨头。但就是这看似弱不禁风的身体，却稳稳地背负着如此惊人的重物。小姑娘似乎没料到屋里还有外人，费力地侧过头，露出一张清秀稚嫩的脸庞，五官十分精致，大眼睛，翘鼻梁，尽管脸色黝黑，还沾着点泥土，但绝对是个美人胚子。只是此刻因为用力，小脸憋得有些发红。“虎妞，你咋又去扛这么重的木头？快放下！”石头媳妇一看，又急又心疼地喊道。那叫虎妞的小姑娘哦了一声，腰腹一挺，双手向后一拖，竟轻松地将那巨木从背上卸了下来，轻轻靠在墙边，发出咚的一声闷响，震得地面似乎都颤了一下。做完这一切，她才直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好奇地看向屋里的陌生人，尤其是气度不凡的杨浩。杨浩心中震惊无比，他清晰地感知到，这小姑娘体内没有任何修炼过的痕迹，经脉丹田与普通人无异，但是在她那瘦小的身躯深处，却蕴藏着一股磅礴如海、旺盛无比的先天生机。这股生机赋予了她难以想象的恐怖肉体力量，这是真正的天赋异禀，天生神力。石柱赶紧介绍：“大人，这是我妹妹石虎妞，虎妞，快过来见过县令大人。”石虎妞眨了眨大眼睛，似乎对县令没什么概念，但还是学着大人的样子，笨拙地服了一礼。“虎妞见过大人。”石头在一旁又是骄傲又是无奈地解释道：“大人，让您见笑了。我们石家村的人祖祖辈辈也不知道咋回事，力气都比寻常人家大些。柱子这力气，在村里同辈里只能算是一般般。虎妞这丫头才是我们村年轻一辈里力气最大的。”杨浩强压下心中的激动，问道：“石大叔，你们村像这样的人多吗？”“都是姓石的。”石头点点头：“差不多吧，主要是我们姓石的本家，大概100来户人家都这样，外姓的也有，但力气没我们这么大。”杨浩心中狂喜，这简直是捡到宝了一个村庄，100来户人家几乎人人天生神力，这要是好好培养装备起来，绝对是一支无坚不摧的铁军，是真正的100人敌1000人敌的胚子。他按捺住激动，又问道：“既然如此，为何此次募兵只有石柱一人前来？如此猛士，正是国家所需啊！”听到这话，石头脸上露出尴尬和苦涩。“大人，不瞒您说，以前我们村也有后生去应募过兵役，可是我们村的人不光力气大，饭量也特别大，一个人起码能吃寻常5、6个人的口粮。去了军营没2天，就被上官以耗费粮饷为由给撵回来了，次数多了，也就没人再去了。”他叹了口气，眼圈有些发红。这次让柱子去，也是实在没办法了，家里早就1粒粮食都没了，要不是大人您送来那点救命的粮食，我们一家恐怕早就饿死了。可那点粮食对我们家来说也吃不了多久，我就想着让柱子去军营，至少他能吃饱饭，也能给家里省点口粮。原来如此，杨浩恍然大悟。天赋异禀也意味着巨大的能量消耗，巨大的饭量在这个时代确实是个大问题，寻常军队根本养不起，反而被视为累赘。但这对他杨浩来说根本不是问题，超末的贪官家产和即将恢复的县衙赋税，足以支撑起一支这样的饕餮军。他转头问石柱：“石柱，在军营吃得饱吗？”石柱憨厚的挠挠头，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吃得饱，吃得可饱了。王指挥使，王虎对我特别好，让我放开了吃，管够。”他忽然压低声音，有些不好意思地看了看杨浩。王指挥使还说什么？杨浩好奇，他说：“大人您饭量也特别大，一个人能顶我10个，让我别不好意思。”石柱声音更小了：“
杨浩闻言不由哈哈大笑，他体质超凡，消耗巨大，食量自然惊人，这倒不是秘密。他拍了拍石柱的肩膀，能吃是福，有力气才能保家卫国。笑过之后，杨浩心中已有定计，他对石柱道：石柱，你现在就去村里找那些和你年纪差不多力气大的小伙子们宣传，就说我杨浩说的，只要来当我杨浩的兵，别的我不敢保证，但饭绝对管饱，响应待遇和之前说的一样，一分不少。只要你今天能拉来人，拉来多少，我就让你当多少人的长官，他们以后都归你管。石柱一听，眼睛顿时亮了，不仅能让村里人吃饱，还能当官。他立刻挺起胸膛，激动道：是，大人，我这就去。说完就要往外跑。等等，这时那个一直安静听着的小女孩石虎妞突然开口了，她仰着小脸，大眼睛渴望地看着杨浩，声音清脆，却带着一丝怯生生的勇敢。大哥哥，那个当兵真的能吃饱饭吗？我力气也很大的，我能不能也去当兵？我吃的可能比哥哥还多一点点。他的父母一听，顿时急了：虎妞，胡说八道什么？女孩子家家的，当什么兵？杨浩却眼睛一亮，抬手阻止了石头夫妇。他蹲下身，平视着石虎妞，认真地问：虎妞，你真的想去？军营里可是很苦的，要天天训练，可能还会打仗，很危险。石虎妞用力地点点头，眼神坚定：我不怕苦，我就想吃饱饭，而且我力气大，能帮大哥哥打坏人。他说着，还下意识地握了握小拳头，空气中似乎响起细微的音爆声。杨浩看着他那清澈又充满力量的眼神，心中喜爱更甚，朗声道：好，我准了，你就跟你哥哥一起来当我杨浩的亲兵。石虎妞顿时高兴地跳了起来：谢谢大人，谢谢大人。石头夫妇见杨浩态度坚决，又想到女儿那惊人的饭量和力气，留在村里或许真的难以为继，最终叹了口气，不再反对。杨浩又看向石头：石大叔，我看您也是条汉子，不如也一起来。石头却摇了摇头，脸上露出憨厚而坚定的笑容：多谢大人看得起俺，但俺就不去了，俺钥匙也走了，家里就剩下他娘一个人了。柱子跟虎妞能跟着大人您这样的好官，俺放心，俺留在村里种好地，看好家。杨浩闻言也不再强求，理解地点点头，承诺道：石大叔放心，只要有我杨浩一口吃的，就绝不会饿着石柱和虎妞，将来他们必定能出人头地，光耀门楣。下午的时光，杨浩便在石头家那简陋的院子里饶有兴致地看着石虎妞玩耍。说是玩耍，其实就是帮家里干活，比如轻松地将需要2个壮汉才能抬起的石磨盘搬来搬去清洗，或者单手提着装满水的大木桶健步如飞。杨浩偶尔会和他掰掰手腕，惊讶地发现这小姑娘的纯粹力量大得惊人，虽然比他还差得远。这更让他坚定了要将石家村这批宝藏收入麾下的决心。申时末，下午5点左右，石柱和王虎先后回来了。先是石柱兴冲冲地跑了回来，脸上带着兴奋的红光：大人，大人，我说动了村里差不多100来个年轻后生，他们都愿意跟着您当兵，不过都得先跟家里爹娘说一声，明天给您转信。杨浩满意的点点头：做得不错。几乎是前后脚，王虎也带着一阵风走了进来，他身后还跟着一道清冷的身影，正是冷月。浩哥，亲卫队100人已经带到，就在村外的山林里隐蔽待命，金兰我也带来了，让他也在山里等着，没您的命令绝不现身。王虎低声汇报。杨浩点头表示满意。这时冷月的目光却被院子里正轻松举起一块巨大压菜石的石虎妞吸引住了，他那双清冷的眼眸中瞬间爆发出惊人的光彩，如同发现了稀世珍宝。他身形一晃，几乎瞬间就出现在石虎妞面前，仔细地打量着这个瘦弱却蕴含着恐怖力量的小姑娘，甚至忍不住伸出手指轻轻触碰了一下石虎妞的手臂骨骼，感受着那深藏不露的磅礴生机。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冷月的语气难得地带上了一丝温度。石虎妞。虎妞放下石头，有些好奇地看着这个漂亮又气势很强的姐姐。你可愿随我加入玄镜司？冷月直接发出了邀请，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认真。以你的天赋，留在乡野是暴殄天物，玄镜司能给你最好的资源和教导，未来你的成就不可限量。石虎妞闻言却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指向杨浩：谢谢姐姐，但是我答应大哥哥了，要给他当亲卫，吃饱饭，打坏人。冷月微微一怔，目光转向杨浩，带着一丝审视和不易察觉的郁闷。这家伙下手还真快。杨浩嘿嘿一笑，走上前揽住石虎妞的肩膀，得意道：冷姑娘，不好意思啊，你来晚了一步，虎妞现在是我的人了。冷月冷哼一声，但看着石虎妞那纯净又坚定的眼神，知道强求不得。
他深吸一口气，对杨浩正色道：“杨浩，这孩子是天生的荒古战体，一中无一。你既然得了他，就好好培养，莫要埋没了他的天赋。”荒古战体，杨浩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词，但听起来就很厉害。我自然会倾力培养他，只是……他搓了搓手，露出一个你懂的表情。我手里好像没有特别适合他这种纯粹力量型天赋的功法。冷姑娘，你看。冷月白了他一眼，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适合他的功法极为罕见，我也没有。但我玄镜司密库之中确实收藏有一部上古流传下来的霸血炼体诀，据说最适合这种天生神力、气血磅礴之人修炼。不过，他话锋一转，那部功法级别很高，唯有我师父南部司主才有权动用。你想要，得自己去求他老人家。杨浩将霸血炼体诀这几个字牢记在心里，拱手笑道：“多谢冷姑娘指点，改日一定登门拜访苏司主。”接着，杨浩将石家村出现可疑道士以及晚上法会的事情简单告诉了冷月。冷月听闻可能与魔门有关，神色也严肃起来。天色渐暗，戌时将至，在石柱和石虎妞的带领下，杨浩、冷月、王虎三人混在陆续向村东破庙汇聚的人流中，向法会地点走去。破庙外的空地上已经黑压压地聚集了数百人，除了石家村的，果然还有不少从附近村子赶来的村民。石柱在村里人缘似乎不错，不少相熟的青年围过来，七嘴八舌的低声问他：“柱子，白天你说的是真的？当兵真能顿顿吃饱？还有肉？饷银真有1两银子1担米？不会是骗人的吧？”这几位是？也有人好奇地打量杨浩几人。石柱拍着胸脯保证：“千真万确，我石柱什么时候骗过你们？这几位是我娘家的远房表哥表姐，过来看看的。”他临时编了个借口，好在天色已暗，也没人深究。众人走进破庙院子，这破庙早已荒废多年，此时却被简单打扫过。院子中央搭起了一个简陋的法坛，上面插着几面画着诡异符文的幡旗，点着2臂粗的蜡烛，气氛显得有些阴森诡谲。那6名道士已经站在法坛上，为首那名中年道士手持拂尘，一副得道高人的模样。法事很快开始，无非是念些听不懂的经文，舞剑焚符，弄得烟雾缭绕。但杨浩敏锐地察觉到，法坛上那几个道士的目光似乎总有意无意地扫过他所站的位置，尤其是那个为首的道士，眼神深处藏着一丝冰冷的审视和杀意。杨浩心中冷笑，果然，自己一来，法事就正好开始，看来在村口时就已经被他们盯上了。他们的目标或许有一部分就是自己，这里的事不过是个诱他现身的幌子。就在这时，法事进行到一个环节，那为首的道士忽然停下动作，目光猛地锁定杨浩，朗声道：“诸位信众，祈福至关键处，需一位心诚且福缘深厚之人作为灵媒，上台饮下这碗圣水，方能沟通真神，降下无边福祉。”他手指径直指向杨浩，这位居士气度不凡，福缘深厚，正是最佳人选，请居士上台。唰，全场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都集中到了杨浩身上。王虎和冷月立刻警惕起来，肌肉绷紧。杨浩却给了他们一个稍安勿躁的眼神，他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受宠若惊和一丝犹豫，缓缓从人群中走出，一步步登上法坛。那道士脸上带着慈和的笑容，从旁边弟子手中接过一个陶碗，里面是清澈的液体，散发着淡淡的异香，递到杨浩面前。居士，请饮下此圣水，然后潜心祈祷，真神必能感知，降下福祉，保佑此地风调雨顺，人人安康。杨浩接过碗，低头看了一眼碗中清澈的液体，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讥讽。在他的感知下，这所谓的圣水分明是一种极其阴毒猛烈的剧毒。他抬头看向那道士，忽然朗声开口，声音清晰地传遍整个院子：“道长，实在抱歉，在下只是路过此地，并非真神信徒，心中并无虔诚之意，恐怕难以担当此重任，若是亵渎了真神反而不好。”那道士脸色微微一变，抢笑道：“无妨，心诚则灵，饮下圣水自然。”他话未说完，杨浩眼中寒光骤然一闪，语气陡变：“依我看，道长您法力高深，对真神最为虔诚，这沟通真神降下福祉的无上荣光，还是由您亲自来承受最为合适。”话音未落，杨浩动了，快如闪电，在场几乎没人看清他的动作。只见他手腕一翻，那碗圣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泼向了那道士的面门。那道士显然没料到杨浩竟敢直接动手，更没想到他速度如此之快。他下意识地想避气躲闪，但如此近的距离，面对杨浩骤然爆发的速度，他根本避无可避。你！道士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惊怒的嘶吼，大半碗圣水就被强行灌入了他的口中。咕咚，可嗨嗨！道士剧烈地咳嗽起来，脸色瞬间变得惨白，随即转为骇人的青黑色。他
他双手死死掐住自己的脖子，眼珠暴突，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恐惧和痛苦，喉咙里发出呵呵的怪响。短短2-3息之间，他口鼻中就开始溢出白沫，身体剧烈抽搐了几下，便直挺挺地向后倒去，砰的一声砸在法坛上，气息全无。死寂，整个破庙院子陷入了一片死寂。所有村民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大脑一片空白。下一刻，不知是谁先喊了一声：“死人了！”那水有毒，他们是骗子，他们想毒死人。什么真神？是害人的邪魔。人群瞬间炸开了锅，恐惧和愤怒的情绪如同火山般爆发。他们被骗了，这些所谓的道长竟然想用毒水害人。动手！法坛上剩下的5个道士见状，知道阴谋败露，脸上伪装的和善瞬间被狰狞取代，纷纷怒吼着从道袍下抽出淬毒的短剑，匕首扑向杨浩。与此同时，破庙四周的阴影中以及人群里，瞬间又窜出了20多名同样打扮却手持兵刃、眼神凶悍的道士，将他们团团围住，杀气瞬间弥漫开来。然而更令人心惊的是，一股强大的威压骤然从破庙的屋顶传来。只见一道身影缓缓从屋顶飘落，悬浮在半空之中，周身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强大气息。赫然是一位宗师级强者。他身穿一袭绣着诡异火焰纹路的黑色道袍，面容阴鸷，目光如同毒蛇般锁定杨浩，声音冰冷而充满杀意：“杨浩，你屡次破坏我圣教大事，杀我教众，今日竟还敢主动送上门来，这石家村就是你的葬身之地。”他这话一出，下方的村民更是如同炸开了锅。杨浩，他是县令杨青天。天啊，县令大人来了！这些坏蛋是想害杨青天。杨浩目光扫过下方惊慌失措的村民，运足中气，声音如同惊雷般炸响，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所有百姓立刻回家，紧闭门户，无论听到什么动静都不要出来，快走！”他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和一丝急切。村民们虽然惊恐，但对杨青天的命令有着本能的信任，顿时如同潮水般向外退去，互相搀扶着，跌跌撞撞地向村里跑去。悬浮在半空的那位魔门宗师只是冷漠地瞥了一眼四散逃离的百姓，并未阻拦。他的嘴角甚至勾起一丝嘲讽的弧度。这些蝼蚁般的村民本就不是他今日的目标，留着他们，日后圣教卷土重来，或许还有用处。他的目标自始至终都只有杨浩以及那2条令他垂涎欲滴的宗师级蛟龙。转眼间，破庙前的空地上只剩下20多名手持利刃、面目狰狞的魔门教徒，以及被围在中间的杨浩、冷月、王虎、石柱和石虎妞。杨浩抬头，目光如电，直视空中那位宗师，嗤笑道：“就凭你一个藏头露尾的鼠辈，也想杀我？”话音未落，他心念急动，缠绕在他手腕上的妍希和冰离早已按捺不住，瞬间化作2道流光冲天而起，在空中迎风变长，眨眼间便恢复了他们庞大的本体。吼！妍希通体赤红，鳞甲如同燃烧的烙铁，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龙吟，张口便喷出一道灼热无比的赤色烈焰吐息，如同岩浆洪流般烧向那魔门宗师。嘶！冰离则银白如玉，周身寒气大盛，仿佛能将空气冻结。他发出一声尖锐的嘶鸣，口中喷出的是一道惨白色的极寒冰息，所过之处，连光线似乎都被冻结扭曲，从另一侧夹击而去。一冰一火，2道足以轻易重创甚至灭杀普通宗师的恐怖攻击，瞬间封锁了那魔门宗师所有的闪避空间。然而面对这雷霆万钧的夹击，那魔门宗师脸上非但没有丝毫惊慌，反而露出一抹计谋得逞的阴冷笑意。下方的冷月一直紧盯着他，看到他这个表情，再联想到关于魔门中某位擅长阵法的宗师的情报，瞬间脸色大变，急声尖叫道：“杨浩，快收起蛟龙！他是魔教的镇魔寒音，他故意激你动用蛟龙。”杨浩闻言，心中猛地一凛，立刻试图沟通妍希和冰离，想让他们回来。但正如韩英所说，晚了，现在才想走，迟了。韩英狂笑一声，双手早已结成一个诡异复杂的印诀，猛地向前一推，嗡！一个半透明、闪烁着无数玄奥符文的光照瞬间出现在他身前。那足以融金石的烈焰、吐息和冻结万物的极寒冰息撞在光照之上，竟如同泥牛入海，被疯狂地吸收了进去。光照上的符文瞬间亮到了极致。与此同时，整个破庙上空风云突变，一个巨大无比、覆盖了方圆数千米的复杂血色阵法骤然在夜空中显现出来。阵法纹路如同活物般蠕动，散发出令人心悸的邪恶能量波动。附龙圣阵，起！韩英厉声喝道：“咻咻咻咻！”从那巨大的血色阵法之中，猛地射出无数条由漆黑魔气凝聚而成的锁链。这些锁链速度快得不可思议，仿佛无视了空间距离，
瞬间便缠绕上了妍希和冰离庞大的蛟龙之躯。吼！嘶！妍希和冰离发出愤怒而不安的咆哮嘶鸣，剧烈挣扎，龙尾横扫，利爪撕扯，冰火能量疯狂爆发。然而那些魔气锁链坚韧无比，更是专门克制龙族妖兽，越是挣扎，锁链缠绕得越紧，并且不断吞噬吸收着他们的力量，反而让天空中的血色阵法光芒更盛。两条强大的蛟龙竟然被硬生生地束缚住，庞大的身躯被无数锁链拉扯着，一点点地向空中那巨大的阵法拖去。他们的力量正在被阵法飞速抽取。现在，韩英居高临下，看着脸色变得难看的杨浩，脸上充满了猫捉老鼠般的戏谑和残忍。我这阵法宗师能不能杀你？他不再给杨浩任何反应的时间，双手印诀再变，对准下方的杨浩猛地向下一压。魔煞诛魂阵，灭！轰！天空中的血色阵法中心，一道暗红色的完全由精纯魔气和怨念凝聚而成的恐怖光柱，如同天罚一般撕裂夜空，带着毁灭一切的可怕气息，朝着杨浩当头轰下。光柱位置那可怕的威压已经让地面寸寸皲裂，王虎、石柱等人更是感觉如同泰山压顶，几乎喘不过气，连移动都变得极其困难。阵法宗师精心布置的绝杀之阵，威力远超同阶武者的普通攻击，这一击已然达到了宗师中期甚至后期的恐怖程度。危机瞬间降临，面对那从天而降足以诛灭宗师魂魄的恐怖魔煞光柱，杨浩瞳孔骤然收缩，但眼神中并无畏惧。他体内磅礴气血瞬间被催动到极致，如同拱江般在经脉中奔腾咆哮。吼！他发出一声如同荒古凶兽般的怒吼，右拳紧握，整条手臂瞬间被浓郁的几乎化为实质的赤金色气血包裹。那气血疯狂凝聚，竟在他拳头前方形成一个足有磨盘大小的凝实无比的血红色拳印，拳印之上蕴含着至阳至刚、粉碎一切的可怕力量。给我破！杨浩脚踏大地，摇身发力，一拳向天轰出。那巨大的血红色拳印如同逆势升空的陨星，悍然撞向那道暗红色的魔煞光柱。咚！一声震耳欲聋的恐怖巨响在空中爆开，如同两座巨山猛烈相撞，狂暴的能量冲击波成环形向四面八方疯狂扩散，将地面的泥土碎石尽数掀飞，远处的破庙墙壁都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裂开道道缝隙。赤金色的气血之力与暗红色的魔煞之力疯狂互相侵蚀湮灭，最终在杨浩这倾尽全力的一拳之下，那道恐怖的魔煞光柱竟被硬生生打爆，化作漫天飘散的黑红色光点，缓缓消散。杨浩脚下的地面寸寸皲裂，形成一个浅坑，但他身形依旧挺拔，只是呼吸略微急促了一些，手臂上的气血略微暗淡，应接宗师级阵法一击，对他消耗不小。空中的韩英脸上闪过一丝讶异，随即冷笑道：果然有些蛮力，竟能凭肉身气血应接本宗一道魔煞诛魂光。看来情报没错，你确实体质异于常人。不过他话音陡然转厉，带着猫系老鼠般的残忍，本宗倒要看看你这身气血能撑得住几道。他双手印诀再次变换，天空中的血色阵法剧烈旋转，嗡鸣之声大作。咻咻咻！刹那间又是三道同样粗细同样恐怖的魔煞诛魂光柱撕裂夜空，成品字形带着更加狂暴的毁灭气息，向着杨浩轰然落下，覆盖范围更广，速度更快，根本不容闪避。杨浩脸色凝重无比，体内气血再次疯狂运转，双拳齐出，赤金色的拳印如同连珠炮般轰向天空。轰轰轰！连续3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杨浩再次硬生生轰爆了2道光柱，但第3道光柱却穿透了爆炸的能量乱流，狠狠地轰击而下。杨浩怒吼一声，双臂交叉格挡，赤金色的气血在身前形成一面厚重的护盾。砰！光柱狠狠砸在气血护盾上，杨浩整个人被砸得向下陷了半尺，气血护盾剧烈波动，明灭不定，最终还是勉强扛住了，但他嘴角已然渗出了一丝鲜血，显然受了些内伤。看你能挡到几时？韩英狞笑，手诀再变，显然又要催动阵法攻击。就在此时，一道清冷的娇斥声响起：韩英，给我死！一直蓄势待发的冷月终于动了，他深知绝不能任由韩英毫无顾忌地操纵阵法攻击杨浩，否则今日必危矣。他身形如同鬼魅般拔地而起，藏青色的制服在夜空中画出一道凌厉的直线，手中长剑出鞘，剑身流淌着如水般的清冷月光，一股凌厉无匹的剑意冲天而起，仿佛能斩断世间万物。玄镜玄月斩，一道半月形的凝练到极致的冰冷剑罡撕裂长空，直斩向正在操控阵法的韩英。剑罡所过之处，连空气似乎都被冻结切割。玄镜撕冷月，韩英眉头一皱，显然没料到这个女子是冷月，
一个玄镜司的银月使会跟着一个小小的县令，他不得不分心应对，左手继续维持对蛟龙的束缚和阵法的运转，右手并指如剑，向着冷月袭来的方向猛地一点。魔煞指，一道凝练的暗红色魔气指劲破空射出，精准地点在冷月展出的半月剑罡之上。哧啦，剑罡与指劲同时湮灭，爆散的能量将冷月前冲的身形阻了一阻。但韩英的攻击并未停止，他冷笑一声，空闲的左手随意的向下一挥，天空中的血色阵法再次射出一道魔煞光柱，但这次的目标却不再是杨浩，而是直扑半空中的冷月。冷月脸色一变，他身在半空，无处借力，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击，只能娇斥一声，长剑在身前舞出一片密不透风的剑幕。玄镜守护，月光般的剑幕与魔煞光柱狠狠撞在一起，发出令人牙酸的撕裂声。冷月闷哼一声，身形被光柱蕴含的巨力震得倒飞出去10数米，才勉强稳住身形，握剑的手微微颤抖，显然接下这一击也并不轻松。韩英以1敌2，凭借提前布置好的诡异大阵，竟然依旧牢牢占据着上风。他不仅能持续攻击杨浩，还能分心压制同为宗师的冷月，而地面上的王虎看着空中那如同神魔般的战斗，心急如焚，却根本插不上手。那恐怖的战斗余波就让他感到窒息，他只能咬着牙护着石柱和石虎妞不断躲闪飞溅的能量和碎石，寻找掩体，避免被波及。石柱看得目眦欲裂，拳头攥得死死的，恨自己力量不够。石虎妞则瞪大了眼睛，小脸上满是紧张和一种莫名的兴奋，体内那磅礴的生机似乎因为外界的刺激而更加活跃起来。天空中，妍希和冰离仍在愤怒的挣扎，却无法挣脱那专门为他们准备的附龙魔链，反而因为他们的力量被不断抽取，使得空中的血色阵法光芒越来越盛，韩英能调动的阵法力量也越来越强，局势对杨浩一方极为不利。韩英脸上得意之色更浓，俯瞰着下方略显狼狈的杨浩和冷月，狂笑道：杨浩、冷月，今日此地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能死在本宗的大阵下是你们的荣幸，接下来感受真正的绝望吧。他双手猛地高高举起，天空中的血色阵法骤然停止了旋转，所有的符文都亮到了极致，一股远比之前任何一道光柱都要恐怖10倍的毁灭性能量正在阵法中心疯狂凝聚，整个天地间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就在韩英全力催动阵法，准备发动那毁天灭地的一击，将杨浩和冷月彻底抹杀之际，吼一声震彻山林，霸道无匹的虎啸如同平地惊雷，猛地从远处炸响。只见一道巨大的暗金色身影如同闪电般从村外的山林中猛扑而出，以惊人的弹跳力高高跃起，竟瞬间跨越了数十米的距离，如同一座暗金色的小山，带着撕裂一切的狂风，挥动那足以拍碎巨石的巨大虎掌，狠狠地拍向悬浮在半空的韩英。正是潜伏已久的金兰，他得到了王虎的命令，一直在等待最佳的出击时机。韩英的全部心神几乎都集中在操控阵法碾压杨浩和冷月上，根本没料到会突然杀出如此一头凶悍无比的巨虎。金兰这一扑时机刁钻至极，速度又快如闪电，逼得他不得不中断对阵法的操控，仓促间身形急退，同时挥出一道魔气掌印迎向虎掌。轰！魔气掌印与虎掌碰撞，发出一声闷响，金兰被震得倒飞回去，轻盈落地，龇牙低吼，暗金色的瞳孔死死锁定韩英。而韩英虽然挡下了这一击，身形却也一阵晃动，气息微乱，那即将发出的绝杀一击也被硬生生打断。高手相争，只争刹那，这瞬间的打断对冷月这样的宗师来说已然足够。好机会！冷月美眸中寒光爆闪，他战斗经验极其丰富，岂会错过这转瞬即逝的战机？玄镜玄月破晓，他娇斥一声，体内宗师级的灵力毫无保留地注入手中长剑，剑身爆发出璀璨夺目的月华清光，人剑合一，化作一道撕裂黑暗的金红剑光，直刺韩英因躲闪而露出的破绽空门。韩英脸色巨变，仓促间只能偏头躲闪，同时凝聚魔气于指尖，极点剑身。是，剑尖擦着他的脖颈掠过，带起一溜血花。虽然只是皮外伤，但却让韩英惊出了一身冷汗，狼狈不堪。而就在冷月牵制住韩英的这电光火石之间，下方的杨浩也动了。浩哥，接济！只见王豹率领着100名如狼似虎的青山傲亲卫终于赶到。王豹用尽全力将一柄沉重无比、通体黝黑，唯有月牙刃和几间闪烁着寒光的沉重长戟奋力掷向杨浩。这柄长戟是杨浩近日命人用超墨的金铁混合少量寒铁，仿照记忆中方天画戟的样式打造而成，重量惊人，正好适合他如今的力量。杨浩眼神一亮，纵身跃起，精准地接住飞来的长戟，入手沉重，一股血脉相连的感觉油然而生。他体内原本因应抗阵法而有些激荡的气血，瞬间如同找到宣泄口般沸腾起来。
赤金色的气血之力疯狂涌入长戟之中，将这秉凡铁打造的兵器渲染得如同神兵利器，散发出灼热而狂暴的气息。血战八荒戟法第一式裂地。杨浩心中低吼，使出了他之前学习的戟法。此戟法共有8式，一式强过一式，每一式都为下一式蓄势，层层叠加，威力无穷。但对使用者的身体负荷和能量消耗也极大，寻常武者根本无力施展。但正适合气血磅礴、体质非人的杨浩，他没有去攻击正在狼狈应对冷月犀利剑招的韩英，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天空中那依旧束缚着妍希和冰离的附龙魔阵。只见杨浩双臂肌肉奔张，脚下大地皲裂，全身气血如同燃烧般注入长戟。那长戟发出一声嗡鸣，戟间凝聚出一道足有数丈长的赤金色戟芒，蕴含着至阳至刚、破灭万邪的恐怖力量。破！杨浩怒吼一声，身体如同陀螺般旋转半圈，借助离心力，将手中长戟以开山裂地之势，猛地投掷向天空中的血色附龙大阵。哧啦！赤金色的戟芒如同烧红的烙铁切入牛油，狠狠地撞击在无数魔气锁链交织的阵法节点之上。至阳的气血之力正是这种阴邪魔阵的克星。只见那被击中的地方，魔气锁链发出滋滋的声响，迅速消融崩断，整个附龙大阵剧烈震颤，光芒急速暗淡。吼！嘶！妍希和冰离感受到束缚之力大减，顿时发出惊天动地的狂怒咆哮，体内被压抑的宗师级龙力轰然爆发，冰火交织的能量狂潮瞬间冲破了已经残破的魔阵束缚，无数魔气锁链寸寸断裂，化作黑烟消散。两条脱困的蛟龙如同出闸的洪荒巨兽，携带着滔天的怒火，冰冷的树瞳死死锁定了下方那个险些将他们炼化的罪魁祸首韩英，局势瞬间逆转。韩英刚刚勉强躲开冷月那如同枯骨之躯般的连环剑刺，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感觉到自己苦心布置的附龙魔阵被强行破开，两条杀气腾腾的宗师级蛟龙以及那头恐怖的暗金巨虎，还有下方那个气血冲霄手持战戟的杨浩，全都将充满杀意的目光投向了他。他脸上的得意和从容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丝惊惧和难以置信。怎么可能？那柄灌注了磅礴气血击破附龙大阵的战戟从空中坠落，被杨浩稳稳接住，戟身依旧温热，残留着破灭魔阵的至阳气息。杨浩手臂一震，戟尖直指空中脸色难看的韩英，口中只有一个冰冷的字眼：杀！吼！嘶！脱困的妍希和冰离早已怒不可遏，闻言立刻发出震天咆哮。妍希张口喷出比之前更加炽热的龙息火柱，如同火山爆发般席卷向韩英。冰离则巨尾一摆，无数根足以洞穿金石的尖锐冰棱如同暴雨般传射而去。杨浩本人更是脚下猛地一跺，地面炸开一个浅坑，他整个人如同炮弹般冲天而起，手中长戟抡圆，赤金色的气血再度疯狂凝聚。血战八荒戟法第二式破军。这一戟的威势远比第一式更加狂猛暴烈，戟影重重，仿佛有千军万马随之冲锋，带着一往无前、破灭万军的惨烈杀气，直取韩英头颅。冷月也毫不迟疑，剑势在变，身化流月光影，渐渐凝聚一点极寒星芒，如同彗星袭月，从另一个刁钻的角度刺向韩英的后心要害。面对一人两蛟一宗师的围攻，其中还包括两条实力堪比宗师中期的蛟龙，韩英即便身为阵法宗师，此刻也感到了致命的威胁。他脸色凝重到了极点。九幽护体，魔煞诛仙！他狂吼一声，双手应诀，如同幻影般变换。天空那尚未完全消散的血色阵法再次强行运转，虽然光芒暗淡了许多，但依旧瞬间凝聚出数道略细一些却依旧恐怖的魔煞光柱，分射向妍希、冰离、杨浩和冷月。他试图用攻击来阻挡四方的围攻，为自己争取时间。轰轰轰！空中再次爆开剧烈的能量冲击，妍希的火柱与魔煞光柱对撞湮灭，冰冷雨被另一道光柱击碎。杨浩那霸道的破军一戟也将袭向自己的光柱硬生生劈碎，但身形也被阻得一致。冷月的剑尖点碎光柱，速度却也慢了一分。就在这能量混乱、视线受阻的刹那间，韩英眼中闪过一丝诡诈，他猛地咬破舌尖，喷出一口精血，双手接出一个更加诡异复杂的印诀，并非攻击，而是向着四周猛地一撒。幽冥迷魂阵。起！嗡！一股无形却极其诡异的精神波动瞬间笼罩了整个战场，并非强大的攻击，却能扭曲人的五感，混淆方向，让人如同陷入鬼打墙般的迷雾之中。正欲再次合围攻击的杨浩、冷月以及两条蛟龙，动作都是猛地一僵。在他们的感知中，周围的景象瞬间变得模糊扭曲，韩英的身影仿佛变成了数十个，在不同的方向闪烁，根本无法锁定真身，甚至连身边的同伴位置都变得难以确认。雕虫小技。杨浩虽惊不乱，他灵魂强大，气血至阳，
对这种迷惑心神的邪术有着天然的抵抗力。他瞬间闭上双眼，不再依靠视觉，而是全力运转气血，感知那魔气波动的核心。给我破！他怒吼一声，将澎湃的气血之力疯狂灌入手中战戟，猛地将长戟向下方的地面狠狠一插。轰隆！如同地龙翻身，至阳至刚的气血之力通过战戟猛地灌入大地，如同投入滚烫油锅的冷水，瞬间将弥漫在地表维持迷魂阵法的阴邪魔气驱散净化。笼罩战场的诡异精神波动如同被戳破的气泡般骤然消失，扭曲的景象恢复正常。然而就在这破阵的短短1-2息时间内，空中哪里还有韩英的身影？只有一阵带着浓浓不甘和怨毒的声音从极其遥远的天边隐隐传来，如同鬼魅般回荡。杨浩、冷月，还有那2条畜生，今日之辱，本宗记下了。坏我圣教大计，下次再见，必取尔等性命。洗干净脖子等着吧。哈哈哈！声音越来越远，最终彻底消失在天际。杨浩落回地面，拔出插在地上的战戟，脸色阴沉地看着韩英消失的方向。一位一心逃遁的阵法宗师，手段诡异莫测，想要留下他确实极难。这次被他跑了，后患无穷。冷月也飘然落下，脸色同样不好看。他收剑入鞘，冷声道：魔门镇魔韩英，最是睚眦必报，狡猾多端，日后须得多加防范。此时周围的战斗也已经结束，王虎、王豹率领的100亲卫以及石柱、石虎妞联手，已经将剩下的20多名魔门教徒全部解决，负隅顽抗者当场格杀，仅有几个受伤被擒。浩哥，这些杂碎怎么处理？王虎提着滴血的刀走过来请示。杨浩走到一个被捆得结结实实、身受重伤的中年道士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目光冰冷，说：魔门还有什么计划？那道士脸色惨白，眼中充满恐惧，哆哆嗦嗦的说道：我们只是奉上师之命来此传播真神信仰，治病救人，积攒功德。其他的小人真的不知道啊，上师的身份岂是我们能知晓的？杨浩又连续审问了另外2个被俘的教徒，得到的回答大同小异。这些人显然只是魔门最底层的喽啰，被洗脑严重，只知道执行最简单的渗透和传教任务，对核心计划和高层信息一无所知。冥顽不灵，留着也是祸害。杨浩眼中寒光一闪，失去了耐心，这些被深度洗脑的底层教徒几乎没有策反的可能，放走他们只会继续助纣为虐。他挥了挥手，语气不带一丝感情：全部处理掉，干净点。是。王虎、王豹领命，毫不迟疑的执行。很快，剩余的魔门教徒被尽数处决。杨浩让亲卫们简单打扫了一下战场，将尸体集中处理。处理完这些，杨浩的目光再次投向夜色中寂静的石家村。经过这番折腾，村民们恐怕更是人心惶惶。走，进村。杨浩沉声道，带着众人向着石家村走去。他需要去安抚村民，更重要的是要将石家村这批天生神力的宝贵兵员牢牢抓在手中。今天虽惊险，但也并非全无收获。杨浩率领众人来到石家村村口时，夜色已深，村子里静悄悄的，只有零星几点灯火。显然村民们虽回了家，却大多惊魂未定，难以入眠。他下令让100亲卫就在村口相对开阔平整的空地休息，不得入村扰民。这些亲卫皆是断体巅峰的好手，体质远超常人，虽春寒料峭，夜路深重，对他们却影响不大。他们依令而行，无人抱怨，只是简单的将背囊放下，3、5成群的背靠背坐下，或直接合衣卧地，很快便调整呼吸，进入浅眠状态，保持着警惕。整个过程中，除了轻微的甲胄摩擦声和呼吸声，再无其他杂音，纪律严明，可见一斑。王虎和石柱、石头一家则进入村中，挨家挨户敲门说明情况，告知邪道已被县令大人带兵清除，让大家安心，并强调了县令大人和士兵们就在村外驻扎，绝不会扰民。不久，老村长和几位村中长者提着灯笼，颤巍巍地来到村口，见到席地而卧的军容和守在村口的杨浩，又是感激又是惶恐，连忙上前躬身道：杨青天大人，您和将士们为我们村除了大害，怎能让你们在村外受冻？快请进村，各家都已收拾好了地方，虽简陋，总比这野地强啊。杨浩连忙扶起老村长，温和却坚定地拒绝道：老村长，诸位乡亲的好意，杨某心领了。弟兄们皮糙肉厚，冻不着，我们就在此处驻扎即可，也能护卫村子安全。夜深人静，大队人马进村，难免惊扰大家休息，就不给乡亲们添麻烦了。他并非不相信自己一手带出来的兵，深知他们军纪严明，但人心微妙，100多号陌生精锐甲士深夜入村，即便秋毫无犯，也足以让本就受惊的村民更加不安。他力求在百姓心中树立的是良好的形象，而非虎狼之师，细节尤为重要。老村长等人再三劝说，
见杨浩态度坚决且言辞恳切，处处为村民着想，更是感动得老泪纵横，千恩万谢后才一步三回头的回去了。前走村民，杨浩走到趴伏在地，如同小山般的金兰身边，舒服地靠在他温暖柔软又充满弹性的腹部皮毛上。金兰喉咙里发出惬意的咕噜声，巨大的尾巴轻轻扫动了一下。他抬起头，目光望向不远处一棵老槐树，清冷的月光透过稀疏的枝桠，洒落在树梢上那道窈窕清冷的身影上。冷月抱膝坐在一根粗壮的树枝上，藏青色的制服仿佛融入了夜色，唯有那张绝美的侧脸在月华下泛着银白的光泽，清冷出尘，宛如月宫仙子临凡。杨浩看得微微有些出神，随即嘴角勾起一抹笑意，朗声开口，打破了夜的宁静。冷月，树上风大，下来吧，这里暖和。他说着拍了拍身边金兰厚实温暖的皮毛。冷月闻言，清冷的目光扫了下来，落在杨浩带着戏谑笑容的脸上，语气平淡无波。杨县令多虑了，宗师寒暑不侵，这点夜风还冻不着我。我当然知道冷月姑娘修为高深，神功护体。杨浩笑容不变，带着一丝正经，我是真有事想请教你，树上说话不方便，你下来吗？冷月狐疑地看了他一眼，似乎判断他话的真假。略一沉吟，他还是轻轻一跃，身姿飘逸如雨，悄无声息地落在杨浩面前3尺之地，衣袂飘飘，带着一丝淡淡的冷香。何事？说。杨浩却忽然出手如电，一把抓住了他纤细的手腕，入手处肌肤微凉，却滑腻如脂。冷月猝不及防，根本没料到他会突然动手，脸色骤然一寒，宗师气场瞬间迸发，周围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你别动怒，别动怒！杨浩赶紧说道，手上却用力一拉。冷月虽修为高深，但纯粹的身体力量哪里比得过杨浩这变态体质？猝不及防之下，竟被他拉得一个趔趄，身不由己地跌坐下去，正好靠在了金兰另一侧柔软的腹部，与杨浩隔着巨虎庞大的身躯相对。金兰似乎对多了一个人靠着自己毫不在意，甚至舒服地调整了一下姿势，让两人靠得更舒服些。杨浩，你放肆！冷月又惊又怒，俏脸飞起一抹红霞，幸好夜色深沉看不太清，挣扎着就要起身。他从未与男子有过如此近距离的接触，尤其还是以这种近乎无赖的方式。你看这里是不是比树上舒服多了？杨浩赶紧松开手，举起做投降状，脸上却带着得逞的笑容，迅速转移话题，语气也变得认真起来。说正事，说正事，我是想问你，你们玄镜司底蕴深厚，有没有那种适合军队大规模修炼，能打根基助人突破后天境的功法？他指了指周围那些席地而眠的亲卫，这些都是跟我从青山坳出来的老弟兄，资质心性都没问题，如今几乎都卡在断体巅峰，我想给他们找条合适的路子。他顿了顿，目光真诚地看向冷月。我知道玄镜司底蕴深厚，收藏天下功法无数，不知是否有适合大规模列装军队，能让我这些兄弟更进一步的功法，哪怕只是基础部分的也行。冷月听完，脸上的晕色稍减，沉吟了片刻。他目光扫过那些即便在睡梦中依旧保持着警惕姿态、气血旺盛的亲卫，不得不承认杨浩确实带出了一支潜力惊人的骨干力量。若是能有合适的功法，假以时日，必成一只虎狼之师。他轻哼一声道，你倒是会辩解。玄镜司确实收录有数种适合军武修炼且潜力不俗的功法，其中甚至有一部铁血战煞诀修炼出的凌厉刚猛霸道，由善战阵合击，若能配合相应战阵，威力倍增。杨浩闻言，眼睛顿时亮了起来。铁血战煞诀，听着就带劲。不知，别高兴太早。冷月打断他，泼了盆冷水。这些功法皆乃玄镜司重要资源，管控极严，绝不可能轻易外传。即便是我，也无权私自授予他人。你想要？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杨浩一眼，恐怕还得向我师父开口。他老人家若是点头，一切好说。又是苏清玄司主，杨浩摸了摸下巴，看来这位玄镜司的南部司主，自己是无论如何都得去拜会一趟了。为了功法，也为了石虎妞娜霸血炼体诀，更是为了日后可能与玄镜司的更深层合作。我明白了。杨浩点点头，将求见苏司主这件事提上了最高日程，多谢冷姑娘告知。正式说完，气氛一时有些沉默。两人并排靠在金兰温暖的身边，仰头望着星空。经历了刚才的生死搏杀和此时的静谧，一种微妙的气氛在两人之间流转。冷月似乎有些不习惯这种过于亲近的安静，站起身，整理了一下略有褶皱的衣摆，恢复了清冷的姿态。功法之事，你自行斟酌，我回去休息了。说完，不等杨浩回应，身形一闪，再次轻盈地落回了那棵老树的枝头，闭目调息，仿佛刚才的一切从未发生。杨浩看着他那清冷孤高的背影，笑了笑，也不在意，往后更紧地靠了靠金兰，也闭上了眼睛。明天还要带着石家村的新兵们返回县城，
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他去做。翌日清晨，朝阳初升，驱散了夜间的寒意。石家村村口已经聚集了不少人，除了整装待发的120名石家村青壮，还有更多前来送别的父母亲人。场面虽然有些离别的愁绪，但更多的是希望和期盼。这些年轻人听说跟着杨青天能吃饱饭、有前程，都愿意前往。杨浩看着眼前这群虽然衣着破旧，但眼神明亮、精气神十足的小伙子，心中颇为满意。他运足中气，对前来送行的村民朗声道：“诸位乡亲父老放心，你们的儿子、兄弟跟着我杨浩，别的不敢保证，但绝不会让他们饿着肚子打仗。军饷粮草绝不会短缺一分一毫，只要他们肯努力，将来建功立业、光宗耀祖也绝非难事。”他顿了顿，继续道：“此外，本官承诺3日之内会再调拨一批粮食送来石家村，确保留在家中的老人孩子也能安然度过春荒。”这番话如同给村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离别的愁绪被冲淡了许多，纷纷感激道：“谢谢杨青天，把孩子交给大人，我们放心。出发！”杨浩不再多言，翻身上虎，大手一挥，120名石家村新兵在王虎、王豹及亲卫的带领下，怀着对未来的憧憬，浩浩荡荡地向着丰南县城进发。石柱和石虎妞也跟在队伍中，石柱一脸兴奋，虎妞则好奇地东张西望。队伍顺利返回丰南县城外的军营，看着眼前秩序井然、杀声震天的训练场面，以及那飘着食物香气的炊事营，石家村的年轻人们眼睛都直了，更加坚信了自己的选择。杨浩当即下令，任命石柱为这120人的都头，负责管理和训练这批新兵。考虑到石柱年纪尚轻，经验不足，杨浩又指派了2位从青山坳就跟着自己，做事稳重机灵的老兄弟陈狗子和周水生，担任石柱的副手，辅助他进行日常管理和训练，同时也起到传帮带的作用。石柱，好好干，别给你爹和石家村丢脸。有什么不懂的，多问狗子和水生。杨浩拍了拍石柱的肩膀，勉励道：“是，大人，我一定拼命干。”石柱激动的脸色通红，挺起胸膛，大声保证。安排完新兵，石虎妞也蹦蹦跳跳的想要跟着哥哥进军营，却被杨浩拦了下来。虎妞，军营里都是糙老爷们，你一个小姑娘加进去不方便。杨浩笑着摸了摸她的头：“你是我的亲卫，亲卫自然要跟在我身边。走吧，先跟我回府里住下，以后你的训练我亲自来安排。”虎妞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只要能吃饱饭跟着大哥哥，住哪里她都无所谓。杨浩让王虎、王豹等人留在军营继续整训队伍，自己则骑着金兰，带着冷月和石虎妞返回县衙。金兰庞大的身躯走在街上，引得行人纷纷敬畏避让，看向杨浩的目光充满了崇拜。回到县令府，苏青言几女见到杨浩带回来一个瘦瘦小小却眼神灵动的小姑娘，又是好奇又是怜爱。听杨浩简单说明情况后，立刻热情地安排虎妞的住处，给她拿新衣服，准备吃食，很快就让有些拘谨的虎妞放松下来。安顿好虎妞，杨浩立刻来到前衙公房，让人唤来了新任的县尉和县丞。这2人是他在清理了周文渊、李莽等旧吏后，从本地小吏中提拔起来的相对清廉干练之人。下官参见大人。2人恭敬行礼，免礼。杨浩直接吩咐道：“有2件事要你们立刻去办。第一，立刻组织县城内所有医馆的大夫，包括学徒，组成若干医疗队，由县衙出具公文，支付酬劳，配备车马和基础药材，即日下乡巡诊各个村庄，尤其是像那样些偏远贫困的村子，重点巡查，免费为村民诊治因冻饿、劳作留下的伤病隐患，所有费用由县衙一力承担。”县丞闻言有些迟疑：“大人，这所需银钱和药材恐怕不是小数目。”杨浩大手一挥，银子从抄没的赃款里出，药材不够就去郡城买。百姓的身体是恢复生产、保境安民的根本，这件事必须办，还要办好。若有大夫不愿去或从中舞弊，严惩不贷。是，下官遵命。县尉和县丞见杨浩态度坚决，不敢再多言，连忙领命，心中却对这位年轻县令的魄力和爱民之心敬佩不已。这才是真正为民做主的父母官。第二，杨浩继续道：“传令给王虎、张铁柱他们，让他们派出小队人马，以巡逻防匪的名义，深入我县辖下的每一个村庄，暗中排查，重点探查是否有类似道士、和尚或其他行迹可疑的外地人，在散布谣言、宣扬邪教，蛊惑人心。一旦发现，不要打草惊蛇，立刻回来报我。”下官明白。2人再次领命，知道此事关乎地方安定，不敢怠慢。吩咐完这些事情，杨浩沉吟片刻，铺开纸张，开始写信。他在信中详细说明了昨日在石家村遭遇魔门镇魔韩英以及其教徒渗透蛊惑百姓的经过，并着重强调从被捕的魔门教徒口中审问出一个极其重要的消息：
魔门正在暗中策划，将于开春之后在整个大前大规模煽动叛乱。他隐去了血媚娘的消息来源，将其归结为从俘虏口中得知，这样更合理，也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他在信中分析了此事的严重性，建议岳父苏正明立刻加强郡城防务，严密监控辖内各地豪强和可疑人员的动向，并将此情报尽快上奏朝廷及通报周边郡县，早做防范。写完后，他将信用火漆封好，盖上自己的县令印信。王豹，他派人唤来王豹。浩哥，有什么吩咐？你立刻带上几名好手，骑快马，以最快速度将这封信送往郡守府，亲自交到我岳父苏郡守手中。记住，此信至关重要，务必亲手交付，路上不得有误。杨浩神色严肃地叮嘱道。是，保证送到。王豹见杨浩如此郑重，也知道事情重大，接过信贴身藏好，行了一礼，转身便快步离去，安排人马。看着王豹离去的背影，杨浩轻轻吐出一口气。消息已经送出，希望能引起足够的重视。等王豹领命离去，杨浩信步来到后院。中午的阳光透过窗棂洒在厅堂内，显得温暖而静谧。他的6位夫人苏青妍、林秀、林月儿、小蝶、柳如烟、白芷正围坐在一起轻声说笑，或是做着针线，或是看着书，画面温馨融洽。石虎妞也已经换上了一身合体的新衣裙，正坐在一旁好奇地摆弄着一个苏青妍给她的精致香囊，小脸上满是新奇。见到杨浩进来，众女都抬起头，脸上露出温柔的笑容。杨浩目光扫过自己的6位娇妻，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悄悄给他们递了一个眼神。几女与他早已心意相通，瞬间领会，脸上纷纷飞起一抹红霞，眼神变得娇羞而期待。杨浩走到虎妞身边，蹲下身，温和地说道：虎妞，哥哥和姐姐们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你先自己去院子里玩一会儿好不好？舅舅在院子里，不要跑出府门。虎妞很乖巧的点点头，虽然不明白为什么商量事情要避开他，但还是听话的收起香囊。虎妞知道了，我去看蚂蚁搬家。说完就蹦蹦跳跳的跑了出去。杨浩起身走到门边，确认虎妞在院子里自己玩得很开心，这才反手将房门轻轻关上，甚至还顺手插上了门栓。屋内光线稍稍暗淡下来，气氛瞬间变得暧昧而旖旎。苏青妍俏脸微红，嗔怪地看了杨浩一眼。夫君，这还是白天呢。林月儿却已经痴痴地笑了起来，眼波流转。白天怎么了？夫君肯定是想念我们了。林秀儿、小蝶、柳如烟、白芷也都含羞带怯，却又欲拒还迎地看着杨浩。杨浩嘿嘿一笑，张开双臂。一日之计在于晨，但这午后时光也别有一番风味啊。为夫今日的功课还未做，诸位夫人，谁先来指点1、2？检测到宿主与符合标准的异性伴侣完成生命本源交融，获得属性点+1，以自动加点 X6， 体质640646，当前体质646。直至日头偏西，接近下午，那紧闭的房门才吱呀一声从里面打开。杨浩神清气爽的当先走出，身后跟着6位面若桃花、眼含春水、娇慵无力的美人儿，个个容光焕发，只是走路的姿势都略显软绵。虎妞，饿了吧？走，吃饭去。杨浩找到正在院子里蹲着看花草的小虎妞，一把将她抱起。餐厅里早已准备好了一大桌丰盛的菜肴，鸡鸭鱼肉俱全，香气扑鼻。冷月也不知何时过来了，正坐在桌边，看到杨浩带着一群媚眼如丝、步态蹒跚的夫人出来，忍不住翻了个白眼，轻哼一声，扭过头去，耳根却微微有些泛红。杨浩脸皮厚，浑不在意，招呼大家坐下。他和虎妞无疑是饭桌上的主力，风卷残云般消灭着食物，尤其是虎妞吃的小嘴鼓鼓囊囊，眼睛幸福地眯成了缝。冷月则吃得慢条斯理，姿态优雅。刚吃完饭，王虎就从前牙过来了，脸上带着一丝疲惫。浩哥，我回来了，吃了没？杨浩问道。还没，刚排查完回来。王虎老实回答。坐下，一起吃点。杨浩让人添了碗筷。王虎也不客气，坐下狼吞虎咽了几口，然后开始汇报。浩哥，按你的吩咐，派去周边各村排查的人都回来了。情况有点怪，有10几个村的村民都说，昨天确实看到过一些形迹可疑的外地人，打扮各式各样的都有，不全是道士，也有货郎、乞丐模样的，都在打听事情或者宣扬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今天再去查，这些人全都像蒸发了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个都没找到。杨浩闻言眉头微皱，看来魔门的渗透比他想象的更广，而且行动极其诡秘，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就隐匿起来。知道了。杨浩点点头，让兄弟们辛苦了，以后这类排查不要停，变成常态，时不时就去各村转转，既能防匪，也能给那些宵小之辈施加压力，让他们不敢轻易露面。
是。王虎领命。吃完饭后，王虎告辞离去。杨浩沉吟片刻，目光转向一旁的冷月。冷月姑娘，他开口道，看来魔门动作频频，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提升实力迫在眉睫。我想尽快去一趟玄镜司南部总部，拜见令师苏司主，求取铁血战煞诀和霸血炼体诀，不知你是否方便带我前去？冷月放下茶杯，看了他一眼，似乎早就料到他有此疑问，淡淡道：可以。总部就在隔壁庆州州治所在的庆元城，从此的出发约有500余里。500余里，杨浩心中估算了一下，以金兰如今先天巅峰的脚力和耐力，全力奔行之下，速度远超寻常骏马，或许天黑之前就能赶到。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出发如何？争取今夜便能返回。杨浩提议道。冷月略微惊讶于他的急切，但想到魔门的动向，也理解他的心情，便点头答应。好。杨浩立刻吩咐苏青言等人照顾好家里和虎妞，然后来到院中，发出一声低笑。很快，金兰庞大的身影便从后院专属的兽栏中跃出，亲昵地用大脑袋蹭了蹭杨浩。杨浩翻身上了虎背，对冷月伸出手：走吧。冷月却白了他一眼，身形翩然升起，悬浮在半空。我自己能飞。杨浩也不强求，哈哈一笑，拍了拍金兰的脖颈：老伙计，咱们走，让冷月姑娘看看你的速度。吼！金兰发出一声低吼，四肢发力，如同一道暗金色的闪电般窜了出去，速度快得惊人，瞬间就冲出了县衙，向着城外方向疾驰而去。冷月御空飞行，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宗师境短时间御空速度极快，但长途飞行对灵力消耗巨大。果然，出了城，金兰放开速度全力奔行，如同贴地飞行一般，两旁景物飞速倒退。冷月跟了半个时辰左右，速度便开始渐渐慢了下来，与金兰的距离逐渐拉大。杨浩让金兰放缓速度，等到冷月跟上，笑着再次伸出手：冷月姑娘，还是上来吧，此去庆元城路途不近，你一直御空飞行太消耗灵力，金兰背脊宽阔，做我们两人绰绰有余。冷月悬浮在半空，气息略有不稳，看着杨浩那带着促狭笑意的脸，哼道：你分明就是故意的，你完全可以让小白小文一起来。杨浩被戳穿心思也不尴尬，理直气壮地说：我这不是想省事吗？小白小文速度可没金兰快，快上来吧，耽误了时间，魔门可不等人。冷月瞪着他，又看了看路途，知道自己确实无法长时间维持高速飞行。最终他咬了咬下唇，还是轻飘飘地落了下来，侧身坐在了杨浩的身前，但尽量保持着距离。坐稳了。杨浩一笑，金兰再次加速。猛虎奔行岂会平稳，尤其是在全速状态下，颠簸剧烈。冷月身体不由自主地摇晃了一下。就在这时，一只强壮有力的手臂自然而然地环住了他纤细却充满韧性的腰肢，将他往后轻轻一带，让他紧贴在一个温暖而坚实的胸膛上。冷月身体瞬间一僵，如同触电般，下意识的就要用手肘去撞开那只不安分的手，羞怒道：杨浩，你放手，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杨浩却抱得更紧了些，声音带着笑意在他耳边响起：这可冤枉了，山路崎岖，金兰跑起来就是这样颠簸，我是怕你掉下去摔着，这样抱着稳当些，他也能跑得更快。我杨浩虽然确实倾慕冷月姑娘，但还不至于用这种拙劣的借口占便宜，一切都是为了效率，为了正事。他的气息喷吐在冷月的耳畔，让他感觉痒痒的，心跳不由自主的加快。他挣扎了一下，却发现杨浩的手臂如同铁箍般牢固，而且靠在他怀里，确实颠簸感减轻了许多，莫名的有种安稳感。哼，巧舌如簧，歪理邪说。冷月又轻哼了一声，但挣扎的力度却小了下去，最终默认了这个姿势。只是俏脸变得通红，一直蔓延到了白皙的脖颈，身体微微有些发烫，目光看向前方，不敢回头，感受着怀中家人不再抗拒，温香软玉在怀，发丝间的清香萦绕鼻尖。杨浩嘴角勾起一抹得逞的笑容。金兰似乎也感知到主人的心情，跑得越发欢快，迎着夕阳向着庆州方向风驰电掣而去。一路无话，只有风声呼啸以及某些人加速的心跳声。金兰全力奔行，速度风驰电掣，500余里路程，在天色刚刚擦黑之时，一座远比丰原郡城更加雄伟恢宏的巨城轮廓便出现在了地平线上，城墙高耸，灯火璀璨，气势磅礴，正是庆州州治庆元城。靠近城门，冷月轻轻怔了一下，低声道：到了，放开我。杨浩虽然有些不舍那温香软玉的触感，但还是依言松开了环在他腰间的手臂。冷月立刻如同受惊的蝴蝶般翩然跃下虎背，整理了一下略有褶皱的藏青色制服，脸上那抹动人的红晕在暮色中依旧隐约可见。他努力板起脸，恢复那副清冷的样子，但微微急促的呼吸和闪烁的眼神还是暴露了他内心的不平静。你跟在我后面，
不要多话。冷月嘱咐了一句，当先向着城门走去。杨浩笑了笑，拍拍金兰，让他慢慢跟在后面。沁园城作为州治，守备森严。城门口的守军看到一头如此神俊恐怖的暗金色巨虎靠近，顿时如临大敌，长枪弓箭纷纷对准了过来，引起一阵骚动。站住！什么人竟敢驱使猛兽靠近州城？一名守军校尉厉声喝道。就在这时，几名穿着玄镜司特有藏青色制服，胸前佩戴着青铜徽记的人迅速从城内赶来，显然是察觉到了门口的异常。他们看到金兰和杨浩，也是面色一凝，手按上了兵器。冷月上前一步，亮出了一面银光闪烁的月牙令牌，声音清冷：玄镜司银月使冷月执行公务归来。那几名玄镜司人员看到令牌，立刻神色一肃，收起戒备姿态，恭敬行礼。参见银月使。为首的同心使看了一眼后面的杨浩和金兰，迟疑道：银月使，这二位是我带来的客人，一切后果由我承担。冷月淡淡道：是。同心使不再多问，挥手让城门守军放行。守军们虽然惊疑不定，但见玄镜司的大人都发话了，自然不敢阻拦，纷纷收起兵器，让开道路。只是目光依旧敬畏地看着那头如同洪荒巨兽般的金兰驮着杨浩缓步走入城中。金兰的庞大身躯和骇人气息走在沁园城宽阔的街道上，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更大的骚动和围观。百姓们纷纷惊恐避让，议论纷纷。好在有冷月在前引路，以及随后赶来的几名玄镜司同心使、铁玄卫在周围维持秩序，才没有造成混乱。杨浩骑在虎背上，好奇地打量着这座繁华的州城，同时低声问前面的冷月：冷月姑娘，你是银月使，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你们玄镜司是不是还有金使、铜使之类的？冷月头也没回，声音依旧清冷地解释道：玄镜司内部除司主外，自上而下分为金阳使、银月使、同心使、铁玄卫。刚才那些是同心使和铁玄卫。杨浩啧舌，银月使就是宗师境，那金阳使岂不是得是大宗师才行？冷月终于回头白了他一眼，那眼神仿佛在看一个土包子。你以为大宗师是地里的大白菜吗？那么容易达到？金阳使皆是半部大宗师境的强者，我们南部玄镜司算上我师傅，也仅有4位金阳使。杨浩了然的点点头，半部大宗师那也极其恐怖了，距离真正的万人敌大宗师仅一步之遥。谈话间，两人一虎来到了一座气势森严、守卫极其森严的府邸前。府邸门匾上并未书写任何名称，只有一面雕刻着镜子和宝剑交叉图案的玄色徽记，这里便是玄镜司南部总部。冷月带着杨浩走进总部大门，穿过几重明哨暗卡，来到一处幽静的书房院落外。冷月让杨浩稍后，自己先进去通报。不一会儿，冷月出来对杨浩道：师傅让你进去，金兰，你在此等候，莫要惊扰他人。杨浩吩咐道。金兰低吼一声，温顺地趴伏在庭院中的假山旁，闭上了眼睛。杨浩整理了一下衣袍，跟着冷月穿过几道回廊，来到一处静谧的书房外。冷月轻轻叩门：师傅。杨浩带道：进来。里面传出一个清冷而威严的女声，杨浩并不陌生。推门而入，书房内灯火通明，布置典雅而不失威严。书案之后，端坐着一位身穿玄色经文宫装长裙的女子，正是玄镜司南部司主苏清玄。与上次在藏魂谷相见时相比，她依旧是那般绝美动人，黑发如瀑，肌肤胜雪，容颜精致的无可挑剔。但此刻的她少了些战场上的杀伐之气，多了几分执掌权柄的沉稳与威严。那双深邃的眼眸看向杨浩时，带着审视和一丝玩味。杨浩，见过苏司主。杨浩上前一步，不卑不亢的行礼。两人算是有过并肩作战之意，但也仅限于此。苏清玄微微颔首，目光在他身上停留片刻，似乎有些惊讶他的进步速度，开门见山道：杨县令，你的来意，冷月大致与我说了。铁血战煞诀，霸血炼体诀，确实是我玄镜司秘藏，非核心人员不可轻传。他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我玄镜司的规矩，想必你也知道一些。这2部功法皆是司中重宝，你并非我玄镜司之人，我凭什么给你？杨浩听他语气，并非完全拒绝，而是留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心中一定，拱手道：苏司主所言极是，我深知功法珍贵，不敢空手求取。司主有何条件或要求，只要我能做到，绝不推辞。苏清玄纤细的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沉吟片刻，方才缓缓开口：你是个聪明人，也有潜力，本司主的确很欣赏你。上次藏魂谷之后，我便曾问过你，可愿加入我玄镜司？你当时拒绝了。他抬起眼眸，目光锐利地看着杨浩。如今情况似乎有所不同，魔门蠢蠢欲动，乱世将至，你急需提升实力自保，亦需功法培养嫡系。
本司主就是重提，你可愿在我玄镜司挂一个名号？无需你常驻总部，你依旧可以做你的丰南县县令、团练副使，平日里也不会用琐事烦你。但若遇紧急重大任务，玄镜司征召，你必须听从调遣，以此为条件换取2部功法，并可允许你本人再从玄镜司秘库中挑选一部适合你自己的功法，如何？杨浩心中念头急转，挂名玄镜司看似自由，实则等于上了一道枷锁，未来必然会被卷入玄镜司与魔门乃至其他势力的更大漩涡之中，危险程度倍增。这与他最初只想偏安一隅、种田发展的想法相悖。但是，正如苏清玄所说，形势比人强，魔门的威胁迫在眉睫，没有强大的实力，连自保都难，何谈发展？玄镜司这棵大树虽然危险，但也能提供一定的庇护和资源，而且只是挂名，仍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权衡利弊，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了。杨浩深吸一口气，抬头迎上苏清玄的目光，沉声道：“司主的条件，我答应了。我愿在玄镜司挂名，遵从司主调遣。”苏清玄脸上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顿时如同冰雪消融，春花绽放，美得令人窒息。很好，识时务者为俊杰。从今日起，你便是我玄镜司南部司的营乐使。暂代，待你修为再进一步，或立下功勋，再行转正。相关令牌、服饰，稍后让冷月带你去领取。谢司主。杨浩拱手。冷月，苏清玄看向自己的徒弟戴阳，带杨颖使去秘库取铁血战煞诀和霸血炼体诀的踏本，再让他自行挑选一部功法。是，师傅。冷月应道，看向杨浩的眼神有些复杂，似乎没想到他最终还是成了自己人，虽然是挂名的。杨浩再次向苏清玄行礼告退，跟着冷月离开了书房。